天选古星，北元莽荒山脉。爹娘，孩儿不孝，孩儿不打算替你们报仇了。我和妹妹已经结为夫妇，打算隐居山林，安稳度过余生。您二老放心，我们将来一定会多生几个孩子，壮大我们王家。夕阳下，一个青衣少年和一个素裙少女跪在2个土堆前。王良哥哥，我们回家吧。默哀良久之后，少女起身，在夕阳的映照下，露出素裙里那朦胧的玉体曲线。她虽然才刚出阁的年纪，不过身材却很窈窕，该瘦的瘦，该大的大，比同龄的少女要丰腴很多。少年点头，随即缓缓站起，一张过分清秀的面容被夕阳拂面，五官俊朗，眉目如画，再加上那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衣衫，显露出一副干干净净的少年气质。起身之后，少年的眼底还是有些不甘，深深叹了口气。他叫王良，是一名蓝星穿越者。前世他有个死党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子，所以叫上他一起去宾馆抓奸夫。没想到奸夫竟然有5、6个，给他俩好一顿胖揍。死党被打跑了，他却被那5、6个大汉失手打死了。穿来这个世界以后，在一个山野妇人的肚子里怀胎10月，10月后初识这世间。据村里老人说，这个世界有仙人可开山断河，也有凶妖能呼风唤雨。总的来说，这就是小说里的玄幻世界。王良知道以后很兴奋，他以为自己作为一个穿越者，拿的肯定是主角剧本，什么系统、传家宝、戒指、项链、老爷爷、美女师尊以及各种逆天的遭遇，马上就会来找他。然而王良等了18年，连个屁都没有。他也曾尝试过跟父母要传家宝，结果被父母双打；想跳崖寻奇遇，结果摔断腿；想出远门拜仙师，结果半路上差点被野兽咬死。后来王良逐渐接受了自己的平庸，父母都是很普通的山民，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小时候王良在山里捡了个妹妹，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虽然日子过得苦了些，不过一家4口也算幸福，整日都是欢声笑语。直到半年前，王家村被天上一群仙人给轰成了冒烟的废墟。当时王良带着妹妹在山里采蘑菇，所以逃过一劫。等他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整个王家村全部被烧成了焦炭。那一刻王良深感无力，报仇肯定是一点不能报。人家会飞，站在天空中连长什么样都看不清，随手撒下一道火光就把村子给团灭了，这仇是真报不了。不过王良不甘心，既然穿越了，说什么也得休闲。于是他背着行囊，带着妹妹远走万里，耗费了大半年时间，却还是在深山里晃悠。不是，这世界这么大吗？王良无语了，白白蹉跎了大半年时间。最终他放弃了，不打算再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身边有娇美可人的尤物妹妹，不如尽快开始属于他们的2人生活。前几天王良带着妹妹来到了这座大山脚下，溪水潺潺，果木飘香。于是他们就这里搭建了一座简单的茅屋，成为他们2人日后的新家。哥哥，茅屋内青儿羞红着脸，褪下衣裙，只穿着一件贴身的肚兜，照着身前的饱满，背后有2根红色细绳系在脖子上，露出水一般平滑的玉背曲线。看着那高耸的胸姿，曼妙的腰线，饱满的桃臀，咕噜，王良吞了下口水。他正是18岁的年纪，气血方刚，并非什么坐怀不乱的君子，难免会被这个小尤物妹妹吸引。哥哥，你还愣着干嘛？青儿回头眨巴着2个咕噜噜的大眼睛，目光娇羞迷离。她小脸发烫，双颊泛红，风华正茂的年纪洋溢着一股青春的少女气息。青儿，那我来了。王良上前小心地环住那不堪一握的软玉纤腰，咬开她脖子上的红色系带。第2日清晨，王良脑海中传来一道妩媚妖娆的女声：叮咚，恭喜宿主破除童子身，收服系统激活成功。我勒个操，童子！听到这声音，王良先是愣了一下，转而激动到泪流满面。为什么要结束童子身才能激活？18年啊，我等了你将近18年。王良身躯颤抖，内心破防。本以为自己就这样会跟青儿没羞没臊地度过余生，结果现在童子冒了出来。哥哥，你怎么了？身旁青儿被惊醒，睁开一双朦胧的睡眼，看向王良。没事。青儿，累了一夜，你再睡会儿吧。王良随口安抚了句。哥哥，我不累。青儿小脸泛着春红，羞羞地勾着唇角，一双水眸朦胧迷乱。她抬起2条白皙粉嫩的手臂，轻轻拥住了王良，继而将整个娇躯都贴了上来。王良见此，王良伸出一只手揽住了她，不过也没有其他动作。他现在的心思全在系统上，根本顾不上青儿。你是什么系统？本系统名为无敌收服系统。
激活本系统后，宿主可通过收服拥有奇异体质的天之娇女来获得系统奖励。啥？天之娇女还得拥有奇异的体质？王良一听，除了懵逼就是懵逼。奇异的体质能有多奇异？叮咚，新手大礼包发放成功。叮咚，恭喜宿主获得逆天功法神龙经。叮咚，恭喜宿主获得最强空间神器虚界空间。叮咚，恭喜宿主获得补阳丹10枚。祝神龙经内蕴无缺真龙宝术，谁学谁无敌，可助宿主踏上修炼之路，快速崛起。祝虚界空间与外界存在30倍时间差异，内部灵气充裕，蕴含无上大道规则，总共7层，宿主修为达到金轮境可开启。祝补阳丹有强健体魄之奇异功效，可以让宿主在拥有奇异体质的天之娇女面前展露男人雄风。修炼功法、修炼空间，这些我都能理解。不过那个展露雄风是什么鬼啊？正当王良内心杂乱之际，系统又响起一道声音：叮咚，恭喜宿主成功收服一名拥有奇异体质的天之娇女。祝奖励在宿主修为达到金轮境时发放。72体质神龙体，收服度100%。祝收服度达到90%，则被视为收服成功。祝除了以建立感情关系的方式收服，宿主也可使用强制手段来收服天之娇女。啥？我妹妹是天之娇女？王良震惊地看向青儿。当年他在山里寻奇遇，看到天空中电闪雷鸣，有一条青龙光影在天空中飞腾，他以为是有什么奇遇降临了，赶紧跑过去，却没想到地上躺着一个女孩子。当时他浑身焦黑，像是被雷劈了一样，气息虚弱到了极点。王良将他抱回村里，请求老村医救他。不过那老村医只是看了一眼，随后摸须叹气直摇头，可怜的女娃被雷劈成这样，没救了。然而王良不肯放弃，他不畏艰险，独自进深山挖了一些疗伤的草药，一天3次喂汤喂药，还把一些草药捣碎了敷在他身上。隔了几天，王良竟然真的把他救活了。仅仅半个月，他一身焦黑褪去，皮肤恢复白皙水润。王良这才看到他身上竟然有一层细密的青色鳞片，若隐若现，闪烁着一种很奇怪的青色神光。所以王良给他起名叫青儿。哥哥。见王良盯着他，青儿腼腆地笑了笑，整个娇躯贴得更紧了，小手不停在下面搞着小动作。等会儿，一晚上了，让哥缓缓。王良抓住青儿不老实的小手，把他紧紧抱住，不让他使坏。随后又问系统：神龙体是什么？神龙体乃当世9大地族的血脉神体之一，这种体质活力充沛，力大无穷，有青灵护体，攻防兼备，一旦道成，可比坚固之大地。活力充沛，力大无穷。王良看了青儿一眼，心中恍然。这么多年，他们不畏凶禽猛兽，敢肆无忌惮地在山里转悠，全凭青儿的一身蛮力。别看青儿看起来柔弱，但是一拳就能打死一头蛮牛，力气大得吓人。屠狼杀虎，那更是不在话下。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他肩负着保护哥哥和喂饱哥哥的重任。哥哥，你怎么了？青儿眸光一扬，看到王良蹙眉思索的神色，感觉有些不对劲。难道是昨晚累坏他了吗？看来以后不能为了自己快乐就贪心的压榨哥哥，毕竟自己天生神力，而哥哥只是个普通人。没事。王良摇头，敷衍的应了一声，随后看着手中出现的一瓶丹药，有些不解。系统，这瓶补阳丹是怎么回事？收服天之娇女，莫非得让他们成为我的女人吗？王良有些疑惑。按理说系统肯定不会白送他东西，那当然收服以后自然就是你的女人。至于补阳丹嘛，是本系统额外赠送宿主的，宿主也不想在妹妹面前丢脸吧，连妹妹都满足不了，以后还怎么满足一群天骄夫人呢？我尼玛，有本事你出来，看我能不能满足你。听着系统那妩媚曼妙的御姐声音，竟然夹杂着大大的嘲讽，让王良直接怒了。身旁青儿怕累着哥哥，没有再搞什么小动作，只是安静的躺着。不过她毕竟是一个刚经人世的小丫头，内心充满了渴望，悄悄地耸着琼鼻，贪婪地嗅着哥哥身上的男子气息，这让王良心里涌起一股热火。看着他那期待又娇羞的眸光，王良毫不犹豫，拿起手里的一个小玉瓶，倒出一粒补阳丹吞下。仅仅片刻，补阳丹的效用就发挥了出来。王良突然感觉自己雄壮许多，而且异常勇猛。他一个翻身而起，就将青儿抱了起来，先教训一下这个小丫头，等会再修炼神龙经。哥哥，你……青儿娇呼一声，眸光微微朝下一瞥，顿时瞳孔一颤，吃惊的张大小嘴。他内心惊喜而又慌张，不明白为什么哥哥突然变得好厉害。哼，
神龙体是吧？我让你神龙体！王良内心冷笑，立即开始教训这个不知自己深浅的小丫头。初尝禁果，越吃越香。2个时辰后，青儿半闭双眸，脸红如潮，依偎在王良身边。青儿，哥哥有件事想问你。王良把她往自己的怀里抱了抱，忽然很严肃地开口说道：哥哥，什么事？青儿有些疲倦地抬了抬眼，伸出一只小手，摸摸那张干净而俊朗的少年面庞。如果哥哥将来要再讨几位夫人，青儿会生气吗？王良实话实说，不想瞒着青儿。万一将来真的再收一大群女人，怕她不开心，所以想提前打个预防针。不会啊，哥哥如果将来还有夫人的话，青儿就不会孤独了。村里人都已经不在了，只剩下哥哥和青儿。哥哥是王家村唯一的后人，如果将来能遇到其他村子里的姐姐，哥哥一定要讨她做夫人。青儿什么都不介意，只希望哥哥能壮大我们王家，将来我们一起重建王家村。青儿也会帮哥哥的。青儿眉头拧了起来，眸中闪着迎心，小脸上满是坚定。好妹妹。王良内心触动，抱紧了青儿娇柔细嫩的身体，青儿也用一只小手抚摸着少年的胸膛，一路下滑，又不老实了起来。这丫头，王良无奈翻了个白眼，不愧是神龙体，这精力实在太旺盛了，而且体力恢复的速度也太过惊人。青儿，你还想再来一次吗？王良试探着问道。啊，不要了不要了。青儿一听，立即吓得缩回小手，羞羞地低下头，脸色刷一下变得潮红。青儿现在怎么学会说谎了？你想要就说嘛。王良俯身抱着她，将脸凑近，眸光古怪，紧盯着她那睫毛修长、忽闪忽闪的一双大眼睛。这丫头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记得青儿小时候总是给人一种很妖异的感觉，眸子狭长，特别勾人，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而现在她秋水明眸，红唇皓齿，玉颜无瑕，双颊粉嫩，宛如一朵春日桃花，清纯而不失娇艳，模样煞是诱人。我担心累坏哥哥。青儿目光躲闪，支支吾吾，最终一脸羞涩地说道：别担心，以后哥哥会越来越强的，而且以后也不需要青儿再保护哥哥了，该轮到哥哥来保护青儿了。王良附在他耳边轻语了一句，然后轻轻吻在他那饱满的红唇上，又悄悄倒出一粒补阳丹。一番折腾后，已经是下午，兄妹两人终于开始办正事儿。哥哥，你从哪里得到的这篇修炼法诀？青儿看着王良在地上刻下的一篇法诀，不禁好奇地眨了眨眼。我在山里捡的。青儿，你好好研读一下，依照法诀吐纳修炼，看有没有什么收获。王良随便找了个理由，又叮嘱了一声。此时他也盘坐在一块青石上，蹙眉研读着脑海中的神龙经的初始篇章。这初始篇讲述了一些修炼的基础常识，非常全面。修士修行之初，首先要以吐纳之法内生经轮，这个吐纳修炼的过程被称为凝气，是修士修行之初的第一个境界。初始篇记载，寻常人若想凝气成功，诞生经轮，就算天赋好的，也至少需要3-5年。3-5年，这么久？王良眸中露出思索之色，不过心中却满怀期待。只要达到经轮境，就可以开启拥有30倍时间的修炼空间，到时候直接原地起飞。即将踏上修炼之路，王良难免心情激动，小心翼翼地开始尝试依照神龙经中记载的吐纳之法修炼。王良非常认真，一边研读一边吐纳。转眼间2个时辰过去了。卧槽，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系统，你给我的不是假功法吧？王良郁闷道。他吐纳了2个时辰，根本没有感觉到精气入体，5脏之中也没有丁点反应，不禁有些怀疑起来。看你妹！系统回应了一句。看我妹！开始王良还以为是系统骂他，可是一扭头看向青儿，却顿时怔住了。不知何时，青儿已经进入了一种玄妙的修炼状态，他浑身笼罩着一层青光，有一条龙形气影在他身侧浮动。王良能感觉到，在青儿鼻息吐纳之时，有一股极为精纯的生命精气在进出。我尼玛，难道这就是天之娇女和普通人的差距吗？我钻研了大半天，连门都没摸着，青儿就已经开始修炼了。王良郁闷的一头黑线。系统给他的神龙经倒像是专门给青儿准备的，神龙体修炼神龙经，那必然是神速，这对于青儿绝对是好的。突然王良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在看青儿修炼的时候，似乎对神龙经的吐纳之法有了一些异样的感悟，而且他还能感知到青儿体内精气的流动轨迹。王良若有所思，忽然灵机一动，坐在了青儿身边，开始模仿青儿修炼。很快他也进入了一种玄妙的修炼状态，一卷金色的经文在脑海中缓缓铺开，一个个金色的法印如同跃动的精灵翩翩起舞，化作一条青光璀璨的真龙在他的脑海中遨游。天色黑了下来，兄妹2人停止修炼，打算找点东西
来填饱肚子。夜里不好打猎，容易遭遇野兽埋伏，于是王良决定去河边插2条鱼回来烤着吃。他拿着以前磨尖的树杈，直接往河边走。青儿在后面高兴地蹦蹦跳跳，他最喜欢吃哥哥做的烤鱼了。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水势平缓，一些分支形成了无数条小溪，遍布山野，水流潺潺，在月色下泛着银光，在无声流淌。鱼儿成群，欢快地跃出水面，划过一道道优雅的曲线，又坠入河中，噼噼啪啪水花飞溅。很明显，鱼儿们很快乐。不过在王良看来，这群鱼完全是插标卖手。王良脱了鞋子，深入几步，尽力于河中，一插就捕了3条鱼。他也不意外，先前早就提前考察过这里的情况，就因为这里食物充足，所以他和青儿才选择定居在这里。哇，哥哥好厉害！看到王良得手，青儿在岸边欢呼雀跃了起来，一脸崇拜。咦，那是什么？忽然青儿指着远处的河面，眉头蹙起。什么？王良回到岸上，朝着他指的方向也扭头看了过去。只见在很远处有一个乳白色的朦胧光点出现，转眼之间那光点离得越来越近。王良与青儿早已瞪大了眼睛，那竟然是一个绝美女子，看模样大概30来岁。她动作不急不缓，赤着一双玉足在河面上踏步，素手抚青丝，纱裙若白烟，一步一摇间，仿若仙子临凡，风华绝代。刚才她明明还在百里之外，现在却已经出现在王良和青儿的前方。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体质先天堕胎，收服度 25%。 哇，好美的女人，好美的姐姐。王良和青儿突然同时惊叹一声，月华如雾。她静立于波光河面之上，明眸皓齿，粉腮黛眉，肤如白雪，玉颜似仙。一袭淡雅白裙散发仙光，衣袂曼舞，宛若流风回雪，身姿婀娜，仿佛从画中走出的绝代佳人。这是女鬼还是女仙？王良内心惊悚，却忍不住打量。这女人竟然浑身发光，能悬浮身体立于河面之上。看她长发如瀑，湿漉漉地滴答着水珠，似乎刚才正在河中沐浴。一袭单薄的白色纱裙，微风拂过，玉腿侧露，那双腿生得笔直修长，轻盈优雅，圆润粉嫩，光洁无尘。2只脚丫也生得精美小巧，每一根玉指都白白嫩嫩，让人忍不住想亲吻一番。哦，神龙体。那女子轻启红唇，纯净的眸光看向青儿。她嗓音非常空灵，不轻不重，像是古井无波，却又淡似清流，与她逆天绝世的容颜非常相配。她能看出青儿是神龙体。王良心里突然一惊，往前迈了一步，不着痕迹地将青儿挡在自己的身后。姐姐，你好漂亮啊！青儿从王良身后探出脑袋，傻乎乎地说了一句，不过紧接着又被王良把脑袋给按了回去。姐姐，我们只是来打鱼的，如果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王良讪讪一笑，小心翼翼地说完，一手拿着鱼叉，一手拉着青儿，转身就走。唰，随着一股香风扑面而来，那名白裙女子瞬间出现，挡在了王良和青儿面前。别怕，我对你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一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女子轻声询问，她的声音很轻柔，态度也十分温婉，让人莫名有种安心的感觉。我们是从王家村来的。王良如实道。哦，你们不是地族子弟。那女子的神情愈发诧异。什么地族子弟？王良和青儿对视一眼，随后都摇了摇头。那你们也没有师门？那女子看着王良和青儿身上的粗布衣衫，还有王良手中那根鱼叉，似乎明白了什么。没有。王良和青儿又摇头。这座大山后面就是方圆7000里地唯一的修道门派紫阳宗，我叫萧云熙，是紫阳宗的7长老。小姑娘，你愿意拜我为师，从此踏上修炼一途吗？那女子温婉一笑，看向青儿。管吃管住吗？青儿眨了眨眼睛，有些异动。当然。那女子浅浅一笑，光彩照人，如同3月春光消融了冰雪，看得人心里暖洋洋。那我哥哥呢？青儿满脸欣喜，接着问道。他资质差了些，何况古灵太大，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修炼年龄，此生很难有所成就。萧云熙话音停顿了下，微微摇头，接着他又补充道，我可以给他一笔钱财，将他送往一个村镇之中，娶妻生子，此生富足，也可以过得很好。闻言，王良蹙眉，这就是所谓的强者吗？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想随意决定别人的一生，这种感觉让王良很不舒服。不，我要和哥哥在一起，哥哥是我最后一个亲人了。青儿摇了摇头，从那女子面前慌忙后退，躲在王良身后。萧姐姐，不好意思，我妹妹不拜师。王良紧抓住青儿的手，
他不放心把妹妹交到一个陌生女人手上，何况他还有系统，只要给他时间，马上就能带着妹妹崛起，根本不需要拜师。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女子随口一问。他蓦然察觉到，眼前的女孩子竟然已经不是完逼之身。青儿是我捡来的妹妹，父母亡故之后，我们就结为了夫妇。王良如实回答。罢了，那都跟我走吧，我收你妹妹为亲传弟子，你就做我的记名弟子吧。去了紫阳宗，你们还可以在一起。那女子轻轻点头，不忍拆散他们。还没等王良答话，萧云熙就提着王良和青儿就腾空而起。夜色太深，什么都看不清，王良只是隐约感觉他们进入了一个极为空旷的山谷中，前方有7座高大巍峨的山峰，隐约间有几个人引御空而行。夜深了，明日我再为你们介绍这里。萧云熙来到一座有着浓郁花香的大山脚下，将王良安顿在山脚下的一座小院中，让他明日清晨到山顶拜师。随后他就带着青儿上山了。明日清晨山顶拜师，这女人是故意为难我吗？趁着月色，王良看了看一眼望不到顶的山峰，不由得心中犯难。这要是明早开始爬，恐怕明天下午都不一定能爬上去。关键是他还把青儿给带走了。见不到青儿，王良心里就有点着急和不安。算了，现在就爬。王良抬头看了看陡峭的大山，下定了决心。青儿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亲人，现在被一个陌生女人带走了，他心里很不放心。王良一头钻进林中，照直往上走。山中林深叶茂，难以辨别方向，不过王良只是望着月亮的光芒，哪里高就往哪里爬。虽然从土坡和石头上摔下来几次，胳膊腿都有擦伤，不过王良还是咬牙坚持，速度丝毫不减，继续向上攀登，倒是有几分毅力。山顶有座凉亭，萧云熙闭目端坐，微微点头。师尊，为什么不让我哥哥也住在山顶上呢？青儿盘坐在他身边，蹙起眉头问道。依照紫阳宗的规矩，亲传弟子可以随师尊住在山顶的道院中，时刻聆听教诲。内门弟子按照辈分从高到低依次住在山腰。不过我有2位女儿在山腰间闭关，为了不惊扰他们，只能让你哥哥暂时住在紫阴山下。而且我们紫阴山高耸险峻，他若能每日攀爬，定能增强体魄，对他凝气成功很有帮助。萧云熙柔声细语地解释道。哦，原来是这样，师尊也是为了哥哥好。青儿抱着萧云熙的手臂，开心地笑了笑。别高兴得太早，我说过了，紫阴山高耸险峻，他不一定能爬得上来。曾经我也收过许多弟子，都以此作为考验，能在第2日清晨爬上山顶的人寥寥无几。他若真能在明早爬上来，我就收他为弟子，允许他住山顶。萧云熙留下一句淡淡的话音，随后一步踏空，翩然离去。听了师尊的话，青儿有些担心地看向山下，不过紧接着他又一脸坚定，攥紧了小拳头。加油，哥哥！青儿知道你是最棒的。系统，那个女人是先天道胎。先天道胎又是什么体质？王良一边爬山一边问系统。先天道胎，天生一双先天圣瞳，可洞悉先机，知晓未来。这种人先天与道相合，拥有极为逆天的悟性，能够与万道交融，先天演化万法，先天破灭万物，与人征战之时，先天立于不败之地。在6大神胎之中，他排名第4。这么厉害，才第4。王良心中惊讶，为什么我妹妹是体，她是胎呢？胎意为胚胎，但凡被称为胎的体质，则说明是成长型体质，成道之后拥有很强的道泽之力。而且胎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一般不易被人察觉。我要是爬上山顶拜了师，他就是我师尊了，我能收服他吗？王良皱眉，心里发虚。他现在才明白，收服拥有奇异体质的天之娇女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事在人为，宿主要相信自己。凌晨时分，在天亮之前，王良一身泥污，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山顶。青儿，王良小心翼翼地喊着。他在山顶看到了一座由6根巨柱撑起的凉亭，又在远处看到了一座道院。于是王良朝着那座道院走了过去。哥哥！青儿听到了声音，立即翻身而起。他很担心，一夜都没有睡着，一听到王良的声音，立即跑了出来。青儿，你没事吧？他没对你做什么吧？王良上下打量青儿，眸光担心。哥哥，我没事，师尊他对我很好。青儿笑了笑，随后拉着王良走进属于他的小院子。山顶的月光格外明亮，能很清楚地看到这座小院非常雅致简陋，只有一间石屋，屋内的陈设也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副桌椅，再无其他。哥哥，师尊说这其实是一种考验，你要是能爬上山顶，他就收你做亲传弟子，允许你在山顶居住呢。石屋中，青儿面色欣喜地说道。
是吗？王良闻言也开心了起来，时时刻刻和青儿在一起，才能让他安心。哥哥，离天亮还早呢，你休息一会儿吧。青儿用衣袖擦了擦王良脸上的划伤，眸光中带着心疼。王良点头，随后环顾四周，问道：师尊说没说让我住哪？师尊说让你和我住在一起。青儿犹豫了一下，大眼睛转了转，随后羞羞道：啊，是吗？王良有些诧异，按理说修道之人讲究清心寡欲，没想到师尊能答应这种事情。是呢。青儿眨了眨眼睛，那青儿要不要？王良坏笑起来，一下子抱起青儿扑在了床上。哥哥你坏。青儿小脸绯红，娇羞不已，然而一双小手却牢牢勾住了王良的脖颈。什么声音？这两人也太过分了吧。萧云熙原本在月下打坐，却突然听到一阵诡异的呜咽声，忍不住面色羞红，内心更是躁动。他倾心修炼800年，从未有过异性道侣，虽然他也了解一些男女密事，不过还从没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儿。听得实在受不了，他随手丢出一道光幕，用神力将王良和青儿的屋子给隔绝了起来。毕竟他有2个女儿还在山腰上闭关悟道，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万一被这声音扰乱了道心，那可就麻烦了。明天得给他们立个规矩，修道之人绝不能这么随心所欲。萧云熙摸了摸自己烫红的脸颊，无奈一叹：唉，再去洗个冷水澡吧。清晨，王良在凉亭之中行拜师大礼，只叩了3个头，喊了一声师尊，又立下几句誓言，就算是完成了拜师仪式。按理来说，生者父母，教者师尊，一日为师，终生为尊。所谓投师如投胎，一入师门，只遵师命，父母无权干预。所以拜师这件事非常的神圣庄重。通常紫阳宗弟子初次拜师，从清晨时整理仪容，上山拜见师尊，行3叩9拜大礼，聆听训诫与教诲，立下道心誓言，方可入门。不过对于王良和青儿，这些繁琐的形式省略了一些，毕竟现在紫阴山上只有他们2个弟子，弄那些繁琐的仪式也没人看。萧云熙修为即将突破，马上就要迎来他的第1道超脱大劫，所以他无心再教导弟子，先前已将门下弟子全部交由其余6位长老教导，这也是紫阴山空旷无人的原因。拜师之后，王良就被赶下了山，还是回山脚居住。从师尊口中，王良稍微了解了下紫阳宗，这是一个隐士修行的小宗门，位于一片荒山野岭之中，以7座大山为开宗立派之地，已有几百年的根基。紫阳宗宗主闭关多年，不问世事，所以宗门事务都落在了内门7山长老的身上。内门7座大山分别为天心山、缥缈山、玄阴山、西河山、落化山、药王山、紫阴山。王良现在所处的是紫阴山，阴山中栽满了紫阴花树而得名。萧云熙给了王良一部初阶紫阳诀，让他爬完山以后按照紫阳诀土那修炼。王良非常努力，他要是不努力，恐怕就真的追不上妹妹了。青儿的修炼速度非常恐怖，仅仅7天时间，王良便感受到他体内有5道浓郁的气流出现，逐渐构建起了一个圆形轮廓，马上就能诞生传说中的经轮。诞生经轮，拥有神力，也就意味着正式踏上修行之路。不过王良也没落后太多，他每次看青儿修炼都会有很大进步，这一点让王良也非常奇怪，为什么他自己修炼进展很慢，而观摩青儿修炼却有着很大的感悟呢？直到半个月后，萧云熙也察觉到了王良的古怪之处。青儿拥有神龙体，而且血脉非常精纯，简直就像是一条真龙重现世间。他本就与常人不同，修炼速度快那是正常的，寻常孩子凝气成功可能要花费3-5年时间，而对于青儿来说也许就是半年的功夫，因为他体内有着无上地族血脉。可是王良有什么？他为什么能紧紧跟得上青儿的修炼速度？这让萧云熙感到万分疑惑。山顶凉亭中，萧云熙双眸之中混混沌沌，似有云雾流转。他施展圣瞳，演化仙机，想要洞悉王良的身体奥秘。原来是造化魔胎，怪不得我先前没有察觉到。观察良久之后，他恍然大悟，造化魔胎。王良挠了挠头，有些不解。临摹万法，窃取造化，这种体质能参悟他人道法，窃取他人造化，甚至能临摹他人的体质本源。随着你修为越高，这种力量就越是恐怖，只需观摩一眼就能领悟别人的道则。萧云熙细细解释道。然而他此刻心里却在嘀咕，这兄妹2人也太奇怪了吧，一个神龙体，一个造化魔胎，他们俩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师尊，你是说我也有神体？王良一听立即激动起来，怪不得哥哥那么厉害，原来哥哥也不是普通人。
青儿似乎想到了什么，羞红着脸，欣喜道：“没错，我也没想到，你竟然也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身体。”三长老穆清欢，他也是造化魔胎，等他过段时间回来，我带你去拜他为师，让他收你为亲传弟子，同为造化魔胎，他一定能更好的指导你修炼。萧云熙点头微笑道：“多谢师尊。”王良顿时感激道：“关于造化魔胎，你若想多加了解的话，改日我带你去落华山上的藏经阁之中，借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典籍回来观看。”萧云熙又柔声道：“谢谢师尊。”闻言，王良又欣喜地重重点头。萧云熙，收服度 58%。 对于这个温柔和善的师尊，王良真的很喜欢。紫阳宗内每座大山之间的距离少说也有20来里地，以他现在的脚力，赶路都得花费不少时间。师尊愿意带他去，自然是方便许多。萧云熙即将度超脱大劫，每日都在稳固道果，磨练心境。时间对于他来说非常宝贵，可他却依然愿意抽出空来教导王良和青儿。对此，王良和青儿也非常感激。傍晚，山下小院内，王良抬头看了看天空。以往的这个时候，师尊总是会从他头顶上空飞过，离开宗门，可今天却没看到那个曼妙的身影。正所谓窈窕师尊，弟子好逑。身为弟子，难免会对温柔貌美的师尊有一些大逆不道的想法。不过萧云熙是一位非常善良且温柔的师尊，他对王良和青儿没有丝毫藏私，总是悉心教导，对待他们如师如母，所以在王良心里，对萧云熙不敢有一丝亵渎之意。王良望着天空，随后摇了摇头，抛去杂念，开始修炼起来。忽然有一道白色的身影从上空坠落下来，不是那种轻轻落地，而像是摔下来一样。云熙师尊，你怎么了？王良睁开眼一看，竟然是萧云熙从半空中摔了下来，感觉他状态不对劲，立即慌忙去扶他。然而没想到却被萧云熙慌乱的一把推开。你别过来！萧云熙面色绯红，跪伏在地上，娇躯不停颤抖。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冷静一下，但却根本难以做到。此刻他浑身燥热，如已噬骨，血脉之中酥痒难耐。1个月前，他在外面偶然得到了一枚阳元果，为了增加渡劫成功的把握，便将之吞了下去。那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宝，可助人稳固修为。然而他却没想到，这种罕见的天才地宝有着一种让人羞于启齿的副作用。连着1个月，每当夜里，萧云熙就浑身燥热，必须要到河里去洗一个冷水澡才能压制下来。他本以为这种副作用慢慢就会消失，可谁知1个月的时间过去，这种副作用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不行，再这么下去，经脉会毁掉的。萧云熙咬着牙，勉强维持着一丝理智。好热！忽然，他一把扯开胸口的对襟襦裙，露出一大片雪白，神志已然不清，快要控制不住自己。师尊，你到底怎么了？要不要我喊人过来？王良皱眉问道。他刚才想去扶起师尊，却被他无情的一把推开，此刻只能着急地站在原地，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要让别人看到我这副样子。萧云熙抬头，急忙制止王良。看见这个清秀健壮的少年郎，他呼吸骤然急促了起来，脸上的红晕更加醉人，几乎要把持不住。王良，扶我进你的茅屋。萧云熙轻喘，双眸闪过一丝震惊，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是，师尊。王良面色诧异，感觉有点不对劲。师尊这到底是怎么了？进他屋子干嘛？但他既然吩咐了，那王良只能照做。王良上前半抱半扶着萧云熙的娇躯，进入茅屋之后立即道：师尊，要不要我去喊其他长老过来？不，没用的，谁来都没用的，现在只有你能帮我。萧云熙抬手抛出一道光幕，笼罩在茅屋外面，随后整个人直接抱住了王良，拥在床上，一改往日的娴静仪态。师尊，你要我怎么帮你？王良被压在床上，看着萧云熙这副欲言飞鸿的模样，内心吓得不轻。等不及了，再拖下去我会坏掉的，帮帮我。萧云熙声音颤抖，一头乌发在此时如同瀑布一般披散下来，发出阵阵清香。这被师尊拥入温香软玉般的怀抱里，王良一瞬间懵了。怎么帮？莫非？可毕竟他是师尊啊，如果事后反悔，一掌劈死他怎么办？这是属于我们的秘密。你放心，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王良，摸我。忽然间，萧云熙双目迷离，甘甜水润的红唇吻了上来。看着师尊那泛着春色的绝美容颜，王良也忍不住了。第2日清晨，萧云熙穿戴好衣物站在门口，白裙素雅，宛若一抹仙意，而王良则无力地蜷缩在床榻一角。云熙师尊可比青儿厉害太多了，平日里看着像是一个温婉娴静的大仙女，
但昨夜却像是个疯狂的女魔头。萧云熙，收腹度 75%。想不到师尊还是处子之身。看着床上的一抹嫣红，王良内心诧异万分。而且仅仅1夜的时间，对师尊的收服度竟然大幅提升。如果多来几次，王良简直不敢想。这是神经，可以用吐纳之法汲取内部的精气修炼。还有这些是一些能够让你恢复体力的丹药，用完之后可以再找我要，我会尽全力帮你提升修为。不过我们的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萧云熙留下了一个小木箱，随后便离开了。师尊走后，王良在床上发愣了一会儿。虽然师尊是一位拥有奇异体质的天之娇女，但是王良从来没动过收服她的念头。两人无论是修为还是身份都差距太大，收服她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现在好像有些苗头。神经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王良打开了云溪师尊留下的那个小木箱，拿起了一块亮晶晶的石头。又是1个月后，青儿凝气成功了，在体内诞生出经轮，正式踏上修行之路，甚至还拥有了所谓的神力，可以隔空一拳打碎巨石。这件事在紫阳宗竟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古灵16岁才开始修炼，3个月就能凝气成功，简直是所罕见。就算他是神龙体，这种速度也太过夸张。正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青儿身上的时候，王良也悄悄凝气成功了。就连萧云熙也不知道，自从那夜过后，萧云熙再也没找过他。王良也有1个多月没见过师尊了，他心里其实还是有点想的。毕竟云溪师尊温婉恬静，貌美如仙，平易近人，身娇体柔，有点太多了，根本说不完。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这种类型。摇了摇头，王良甩开杂念。叮咚，恭喜宿主修为达到经轮境，虚界空间已开启。叮咚，收服神龙体奖励已发放。七彩玉戒。注：虚空空间暂时只能由宿主1人使用。注：七彩玉戒可隐藏神体，隐匿气息，不被人察觉，并且可以更改自身气机，展示任意修为境界。这玩意不错。王良看着手中的一个七彩玉戒，立即戴在手上。这戒指虽然叫七彩玉戒，但颜色很暗淡，没什么灵气波动，戴在手上看起来很普通，也不用担心被人抢了去。虚界空间有着30倍的时间，外界过去1天，而虚界已经过去1个月。万一他修炼速度过快，那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枚戒指正好可以帮他遮掩修为。系统，送我进虚界空间。王良盘坐在茅屋中，沉声道。叮咚，冰域空间已开启。叮咚，炎域空间已开启。注：以宿主目前修为，只能开启2层虚界空间。系统的声音刚说完，下一刻王良忽然消失在屋中，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寒风凛冽，雪花漫天，远处那一座座冰山明亮的晃眼。好冷。系统，这破地方怎么修炼啊？王良搓了搓双手，叫苦道，同时催动经轮，身体上浮出一层薄弱的紫气来抵御严寒。叮咚，冰域空间蕴含着至高无上的冰道法则，希望宿主能好好感悟。系统陷入沉寂后，王良郁闷地打量着四周。茫茫天地，风雪肆虐，天空中竟然有一轮大日在轮转，脚下是万里冰川，像是一个无垠的冰雪世界。王良搓了搓手，越发感觉寒冷了，身上的神力在逐渐消散。很快王良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寒风刺骨，飞雪如刀。他身上的衣衫被一道道划开，接着便是身体上的皮肤也被划开。仅仅几息时间，王良就浑身染血，只不过鲜血还未渗出，就被覆盖上了一层嫣红寒霜，连一丁点疼痛都感觉不到。我尼玛！系统，快送我出去！王良顿时大惊失色，再待下去小命儿恐怕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叮咚，请问宿主是否要体验炎域空间？炎域。王良冷静下来，略一思索，也许炎域更加适合他修炼，于是便立即开口道：体验。下一刻，四周环境变了，哗！附近的冰川大地突然崩碎，被咕咚冒泡的炽热岩浆所吞噬。瞬息之间，王良宛如置身于火炉之中，一股炙热滚烫的气息扑面而来。远处的冰山在无声沉陷，地面忽然泛起一片红光。除了王良脚下的一片暗红色土地之外，四周都是无尽的岩浆之海。我勒个大槽！王良被烤得皮肤通红，浑身血液仿佛都在跃动。刚才的冰浴简直要命，现在的炎浴更要命。我不体验了，快送我出去！王良感觉自己快被烤熟了，连身上的衣物已经被烧枯，化成一片片飞灰飘散。唰！下一刻，王良光不溜秋地出现在茅屋中。王良沉默了。虽然虚界空间内有30倍的时间，但是如此恶劣的修炼环境根本不能长久驻留。他不甘心，这简直就是抱着金山不能用。系统，我该怎么才能用这种空间修炼呢？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建议宿主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系统忠告：仙路艰险，唯有心智坚定，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成就。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听了系统的话，王良咬了咬牙。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让王良感觉很不安全。这里没有什么规则约束，完全是强者为尊。他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保护好自己身边的一切。他不想再像以前一样，眼睁睁看着王家村被毁灭，那些熟悉的面孔全部消失，然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系统，再送我进一次冰域空间。王良鼓起勇气，下定决心。他没有穿衣服，反正穿了也白穿。刚进去，他就立即打了个哆嗦。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太在意周围的环境，将师尊给的剩余的神经全部放在面前，直接盘坐在地上开始修炼。虽然屁股有点小凉，不过他照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紫色轮盘，洒下一片蒙蒙紫气，隔断了身体冰冷的感觉。这个紫色轮盘就是经轮。经轮乃人体五脏精气的流转之轮，代表着修士的生命契机。修士修行之初，首先要以吐纳之法内生经轮，生出经轮后，可炼天地灵气，化为己身生命源泉，从中得到神力以及更为长久的寿命。通常来说，经轮越大，修士越强，神力也越浑厚。练！王良大喝一声，轰！精气之轮忽然放大倍数，足有2尺来高，悬于他背后，隆隆转动，缴纳这片空间的风雪之力，融入其中，要炼化其中的力量。雾蒙蒙的紫气被风雪摧残，精气之轮宛如风中残烛般摇曳。然而王良并不理会这些，他要利用这里的30倍时间来参悟神龙经。由于神龙经非常难参悟，所以王良之前大部分时间修炼的都是师尊给的紫阳诀。紫阳诀简单易懂，非常容易修炼。不过现在既然有了虚界空间，王良可以耗费大量时间来参悟神龙经。一卷古朴玄奥的经文在王良脑海中铺开，上面刻印着密密麻麻的金色法印。王良认真观摩，同时回想着青儿之前告诉王良关于神龙经的感悟。冰域空间中日月沉降，7、8天时间过去，王良的脑海之中有一条真龙在游动。不过他却突然停下了修炼，身体上被凌厉的寒风切开了好几道口子，有些地方骨头也露了出来。再这样下去，他绝对会受重伤。系统，送我出去吧。回到茅屋之后，看着自己满身皮外伤，神经也消耗一空，王良皱起眉头，看来得去找师尊一趟。世人一心修道，却不知俗世之美妙。800多年的风风雨雨，不及那夜来的刻骨铭心。萧云熙轻声一叹，自王良帮他消除了阳元果的副作用之后，他的心就彻底乱了，甚至总是在夜里独自回味那种感觉。作为一个师尊，却强迫弟子做出那种事情。先不说王良，就算面对青儿，他心里也有很大的愧疚，这让他的心更是乱作一团。清晨时分，王良起了个大早，爬上山顶后，看见孤坐在凉亭中发呆的萧云熙。师尊！王良轻轻喊了一声。王良，咦，你竟然也凝气成功了。萧云熙回眸一看，感知着王良身上的气息，一脸诧异。多亏了师尊送我那些亮晶晶的石头，那种东西对我修行很有帮助。王良面露感激，随后道：师尊，那种石头我已经用完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顺便给我些疗伤的丹药？那些神经你都用完了。萧云熙神情诧异，但眸中显露更多的是担心。你不会修炼出岔子了吧？我给你那20斤神经可是3个月的量，神经内部蕴含大量生命精气，你短时间内汲取那么多，身体会撑爆的。说着，萧云熙快步走过来，抓住王良的手来感知他的经脉。闻言，王良心头一跳，原来是这么回事。师尊放心，弟子身体没有大碍。王良抽出手拒绝他的探查，赶紧说道：你这次想要多少神经？看到王良的举动，萧云熙蹙眉，感觉有点不对劲。我要100斤，行吗？王良弱弱地问道。可以，你先去吧，晚上我去找你。萧云熙美眸一闪，淡淡点头道：这小家伙要那么多神经干什么？是为了给青儿吗？可是青儿也不缺啊。看着王良离去的背影，萧云熙喃喃一声。忽然他又蹙起了眉头。前几日3长老穆清欢回来了，原本答应王良要带他去拜师的，可现在他倒是有点不舍得把王良送给穆清欢了。王良是造化魔胎，这件事没人知道。一直以来，宗门内的人都知道他收了一位18岁才开始修炼的男弟子，不过那是因为王良是神龙体的哥哥，迫不得已才收的。但是如今他和王良有了那种关系，萧云熙只想将王良藏起来，最好不让其他人知道。夜晚，萧云熙来了，一袭倩影走进茅屋中，在夜色中朦胧绰约。王良猴急地解开师尊的衣衫，两人什么话都没有，干柴遇烈火，
直接相拥在一起。王良提前吃了一粒补阳丹，以免像上次那样被云溪师尊看不起，竟然还送他什么恢复体力的丹药，简直就是一种羞辱。很快，萧云溪就察觉不对劲，这小家伙今天怎么这么厉害？不仅肉身极为强悍，就连精力也十分旺盛，让他整个人脑子都懵了。收服度 77%， 收服度 79%， 收服度 81%。 清晨，萧云溪发丝散乱，满面春红，穿戴好衣物后，扶着墙，身体颤颤地走出门口。他留下了一个储物袋，里面有200斤神精，还有一些洗精法水、改善体质的丹药。他查看了王良的身体，并未发觉异常，只是神力浑厚不少。王良能在短时间内能汲取那么多神经内的精气，完全是因为虚界空间有着30倍的时间。而萧云溪还以为是造化魔胎的特殊性，他还叮嘱王良让他随便用，不够再来找他。王良很明显的察觉到师尊的心态似乎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上次他很拘谨，内心很犹豫，这次他似乎放开了些，以一种坦然享受的心理去面对他们2人这种偷偷摸摸的感情。不过他还是没能收服师尊，无论他怎么使劲儿，收服度都停留在了85，不再上涨了。王良大概已经摸清收服度是怎么回事了，仅仅依靠男女之事是不可能完全收服一个人，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感情基础上，而这种感情基础只能慢慢去培养，根本急不得。傍晚时分，青儿来到了山下，进入王良的茅屋。由于这2人都忙着修炼，已经好几日没见，正所谓小别胜新婚，这一见面自然先要深入交流一番。王良和青儿的举动自然是瞒不过萧云溪，他还很贴心的用神力将茅屋与外界隔绝，避免被别人听到那丫头发出的奇怪声音。清晨，青儿从王良怀中爬起身来，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件粉色的金丝绣花肚兜，随后他将肚兜罩在身前，让王良帮他系上了背后的丝带。哥哥，好看吗？青儿转过身，羞红着脸问道。好看。这是哪来的？王良点头，接着有些疑惑，以前从来没见青儿穿过这件肚兜，这是云溪师尊特意去外面给我买的。青儿笑嘻嘻地说着，接着挺了挺饱满的胸脯，好像有点小。王良眸光古怪，这件肚兜恐怕穿不了多久就会被撑坏吧。云溪师尊很明显低估了这丫头的尺寸。穿着是有点紧。青儿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虽然穿着很紧绷，不过她很喜欢，这是很珍贵的丝绸面料，比她之前那件粗布肚兜穿起来要舒适很多。下次见了师尊，我跟他说还是给你买件大的吧，不然的话会影响青儿发育的。王良微笑着摸了摸青儿的脑袋，哥哥还是不要麻烦师尊了，他天劫将至，时间很紧迫，这几日就要闭关了。青儿眨着眼睛认真说道。哦，原来是这样。王良微微点了点头，随后2人又闲聊了一会儿。接着青儿照出经轮，运转神力来给王良观摩。好了青儿，我差不多已经领悟了。隔了一会儿，王良点头，眸光神采奕奕。哥哥，你真的领悟到了神龙体的本源之力？青儿站在一旁有些不相信。他不是不信哥哥，而是这种事情简直太离谱了。他每日在师尊身边修炼，知道了许多常识性问题。神龙体是9大地族的血脉神体之一，除非拥有那种血脉，否则怎么可能得到神龙体呢？造化魔胎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是真的。王良笑了笑，揉了揉青儿的脑袋。先前师尊为他详细解释过神龙体的特质，再加上系统也说了一些临摹神龙本源造化的方法，使得王良信心十足。待青儿离开茅屋后，王良便正式开始临摹神龙体。冰域空间，寒风肆虐，王良独自盘坐在一片空旷的冰川上，默默回想着。青儿在施展神力时，双手喷薄出一种神圣的符文，那是生来就铭刻在骨头上的原始符文，繁复莫测，极为玄奥，充满了勃勃生机，具有一种强大的原始力量。那种符文就是神龙体的本源奥秘。王良将经轮照了出来，悬于背后，搅入一片冰域空间的冰霜之力，注入自己右手手掌之中。刷刷刷，很快无数冰霜包裹手掌，一道道血痕出现，冰霜如刀，直接撕开他的皮肉，露出一副惨白的手骨。王良疼得龇牙咧嘴，冷汗直流，赶紧催动紫阳诀，引导着自身神力。他将冰域空间中的寒冰之力凝聚成一把冰刀，在自己右手掌心的手骨上一点点木刻起来。他在尝试在自己的骨头上描摹着那种符文，以求获得那种奇异的力量。时间一点点过去，王良疼得冷汗直流，就那么一笔一画的描摹，他右手的手骨之中逐渐形成了一枚符文。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竟然真的成了。当最后一笔终结之时，右手中突然爆发出一种神圣强横的力量，金光灿灿，
神力喷薄。一枚原始符文被引入手骨之中，浓郁的生机爆发，血肉瞬间再生寒霜之力，再也不能再伤到这只手。冰刀刻骨，木刻符文。王良激动地盯着金光灿灿的右手，内心激动到无以复加。他抬起右拳，猛然砸击地面，砰！一拳砸下，冰川四裂，大地如同蛛网一般蔓延。虽然没有崩碎，也没有蔓延出很远，但这种力量已经远超他先前身体的极限。这是属于神龙体的力量。系统，我成了！王良激动道。此番修炼不仅临摹出了龙骨符文，修为也突破到了金轮境2重天。恭喜宿主成功洞悉神龙体的本源力量。获得神龙体的力量，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充足的动力。王良也更加疯狂，在自己全身骨头上木刻符文，甚至在小王良身上也木刻上了神龙符文。在刻上神龙符文之后，小王良外表金光闪闪，宛如一条大金龙，不仅变得雄伟壮大不少，还可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自由操控，而且力量也非常强横。王良很满意，毕竟补阳丹终究是外物，得自己真正变强才行。以后就不用担心再被系统嘲笑了。下次跟师尊在一起，就算不用补阳丹，王良自信也有一战之力。虽然他获得了这种神龙体的本源符文，但这种东西始终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还需要不断参悟。接下来几天，王良每天都会去找青儿，观摩参悟神龙体的力量。由于他修为提升的太快，怕引起别人注意，所以王良利用七彩玉界将真实修为隐蔽起来，只暴露出金轮境1重天的修为。师尊，你有道侣吗？山顶，青儿看着眼前的萧云溪，轻声询问道。道侣？没有，我自幼一心修道，从未考虑过男女之事。萧云溪浅浅一笑，微微摇了摇头。啊，可是尊不是有2个女儿吗？青儿瞪大眼睛，诧异道。薰儿和雨儿，他们其实也是苦命孩子，自幼被我养大，所以便认我做了娘亲。萧云溪轻叹一声，原来如此。青儿暗暗点头，不知为何心中窃喜起来。师尊有想过找一个道侣吗？青儿又问道。从没想过。萧云溪微微摇头，不知道为何他脑海中突然想起了王良的面孔，脸色瞬间泛红。师尊觉得我哥哥怎么样？青儿闪着大眼睛小声问了一句。其实这丫头是在试探萧云溪。先前他看到师尊和哥哥总是避着他偷偷摸摸的私会，两人平日里也是眉目传情，而且每次师尊去见完哥哥后就一脸羞红。他去问过哥哥是不是跟师尊有什么事情，但由于王良之前答应过萧云溪，只能说没有。不过青儿感觉这2个人肯定有事情在瞒着他。你哥哥？萧云溪忽然蹙了蹙眉，提到王良，他心里突然跳了一下。这丫头好端端为什么问这种话？难道王良把他俩的事情告诉青儿了？他心性不错，修炼速度也很快，只比你稍逊一筹。萧云溪装作漫不经心地开口道。他本想说几句话来试探一下青儿，看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自己和王良的事情，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下次直接去问王良吧。哦，青儿点点头，见师尊故意撇开话茬，也不敢再多问。另一边，王良在木刻神龙体之后，便拿起一本古籍观看了起来。在他身前还有一大摞厚厚的古籍秘典，这些古籍都是青儿去落华山上的藏经阁里借来的，上面记载着关于北元古史、历代大帝、上古先贤、奇人异事以及各种神体的详细介绍。王良想花费一些时间饱览群书，增加一些见识。人族有史以来一共出现过18种逆天的体质，3大天体、玄天圣体、梵天战体、苍天霸体，6大神胎、永恒神胎、至尊神胎、鸿蒙道胎、先天道胎、造化魔胎、吞天魔胎，9大地血、神龙体、神皇体、麒麟体、混沌体、鲲鹏体、金鹏体、雷神体、雨神体、风神体。造化魔胎在6大神胎中排名第5。王良拿着一本记载着各种神体的古籍仔细观看着，原以为自己这种体质可以勘破万法，临摹神体，肯定牛逼的不得了，却没想到竟然才只是倒数第2名。神龙体乃9大地族的血脉神体之一，东荒龙族在太古年间曾得仙兽赐法，其族大帝将真龙道运融入自身血脉之中，才得以让后人传承。只有真正觉醒真龙道运的人，才能被称为神龙体。东荒龙族，既然神龙体是东荒龙族的专属神体，那青儿岂不是东荒龙族的人？王良合上古籍，蹙眉惊讶起来。这日，王良爬上山顶，想来找师尊再要点神经。不过师尊不在，青儿也不在，有可能是萧云溪带着青儿去其他长老那里了。于是王良就在山顶凉亭中闭目修行，
等候了起来。你是谁？忽然背后传来一道清灵悦耳的声音。王良一回头，便看到了一个灵动可人的少女。她青丝如瀑，挽起云鬓，鼻梁高挺，唇色如樱，一件轻薄的赤焰轻纱，难以遮蔽那凹凸有致的身体。玉臂白皙，双腿挺直，胸脯鼓鼓囊囊，娇臀翘得像是一轮满月。看模样，年龄应该和青儿差不多大，而且身材发育的也相当不错，跟青儿有的一比。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体质火黄体。你是薰儿师姐还是雨儿师姐？王良眸光一动，大概猜出了这个少女的身份。先前师尊说过，她有2个女儿在山中闭关，想必这就是其中一位。萧云熙告诉过王良，若是见到他们的话，喊师姐即可。你叫我师姐，那你是谁？那少女眸光一闪，灵气十足，显得很好奇。她脚尖轻点，一步腾空，来到王良身边，围着他打量起来。我叫王良，是师尊前阵子刚收的记名弟子。王良不卑不亢，躬身抱拳回答道：胡说，我娘即将渡劫，连先前的弟子都已经交给了其他长老，怎么还会再收徒？那少女蹙眉盯着王良道：小师姐若是不信的话，待会师尊回来一问便知。王良尴尬地挠了挠头，咦，他是谁？这时又有一道很清脆的声音传来。王良朝后看去，只见又有一个少女跃上山顶，她竟然跟眼前这个小师姐长得一模一样，都是那么娇美可人。两人的区别就是衣服不同，气质不同。这个小师姐穿着一件半开叉的水蓝色琉璃裙，前凸后翘，身姿妖娆。每当迈动步伐，浑圆且雪白的大腿就慷慨地暴露在空气中，而且她的气质很神圣高贵，像是一尊年幼的女帝，带着一种疏离清冷的感觉。哦，竟然还是双胞胎！王良内心讶异。他说她是我们的师弟。身着赤焰纱衣的少女扭头说道：师弟。那明水裙少女也好奇地走来，一双清澈的血眸眨了眨。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体质冰黄体。火黄体，冰黄体，他们的娘可真厉害，一次生2个神体，而且还是神皇体的2个分支。不过神皇体也是9大帝族之一，怎么是师尊的女儿呢？该不会是师尊从东荒皇族偷来的孩子吧？王良在心里暗暗腹诽道。这时候恰巧萧云熙带着青儿回来了。咦，师尊，他们2个是谁？青儿看到有2个年龄跟她差不多大的小丫头，立即眸光一闪。这就是我常说的2个女儿，那个穿着赤焰纱衣的名为雨儿，这个穿着水蓝长裙的名为薰儿。他们都随我姓，比你要小1岁。萧云熙淡笑着解释道。娘，她是。萧薰儿和萧雨儿同时看向萧云熙身边的青儿，她叫青儿，是娘新收的弟子，你们就叫她姐姐吧。萧云熙犹豫了下，最终说道。经过这几个月的相处，他把青儿当成了自己的第3个女儿。这丫头同样命苦，孤苦伶仃一个人，野外差点被雷劈死，又被哥哥捡回村子，后来村子又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摧毁，除了哥哥，亲人全部殒命，这让萧云熙很是心疼。而且青儿还总是抱着萧云熙的手臂撒娇道：师尊温柔漂亮，像我娘一样，如果师尊也是我娘就好了。这些话很触动萧云熙，本想让他们以师门姐妹相称，可是那样做的话会让他们之间有些疏远，索性就直接以亲姐妹相称好了。姐姐。薰儿和雨儿对视了一眼，有些诧异。哇，我有妹妹了。青儿跑过去拉起雨儿和薰儿的小手，心里特别开心。紫阴山冷冷清清，而王良又总是闭关修炼，青儿原本还觉得有些寂寞，现在好了，终于有人陪他一起修炼了。师尊。这时王良轻声开口，朝着萧云熙眨了眨眼睛，表明有事找他。你先回去吧，我晚点去找你。当着青儿和2个女儿的面，萧云熙看到王良总觉得有些难为情，于是就想把他先支走，但是说完这句话又感觉有点暧昧，于是赶紧补充了一句：我有事吩咐你。是，师尊。王良点头，又朝着2位小师姐微微点头致意，接着转身下山。深夜，萧云熙来找王良。师尊，你来了。看着风韵诱人的师尊，王良立即上前将他抱起来，在床榻边上。云溪师尊是个绝美的仙子，她身体柔软，皮肤细腻，浑身散发清香，令人心醉神迷。哼，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师尊？有哪个徒儿是这么对师尊的？萧云熙躺在王良怀里，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王良有些尴尬，无话可说，只能嘿嘿坏笑几声，抚摸着师尊的娇躯。现在和师尊的关系亲近了些，自然是更大胆了一点。师尊，你身上好香啊。王良低头亲了下师尊，然后闻了闻，在他耳边轻声道：常年居住在紫阴山，
身上就沾染上了紫樱花的味道，洗不掉了。萧云溪红着脸羞涩道：“不用洗，很好闻。师尊身上的味道比紫樱花还要香，我很喜欢。”王良低声诉说着情话：“那你多闻一闻。”萧云溪解开自己的衫领，用手勾住了王良的脖子，双眸迷离，春意盎然，脸颊粉嫩如桃花。听到师尊挑逗的话语，王良立即热血上头，直接就将他扑在床上。萧云溪，体质先天倒胎，收服度89%。小床榻滋滋悠悠响了一晚上。清晨，萧云溪香汗淋漓，一番求饶后彻底败下阵来。最终两人依偎着躺在一起，王良轻柔抚摸着师尊如雪般纯净的肌肤，使得师尊面色春红，羞地把头埋进他怀里。这般沉沦的情景，在他以前是万万不敢想的。我要闭关一段时间，出关之后就要渡劫了。萧云溪忽然开口道：“有把握吗？”王良有点担心地问道。他看过一些古籍，了解了一些事情。修士以精气为轮，夺取天地造化，到头来天地开始反噬，若不真正超脱，那么就将还回一切，被打回原形。超脱大劫非常凶险，自古以来有80%以上的修士都会陨落。对我来说，第一道超脱大劫根本没什么，你不用担心。萧云溪起身看着王良的双眸。那就好。听他这么说，王良也放下心来。我闭关后会让轩儿和雨儿教导你修炼，你也可以参悟他们的神皇体。这期间你最好不要离开紫英山。萧云溪穿上自己的云纹白丝肚兜，淡淡道：“为什么？”王良疑惑起来。我怕你被人抢了去。谁抢我？王良更加疑惑了。没什么。萧云溪想到了三长老穆清欢，微微摇了摇头。那可是个大胆放荡的女人，若是知道王良和她一样也是造化魔胎，肯定会把王良抢走。对了，你把我们的事情告诉青儿了吗？萧云溪穿好衣服走到门口，又扭头问道。没。王良摇了摇头。哦，那就好。萧云溪点头，留给王良一个装满神经的储物袋，随后款款离去。另一边，青儿、轩儿、雨儿从一条幽静的小道上缓缓下山。三个小丫头年纪相仿，关系处得非常不错，聊得也很投机。王良师弟原来是青儿姐姐的哥哥呀。一路闲聊，听了青儿的介绍，轩儿恍然道：他不仅是我哥哥，还是我的夫君呢。我是哥哥捡回来的，父母亡故之后，我们就结为夫妻了。青儿一脸认真地解释道。啊，夫君。雨儿眨了眨眼睛，好奇地凑了上来。对于夫君这两个字，年幼的少女心里总是充满了幻想和憧憬。轩儿和允儿自幼就生活在紫英山上，心性非常单纯，很少有人为他们讲述男女之事。可是越是无知，就越想知道。青儿姐姐，两个人结为夫妻之后，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在一起？轩儿闪着血眸，天真的问道。那当然，我和哥哥一辈子都不会分开的。青儿坚定的点头。结为夫妻后，是不是要做那种事情？雨儿突然红着脸问了一句。轩儿一听，立即也来了兴趣，眨眼看向青儿，一脸的求知欲。那是自然。青儿看向两个无知的小丫头，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她年纪只比他们大1岁，同样稚嫩，但毕竟是过来人，懂得很多东西。青儿姐姐，你讲讲吧，讲讲那方面的事情。雨儿摇着青儿的手臂，声音里有几分兴奋。不告诉你们，将来等你们也有了夫君，自然就知道了。青儿抿嘴一笑，摇了摇头。闺中妙事，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和雨儿在这紫英山中修炼，一闭关就是半年，等我们有了夫君，可能要等到几百岁的时候了。轩儿血眸一暗，假装露出一副很苦恼的模样。我娘修到800多年都没有夫君，也许我们以后也没有夫君。青儿姐姐，你现在就告诉我们吧。雨儿灵动的眸光也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眼巴巴看向青儿。那种事情怎么能说出来？青儿看着两个小丫头，无奈摇头。要不，青儿欲言又止什么？轩儿和雨儿同时眸光一亮。要不让我哥哥也做你们的夫君吧，这样的话你们不就也有夫君了吗？青儿认真道。在他看来，这两个妹妹其实也不小了，身材已经发育得很好。以前在村里，像她们这么大的姑娘已经要嫁人了。可是她不是你的夫君吗？轩儿和雨儿突然都愣住了。我不介意啊。青儿一脸纯真道。闻言，轩儿立即羞得低下头去。想到王良那张阳光俊美的面孔，还有那健硕的男子身躯，一时间心里就像是小鹿乱撞。雨儿此刻也红着脸不说话。他们二人一母双胞，心有灵犀，许多时候根本无需交流就能知晓对方的心思。他知道轩儿姐姐在想什么，而那也是他自己所想的。啊，这怎么可以呢？不，青儿姐姐，你不要再说了。轩儿和雨儿羞得连连摇头。
她们毕竟也是一个大姑娘了，不是轻易就能被人哄骗的。才只见过王良一面，哪能轻易就认定她做自己未来的道侣？看着两个小丫头羞涩的模样，青儿感觉有戏。哥哥，我们走吧，到紫阴山上去。师尊说，他闭关之后，由薰儿妹妹和雨儿妹妹来教导你修炼呢。青儿带着两个妹妹来到山下的茅屋，笑嘻嘻的开心道：“师尊已经和我说过了，那就劳烦两位小师姐了。”王良对着薰儿和雨儿拱手道：“无妨。”薰儿和雨儿同时轻轻点头，接着两人对视一眼，眸光都闪了闪。做夫君这件事先放一边，之前娘可是特意叮嘱王良是造化魔胎，让他们施展神皇体的力量，给王良临摹参悟。王良跟着青儿还有两位小师姐出了茅屋，便沿着一条幽静的小道上山。山中清泉流响，汇聚成深潭，到处都是紫樱花树，充斥着浓郁的花香。有几条小道十分隐蔽，在山中蜿蜒。先前王良知道山中有两位师姐在闭关，为防惊扰，所以一直都是从大山外侧攀越而上。这其实是他第一次进入紫阴山内部。两个小师姐把王良带到一片小树林中，这里是两位小师姐闭关的地方，十分幽静，四周还有零散的几间石屋，而王良也暂时被安顿在这里的一间石屋中居住。小树林中，两个小师姐和青儿找了一片空旷的地方。我娘说，让我们与你多切磋几次，助你体悟神皇体的力量。薰儿雪眸瞪净，肌肤赛雪，虽然看起来有点稚嫩，但是气质清冷而又迷人。身为冰皇体，她的气质也受到冰皇血脉的影响，像是一尊年幼冰冷的女帝，有着淡淡的一股威严。相比来说，她旁边的雨儿就活泼灵动了不少，看起来非常俏皮可爱。但因为火皇血脉的原因，再加上通玄境的实力，她总是给人一种很狂暴危险的感觉。姐姐，我先来。雨儿眸中闪过一丝狡黠，她在想，待会把王良打趴下之后，要趁机摸一摸他宽厚的胸膛，看看青儿姐姐说的是不是真的，他哥哥的胸膛很有力。算了，还是我来吧。薰儿摇了摇头，走向王良。他知道雨儿是怎么想的，但是娘吩咐过要给王良好好演示神皇体的力量。薰儿小师姐，出手吧。王良点头致意。他话音刚落，一道冰蓝色的身影飘忽一闪，瞬间来到近前。砰！还没等王良反应过来，一只冰凉小手就贴近他的胸膛，接着磅礴的神力爆发。王良还没反应过来，直接被打飞几十丈，被轰进一片山坳里，砸起一片烟尘。见此，青儿眸光一颤，心疼的捏紧了袖拳。不过他没有跑过去搀扶王良。萧云熙先前说了，王良缺乏历练，要两个女儿狠狠揍他，打出他的潜力。虽然他已经拥有了神龙体的本源之力，但却没有被激发出来，还没有真正的使用过。嗨嗨！王良好一阵才爬起身，捂着凹陷的胸口，龇牙咧嘴。还好胸骨上铭刻了密密麻麻的龙骨符文，不然怕是要在床上躺几天了。没想到薰儿小师姐下手这么狠。咔咔咔！王良舒展筋骨，将骨头恢复原位，还没缓过来，就看到雨儿小师姐又冲了过来。轮到我了。雨儿脸上挂着坏笑，身形迅猛，如一只飞舞而来的火皇，气势灼热霸道。这一次王良赶紧出拳抵挡，他浑身爆发出一片蒙蒙紫雾，将他周身全部护住。这些日子王良一直在虚界空间里修炼，马上就要突破到金轮境三重天。可能是经常在冰域空间里修炼的缘故，要时常抵抗那些刺骨的寒风，他的神力比普通的三重天修士还浑厚。砰！雨儿小师姐浑身爆发火焰神光，直接将王良震飞了出去。好灼热的血气之力！王良在倒飞出去的同时，内心惊诧，两位小师姐的肉身之力竟然如此强悍，他们不需要运转神力，机体就能自动泛起一层宝光，那是最纯粹的血气之力，肉身达到了一定境界，能够自行护体。我悟了，多谢两位小师姐。王良起身之后，赶紧踉踉跄跄地回到自己的屋子内，这就悟了。薰儿和雨儿两人傻眼了，不就挨了一掌吗？自己还没发力呢，他悟出什么了？哥哥好厉害，这么快就悟到了神皇体的本源力量。青儿眸光泛彩，一脸崇拜。姐姐，手感怎么样？雨儿走过来，闪着大眼睛，悄悄问薰儿。很壮。薰儿低声道。岩域空间，王良盘坐在滚烫暗红的土地上，他在细细思索，神龙体和神皇体到底有什么区别？两位小师姐的肉身之力也极为强悍，但是她们与青儿的肉身之力有很大区别，青儿堪称是钢筋铁骨，而两位小师姐则是血气磅礴，两种体质拥有不同的特性。薰儿师姐的血气极为冰冷，雨儿师姐的血气极为灼热，虽然性质不同，但那种本源的力量却是完全相同的。在他们的血液中各有一种很奇异的神皇印记。王良照出经轮，随后又伸出右手，
在他食指上浮出一滴璀璨鲜红的精血，然后开始利用此地火焰之力来熬炼这滴精血。他要练出雨儿师姐体内的那种火黄血印记。在灼热的盐狱空间中，那滴精血很快便咕咚冒泡，骤然缩减到1/4大小，由红色渐渐转变为黑色，逐渐焦枯，失去活力。王良加大力度，俱引来一片火焰之风，继续熬炼，同时一滴一滴的精血全部都在王指间汇聚，10滴、100滴、1000滴，甚至10000滴精血都汇聚在了一起，却依旧被熬炼成一滴精血那么大。王良又取出500斤神经，都倒在身前，五脏经轮隆隆转动，将那些神经的精气全部吸纳进去，为他源源不断地制造精血。练！王良沉声大喝，浑身精血全部在王指间汇聚。不知过了多久，他指尖上轰的一下冒出一簇金色火苗，然而这并非是金色的火焰，而是里面的精血在发光。随着一滴金色的血液出现，一枚拥有强大力量的黄血印记也铭刻在了那滴精血之中。王良观察着那滴精血，随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收回到身体之中。这枚金色的精血极为厚重，给人一种极为强悍的感觉。王良丝毫不怀疑，若是将这枚精血抛出去，估计能直接砸死一个金轮境5重天的修士。金色的血液入体，横行霸道，在他的经脉中横冲直撞，很快化为一股狂暴的力量在他体内流淌。仅仅一滴黄血，力量竟然如此恐怖。王良又惊又喜。很快，那滴带有黄血印记的金色鲜血归于平静，而王良的身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用神力划开自己的手掌，流出一道金色的血液，每一滴血液都有一枚黄血印记，凝结在一起，像是有无法想象的恐怖力量。恭喜宿主成功洞悉火黄体的本源之力。王良欣喜万分。在这段时间的练血的过程中，他修为很平顺地突破到了金轮境3重天。如今的金轮已有3尺来高，凝实壮大不少，一道道精气在其上缠绕，宛如岩浆一般汩汩流淌。一晃眼，王良已经闭关1个月，外界1个月，虚界1坤年。王良耗费了大量时间去钻研神龙经以及龙骨、冰黄血、火黄血的力量。在这期间，他修为又突破到了金轮境4重天。在青儿的帮助下，王良从神龙经里悟出一套拳法，名为逆龙七杀，有7式龙拳。青儿这丫头虽然每天到处乱跑，看似没有好好修炼，但修为却也能紧紧追住王良，同样达到了金轮境4重天。紫阳宗的长老们也都惊叹，青儿的神龙血脉实在太精纯，修炼太过神速。而王良则比较谨慎，一直缩在紫阴山上。要知道，造化魔胎的长处绝不是修炼速度。为了避免暴露虚界空间的存在，所以他始终隐藏着，利用七彩玉戒，只暴露出金轮境1重的修为。虽然他已经得到了神皇体的黄血印记，但还需要加深感悟，继续去体悟这种力量。也就是说，还得找2个小师姐切磋才行。连着7天，王良每日都会去找2位师姐。若是使用神力，王良依然不是2位师姐的对手；但若是不用神力，单纯比拼肉身，王良却能略胜一筹。不过，王良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在放水。本来该出拳头，却探出一只小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许多攻势都被王良轻易的化解。这7天来，薰儿和雨儿则愈发惊奇，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肯定有古怪。薰儿和雨儿2个丫头私下里也在暗暗探讨，这是什么神人？肉身一天比一天强横，神力一天比一天雄厚。虽然他的修为看起来是金轮境1重天，但每隔1天，王良的真实实力就会发生一次质变，简直就像是脱胎换骨一样。不过，相比王良一天天变强，这俩姐妹更关心的是其他事情。姐姐，你摸她的腹肌了吗？很硬啊。雨儿兴奋地问道。虽然她是妹妹，不过言行要比姐姐大胆一些。今天摸了一下。薰儿红着脸点头，她眸光清冷温柔，像躲水莲不胜寒风的娇羞。虽然一脸矜持，带着些羞涩，不过那双眸子却很平静，不知道在想什么。她长得清秀俊朗，身材高大健硕，而且性格温润有礼，看起来很不错呢。趁这个机会，允儿把自己想说的说了出来，想看看薰儿姐姐的反应。薰儿依旧是轻轻点头，没什么反应。允儿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又像个发春的小女孩一样，满眼异彩地回想着。这日，风和日丽，阳光灿烂。青儿、薰儿、允儿以及王良4人正在树荫下闲聊。自从王良来到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大山里，还从未走出去过。青儿也是如此，所以薰儿和允儿为他们讲述着大山外面的事情。就在这时，有一个女子缓缓走进紫阴山中，寻到了薰儿几人。清雅师姐。看到她，3个小丫头都诧异起来。穆清雅是3长老穆清欢的亲传弟子，她怎么有空到这里来？王良看到她，顿时也惊住了。
太美了。她难道是一尊年轻的女帝吗？高挑的个头，腰肢盈盈纤细，一袭水纹金丝裙根本罩不住那凹凸窈窕的身段，看样貌大概也就20多岁。一张冷到窒息的绝美容颜，还有那精致诱人的完美五官，细长黛眉下有一双清冷无波的桃花眼眸，雪润琼鼻下有一张红润饱满的樱桃小嘴。这无疑不是巧夺天工，却奇迹般的在白玉画卷般的俏脸上邂逅，共同铸就了美的不应出现在凡间的旷世仙颜。她仿佛是一尊高处不胜寒的女帝，倾国倾城的容颜泛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又如绝岭上千秋不化的冰雪。那冷漠的面容，高高在上的神态，还有那惊世骇俗的气质，给人一种想要臣服的感觉，恨不得卑微地跪倒在她裙下，去亲吻她的玉足。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体质至尊神胎。至尊神胎，王良顿时心中一惊。至尊神胎，那可是在6大神胎中排名第2的存在。古籍记载，这种人天生拥有9种至尊道印，每一种道印都是一种逆天惊世的大神通，常人根本无法与之相抗。青儿，我师尊请你过去，他想再观摩一下你的神龙体。穆清雅声音很冷清，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哦，好吧。青儿有些不情愿地点了点头。跟哥哥和2位妹妹相处得很开心，他不想去玄阴山。虽然3长老也很有趣，但比不上跟哥哥在一起。7日后我再送你回来。穆清雅看出青儿不情愿，于是又淡淡道：哥哥，我去玄阴山上住几天，过几天回来。青儿和王良打了招呼，随后便随着穆清雅离开了。去玄阴山，王良倒是不担心，之前师尊带着青儿常去那里。雨儿小师姐，刚才那个师姐是谁？王良好奇地问道。她是3长老穆清欢的亲传弟子穆清雅。雨儿解释道。听名字，莫非她也是3长老的女儿吗？王良有些好奇。不，3长老曾经回了一趟老家，带了一位族中后辈来到紫阳宗，那个穆家后辈就是清雅师姐。其实她已经200多岁了，是一名入道境5重天的高手。雨儿又解释道。啥？200多岁？王良瞬间目瞪口呆。雨儿眸光一转，笑嘻嘻地问道：师弟，你对她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喜欢她？没有啊。王良心虚地反驳道。说起来，那个师姐真的是太高冷了，从始至终她就没看王良一眼。那你说薰儿姐姐漂亮，还是清雅师姐漂亮？雨儿坏笑着问道。怎么不加上你？王良疑惑道。那薰儿姐姐还有我清雅师姐3个人谁最漂亮？雨儿红着脸又问道。薰儿也眸光一闪，想看看王良怎么回答。当然是薰儿师姐最漂亮。王良看着薰儿笑了笑，虽然王良的话有些开玩笑的意味，不过还是让薰儿的俏脸上升起了一抹红霞。切，我和姐姐长得一样，你说姐姐漂亮，就等于是在说我漂亮。雨儿得意地笑了笑。对对对，雨儿师姐和薰儿师姐都是最漂亮的。想不到这丫头还挺聪明，王良只能顺着夸赞起来。2个小师姐心思简单，随便夸一夸就能让他们很开心，收服度也在蹭蹭上涨。师弟，你抓紧修炼，等青儿姐姐回来，我带你们去外面逛逛。薰儿忽然微笑着说道。好，谢谢薰儿师姐。王良十分期待道。那我呢？雨儿挺着胸脯骄横道。也谢谢雨儿师姐。王良笑了笑，下意识地摸了摸她的脑袋。虽然喊着师姐，但这丫头却像个傲娇的小妹妹一样，总是得哄着一点。哼，这还差不多。被摸脑袋之后，雨儿瞬间乖巧许多，小声咕哝着。不过在她的话音里，多少带着点撒娇的意味。接下来的7天时间，2位小师姐总是来找王良，与他闲聊切磋，有时还会说要查看王良的身体，趁机摸他身上的肌肉。青儿不在，他们胆子变大了一点，肆无忌惮地占王良便宜。雨儿师姐小手温热，薰儿师姐小手清凉，一个藏着坏笑，一个故作矜持，同样精致可爱的面容，却有2种完全不同的气质与性格，给人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虽然2个小师姐很诱人，不过王良也不会与2位师姐整天腻在一起。要想收服2位师姐，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毕竟收服度需要感情培养，所以一旦有空，王良就立即钻进虚界空间里修炼。冰域空间和炎域空间对王良修炼黄血印记有着巨大帮助，里面蕴含着无上冰道法，则与火道法则，可以让他体内的冰黄印记以及火黄印记更加强大。这7天，王良在虚界里修炼了大概有半年时间，他将真龙骨、冰黄血、火黄血的力量全部融会贯通，修为突破到了金轮境5重天，距离能御空而行的通玄境只有1步之遥。穆清雅果然很守信，7日后将青儿送了回来。穆清欢观摩青儿的神龙体，自然也有不会白观摩，
将他对神龙体的感悟也反馈给青儿，并且还助他炼化了一些天材地宝，这使得青儿修为暴涨，也突破到了金轮境5重天。青儿得知王良突破到了金轮境5重天之后，便与两位妹妹商议，想带着哥哥前往五长老的落华山。可是娘跟我说，尽量不要让王良师弟离开紫英山。薰儿对此自然是拒绝的。薰儿妹妹、雨儿妹妹，你们就让我哥哥去吧。他修炼到了瓶颈，静塔对他很有好处的。这次轮到青儿撒娇了，抓着薰儿和雨儿的小手，娇声央求起来。紫阳宗内7座大山各有一处特殊的修炼之地，而落华山中有一座宝塔，此塔有一个奇异的功效，无论谁进去都会被宝塔规则幻化出一个镜像分身，可以与自己切磋道法修道一途。首先要战胜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每一个弟子都会来这里反复尝试，直到能击败自己的镜像分身。但这座塔只对金轮境弟子有效，王良如果再不来的话，他就要突破至通玄境了。青儿先前已经在镜塔试炼过几次，突破到金轮境5重天之后，被清雅师姐又送来试炼了一次，所以他非常清楚这座塔对王良有着多么逆天的好处，所以才这么着急。在青儿的软磨硬泡之下，两个小师姐终于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薰儿和雨儿带着王良和青儿御空而行，没一会儿就抵达了落华山。刚进山中，王良就耸动了一下鼻子，这里好浓郁的灵气波动。王良朝着山中打量，感觉这里似乎埋藏着很多神异的东西，不过他也不敢太过无礼。薰儿师姐说了，落华山有许多师兄师姐在闭关修炼，修为高深者一缕神识覆盖千里，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暴露在对方眼里。哥哥，跟我来。青儿说了一声，随后便朝前带路。他先前已经来镜塔试炼过几次，所以非常熟悉。王良点头，随后跟着青儿上山，雨儿和薰儿也紧跟上去。落华山，花丛秀丽，草木葳蕤，一条碎石小路蜿蜒曲折，尽头是一座破败残缺的古塔。那座塔只有2-3个人那么高，上半截像是被一剑斩去了似的，没有塔尖，有点光秃秃的感觉。这就是镜塔。王良挠了挠头，感觉这个塔有点破，不像是什么神奇的东西。门呢？王良围着镜塔绕了一圈，始终找不到进塔的方式。这看起来像是一座铁塔，根本没有门之类的东西，只有满满的紫色经文，如同魔咒一般布满塔身。你要挤出一滴血，滴在那个凹槽中，就可以入塔了。薰儿、雨儿、青儿3个小丫头都朝着落华山高处拜了一礼，随后走过来提醒道：原来如此。王良恍然点头，随后他指尖冒出一滴金色的鲜血，小心翼翼地滴进塔前的一个圆形凹槽内。忽然整座塔撒下一片光芒，将王良笼罩，直接把他吸了进去。平日里舍不得揍他，今日正好多磨砺他。来，我们每人都滴一滴血，等他坚持不住了，我们再放他出来。薰儿伸出手指往凹槽里滴了一滴自己的黄血，接着便是雨儿往里滴血。青儿点头，知道他们也是为了哥哥好，于是也往里滴了一滴青光璀璨的神龙体宝血。这时塔内映照出来的一片光幕，正是王良在塔内的情况。3个小丫头立即急切地观看起来。我尼玛！王良此刻有点傻眼，在他对面有一个与他完全一样的王良，还有薰儿、雨儿以及青儿，通通都是金轮境5重天修为。这座镜塔竟然额外显化出了3个金轮境5重天的人来与他交战，不是说镜塔只会显化自己的镜像分身吗？为什么除了我还有青儿和2个小师姐啊？王良用脚蹬了蹬地面，一片水蓝色的涟漪浮现，随后便沉寂了下去。王良又用脚蹬了蹬，依旧没有反应。我勒个操，这塔出故障了！王良顿时慌了，赶紧大喊一声。来的时候，青儿和2位小师姐很认真地告诉过他，镜塔中的对手虽为幻象，但其神通法力却是由塔内规则真实演变的，所以受到任何伤害也是真实存在的，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若是想出来，只需用力踩踏地面就能走出镜塔。然而王良此刻已经狂踩了几十脚地面，根本没有反应，而那4个镜像分身已经朝着他冲了过来。妈的，什么破塔，坑爹啊！王良大骂一句，赶紧闪身逃跑。塔内空间风云变幻，试炼开始，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平原，杂草丛生，怪石嶙峋。王良朝着一个方向疯狂跑，始终看不到尽头。镜像薰儿身形矫健，动如脱兔，一个跳跃飞身几10丈，挥手如刀，斩出一击，直接朝着王良的头顶劈了下来。王良闪身一躲，一块怪石轰然爆碎，狂暴的神力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大坑，炸得泥土乱飞。我尼玛！王良见此心惊肉跳。塔内的镜像分身没有丝毫感情，像是一个冷血机器，只会使用自身当前境界最强大的力量来与入塔之人对战。
就连镜像王良此刻也展现出了最强的一面。他浑身金光闪耀，机体之间流露光华，有一种宝体出成的感觉。砰！王良与自己的镜像分身对拼一拳，手臂酸痛，接连暴退数十步。还没等他喘口气，直接被镜像青儿一脚踹飞出去。轰！王良躺在一个土坑，龇牙咧嘴，还没来得及叫苦，便看到了天空中有一只火皇在盘旋，汹涌狂暴的神力瞬间撒了下来。王良赶忙一个翻身，跳出10几丈，而刚才那片地面竟然被烧得一片焦黑，大地四裂，冒着浓烟。我尼玛，再这么下去，今天就真的要死翘翘了。王良此刻内心镇定了下来，冷静地注视着前面4个镜像分身。跑是绝对不行的，再这么下去，真有可能被他们打死。现在要出塔的唯一方式，就是打败包括自己在内的4个镜像分身。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镜像分身缺乏智慧，有时动作比较僵硬，完全有可乘之机。王良下定决心，咬了咬牙，先是冲着自己的镜像分身冲了过去。这次他并不打算避退，浑身神力澎湃，带着一股勇往直前的气势，与那自己的镜像分身搏斗在一起，一拳一拳对轰。镜像王良要比他本人强大许多，体内的龙符文与黄血印记交融在了一起，散发出极为强悍的本源力量，丝毫不弱于这里的另外3人。王良一边与他交战，一边感受自己镜像分身体内的力量，同时也在模仿，并且做出尝试。砰！镜像女儿偷袭了过来，她高高跃起数丈，如同神禽展翼，伸手一抓，直接从王良的后背上撕下一大片血肉。王良疼得冷汗直流，闪身暴退。然而另外几人根本不给他喘息之机，他们的神力仿佛不会枯竭，也永远不会觉得疲惫，一个个施展的都是最强神通，朝着王良杀来。镜像须儿秀发乱舞，一双玉手撑开，像是神皇展翅，震出一股恐怖的波动，沉重犹如山岳。哦！镜像青儿一拳朝着王良砸来，浑身爆发出漫天青光，有一头青龙法身将其笼罩。王良见此大吃一惊，不过是经纶境5重天而已，他们竟然能有这样的神力以及威势，简直是骇人至极。在这一刻，王良感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不过他并没有后退。破！王良大喝一声，浑身神力涌动，举拳朝他们轰去。外界1个月，虚界1坤年。他在虚界空间里修炼那么久，全身铭刻着密密麻麻的龙骨符文，体内流淌着狂暴霸道的金色黄血，体内神力汹涌如海，他自信绝不比这里任何人弱。随着王良一拳轰出，体内经轮隆隆转动，龙骨符文在这一刻爆发出无量神光，黄血印记如同奔腾的大河一般在挥洒力量。轰！一击猛烈的碰撞，神力波动犹如汪洋爆发。镜像须儿和镜像雨儿第一时间同时倒飞了出去，重重砸在地面上，身上光影晃动。而镜像青儿和镜像王良也被击退几十丈。再然后就是王良，他以1敌4，直接被打得口喷鲜血，重重摔了出去。不过黄血印记在体内散发着柔和的光辉，在帮他修复伤体。王良有些诧异，也有些惊喜。在与这几人交手的过程中，王良逐渐察觉出来一件事情：黄血印记具有非常强大的恢复效果，而龙骨符文则具有非常狂暴的毁灭力量。但这2种力量还远没有被激发出来，在经纶技能发挥出来的程度实在有限。哼！王良信心大增，猛地一跃，犹如一只出山猛虎，先是朝着青儿的镜像分身冲了过去。哦！2人都使出逆龙7杀，打出7道狂暴的龙拳。不过王良的速度要更快一些，抱起10几拳，将镜像青儿打得身躯冒光，青龙法身崩碎，直接消散在原地。搞定一个，王良现在稍微安心了些。这些是塔内龟则幻化出的镜像分身，本身缺乏智慧，出招僵硬，也不会抵挡周旋。如若不然，他今日必遭大劫。该你们了。王良转头看向2个镜像小师姐，他先前经常与2个小师姐切磋，非常了解他们，没几个回合便将他们擒拿压在地上。他们一直挣扎，扭着纤细的蛮腰，踢着雪白的小腿。王良心中突然生出一个恶趣味，在他们每个人的屁股上都用力打了几下。先前切磋自己可是被他们揍得很惨，现在欺负一下他们的镜像分身也是合情合理的吧。击败了3个小丫头的镜像分身后，王良最终迎向自己的镜像分身。这塔内龟则幻化出的镜像竟然将神龙体和神皇体的力量融合在了一起，使得出神入化，这让王良非常惊讶。于是他一边战斗，一边感悟着自己镜像分身的道法。我哥哥好厉害！塔外，青儿惊叹。他……须儿与雨儿对视一眼，眸光中满是震惊。他一个人竟然击败了3种神体，再加上他自己。虽然塔内幻化出来的镜像分身没有智慧，动作僵硬，不过他们却有着自己在当前境界中的最强力量，甚至要超越本体。
这是正常人能做到的吗？三个小丫头都惊得合不拢嘴。王良始终在与自己的镜像分身交手，同时也在细细钻研。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将黄血印记和龙骨符文交融在了一起，完全变为了他自己的力量。在那一刻，他体内的精气突然变得无比磅礴，经轮竟然变得有3尺多高，好像快突破了。王良细细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随后他一拳将自己的镜像分身击碎，被传送出塔外。出来的时候，王良吃了一惊，自己是清晨来的，现在竟然天都快黑了。没想到自己与那些镜像分身打了1天的时间。哥哥，你出来了！青儿激动地跑过来，眸光泛彩。我们回去吧。王良摸了摸青儿的脑袋，随后看向2位小师姐，薰儿和雨儿都红着脸轻轻点头，带着王良和青儿回到紫阴山。回去之后，薰儿和雨儿立即回到自己的住所。哥哥，你今天打了2位妹妹的屁股，被他们在塔外看到了。青儿如实说了出来。啊！王良心头一跳，他完全没想到外面的人竟然能看到塔内的状况，怪不得2个小师姐路上一句话都不说，都红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王良也有点不好意思，这实在太尴尬了。哥哥，你喜欢他们吧？青儿眨着大眼睛问道。王良点头，反正青儿这丫头不会介意，索性大方承认了。2个小师姐虽然性格有所区别，但在师尊的影响下，她2人都非常纯洁善良，外貌也是娇美可人，恐怕没有男人会不喜欢。哥哥，你应该主动一点，其实他们也喜欢哥哥。青儿继续说道。这种事急不得，慢慢来吧。青儿，你跟2位小师姐说一声，我要闭关几天。王良摇头笑了笑。山顶凉亭中，夜风轻拂，明月皎洁。薰儿和雨儿姐妹2人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大坛佳酿，举杯对饮。镜塔里面，那家伙的真实修为是经纶劲5重天，没想到他一直在隐藏修为。允儿眨眼道：懂得隐藏自己，说明他不傻。薰儿淡淡点头，他好像真的挺不错的，修炼那么快，实力那么强，一个人竟然能打败3个同境神体，好厉害啊！允儿喝下一杯佳酿，美眸泛彩，这就把你迷住了。薰儿也端起杯盏，红唇轻抿一口，用那双清冷无波的血眸扫了一眼允儿。哼，姐姐，你别装了，我们是双胞胎姐妹，心有灵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允儿似乎已经喝多了，驼颜醉脸，撅着小嘴，气呼呼地娇哼道：薰儿面容微微一滞，眸光有些不自然地放在自己手中的杯盏上。等一个机会吧。薰儿话音轻冷，说完便起身离开了。嘻嘻，我就知道，姐姐你也喜欢他。允儿开心地笑了，雪白的手肘放在石桌上，撑着小脸看向星空。外界1个月，虚界空间1坤年。自从王良从镜塔回来，就缩在虚界空间里面修炼，他的经轮已经膨胀到了一个极为夸张的地步。师尊说过，寻常人的经轮往往达到3尺高就不再有变化了，这时候的修士通常就会突破到气海通玄的境界。但3尺高的经轮并非极限，古之大帝级别的人物往往都是3丈经轮，而王良的经轮此时便已经暴涨到了3丈高。自从龙骨符文与黄血印记交融在一起，他体内的气血便1日比1日澎湃，经轮也不停地暴涨，直接达到了3丈极限。他的修为也很自然地突破到了通玄境1重天。入门半年时间，从一个没有任何修炼基础的人突破到通玄境1重天，这速度太过于吓人，比当世任何天骄妖孽都不遑多让。然而青儿的资质也不逊王良，不管王良突破到什么境界，他总能追上来，而且他的道法感悟总是略胜王良一筹，正好能够指点王良。这一点王良也很诧异，到底为什么？这丫头是打了兴奋剂吗？为什么修炼速度这么快啊？要知道自己可是有着虚界空间30倍的时间加持，再加上系统在旁边引导修炼。不过紫阳宗各山长老都觉得青儿是血脉非常精纯的神龙体，而且天赋异禀，修炼这么快也是比较合理的吧。五脏经轮大成，形成了一片浩瀚的气海，神力奔腾，气海通玄。这个境界的修士体能远超常人，神力也愈发浑厚，可以施展一些威力较大的神通，同时也能学习一种御空之术。王良与青儿共同参悟神龙经，从里面悟出一套真龙神通部。这是一种身法极快的御空神通，攀于9天，宛若龙腾，踢云踏雾，神行百里。如果按照之前村里人的标准来说，他现在已经是仙人了。现在王良又回想起了当初毁灭王家村的那一群灰衣人，心中燃起了一丝报仇的念头。青儿突破至通玄境，让薰儿和雨儿2个小丫头大吃一惊。3个月凝气成功达到经纶境，本来就够惊艳了，现在又是3个月，竟然达到了通玄境，他简直比先天道胎还恐怖，完全没有修炼瓶颈。
隔10几天就突破一个小境界，这到底是怎么修炼的？要知道，虚儿和雨儿之前闭关，刚刚突破至通玄境一重天，这才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就被从来没修炼过的青儿给追了上来，难免有些震惊。不过震惊归震惊，青儿突破至通玄境，两姐妹都很高兴，她们可以一起御空而行，前往外面的世界闲逛了。现在尴尬的是王良，暴露修为肯定会引起更大的震惊，说不准会惹来麻烦。不暴露修为就不能明目张胆的御空而行，只能被人带着。不过为了稳妥起见，王良自然是不能暴露真实修为。青儿突破之后，虚儿和雨儿就想带着王良和青儿去外面逛逛，因为他们兄妹两人完全就是个土包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见过。于是虚儿和雨儿商量，想带着他们出去长长见识。咱们去北斗圣城，那里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雨儿开心道。北斗圣城，好霸气的名字。王良和青儿都一脸期待。我们走。虚儿也很开心。由于青儿刚突破至通玄境，御空神通不太熟练，所以只能由虚儿和雨儿带着王良。其实那丫头也是装的，她资质奇绝，真龙神通部早就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不过为了给哥哥提供和两位妹妹接触的机会，所以只能装笨。两位小师姐一左一右，拉着王良一步踏空，朝着紫阳宗外而去。一晃眼来紫阳宗也半年时间了，这也是半年来王良和青儿第一次走出宗门。出了宗门，王良和青儿满脸好奇，看着眼前的一座座大山。紫阳宗简直偏僻到了极致，隐藏在一片杳无人烟的荒山之中。不过这也正常，据两位小师姐介绍说，北原地广人稀，土地荒瘠，很多地方都是荒山绝岭，要不就是一望无际的暗红色平原。修士们虽然被凡人称作仙人，看似高人一等，但毕竟收录凡人弟子才是每一个门派的立足之本，所以北原富饶的土地几乎全部让给了凡人生存，而修士们便只能在荒山绝岭之中开宗立派。王良与3个小丫头一路向西，走走停停，遇到一些村镇就进去逛逛，吃喝玩乐。总共花费了5天时间，终于在广袤的北原大地上看见一座高城。出城之人直接御空而去，显然这并不是一座凡人城镇。王良4人来到城下，看到上面雕刻着4个大字：北斗圣城。进城之后，王良和青儿看到什么都目瞪口呆，一条街逛下来也算增长了一些见识。修士之间交易的货币竟然是神金，只要神金够多，几乎可以买到一切东西。王良也终于明白了神金到底是什么东西。北原地广人稀，金矿遍地。神金是一种埋藏在地下的晶石，内部蕴藏着磅礴的精气，可直接被修士汲取修炼，能省去大量枯坐苦修的时间，对所有修士来说都帮助巨大。这种东西成型于太古以前，据说是天地灵气浓缩而形成的结晶，它外部包裹着一层石衣，如同普通石头一般，而内部则颜色各异，如同璀璨神玉，拥有磅礴的生命精气。也有一些特殊的神晶会拥有奇异的力量，这种晶石非常珍贵。不过两位师姐倒是出手非常阔绰，她们带着青儿逛了好几条街，买了几条好看的长裙，还有几件合身的内衣。3个丫头也细心地给王良挑选了几件衣衫。随后他们走进茶馆中，想要喝一壶茶，吃点东西，再回紫阳宗。茶馆之中人声鼎沸，一群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听说了吗？上个月三清圣地在断魂岭的金库被人用300多颗爆雷丸给生生炸开了，有一名大寇出现，带领10几名入道境高手，劫走了三清圣地5万斤神金。有一名中年男子兴奋地小声说道：活该，整日压榨我们，被抢也是活该。去年我给三清圣地挖矿，1个月能给50斤神金，今年1个月却只给40斤。干完今年，老子就不给三清圣地干了，去9天圣地干。那男子怒声道：道兄快别提了，我就在9天圣地的金矿干，他们心更黑。虽然是给50斤神金，可那是一天到晚的干啊，就算苍天霸体来了，我看干俩月人也得废。另一名男子叫苦道：挖矿1个月才给50斤神金。王良撇了撇嘴，这2家圣地门派实在是太黑了，师尊随便给他都是几百斤。不过王良对那些大寇倒是很感兴趣，于是凑了过去，开口问道：各位大哥，你们说的那名大寇是什么来历？来历？谁能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北原中部有7位名声响亮的大寇，专抢4大圣地的神金矿脉。这么些年，那些大寇抢走的神金，就算没有上百万，恐怕也有大几十万。要是知道他们的来历，早就被4大圣地连窝给端了。一名男子摇头笑了笑，可惜大寇头子如今不出手了。当年大寇头子强抢4大圣地80万斤神金，将其撒在了北原大地上，惹得无数修士疯抢。另一名男子也笑道：后来呢？王良问道。
后来四大圣地联手追杀他，据说他受重伤隐退了。那可是个绝代人物，据说现在这些大寇之中有几个是他的传人。那名男子道：大寇头子。王良听得双眼放光，对此很感兴趣，有些意犹未尽，敢抢四大圣地的神经宝库，这是何等的盖世人物，而且打劫四大仙门圣地，这件事听起来就令人振奋。雨儿和轩儿也静静听着，不过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一群人喝完茶水就打算回紫阳宗。王良等人刚回到紫阳宗，就看到紫阳宗的6位长老全部立身于高天之上，遥望远空，甚至还有几个入道境弟子也在观望。远处天空如同被墨染了一般，劫云攒动，漆黑恐怖，一道道劫雷正在酝酿，有莫大的威压笼罩而下。而劫云下方有一道倩影亭亭而立，他头戴仙冠，环角飘摇，如瀑布般的长发向后飞扬，纱裙舞动，衣带飘飘，身姿淡雅窈窕，就像是一尊下凡的女仙，气质高雅，超凡脱俗。那是师尊，是娘。看到那个身影，王良、青儿、月儿、轩儿全部惊叫一声：娘闭关出来了，这是要度过超脱大劫吗？轩儿和月儿全部一脸惊诧，这劫好度吗？青儿看到2位妹妹面色凝重，于是有些担心地问了句：修士以精气为轮，夺取天地造化，到头来天地开始反噬，不真正超脱，就将还回一切，被打回原形。娘天赋异禀，资质奇绝，修道800年，修为便已经达到合道境5重天，度的是第1道超脱大劫。超脱大劫非常不好度，有80%的修士都会陨落。不过娘是先天道胎，对她来说第1道劫应该没什么。轩儿和月儿在一旁解释道：哦，那就好。青儿虚惊一场，拍了拍胸脯。哗！忽然天地间风云变幻，一道紫色粗雷从高天上滚落，如同一道天罚，朝着萧云熙砸了过去。轰！刹那间风云四起，霞光激荡。萧云熙双手撑天，身上的气息瞬间变得极为恐怖。3尺多高的经轮瞬间浮出背后，一束束彩色息光从他体内激射而出，直奔紫色粗雷，要将其击碎。轰！天际传来一声炸响，神力所化的息光轰然爆碎，那紫色劫雷也被摧毁消亡。不过天空中的雷声却更加震耳欲聋，仿佛天公震怒，让人心惊胆战。紧接着劫云震战，雷声阵阵，天地间变得无比漆黑。9道碗口粗的紫色雷霆出现，宛如灭世劫光，直奔萧云熙的头顶砸下。萧云熙眸光沉稳，不慌不忙，浑身笼罩彩色息光，身处风云之间，凌驾于大势之上。他素手轻扬，一条条神链贯空，直接破开9道紫色雷光，激得劫云四裂，露出一抹天光照亮人间。随着劫云四裂，围观众人也都稍稍安心了些。师尊渡劫成功了吗？青儿眨了眨大眼睛，转头看向2位妹妹，看这情况应该是要成功了。薛儿和雨儿对视一眼，脸上已经按捺不住欣喜。太好了！王良也松了口气。然而天空中的劫云还未消散，又渐渐凝聚起来，不过已经没有了先前那般骇人的威势。萧云熙浑身璀璨发光，身上云雾奔腾，经过雷劫洗礼，气息无比强大。哗！就在这时，最后一道雷劫降临，9天雷动，宛如泼下一片雷海，将萧云熙的身形直接淹没。萧云熙身上笼罩着璀璨息光，根本无惧。不过突然间，他看到了雷劫之中有一道身影，俊朗清秀的五官，年轻健壮的身躯，还有那一身发白的青衫。王良，你怎么在这里？很危险，快离开！萧云熙慌了，立即闪身而出。然而来到近前之后，王良的身躯却突然消失不见，等着他的是无数道带有毁灭力量的上苍劫雷。咵咵咵，一道道劫雷迸发，威势恐怖骇人。转瞬间，萧云熙的身体便被无数道雷光洞穿，遭受重创。超脱劫雷共有3道，劈身、劈魂、劈心，每一道都无比凶险，充满变数。那根本不是王良，只是他心中的一道照影蛊惑了他的心神。此刻萧云熙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脸色煞白，浑身淌血，身体发颤，经轮裂开，神力也在一点点消散。修道800年，功亏一篑，我竟然失败了。萧云熙喃喃一声，2行热泪划过他的脸庞，他的眸中也许有3分后悔，不过剩余那7分无疑全是坚定。每一个修道之人都只为超脱天地，永不入轮回之苦，以求达到长生之境。过往以前我也是那般想的，所以一心修炼，不思凡俗。可是我本就是凡人，心有7情6欲，就算长生了又能如何？心中所想所求多半都难有结果。唉，罢了，如果要我一生无情无爱，
心如白纸登临仙境。那么这长生我不要也罢。说完这句话，萧云溪的身影也从半空中坠落下来，犹如风中落叶，凄惨凋零。天空中的劫云也直接消散，像是没有来过一样。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故。他们刚才都觉得萧云溪几乎已经渡劫成功了。云溪师妹，七长老。一瞬间，许多人纷纷冲了过去，想要接住他的身体。娘！薰儿和雨儿也突然惨叫一声，冲向那道坠落的身影。只有王良和青儿呆愣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来。唉，云溪师妹，你明明能度过此劫，为何在这最后关头道心不坚呢？紫阳宗大长老摇头叹息。萧云溪渡劫失败，经轮破裂，大道本源受创，被几位长老联手救治之后，虽然性命暂时得以保全，不过只有2个月可活了。王良看见他之后，瞬间心中悲叹，只是渡了个劫，他的头发就全白了，容颜也极为苍老，跟以前那个仙气飘飘、水灵灵的师尊完全像是2个人。大长老孟云天叫走了薰儿和雨儿，说一些事情。山顶凉亭中只剩下了青儿，随后王良也来探望。师尊。青儿满脸泪水，看着眼前的人，忍不住大哭起来。虽然相识几个月，不过萧云溪对他可谓是如师如母，照顾的无微不至，在修行方面也没有丝毫保留，将自己的所有感悟全部传授给了他。所以青儿看待萧云溪就像是自己的另一个娘亲。师尊，到底为什么？你不是说能渡过那道劫吗？王良面容悲戚，哀叹道：我心性变了，先前追寻的大道已经不适合我，就算侥幸渡过了这道劫，下次的超脱大劫我也渡不过去。萧云溪有些乏力地摇了摇头。青儿，你去玄阴山叫3长老来一趟。萧云溪又开口道。青儿点头，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看了哥哥一眼，随后离开紫阴山。王良待他走后，萧云溪轻轻开口喊道：师尊，他们都说你道心有损，难道是因为我吗？王良上前直接抓住萧云溪的手。不都是因为你，有些东西本来就是我所渴望的，只是恰巧遇到了你，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萧云溪微微摇头，抽回了带着褶皱苍老的手。怎么才能救你？王良凝声问道。经轮破裂，生命气机消散，大道本源也遭受重创，没有办法了。萧云溪微微摇头。师尊，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王良问道。其实我很羡慕青儿。萧云溪深深一叹。萧云溪，体质先天道胎，收服度92%。叮咚，恭喜宿主成功收服一名天之娇女，奖励肉身技法幻影金龙诀。王良，扶我起来，我还有些神力，把先天圣瞳传授给你。先天圣瞳为先天道胎的本源力量，能洞悉先机，预知一切事物的运行轨迹。萧云溪忽然说着，被王良扶着，有些虚弱地坐起身来。他施展最后的神力，眸中风云流转，射出2道神光，直视王良的双眼。师尊，你……王良流泪了，他能明显感觉到师尊在施展圣瞳的时候，身体也正在枯竭。你我师徒一场，我却没怎么教导过你，心里觉得有所亏欠。现在送你一场造化，你好好参悟。萧云溪轻声道。此刻他的眸子变得极为空洞，仿佛蒙着一层雾气，内部道纹交织，有一股惊人的神力波动。忽然他的2个瞳孔旋转了起来，犹如风云汇聚，凝成2个云雾漩涡，有无尽的道韵弥漫出来，让人有一种底裤都被他看穿的感觉。王良一瞬间失了神，他凝视着师尊的眸光，瞬间被吸引，再难以移开。这双眸此时在太玄奥了，密密麻麻的符印交织在一起，竟然还有一丝丝大道的纹路在流转，不停的推演交叠，像是能看穿一切。不知不觉间，他的眸子由深邃变得炽盛，瞳孔彻底化成了2团风云在流转，道韵璀璨。2人就那么互相对视着，时间一点点流逝。忽然，王良双眸绽放金光，符印喷薄，密密麻麻的先天道纹交织在他的整个眼眶中。这么快就得到了？萧云溪内心也有些惊讶。王良眨了眨眼睛，感觉双目刺痛，有狂暴的灵气在朝着自己的眼睛中涌来，周围一切都变得格外清晰，甚至这双眸子似乎能预测到一些事情的发生。他的眸光在山顶眺望，觉得这里马上要飞来一只鸟，下一刻果然就飞来了一只鸟。他甚至能预测那只鸟都飞行轨迹，以及看清它翅膀扇动的频率，所有的细节都尽收他的眼底。我的天，这就是先天圣瞳吗？王良心里扑通直跳，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实在太过于恐怖了吧。传授给王良圣瞳之后，萧云溪乏力地重新躺下。王良，你先去吧。
萧云熙虚弱道：“是，师尊。”王良点点头，目光复杂，随后离开此处。王良离开后，青儿带着三长老穆清欢来了。山下那孩子，他也是造化魔胎，以后他就交给你了，替我照顾好他。萧云熙缓缓说了句：“我答应你。”穆清欢微微叹了一声，随后轻轻点头。山下，茅屋中，系统怎么才能救他？王良着急，直接开口询问。他现在比较担心师尊，也顾不得查看系统送他修炼下身的奇怪功法，都已经收服成功了，先天道胎的本源之力也得到了，还救他干嘛？少废话，你快说！王良面色十分严肃。你莫非喜欢上他了？师尊貌美如仙，温柔善良，恬静贤淑，蕙质兰心，善解人意。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不喜欢他？王良皱眉道：好吧，要救他只有一种方法，除非你能寻到一株带有神性的大药。若有一株大药，不仅可以让他修复经纶，愈合大道创伤，还能让他的修为更进一步。太好了，哪有大药？王良瞬间激动起来。金矿。闻言，王良皱了皱眉。金矿确实有大药，神经内部蕴藏着无尽精气，有古代强者会将一些生灵以及神药封在神经里面，来保存他们的活性，待需要之时再将其取出。所以金矿里能挖出具有神性的大药。不过挖出大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北原中部的几条大矿全部被4大圣地占据，想要虎口夺食怎么可能？他又不是那些名震北原的大寇，而且挖矿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两位小师姐也说过，北原人口这么少，就是因为被抓去挖矿死了大部分人。到底去不去呢？去的话我可能会死，不去的话师尊会死。王良心中犹豫不决，师尊在最后关头还要送他一桩机缘，真是太让人感动了，说什么也要救活他。想到这儿，王良捏紧了拳头。来到这个世上本就没几个亲人，现在师尊能算一个，绝对不能再让自己身边的人离开自己了。挖矿有什么可怕的？重活一世，在做少年。心是少年的心，血是少年的血，畏首畏尾不是少年所为。何况热血男儿何惧一死？王良一咬牙，直接转身离开。出了宗门，便宛如一条真龙，踏空疾驰而去。山顶，青儿一直照顾着萧云熙，寸步不离。师尊，以后我也和两位妹妹一样，叫你娘吧。师尊和我娘很像，很温柔。青儿很乖巧，替萧云熙整理着长发。萧云熙微微有些犹豫。青儿是个很单纯可爱的小丫头，要是能当她女儿，她当然乐意。不过毕竟自己跟王良有那么一种关系。好。萧云熙最终点了点头。无所谓了，反正自己只有2个月可活，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娘。青儿叫了一声，随后依偎在萧云熙怀里。薰儿和雨儿在远处观望这一切，心头悲伤。随后二人走了过去。青儿姐姐，这几天王良师弟去哪了？薰儿随口问道。他和雨儿刚才去了山下，有事想对王良说，却没找到他。我哥哥不知道，我一直没见到他。青儿微微蹙眉，摇头道。王良。萧云熙望了望远处的山崖，曾经王良总是从那里爬上来，朝气蓬勃的少年，一脸阳光地喊着师尊。好几日没看到他的身影，萧云熙有种莫名的失落感。现在他这副模样，乌发变白，人老珠黄，恐怕也就自己的女儿不会嫌弃自己。不过他也知道，他与王良本来就是错的，这段错误的感情也该断了。此刻王良已经来到了北斗圣城。北斗圣城来历久远，据说整座城都是一座巨大的传送祭坛，一旦启动就能让城内之人通往遥远的北斗星域。当然这只是很古老的传说，没有人会相信。王良想打问一下神药以及挖矿的事情，于是便再次走进了茶馆之中。听说了吗？断魂古矿最近挖出来一头太古生物，他的身躯在神经里封印着，一被开采出来就杀了好多人。那后来呢？后来被击毙了呗。三清圣地有10位太上长老坐镇断魂岭，一头太古生物又能翻起什么浪花？王良刚进茶馆，便听到有人一群人围着谈论挖矿的事情，于是便凑了过去。这是断魂岭今年挖出来的第6只太古生物了吧？不仅太古生物，连大药和古器那些东西今年也被挖出不少，只不过死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一群人摇头叹道，许多人都不敢干了，纷纷逃离。据说三清圣地正在大力招人，每个月给100斤神经呢。什么？100斤神经？听到这个数量，一群人全都眸光闪烁，心中异动。挖1个月顶得上别处挖2个月啊！道兄们，有没有人想去？咱们一起。
有个中年男子开口询问道：“兄弟，你不要命了？明知是火坑，你还往里跳？”另一人惊诧地问道：“没办法，我夫人马上就要突破到中道境了，需要大量神经，靠宗门发的那点根本不够，只能自己再想想办法了。”那男子摇头苦笑道：“我跟你去，我小儿子马上要凝气成功了，也正缺神经呢，咱们去挖2个月，赚200斤神经就收手。”另一名男子开口道：“算上我也去。”还有我。茶馆中，一群人围了过来，都是些不怕死的，要结队去断魂岭挖矿，这里面也包括王良。来，喝了这杯茶，我们就去。一群男人们喝完茶水，结队出了北斗圣城，浩浩荡荡有20来人。小兄弟，你这么年轻，也去挖矿？一位面容刚毅的男子看向王良。对，想赚点神经，给自己修炼用。王良挠头笑了笑。你是哪个宗门的？通玄境一重天也缺神经，该不会是散修吧？那男子继续问道。是散修。王良略微迟疑，随后点头道：入门之时，师尊曾经让他发过誓，将来出去的话，绝不能泄露关于紫阳宗的任何信息，所以他只能说自己是散修。你这么年轻，就已经达到了通玄境一重天，资质不错嘛。不过无人教导，很容易走上歪路，还是有个宗门比较好。我叫江平，等咱们挖矿出来，我可以引荐你来我们幻剑门拜师。那男子拍了拍王良的肩膀，笑道：那就谢谢江平大哥了。王良只能点头，抱拳答谢道：北原地域辽阔，门派稀少，南部被妖族占据，北部有明神宫、灵神宫、冰神宫3大北原神宫，东部有风族、雨族、雷族3大太古地族，中部地区有瑶池、三清、九天、子府4大仙门圣地。圣地管辖区域每隔5000里便有一座巨城，城中有酒楼、茶楼、客栈、经坊、拍卖阁以及一些风月场所，都是4大仙门圣地建造的巨城，相当于界碑，用来标注地域，划分各自的领地。大哥，我们这是要去哪？王良开口问道。去清风城，三清圣地在那里招人，我们得先去报名才能挖矿。江平解释道。清风城。王良点了点头。清风城是三清圣地的所属城池，他们要在这里报名之后，才能被人带着去断魂岭。那边有一座阁楼叫清风阁，我们去那里登记报名，报名之后就会被三清圣地的人带去断魂岭。领头的人叫赵烈，带着王良等人走进一座阁楼中，登记完毕之后，王良等20来人便被安排在城门口等候。过了一阵儿，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加入了王良等人的队伍。这时他们队伍里已经有了大概50多人，可以走了。这时城内走出一个男子，对着王良等人招呼了一声，随后便是带头引路。北原大地呈现出一种暗红色，鸟兽稀少，草木不生。王良等人向南疾驰了1个时辰，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断魂岭。一道绵延千里的山岭，宛如一条暗红色龙脊，静静趴在北原大地上，几乎没有草木遮掩，充满了荒凉诡异的气息。山岭下面便是断魂古矿。断魂古矿自古有名，为当世9条最大的古矿之一，如今被三清圣地占据。在一座荒山下面前驻扎着不少营寨，都是些三清圣地的人。王良等人被带到了一处营寨门口，接着那男子便走进营寨，只留下王良等人在外面等候。江大哥，那些是什么？王良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座小塔问道。那是金库，我们开采出来的神经都要放在那里面。江平笑了笑，接着拍了拍王良的肩膀，开口道：你第一次挖矿，很多事情都不知道，进去以后要紧紧跟着我们，免得遇到危险。多谢大哥。王良点头笑道。很快从营寨中走出几个壮汉，引着王良在内的50来人往一座矿洞中走去。1个月给你们每人150斤神经，不许私自偷藏，也不许半途逃走，明白了没有？领头的壮汉对王良等人开口道。明白。一听给那么多神经，这群人都激动地用力点头。那壮汉很满意地点了点头，便带着他们这群人往山下走。一路上王良看到了一条条矿洞，有些矿洞非常幽深，不时有人将一些巨石搬运出来，堆砌成小山那么高。王良悄悄运转圣瞳，他惊喜地发现先天圣瞳竟然可以看穿神经。那些巨石都是被石衣包裹住的神经，只需随便切开一块，便能得到至少几十斤纯净的神经。另外还有几条矿洞，洞口被严严实实地封住，有大片血迹染红了地面，很明显出过什么事情。到了。很快那几名壮汉便带着王良等人来到一条偏僻的矿洞前，不远处还有几名老者在闭目镇守。这是一条新洞。领头的赵烈皱了皱眉，
上前看了一眼，又抓了把矿土在鼻子前闻了闻，有些不满起来。他们都是些经验丰富的挖矿人，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新开的矿洞很明显就是让他们来试水的。对，这是一条新开的矿洞，挖得不深，需要你们继续开采。那壮汉答道。来之前你们可没说要我们挖新洞。算了，我不干了。哼，这150斤神经怕是无福享受。有10几个人摇头直接离开，而江平和赵烈等人依旧在迟疑不决。江大哥，什么叫新洞？王良小声问道。新洞就是新选址的矿洞，完全没有开采过，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出现，而且一旦开凿，地下的煞气便随时有可能泄露出来。自古至今，每条新洞都要死一大群人，从无例外。江平凝重地解释道。能挖出神药吗？王良不仅不害怕，反而还有些期待起来。江平翻了个白眼，随后道。能是能，但是太危险了。那我们还挖吗？王良皱眉继续问道。江平没有说话，给王良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听赵烈的。德家神经，不然我们不干。这时赵烈忽然开口了。对，德家神经，要不我们就不干，太危险了。30多个挖矿人纷纷跟着吵嚷道。哼，每人每月170斤，愿意干的留下，不愿意干的可以走了。领头的那名壮汉冷笑着哼了一声，似乎早知道他们要抬价，而他也早有打算。170斤，这些来挖矿的人都犹豫不决，纷纷看向赵烈。200斤，不然我们现在就走。赵烈沉声开口，试图讨价还价，逼他们一把。那你走吧，剩下的人只要愿意留下，我可以给到200斤。那名壮汉眸光一闪，冷笑着开口道。这些挖矿人绝对不能有领头人，不然的话总是会带头闹事找麻烦，不仅不好处理，还会弄得人尽皆知。北原就这么点人，名声搞臭了到哪去招人？解决麻烦，最好就是先解决可能会制造麻烦的人。赵烈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就被2名高手插了出去，枪打出头鸟啊！看着这一幕，王良摇头叹道。这时王良身边的那群挖矿人都一脸同情。赵烈走了，江平就成了这群人里的主心骨。不过赵烈刚被送走，江平也不敢多言语。他们这些人只要神经给到位，冒一冒险也没什么。把储物袋都放在我这里保管。好了，进洞吧。那壮汉摆了摆手，拿出一个袋子，将所有人的储物袋收了起来，另有1人在旁按照名册登记。王良将储物袋的东西都丢进了冰域空间里，随后递交了一个空的储物袋。随后所有人都拎了一把镐头，陆陆续续地进入矿洞。除了王良这30来人，还有3清圣地的2名男子跟在他们后面，专门负责监督。好浓的血腥气！刚进矿洞，便有一道阴风吹来，江平等人浑身打了个哆嗦，立即皱眉起来。那2名负责监督的男子拿出一些会发光的神经，摆在了矿洞两侧，顿时照亮了整片空间。这里有已经被凿开了3个岔道口，不过3尺来深，需要继续开凿。这时众人微微一愣，其中一条岔道内地面上血迹斑斑，连成一片，还稍微有些湿润，像是不久前刚出过事。别愣着了，挖吧！负责监督的2名男子开口催促道。都小心点，挖到奇怪的东西先别急着开采。事已至此，江平等人也没办法，只能叮嘱众人。随后他们分开3队，朝着3个岔道口开始开凿矿壁。同时负责监督的那2人也默默后退至洞口处。江大哥，你们换剑门1个月给发多少斤神经？王良跟在江平身旁，拿着镐头一边凿墙一边闲聊起来。1个月5斤。江平咧嘴笑了笑道，像我们这种资质差的外门弟子，靠着宗门养了几十年，还没啥贡献，能给5斤神经就很不错了。5斤确实太少了。王良轻轻点头，师尊对他非常大方，每次给他至少上百斤神经，根本没愁过。确实太少了，所以才来冒着生命危险来挖矿啊。几十年前我结了一位道侣，如今又有了孩子，那5斤哪够？就算我不用，我的孩子也不能不用，总不能让他的修炼速度比我还慢吧。江平无奈一笑，唉，来这儿挖矿的基本上都有难处。有一个白发老头摇头一叹，满脸苦涩，随后更加卖力地凿着山洞中的石头。当初年少轻狂，初登修行之路时，个个都立誓成仙，可到头来却发现，原来自己也是那碌碌平庸之辈。小兄弟，你跟我们可不一样，你年纪轻轻，修为就达到了通玄境一重天，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根本没必要在这里冒险挖矿。等出去以后，我带你去我们幻剑门拜师，以你的资质，绝对能拜入内门。到时1个月能领30斤神经呢，足够你在通玄境的修炼了。江平拍了拍王良的肩膀道。
王良重重点头，报以感激之色。哎，出货了。突然，另一条岔道中有人喊了一声，一群人包括王良都立刻围了上来。一道道璀璨的息光缭绕在石壁上，薄薄一层石衣已被凿破，露出一块纯净而闪亮的神晶。不过众人都没有轻举妄动。江平走过来，凭借多年挖矿的经验，趴在神晶上闻了闻，又汲取了其中的一些精气，感知了片刻。怎么样？负责监督的2名男子也从外面走了进来，询问道。这神晶不纯，里面有股煞气。江平皱眉道，应该是地下的煞气沾染到了神晶，没事，继续挖。其中一位负责监督的人开口道。众人没有动手，皆看向江平。江平将那块神晶砸得粉碎，看着里面并无杂质，随即开口道，挖吧，应该没事。看他这么说，众人便又开始了挖掘。一块块巨大的神晶被开采出来，很快就堆满了矿洞。由于王良是第一次挖矿，没有经验，众人怕他凿出什么危险的东西，于是便让他往外搬神晶。王良偷偷开启圣瞳，能够看穿神晶内部的东西。大部分神晶非常纯净，犹如一块透明的美玉，内部精气充盈。仅个别神晶里面会有些杂质，甚至是他们口中的煞气，具有一种非常阴煞的力量。王良正往外搬着一块巨大的神晶，忽然眸光一亮，这块神晶里面竟然有东西。那东西在神晶内部被一片彩雾包裹着，连先天圣瞳都看不穿，但有一种非常祥瑞的预感，极有可能是拥有神性的大药。王良激动不已，趁人不注意，直接将其丢进了自己的冰域空间。江平等人继续卖力的开采挖掘，好在一切顺利，3条岔道都开采出了神晶，并没有发生危险。王良则美滋滋的一个人负责往外搬运神晶，遇到罕见的极品神晶或者是里面有东西的神晶，一律丢进自己的冰域空间。随着天色变暗，矿洞内明显变得阴煞了起来，江平等人也收手了。王良心满意足，嘴角都有些压不住。短短大半日功夫，他偷了300斤品质不凡的神晶，而且有几块神晶内部可能蕴含神物。只可惜先天圣瞳擅长的是洞悉先机，虽然也有着透视效果，但并不能看破虚妄，窥探一切事物的本质。如果他再有一双重瞳，就能看清那些神晶里面到底有什么了。轰隆！正当一群人要走出矿洞的时候，不知从哪忽然传来一道巨大的轰鸣声。江平愣了一下，又仔细听了一下矿洞内部的动静，突然面色大变。快走，这是条虚洞，要塌了。他话音落下，一群人便疯狂地往外跑。就在这时，整条矿洞突然剧烈颤抖起来，洞内一块块巨石坠了下来，泥土簌簌坠落，将3条岔道口堵住，直接阻住了众人身形。快，我们联手轰出去！江平大喝一声，几十人立即出手，轰向前方巨石，在洞内开辟道路。此刻王良面色大惊，他看到众人脚下的大地正在皲裂，有无数道惊人的神霞隐藏在地下，马上要喷薄了上来。啊！一瞬间，矿洞突然坍塌，随着一些人的惊叫声，王良等人反应不及，全部笔直地朝着矿洞下方坠了下去。无数道璀璨的神霞冲天而起，上面布满了玄奥的法咒经文，如同一条条大道神链，直接横贯虚空，照亮天际。原本的矿洞位置被冲出一个巨大的深坑，一眼望不见底。那是什么？三清圣地的太上长老们全都围了过来，但又不敢靠近。神霞无数道，绝世而璀璨，勾动诸天星辰流转，照亮整片夜空，比之白昼还要鲜亮3分。在一刹间，诸天星辰摇摇欲坠，天空中大道之音嗡鸣，响彻四方寰宇，让所有人都陷入一阵恍惚，感受到了一种无上道韵地。三清圣地一位太上长老动容，眸光颤抖万分，转头对着一些人喊道：快回圣地叫人，这里有一位大帝留下的传承。是。一些男子们惊诧地看向天空，转身回去报信。此时王良等一些人依然在朝着矿洞下方坠落，下方一片璀璨，晃得人眼睛都难以睁开，连王良都看不清到底有什么。海量的生命精气喷涌，不停地冲刷着他们的身体，竟然让所有人都瞬间年轻了2岁。没过一会儿，有一片柔软的彩雾包裹住了王良等人，将他们送进了某个未知的空间。这刚落到地面，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就连王良也一刹间愣在原地。众人脚下到处都是奇花异卉，吐露神光，馨香之气如同炊烟般袅袅升起。这里的空气只要随便吸上一口，浑身气血就汹涌不止，好似得到了今天的养料，就连经轮都在颤抖，让人感觉全身舒适，都是带有神性的大药。王良激动起来，终于能救师尊了。这是呢？难道是某位古代大帝的后花园吗？江平等人心中惊惧，始终怀揣着一种敬畏之心，没有贸然采摘。众人环顾四周，竟然一片漆黑，除了他们脚下有一些光亮，
远处四方就像是无垠的虚空一般，让人感觉无比的深邃。大造化，大造化！有个老头忍不住摘了一朵6轮血月般的花瓣吞入口中，仅仅过了片刻，他便察觉到了惊人的神效，浑身止不住颤抖起来，白发瞬间变黑，褪去苍老之躯体，机体变得润泽起来，连修为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返老还童，提升修为，这种惊人的效果着实让人眼红。有他带头，其余人眸光一闪，也不多说，开始疯狂采摘大药。所有人心中暗恨，储物袋上交给了三清圣地，不然就能多收取一些这里的大药。王良激动到了极点，也迅速采集着大药，揣进怀里，随后又悄悄丢进了冰域空间，冷鲜起来。他一边采集，一边运转圣瞳，四处打量。众人头顶上方竟然是一片闪亮的星空，漫天星斗都在发光，披散下蒙蒙紫气，笼罩了这里。忽然，王良看向前方，所有人都被满地的大药吸引了目光，然而却没人发现这里竟然有一株巨大无比的神树，一棵足有几十人合抱之粗的神树，开枝散叶，蔓延虚空，屹立在这片空间的正中央。它树身高大，苍劲古老，蕴含着奇异的纹路，无数条枝干都喷薄着迷迷蒙蒙的混沌气息，内部隐藏着点点星光，每一片树叶都宛若一颗金色的星辰，璀璨闪亮，给人一种星际压迫的感觉。这片空间难道是被这株神树的光芒所笼罩起来的？王良四处打量之后，心中生疑：星空古树，这竟然是星空古树啊！有几个老人也发现了这棵神树，激动地围了过来。什么？这就是星空古树？王良内心震惊。什么是星空古树？有些人不太清楚，疑惑地问道。星空古树据说乃是天地间的第一批生灵，后被天地级别的人物炼制成了一件鸿蒙古器，可凝聚漫天星斗之力，世间仅此一株。太古末年，人族最后一位大帝南岭天帝成道之前，曾以此作为兵器，镇压太古生物，横扫十邪虫族，威震天下，无人敢与其阴风。想不到在他离开之后，竟然将这株神树留在了这里。有些人感叹道：什么？这是天帝留下的神树？一些人内心极为震撼，同时眸光兴奋起来。有些人平庸了一辈子，眼看逆天的机缘摆在面前，岂有放过的道理？其中一人忍不住走上前去，欲要采摘一枚树叶，却不想他还未临近，便被一缕混沌气碾压在身上，直接爆碎成一片血雾。啊！一群人纷纷后退，面色惊恐。大地的东西不是我等能够染指的。一位老人摇头叹道。其余人都眉头大皱，虽然心有不甘，却也不敢犯险，继续吞吃着此地大药。王良很感兴趣，虽然不敢离那些混沌气太近，不过还是稍稍靠近了些。他将一丝神力缠绕了过去，想要稍微感知一下这棵神树的力量。突然，轰的一下，这棵星空古树竟然拔地而起，化作一道璀璨的星光，直接钻进了他体内。此刻，冰域空间中繁星点点，一棵覆盖千里的星空古树屹立其中。我尼玛，我还没动，他怎么就钻进去了？王良面色惊恐，吓了一大跳。咋回事？这片空间突然变暗了几分，所有人都看向星空古树，一抬眼差点吓死，那么大一棵树突然就没了。妈的，树呢？江平等人围着地面上一个树坑，震惊得合不拢嘴。对啊，树呢？王良此刻也故作疑惑地问起来。莫非是谁用储物袋把这棵树收起来了？有人疑惑起来。不，储物袋绝对装不了这棵神树，肯定是一件极为强悍的空间秘器才能收走此物。几个年长的老人凝重道。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王良身上。刚才所有人都四散离开，唯独他偏偏靠近了这棵古树。小兄弟，早知道你很不凡，可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凡。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连大地的宝树都能收走？有人一脸惊诧地问道。王良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狡辩。小兄弟，你就别装了，我刚才都看到了，那星空古树嗖一下就钻你身体里了。对，我也看见了。又有两人开口道。正在这时，周围满地的大药忽然消融了起来，化作一团团彩雾，将众人包裹。我的神药没了，我的也是。一群人惊叫了起来，他们怀里的那些大药竟然都化作了彩色雾气，逐渐消散在空气中。很快，那些彩雾包裹着众人，轻飘飘地浮了起来，似乎要将他们送出去。江平等人都眉头苦皱，对于那棵大地留下的星空古树，他们是真的没啥想法，但是怀里的那些神药是真的舍不得，他们多想带回去，给自己的道侣和孩子也吃上几株，绝对能延年益寿，大幅增长修为，甚至发生惊人的蜕变。唉，一群人都纷纷叹气。没了也好，上去之后，三清圣地的人绝不会让我们带走那些拥有神性的大药。
有人哼道：“确实。”江平等人点了点头，心态都平稳了些。王良默不作声，面色极为凝重。他的大药没有消失，依附着星空古树，扎根在了冰域空间里面。虽然此番收获惊人，但是上去以后该咋办？这些人都看到他收走了星空古树，若是有人把他供出来，三清圣地那些人肯定不会放过他。此刻断魂岭外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影，北原中部所有离得近的门派都有强者来到了这里，甚至连几位臭名昭著的大寇也都来凑热闹。漫天神霞照耀北原大地，惊动了无数人，大大小小的门派都来到了这里，想要一窥究竟。断魂岭是我三清圣地的矿区，诸位不请自来，随意踏入，是不是有太不把我三清圣地放在眼里了？三清圣地有位老人怒道：“哼，矿虽然是你的，但天地传承却是我们人族共有的传承。如今星空宝树显化世间，天地传承再现，难道你们三清圣地想独吞吗？”九天圣地的人冷笑一声：“对，人人有份。”一些大大小小的门派也趁机开口喊道：“星光隐去，煞气泄尽，我们可以进去了。”九天圣地中走出一名青年男子，头角峥嵘，眸光霸道。他带领身后几十位强者，想要进入下方的深坑。瑶池圣地以及紫府圣地的人见此，也跟着准备下去一探究竟。我三清圣地的矿区，岂能由你们说进就进？一道浑厚平缓的声音忽然响起，从远处踏空走来一名中年男子，身躯板直，面容颇为刚毅。在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三清圣地的老人，虽然年迈，但却机体红润，血气磅礴，给人一种很危险的感觉。三清圣主，你们能拦得住我们这么多人吗？天地传承非同小可，你们三清圣地吞不下这块肥肉，不如我们趁早联合起来，得手之后平分传承。紫府圣地有一位老人开口道：“仅仅只是一片星霞冲天，根本无法断定这里有大地传承。”三清圣主微微摇头。与此同时，一群三清圣地的太上长老都挡在下方那个深坑前，看来是铁了心要阻止其他人。哼！星霞冲霄，照耀北原，低音回荡，响彻诸天。这种天地异象，分明就是南岭天地留下的星空古树重新显化世间。世间曾有传言，谁得星空古树，谁就是天地传人。难道这还说明不了是天地留下的传承吗？九天圣地有人开口道：“南岭天地乃南岭人士，他的传承怎么可能会在北原？各位还是速速散去吧，这是我三清圣地的矿区，不管有何机缘，都与尔等无关。”三清圣主沉声道。与此同时，他手掌中浮现出一尊彩气蒙蒙的玲珑宝塔。突然间，宝塔冲天，七彩圣光照耀八方，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整片天宇，让所有人内心震颤。三清混沌塔，其余三大圣地之人看见此塔，全部大惊失色。三清混沌塔乃是三清圣地开派祖师留下的镇教祖器，虽然此塔不如九大地族手中的极道地兵，但却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准地器。这三清圣地祭出此塔，摆明了今天是要独吞天地传承。哼！三清圣地一件镇教祖器就想吓退我们吗？你要战便战！九天圣地中走出一位老人，手中抛出一件金色大钟，直冲高天之上。顿时璀璨金光四射，照亮天际，浩瀚莫测的地威像是九天银河一般倾泻下来，令所有人站立不止。九天造化钟，四方修士惊呼起来，又是一件镇教祖器。九天圣地竟然也将镇教祖器带了过来，这是早就准备好了要开战吗？高天之上，鼓钟震战，发出浑厚道音，神威恐怖，浩浩荡荡，蔓延3000里大地。九天圣地之人丝毫不退，与三清圣地之人针锋相对。除了紫府圣地、瑶池圣地这两大圣地外，其余大大小小的门派之人全都纷纷后退至100里开外。两件镇教祖器对峙，地威太过恐怖，倘若开战，很难想象会爆发出怎样的破坏力。轰！就在这时，断魂古矿下爆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紧接着整座山岭都塌陷了下去，所有的矿洞都被掩埋。正当所有人惊疑不定之时，深坑之中有一道光柱猛然冲天而起，破开9天之外。无尽的虚空气息涌动，点点星华从天而降，在那深坑上方凝聚成一个巨大的虚空漩涡，宛如一个混混沌沌的虚空之门。这是秘境，所有人都震惊万分，纵然连三清圣主也不能再保持镇定。那漩涡上布满了阵纹，弥漫着一股无上地威，极有可能是古之大帝留下的试炼秘境，为了将自己的道法感悟传给后人，还真有大帝的传承。三清圣主喃喃一声。到了此刻，三清圣地再也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其他人族大帝留下的传承，为人族共有的财富，他三清圣地也不能独占。不过一时间无人敢向前，
所有人都心存疑虑，若真是试炼秘境还好，若是什么境的兄弟的话，进去岂不是在找死吗？老夫去试一试。9天圣地走出了一名5重天的河道王，朝着那个虚空漩涡走了过去。好不容易有个敢于出头的人，没有人阻止他，连三清圣地的人也在观望。在那布满经文的虚空漩涡前，他仔细观摩了一会儿，随后点头确信道：应该是大帝的手段，老夫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奥的阵纹。接着他便一脚往门里迈去。他前脚刚迈进去，忽然整个人如遭雷击，紧接着那虚空之中传来一股浩瀚的神力，直接将他击飞了出去。长老，9天圣地中有人冲了过去，将他救起。好在他并无大碍，那名老人只是定了定心神，随即开口道：这漩涡内有大帝所留禁制，河道境不可入内，入道境以及入道境以下可以进去。话音落下，4大圣地之人都哗然大惊，突然间嘈杂声一片。快去将我圣地入道境弟子全都叫来，快去请圣子圣女来这里。各个圣地一时间激动不已，全都派人回圣地报信。过了一阵，4大圣地商议完毕，他们已经派了几名弟子去试水，那些人并无大碍，甚至还能自由地出来。据进去的弟子说，里面是一片广袤的平原，远处还有不少石碑绽放鲜光，上面刻印着无上帝经。这下所有人都确信里面一定是大帝传承，人族大帝的传承自然是人人有份。4大圣地已经决定，北原中部地区每个门派都可派一些弟子进去，但不可超过50人。这个消息一放出去，不到1个时辰，所有门派都将门中最强的入道境修士召来了这里。一些人是资质奇绝的天骄弟子，还有一些人是卡在入道境多年的暮年老朽，都想借此搏一搏机缘。4大圣地中，圣子圣女级别的人物也陆续到场。在三清圣地的主持下，4大圣地之人率先进入秘境，而后才轮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门派。这里是什么地方？此刻王良傻眼了，他竟然被那团彩雾送到一片暗红色的平原上。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挖矿人此刻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无尽的平原上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此地无日无月，一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只有冷风凄凄，将一些沙尘吹荡在半空中。王良抬脚一迈，想去远处查探一番，却不想差点一脚踩空，摔在地上。我勒个操，为什么不能御空？突然王良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神力似乎被束缚住了，五脏经轮之中轮海竟然被一种神异的力量给封住了，这就相当于境界被压制了，他现在只能发挥出经轮境的实力卧槽，这到底怎么回事？王良心中有些不安。啪啪啪，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声音，把王良吓了一跳。他急忙回头看去，只见有一个混混沌沌的漩涡出现，一群白衣修士从半空中坠下，如同下饺子一般掉在地上。三清圣地的人。王良眸光一凝，默默后退。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三清圣女，体质梵天战体。这时系统提示的声音回荡在王良的脑海中。王良只是大概扫了一眼，他们人群中有一个身材妖娆眉眼勾人的女子，看样子很年轻，也就20多岁。感受到王良的目光，他眸波一转，也朝着王良看去。一瞬间对视，让王良忽然面色一红，心头猛跳了2下。尽管他已经见过青儿和师尊私下里展露的媚态，不过和他比真是小巫见大巫。随意的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动作，就能让人面红耳赤，惊龙躁动，真是一个撩人的女妖精。哪来的毛头小子？三清圣女微微勾起鲜红的唇角，看着王良轻蔑一笑，眉眼之间风情万种，十分勾人。这时那些人也都站起身来，诧异地打量着四周，并且发现了王良。咦，此地不能御空，我的修为怎么被封住了？我也是，轮海之中的神力根本调动不出来。很快他们也察觉到了诡异之处，纷纷大惊失色。别慌，古有先例，一些先贤为防止秘境被人破坏，故而会压制进入秘境之人的修为。那群白衣修士之中走出一名看起来20多岁的青年，眸若星辰，风神俊逸，气质超然出尘。是圣子，一群人纷纷答道。三清圣子。王良眸光讶然，先前他听过别人谈论4大圣地的圣子圣女，三清圣子行事极为低调，很多人不曾得见真容，在北原修士的口中被传得极为神秘。我们三清圣地不是第一个进来的吗？他怎么比我们进来还早？有些人奇怪地看向王良，把他抓过来问个清楚。三清圣子眸光扫过王良，并不在意，淡淡开口道：虽然这里压制了境界，但是他们这群人真实的修为都是入道境5重天，年龄也都是好几百岁，就连年纪最小的三清圣女也有200来岁。可是王良呢？三清圣地的人自然有妙法，
一眼就能看出他骨龄只有18岁，而且只是一个小小的通玄境修士。是，圣子。有2个人回应，继而迅速朝着王良冲过去。什么情况？抓我干嘛？王良眉头一皱，随即转身便逃。他早已用圣瞳观察过，这群人虽然修为被压制了，但一个个气势非凡，神力浑厚，完全不是他能比的。何况他们整整有50人。站住！不许逃！三清圣地那2人身体晶莹发光，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一个跳跃竟然直接腾空100丈。这并非是御空神通，而是纯粹的肉身之力，才使得他们身轻如燕，矫健如飞。妈的，果然是高手！王良暗骂一声。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王良施展圣瞳，回眸一看，那2人果然不同寻常，浑身血气浩瀚如海，神力如同汪洋一般恐怖。同为金轮境，这2人的实力比境塔中签他们3个小丫头的镜像分身要强大太多了。这些人绝对不好惹。砰！其中一人追了上来，一只手朝着王良探去，想要抓住他，不过却被王良一拳打得缩回了手。区区通玄境，怎么有这么强的肉身？那人甩了甩发麻的手臂，眸光诧异。不用全力，还真甩不掉他们。拼了！王良喃喃一声，接着双腿发力。砰！脚下土地崩碎，炸出一个大坑。王良浑身爆发璀璨金光，一个猛蹬，直接跳出1000丈之远。仅仅几个呼吸间，他如同脱缰野马，很快便消失在了茫茫平原上。没抓住，被他逃了。三清圣地那2人一阵傻眼，只能回去如实禀告。只是一个通玄境的小子，竟然被他逃了。三清圣子看向王良消失的方向，眸光复杂。他肉身很强，血气非常磅礴，似乎达到了传说中的3丈经轮。想不到一个通玄境的小子竟然能将经轮修到如此地步，他到底是哪个门派的人？那2人皱眉沉思着，有没有可能他是这个秘境里的原住民？有人猜疑了起来。对了，先前不是有人说看到了大帝留下的碑文吗？我们怎么没看到？三清圣地一群人疑惑道。我猜每一批进入秘境的人位置应该都不一样。我们走吧，去前面找大帝经文，顺便想办法抓住刚才那个小子。三清圣子说完便带头朝着远处走去。王良一路奔逃，却在大老远又看到了另一伙人。他们身穿金甲，同样是50个人，男的气宇轩昂，女的英姿飒爽。领头的是一个青年男子，头角峥嵘，眸光霸道，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在他旁边还有一位女子，容颜冷酷绝美，身材丰满高挑，眸光中同样有一股霸道彪悍的感觉。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9天圣女，体质苍天霸体。苍天霸体。王良看着那名女子，本来比较感兴趣，却忽然皱了皱眉，因为那女子也正在看王良，只不过她用一种藐视的眼神，似乎在看蝼蚁一般。那为首的男子也很是冷漠地扫了一眼王良，不过并不理会，因为他看到了前面有一座巨大的黑色石碑，散发着玄光，矗立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这里到底是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手成群结队？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王良心头有100个疑惑，但却无人给他解答。思索了一阵，他决定跟上去看看。暗红色的大地隐隐约约飘来一股血煞的气息，王良感觉有点不对劲，回头一看，差点吓得火儿都冒出来。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密密麻麻一大群人形身影，那些人浑身银色鳞片，背负一双巨大银翼，能够腾空飞行。他们像是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无穷无尽，正在朝着这里飞袭而来。我尼玛，这是什么东西？王良只是看了一眼，瞬间胆颤心惊。这既不是人，又不是妖，完全是一种没见过的生物，根本顾不上震惊。王良吓得扭头就跑，向前跑了将近1000多里地，王良停了下来。有一大群修士都盘坐在这里，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前方一块块巨大的黑色石碑，如同玄玉一般矗立在这里。石碑后面是万丈深渊，如同一道天堑，横贯在众人面前。不能御空飞行，这就相当于一条绝路。王良扫视人群，竟然看到了先前与他一起挖矿的江平，他正与一群人在一面石碑下盘坐着。江平大哥，王良欣喜万分，立即上前喊道，想询问一下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兄弟，看到王良，江平愣了下，接着便赶紧催促道，快参悟经文。参悟经文？可是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王良一脸懵逼地问道。这广袤无垠的平原是南岭天帝留下的一座道场。江平，别说了，快参悟碑文。江平身边有一人催促了一声。参悟碑文。王良皱眉，随后看向眼前那闪烁玄光的巨大石碑。
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金色经文，流转出一种奇异的玄光，让人有一种能够瞬间开悟的感觉。这些石碑是南岭天帝留下的传承，石碑上刻着一种修炼方法，能使人身体发生蜕变，甚至可以让人不依靠经纶，仅凭肉身之力御空飞行。江平继续为王良急着讲解道：必须要悟透这些碑文，才能飞越这座悬崖，否则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他回头扫了一眼，神情凝重。远处无穷无尽的银翼生物正在朝着这里杀来。妈的，南岭天帝留下的传承还真要命。江平大哥别说了，我们快悟吧。王良赶紧也坐在江平身边，紧盯着石碑开始参悟起来。古朴的石碑带着一股太古时代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时间的沉淀。金色的古字密密麻麻，十分微小，宛如一颗颗星辰，绽放神光，非常刺目，让人难以看清。王良施展圣瞳，聚精会神地观摩起来，终于看到了一些东西。修士的路本就是一条逆天之路，吸纳天地间一切本源精气，让本不过百载的寿元不断提升。经纶可炼天地精气为己用，人一旦诞生经纶，则夺得天地造化，可吸收外界精气，用以补充己身。但天道有禁锢，修士若不超脱，终将会被打回原形，生死行灭。经纶所得一切，终究会归还于天地之间。五、未得超脱之道，悟出一法，可免超脱之劫。传统修行之法，开辟经纶，气海通玄，轮中中道，道种大成，度超脱之劫。此后每提升一个境界，便要度一次超脱之劫，一劫更比一劫强，终有生死行灭那一天。无知方法，为打碎经纶，改修肉身，以身为轮，神火通玄，自此之后无需再度超脱之劫。此地太古一族用座儿等修炼，在这些小子的下面还有一段修炼口诀，按照此法修炼，可将经纶内的所有精气与神力全部引入五脏、四肢、经脉、骨血之中，能让人的肉身进行极尽蜕变。王良看完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之后，气得差点骂娘。尼玛，我修炼3个月紫阳诀，日夜盘坐苦修，终于开辟经纶，踏上修行之路，你他妈竟然让我毁掉经纶！此时其他修士看完碑文之后也傻眼了。打碎经纶？开什么玩笑！他们都是北原中部人族各派的精英弟子，甚至还有各大圣地的圣子圣女，前途无量，未来可期。有些年迈的老人修道几百年，修为到达入道境5重天，进入秘境是为了博取突破的契机。可是打碎经纶则意味着要放弃一身修为，没有经纶提供精气，10年之内这些老人绝对必死无疑。什么情况？一群人都愣住了。这确定是人族大帝留下的传承吗？说出去的话，恐怕会被其他种族笑死。人族大帝留下传承秘境，让北原中部人族的实力至少平均倒退300年。可是若是不按照这碑文上的来，那太古银翼一族马上就要冲过来了。谁都没有信心能以经纶境的修为击杀太古银翼生物。天哪，天要亡我啊！一位老人仰天长啸，悲泣大呼。修道800年，入道5重天，一辈子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争自身之气运，夺天地之造化，九死一生，才有了这身入道修为。如今却要我自毁经纶，老夫不甘心啊！闻声，诸多老人掩面而泣。唉，古籍记载，太古银翼一族肉身强横，个个堪比玄天圣体。何况他们数量众多，现在我们修为被压制，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上古时期，人族无大帝，9大玄天圣体相继横空出世，镇压太古一族。可惜啊，我们这里可没有玄天圣体。一群人都大叹一声：嘘，小声点。9天圣地的圣子，乃是苍天霸体。霸体一脉自古以来与圣体一脉仇怨颇深，不要说这些，万一惹恼了他。有些人低声提醒道：哼，玄天圣体算什么？9天圣地中，那名头角峥嵘的青年站了出来，冷视众人。我问你们，圣体算什么？不就是镇压太古一族吗？圣体能做到的，我霸体也能做到；圣体不能做到的，我霸体还能做到。都说圣体大成能叫板大地，而我霸体大成可吊打大地。在这秘境之中，再强的太古生物，不过也只是经纶境的实力而已。我身为苍天霸体，又有何惧？而等在这儿等着，我一人去杀了他们。9天圣子气色狂傲，冷声撂下话来。说完，他就朝着大批太古银翼生物走了过去。哥，9天圣女眉宇微皱，有些担心地喊了一声：你们不要跟过来。9天圣子回头冷声下令，随即孤身朝前走去。妈的，这太狂了吧！大成霸体可吊打大地，我怎么没听过这句话？9天圣地的人走远后，一群修士直接炸开了锅，
议论纷纷，真是愚蠢！多少天骄妖孽都死于半路夭折，皆因目中无人，狂傲无边。圣地古籍记载，太古生物，肉身强横，不输人族神体，和道境以前战力远超人族。他这不是要去找死吗？子府圣子冷笑一声，那个小子不是原住民吗？怎么和那个小门派混在了一起？三清圣地的人偷偷盯着王良，而三清圣子极为低调，引入人群中，眸光闪烁，一言不发。霸体，这是要去做什么？难道要效仿当年圣体孤身独占太古一族吗？瑶池圣女蒙着面纱，长长的睫毛颤动，一双美眸充满了诧异。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体质玄天圣体。王良此刻恰好在瑶池圣地一群女子的后方，被系统提醒了一声。其实他也早已注意到了瑶池圣地为首的那名蒙面女子，她亭亭七尺，高挑心长，白裙洗练，身姿傲绝，就像是九天仙女下凡，给人一种非常梦幻的感觉，中天地之灵慧，绝尘世之俗气，那种缥缈空灵的气质比云溪师尊还要更胜一筹。再加上那双清澈纯净的眼眸，气质雅洁，近乎完美。虽然看不见容颜，不过王良料想，这面纱后面遮住的定然是一张美到窒息的旷世仙颜。三个圣地的圣女竟然把人族的三大天体给集齐了，要是能全部收服，那她就可以参悟人族三天体的本源奥秘了。不过这些女人的实力很强，让王良心里有些忌惮。人族天生肉身孱弱，在经纶境时神力有限，怎么可能打得过肉身强悍的太古一族呢？就算苍天霸体也很难做到。一群老人瞳孔惊颤，此刻其他无数小门派也不敢说什么，都只是静静的观看，想看看九天圣子究竟有何底气，竟然敢孤身独占太古一族。天际银翼翻飞，无数太古生物如同一张大网，形成一个包围圈，朝着众人笼罩过来。人族，一道沧桑沙哑的声音回荡在这片天地之间。太古银翼一族中绝对有一位非常恐怖的存在。简单的一句话音回荡在所有人心间，让人五脏震颤，疼痛欲裂。唰，一杆金色大戟凭空出现，九天圣子浑身爆发金光，神力奔腾，宛如一尊战神，傲然睥睨前方无数太古生物。你找死！一群银翼生物手中拿着一杆银色骨矛杀了过来。九天屠仙斩，仙人坠。九天圣子一跃而起，奔入高天，手中掌大戟挥舞，气势汹汹，斩出一道璀璨神光。哗，一声炸响，宛若惊雷之音，震动天际，一群太古生物被劈翻在地，银色血液飞洒如雨，沐浴长空。九天圣子气势依然不减，厚重的霸气环绕周身，一个人冲进太古生物群中，开始大杀四方。什么？霸体这么强吗？远处观战的一群修士大惊失色，连四大圣地的人也都内心震惊。九天圣子确实了得，一群老人们此刻也都喃喃惊叹。苍天霸体号称一身霸气可碾压苍天，这种霸气其实是一种很奇异的苍天道泽之力，能够压制其他人的神力甚至道法，非常强势。如果没有神体的话，寻常人一般情况下根本不是霸体的对手，首先肉身就无法承受霸气的压迫。周围修士全部内心震惊，被镇住了。打碎经纶，所有人的修为就相当于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是在这片能压制道法的空间里，拥有特殊体质的人简直强得离谱。如今这个时代，圣体神体层出不穷，对于普通修士来说其实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任你天纵奇才，对上那些神体也要黯然失色，从一出生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忽然九天圣子从那群太古生物群中冲了出来，他浑身染着银色血液，眸光兴奋，朝着九天圣地之人大喊：妹妹快过来，走，我们杀过去。九天圣女眸光一闪，手中出现一杆犀利的金色大戟，招呼着九天圣地的人都冲杀了过去。啊！太古生物强悍，九天圣地有些人被瞬间击杀，骨矛贯穿胸膛，发出一声惨叫。不过九天圣子与九天圣女全部越杀越勇，浑身沐浴银血，身体璀璨，绽放银光，浓郁的血气喷薄长空，这是肉身强横到极致的力量。银色的光华将天空都染得一片绚烂，像是有一轮银月破碎在空中。这时其他人再也无心观战，因为那群太古生物已经快要来到众人近前。不对，王良始终在开启圣瞳，终于发现了端倪。九天圣子为何那般勇猛？他肉身为何那么强横？他为何没有经纶？莫非他打碎了经纶，将一身精气与神力全部引入了经脉与血肉之中？他修炼了天地传承的肉身法诀。王良面色大惊，什么？他打碎了经纶？
他也是入道五重天的修士，竟然甘愿自废修为吗？幻剑门的一群人眸光震惊。不止九天圣地的人，瑶池圣地也是如此。王良施展圣瞳，又看向远处，瑶池圣地的一群女子也没有了经纶，与太古生物搏杀起来，沐浴银血，肉身发光。太古银翼一族的血液好像能淬炼肉身。王良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时瑶池圣女回过头来，盯着王良，眸光诧异。不过她马上美眸弯了起来，对王良点头致意。江平大哥，我们也得打碎经纶，按照天地之法修炼。王良赶紧催促道。江平有些迟疑不决，毕竟打碎经纶可就等于废弃修为，以另一种方式修炼，那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幻剑门众人此刻也都犹豫不决。没时间了。王良看着那群太古生物即将冲来，心一横，气逆经脉，五脏经纶轰然破碎。磅礴的精气与神力在虚界空间中修炼多年所积攒的成果全部涌入经脉骨血之中。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发生了质变。爽！王良大呼一声，他气息突然无比强大，龙骨璀璨，黄血奔腾，机体间流转神辉，浑身散发宝光，肉身在一刹那间仿佛得到了升华。轰！王良猛地一拳轰出，气势磅礴如龙，空间突然塌陷，发出一道沉闷的响声。这一拳足有10万斤神力。周围幻剑门众人大惊失色，经纶破碎，肉身超凡，随手一击，10万斤神力已经达到了那传说中的肉身之极境。眼看四方银翼一族杀了过来，来不及再思考，幻剑门众人也都纷纷自毁经纶。突然一记重拳砸来，直奔王良的头颅。三清圣地有一人来到这里，气势汹汹，竟然想一击毙掉王良。砰！王良一拳回了过去，闪身后退数10丈之远。幻剑门众人吓得立刻后退，赶紧让开这片地方，谁都不敢招惹三清圣地。连江平也只能眸光惊骇地看着，丝毫不敢施加援手。在北原招惹上了三清圣地的人和死有什么区别？那人自毁经纶之后，健壮的肌肉顿时撑破了衣衫，露出雄健的躯体，任谁看了都知道这身躯下隐藏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你想杀我？王良双目一冷，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杀意。自毁经纶之后，他双臂泛起一道道神纹，浮出一枚枚青光鳞片，神力丝毫不减，反而愈加浓烈。神龙体像是突然觉醒了一般，向身体内传递着恐怖的力量，交出星空古树。三清圣地那男子嘴唇微动，有一道声音传入了王良耳中。轰！说完，那人就又冲了上来。他举起一拳，裹挟着一道极度强盛的神力，直接砸向王良。就在这时，唰！一束幽紫光芒袭来，直接洞穿了他的身体，狂暴的神力将其尸体炸得4分5裂。王良心头惊骇，顿时看向远处，有一个长着重瞳的幽邪女子走了过来。她看起来也就20来岁，秀发飞舞，衣裙飘荡，皮肤白皙透亮，美腿丰腴修长，浑身都弥漫着一层紫色光辉。她眸光幽邪，气质冷艳，像极了一尊高高在上的邪恶女帝，让人不禁想拜倒在她的紫色罗裙下，以求被她狠狠鞭挞。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紫府圣女，体质鸿蒙道胎。鸿蒙道胎，王良顿时内心一惊。众瞳开天地，鸿蒙万物生。鸿蒙道胎在6大神胎之中排名第3，与先天道胎相似，鸿蒙道胎有一双开天重瞳，能够勘破虚妄，洞悉一切事物的本质。而且众瞳者一旦道成，有开天辟地之能，可掌控万物生灭。交出星空古树。那女子的声音非常曼妙，但却无比冷漠，不带一丝感情，有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像是发出了一道命令。又想要星空古树？王良皱了皱眉，当初挖矿那些人肯定有人泄露了他得到星空古树的消息。子宁圣女，你为何杀我三清圣地的人？那重瞳女还未来到王良身前，三清圣地又冲来2人拦下了他。杀便杀了，阻我者死。众瞳女悠悠冷笑，丝毫不在意，如入无人之境，继续朝着王良走去。好霸气的女人！王良微微蹙眉，同时身形也在迅速后退。先前在北斗圣城，王良也听说过关于紫府圣女的一些信息。有人说紫宁仙子是4大圣地所有圣子圣女里最强的存在，没想到传闻不假，她果然强势霸道。哼，我三清圣地的人岂能容你想杀便杀？这时一道妩媚勾人的声音传来，寒意森森。在王良背后竟然是三清圣女走了过来，替他拦住了紫府圣女。妙禅，你我本就有些旧账，今日在天地秘境之中正好清算。紫府圣女双眸绽放紫光，杀意浓厚，直接冲着三清圣女而去。他交给我。
三清圣女眸光中收起了妩媚，继而变得有些凝重，朝着三清圣帝的两人淡淡开口，同时眸光不留痕迹地瞥了王良一眼。三清圣帝那两人也明白意思，避开子府圣女，想要先去擒拿王良。然而还没等他们冲向王良，身体瞬间被一束紫光洞穿，继而躯体炸得四分五裂。谭子宁，三清圣女双目一冷，当着他的面竟然还敢杀三清圣帝的人，真当他不存在吗？梵天战役开！话音落下，三清圣女的气势猛然暴涨10几倍，一道道璀璨梵文绕体而出，3000青丝飘扬，直接朝着子府圣女杀了过去。我尼玛，好恐怖的女人！感受到他们那危险的气息，王良心中非常惊悚。而现在三清圣帝又有2人朝着王良悄悄潜伏了过来，王良已经察觉，于是赶紧迅速逃走。这些人先前都是入道境5重天的高手，比他高了2个大境界。虽然此地能够压制神力，但是却不能压制道法神通和身体素质。王良若是遇到圣子圣女级别的绝代天骄，大概率会落败。此时一群太古生物已经冲到了近前，人族与太古生物的大战正式爆发，数千名人族修士与无穷无尽的银翼生物展开了厮杀。此刻连一些老人都被迫自毁了经轮，毁掉经轮可能过几年会死，不毁经轮现在绝对会死。哦！一道龙吟响彻八方，王良打出逆龙七杀，龙拳狂暴，巨力无双，瞬间秒杀2只太古生物。银色血液滚烫，沐浴在身上，一股一股的神力源源不断涌入体内，泛起一层银色血光。这银翼一族的血液竟能滋养肉身。王良眸光闪了闪，立马开始大开杀戒。仅仅片刻时间，大地都被血染凝聚成了血色水洼，人族修士死伤大半。然而此地的银翼生物根本杀不完，而且越来越强悍，连9天圣子都逐渐开始吃力起来。他一人迎战3头太古生物，打得难解难分。人族竟敢杀我的子孙，你们该死！几头强大的太古生物仰天长啸，分别盯上了一些人，利爪锋锐，攻势凌厉，使得很多人毙命。王良浑身宝光灿灿，一击龙拳打在一头强悍的太古生物身上，竟然发出了一道金属般的颤音。如此猛烈的一拳，他竟然毫无大碍。呵呵，人族蝼蚁！那头生物回头冷笑一声，听声音竟然是个母的。死！他怒吼一声，眸中杀机毕露，野性的身躯上燃烧起了熊熊萤火，近乎疯狂地朝着王良扑来。王良开启圣瞳，喷薄神光，丝毫不惧，战意十足。砰砰，一拳一爪碰撞，爆发出非常恐怖的能量波动，就连空间都发出了剧烈的嗡鸣声，周围的人纷纷远离，唯恐遭受波及。那头太古生物连续轰出几十招，肉身简直惊人，打得王良连连后退，机体裂开一道道血痕。然而那头太古生物依然神力不竭，不知疲倦，气势越来越盛，银色火焰蒸腾，让人无比心惊。你体质不凡，在人族之中也算是佼佼者吧，不过在我族眼中都是蝼蚁罢了。那太古生物冰冷地笑道。哼！王良双目之中喷射神霞，原本就是造化魔胎，现在又有了先天圣瞳，他已经洞悉了银翼一族的肉身奥秘。轰！突然间，一簇簇金色的火苗窜起，出现在王良身上。紧接着王良一跃而起，如同一只人形凶兽扑了过去，神火化龙环绕周身，权威霸道惊人。形势陡然间逆转了过来，王良挥动龙拳，打得那头太古生物连连后退。逆龙七杀，七式龙拳，打完之后，那头太古生物直接殒命当场。我好像明白了，经轮破碎，无法再炼化天地精气，所以我们也就丧失了所谓的神力。可是这些银翼生物根本没有经轮，却也能炼化天地精气为己用，神力浩瀚，永不枯竭。他们将肉身修行到了极致，每一寸血肉皆能汲取天地精气，每一寸血肉都像是一面经轮。王良眸光战战，盯着那头死去的太古生物喃喃道：天地留下的修炼法诀中有这样一句话，经轮破碎，改修肉身，以身为轮，神火通玄。王良看着自己身上的神火，接着运转神力，身体缓缓升空。他有了神力，竟然能御空。这时有些人注意到了王良，纷纷大惊失色。原来如此，经轮破碎后，无穷的精气都融入血肉之中，只要点燃这些精气，便能做到神火通玄，踏入通玄境界。此地都是一些名门大派的弟子，都是天资聪颖之人，自然也有人看出了王良身上的玄奥之处。众人纷纷按照天地留下的口诀点燃自身精气，突然间一簇簇神火冒出体外，这是神力之火。点燃精气，神火通玄，这是通玄境的力量。所有人大喜过望。
此地的太古生物根本杀不完，而且越来越强大。王良能够御空之后，立即脚踏红光，神火加身，朝着悬崖另一侧腾空而去。有他带头，那些点燃神火的人纷纷跟上。后方有一批更强大的银翼生物冲了出来，朝着各派修士追杀了过去。悬崖另一边不再是平原，而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大山。卧槽，人呢？王良刚踏入山中，直接傻眼了。周围一瞬间变得非常安静，身边那些人全不见了。这里巨石林立，奇窟怪洞，空荡荡的山岭中只有他一人。王良四处打量，这里似乎又是一个奇异的空间，将人传送到了随机的位置。石碑。忽然王良看见了一块散发幽光的小石碑，于是快步走了过去。这块石碑很小，只有巴掌那么大，很轻易地被王良拿在手中。密密麻麻的金色古字，笔画苍劲，宛如龙雕凤刻，上面记载着通玄境的修炼方法，能够让人壮大神火。王良将其抓在手中，细细参悟了起来。这时有7、8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腾空而来。石碑。这些人全部看见了王良手中发光的石碑，都眸光一闪，有些异动。小友，可否借老夫参悟参悟？一位头发稀疏、面色枯黄的老人走到王良面前，竟然直接伸手索要。借你参悟。王良不悦地皱了皱眉，正在悟道之中被人打扰，心里有些不爽。对，那老人眸中闪过一抹金光，身上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浑厚气息，想以此震慑王良。在他眼里，王良不过是一个17、18岁的毛头小子，修为积累远不如他浑厚。就算如今经纶破碎，开辟心法，他们处于同一境界，但王良的实力也不及他1/10。可惜那小子的石碑要落在那个糟老头的手里了。远处几个男子小声议论道：什么糟老头？他可是万剑谷的长老，你们别乱说话，小心招来杀身之祸。什么？他是万剑谷的长老？听到万剑谷这3个字，周围几人全都不说话了。万剑谷与玄天谷、百花谷合称中部3谷，除了4大圣地，没有门派能压制他们。而万剑谷在中部3谷中毫无争议的可排第一，算得上是4大圣地之下的最强势力，名声极为响亮。我还没有参悟透彻，就算参悟透彻，也不想借给你。王良收起了石碑，冷声道：小辈，莫要意气用事，你想清楚再说。此地你孤身一人，老夫抬手便可杀了你。那老人冷声威胁道：想清楚了，不见，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能杀得了我。王良声音变冷，一丝丝神火逐渐窜了出来，遍布周身，与其针锋相对。那好，老夫成全你。那老人眸光中闪过一丝阴狠，随即沉声大喝：剑起！他浑身爆发神火，气势大盛，身上万道神火冲天而起，皆化作利剑，宛如倾天暴雨，全部朝着王良涌来。刹那间，山岭之中飞沙走石，天空中有非常狂暴的气浪朝着地面压来，让人连眼睛都睁不开。退，快退！附近7、8个人全部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仓皇后撤。若是被这漫天剑雨波及到，定然难逃一死。虽然他们所有人目前的境界都相当于通玄境一重天，不过有些老人修炼数百年，道法感悟远超常人，神通手段高深莫测，就算是以通玄境发挥出来，也根本不是寻常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好强的神通！王良眸光一闪，细细品味起来。同时他双手之中神力爆发，抬手撑天，画出一层光幕，将那些利剑全部阻挡下来。这老家伙果然厉害！王良非常吃力，惊叹一声。他虽然将这些利剑全部阻挡下来，但却还是被一些剑气侵入。渐渐的，他衣衫褴褛，破碎不堪，身上绽开一道道血痕。不过他浑身都在发光，有着黄血圣力，一旦出现伤口便快速愈合，片刻间消失不见。那老人略微有些吃惊，这般狂暴的神通竟然被他硬扛住了。哼，我看你能抗到几时？那老人嘴角冷笑，又是大喝一声：剑来！忽然间，一道道无形的剑气在朝着他手中汇聚，连四方空间都被搅碎，很快便凝聚起一柄巨大的神剑。神剑轻颤，绽放神华，浑厚的神力如同波涛一般向四周汹涌。那老人手持巨大神剑一跃而来，朝着王良头顶斜斩而下。龙起！王良大喝一声，身上神火跳跃，一道道金色龙气从他体内钻出，盘旋在高天之上。哦！天空中龙吟回荡，气息如剑般锋锐，转瞬间如龙腾出海，全部朝着那名老人奔腾而去。这是东荒龙族的神通？不对，这是我万剑谷的剑气神术。那老人内心震惊，欲要抬剑格挡，不过却已经慢了一步，被漫天龙气灌体，口喷鲜血，直接殒命当场。这就死了。王良走过去，用脚踢了一下他的身体，极为诧异。他也没想到，
从对方身上偷来的神通威力竟然这么大，竟然把原主人打死了。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老家伙就这么轻易的死了，他眼睛瞪得很大，显然是充满了震惊和不解。剑起，剑来。王良喃喃道，刚才这个老头使出的那2式神通威力巨大，值得再好好钻研一下。他一边思索，一边收了那个老头的储物袋，回头一看，另外那几个观战的人已经吓得逃走了。随后他进入了冰域空间，翻了翻那老头的储物袋，除了几百斤神经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之后王良又盯着冰域空间中的那棵星空古树，树枝上一缕缕混沌气息垂下，非常厚重，树叶如同星辰，洒下点点星光，极度绚烂。它不仅挡住了冰域空间内的冰寒之力，而且还将之前王良采摘的10几株大药滋润了起来，没有让其因岁月的力量而化为飞灰。王良靠近了那棵星空古树，却又赶紧后退了2步。之前有个挖矿人想靠近这株神树，却被这些混沌气直接将身体压爆，化成了一片血雾。那一幕场景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使得王良也不敢轻易触动。算了，以后再说，还是先参悟碑文吧。说罢，王良便在树下参悟起了那座小石碑上的古字，顺便拿出100斤神经堆在身前。虚界空间中3个月很快过去，这3个月里，王良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修炼速度比以前快了不少。经轮已毁，以身为轮，吸纳天地精气的速度要比之前快很多，像是打破了一层枷锁，无拘无束。王良身上神火跃动，经过3个月时间修炼，已经能达到3尺多高。这3个月，他还细细钻研了万剑谷老人施展的剑起和剑来那2式神通。不过他从未修行过剑道神通，只能将招式稍作改进。王良在冰域空间中多次施展，终于炼至炉火纯青的地步。这2式神通景象骇人，威力不俗，一旦施展，天空上便出现9条真龙，每一条真龙都栩栩如生，气息浑厚凝实。下次遇到那种老头，依靠此术，他有自信可以做到一招秒杀。其实王良也明白，并非是这2种神通有多么强大，而是他偷悟了那老头对这2式神通几百年的感悟，所以才能如此恐怖。外面已经过去了3天时间，王良从虚界空间中出来后，便继续向前走，想早点离开这里，回去救师尊。他奔行了上百里地，一个人影都没看到。不过他又找到了2块石碑，每当找到一个石碑，就钻进冰域空间里去参悟。这么一路下来，王良身上的神火一旦催动，便能达到1丈多高。难道神火和经轮一样，也能达到3丈之高？王良蹙眉喃喃道。如今这种修行方式确实让他修炼速度快了不少，如今已经达到了通玄境2重天，肉身也发生了蜕变，跟以前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对他来说还行，因为他先前本身就是通玄境，可其他人进来之前都是入道境啊。这么一来，一般的修士修为少说要倒退300-500年，他们原本都是一派长老或是精英弟子，出去之后倒退几百年修为，恐怕宗门都会傻眼。继续在山中行走，王良终于看到了人影，那是一群身姿绰约的女子，她们一袭白裙，都蒙着面纱，水眸澄澈，身姿娉娉袅袅，气质出尘脱俗。领头的是瑶池圣女，在她身后竟然还有40多人。在秘境中，他们不曾与其他势力发生冲突，与太古生物交战之时，仅仅折损了几人。王良带着欣赏的目光看了他们一眼。瑶池的仙子名动北原，各大圣地与地族世家的人都以娶瑶池圣地的仙子为荣，可惜没有几人能做到。他们通常都蒙着一层奇异的面纱，能阻隔神识与瞳术的穿透，许多人甚至连真容都难以得见。天地传人。瑶池圣女看到了王良，立即眸光一闪，后面那40多个蒙面女子顿时冲来，拦住了王良。王良皱了皱眉，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内心谨慎，后退了半步。你就是天地传人？瑶池圣女在半空中踏步而来，声音空灵，宛如天音，气质飘渺绝尘。天地传人？王良皱眉，有些疑惑。传言中谁得星空古树，谁就是天地传人。星空古树是否被你所得？瑶池圣女淡淡询问。虽然容颜被面纱遮掩，但能看到那双眸子非常清丽，闪烁着彩色的华光。我得了又如何？没得又如何？王良皱眉相对。没得自然最好，得了就把它交出来。那星空古树来历甚大，不是你能占有的。瑶池圣女声音依旧很平缓，非常空灵。此时瑶池那些女子已经紧紧包围了王良。我听闻瑶池圣地一向不参与世间争端，为何你要对我出手？王良冷声问道。只怪你年幼，是个散修，我若不请你，你也会被别人所擒，千万别怪姐姐。瑶池圣女微微一笑，随后她玉手一指，淡淡道：抓住她。忽然间，瑶池那些女子动了，一道道身影如梦似幻，
轻灵曼妙，全部施展大手段朝着王良冲来。哼，欺我年幼，是个散修。你咄咄逼人之前，先掂量一下我是不是好惹的。王良一声冷哼，他神火喷发，龙气缠身，冲上去打出一道龙拳，将2个瑶池仙子击退。瑶池圣女是吧？这次我先放你一马，下次再让我看见你，非把你的面纱扯下来。说完，王良脚踏真龙神通步，几个闪身就已经出现在远空。虽然王良修炼速度快，但以他现在的实力，跟40多个圣地高手硬抗，不是明智的选择。而且他刚才感觉极为不祥，恐有灾厄加身。瑶池圣女乃玄天圣体，这种体质的人天生自带一种玄天圣光，一旦圣光加身，可免疫万法，不被万道压制。与人征战之时，气运暴涨，一切事情都在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非常恐怖。刚才他那种不祥的预感，便是来自于瑶池圣女。有意思，话说的那么狠，却转身逃了，真是一个可爱的男孩子。姐姐马上就去找你，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摘我的面纱。看着逃向远方的王良，瑶池圣女愣了片刻，随后莞尔一笑。自古以来，成大事者皆气运逆天，历经百劫而不死。他有没有资格成为天地传人，先看他能不能逃过这一劫。活着的才是天地传人，死了的不过一具枯骨而已。瑶池圣地中有名女子淡淡道，天帝不会无缘无故选一个传人出来，她看起来机灵得很，不像短命的样子。瑶池圣女微微一笑，她若真是天地传人，只要不死，将来必然有所成就。不过圣女刚才岂不是会与她结下仇怨？另有一名女子蹙眉问道，若有因果，尽加我身。瑶池圣女淡然一笑，丝毫不在意，随后带头朝着王良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这些女人真是可恶。王良逃离后，来到了一座石山脚下，直接钻进了虚界空间。他要抽时间研究一下系统之前送他的幻影金龙诀。先前王良根本不想修炼这种下流的房中秘术，不过他现在改变了主意。这几个圣女实在太可恶，若是真有机会，一定要让他们尝尝厉害。1个月后，冰域空间的冰川大地上出现了无数个龙洞，全都是被一条大金龙硬生生撞出来的。王良也无奈，他想让系统出来陪他实战演练一下，可系统始终不入真身，所以他只能对着冰川独自操练。从虚界空间出来后，王良赶紧前往前方的一座黑色的大山脚下。他之前遇到了一些门派的人，听他们说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被困在了这里，而且那对姐妹还是神皇体和火皇体，这让王良瞬间眉头一皱，一下就想到了薰儿和雨儿2个小师姐。他来到此地后，发现这里驻守着3个子府圣地之人，不过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双胞胎。天地传人，子府圣地那3人看到了王良，顿时眸光一亮。你们抓了一对双胞胎？王良蹙眉问道。先担心你自己吧，交出星空宝术，留你全尸。那子府圣地3人已经围住了王良，露出冷笑，他们的眸光都非常兴奋，若是能得到星空宝术，肯定会给圣地立下不世之功，得到难以想象的回报。而且他们也能趁机私藏一根树枝，哪怕是一片叶子，都是一种逆天的机缘。哼！王良冷哼一声，看来只能先打再问了。轰！神火爆发，喷涌1丈多高，一道道龙气缠绕在王良身体各处，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威压。看到王良身上的高涨的神火，子府圣地的3人神情凝重。天地传人果然没那么简单，他们互相对视一眼，都不敢轻敌，合力祭出一杆紫色大旗，抛向空中。紫色大旗猎猎作响，上面密密麻麻刻印有数不清的纹络，具有一股不凡的道韵。这是我圣地长老亲自祭炼的秘器，烙印无上道纹，可压制他人神力，我看你如何嚣张。那3人冷笑连连，朝着王良冲来。王良此刻也感受到了不同寻常之处，他此刻体外神火忽然间被那紫光压制，竟然缩了回去，宛如风中残烛，似乎即将熄灭。对你来说，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乖乖交出星空宝术，我们兴许还能留你一命。其中一人冲来，浑身布满星光，一拳砸向王良。砰！王良也挥出一拳，与之硬汉。啊！那男子先是眸光一惊，紧接着面色大变，惨叫一声，如同炮弹一般砸向地面，气息断绝。王良一拳就打死了一名圣地高手。小心，这家伙也有神体。其余2人见状，神情凝重，不敢再与王良近身肉搏。刷刷刷，一道匹练横空，宛如银河流淌，瞬间布满整片天空。那2人手中连连施法，天空星光流转，闪烁锋锐之息，如同一片深邃星空，朝着王良压了下来。好神通！王良抬眼望天，似乎身处星空之中，周围一道道星华爆射，璀璨犀利，
让人无处可躲。同时，那片星空在逐渐沉降，有一股恐怖的压制力。砰砰砰，无数道星华射来，王良闪身横跳。不过星光密集，依然将他小腹洞穿，金色血液汩汩流淌。这是什么法？好强的神通！王良大吃一惊。这是我子府圣地的星辰经，其中有盖世神通，岂是你能理解的？死在我二人的意象之下，你也足以自傲了。那两人冷笑道。意象？王良喃喃一声，似乎顿悟了些什么，龙气。忽然王良大喝一声，他体内奔腾出万道龙气，直冲高天，将无数星辰击碎，紫色大气崩断，连夜空都在摇摇欲坠。同时王良双手撑天，一条条真龙显现，横贯苍穹，显化出一片苍天。天穹之上，9条真龙游荡，肆虐四方，碾压一切。这是什么法？他为何突然悟出了种道境才能拥有的意象？那两人瞬间神色大变。砰砰，王良宛如一道龙影，瞬间袭杀过去，趁那两人发愣的瞬间，打出2拳，将他们轰到林中，说出那对双胞胎的下落。再交出星辰经，我可以饶你们一命。王良俯视倒地的二人，淡淡道：你说话算数吗？那两人眸光惊惧地问道。大丈夫一言九鼎，说话当然算数。王良冷声道。那对双胞胎姐妹得到了冰皇和火皇的传承，被三清圣子和子府圣子堵在了冰火洞。其中一人道：冰火洞。王良蹙眉，前面那座大山，山脚下有个洞窟，里面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们都叫它冰火洞。那你们交出星辰经吧，我可以放了你们。王良看了看远空那座大山，随后道：星辰经。星辰经是我们子府圣地的镇教绝学，绝对不能外传，而且我们之前只是入道境弟子，只习得半部真经，若想要完整的星辰经，你得去找我们圣子才行。两名男子都面色为难。那好，我这就送你们上路。王良点了点头，抬起手掌，以迅雷之势直接拍死两人。紧接着他迅速朝着远处的那座大山赶去。黑色大山脚下，四周围着不少人，子府圣地、三清圣地2大圣地的高手分散在四周，还有其他门派的一些人，加在一起大概有300来人。他们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三清圣子难道还没抓到他们吗？有人疑问道。那对双胞胎姐妹很厉害，据说他们一个是冰皇体，一个是火皇体，而且心灵相通，联起手来能与一个圣子对抗。恐怕三清圣子和子府圣子想抓到他们，也会花费不少时间。不，听说他们已经受伤了，被抓住是迟早的事。一群人议论道。远处王良大步踏空而来，俯视2大圣地以及其余那些门派之人，直接冷声开口发问：冰火洞里都有谁？天地传人。三清圣地中有一人不答反问，眸光中有些吃惊。我问你们，里面都有谁？王良凝声开口，随后他闲庭信步，朝着下方的洞窟之中走去。哼，狂妄至极！三清圣地的人大怒，此人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就是天地传人，抓住他！事成之后，你们每人都能得到一片星空树叶。三清圣地的人开口喝道。闻言，各门各派的人都有些异动，眸光闪烁，渐渐朝着王良靠近。不想死的都滚远点！王良话音刚落，身上轰的一下爆发出将近2丈高的神火，气势迫人至极。先前他不想硬刚圣地，就算打赢也没什么好处，但现在可能是薰儿和雨儿2个小师姐在里面，他不得不出头了。好强！他的修为应该达到了通玄境3重天，这才几天时间，他是怎么做到的？一群修士看见王良身上的神火，全都被震慑到了，一时间无人敢上前。哼，一群懦弱之辈！子府圣地有一人暗骂一声，随后孤身朝着王良冲来。小辈，念你修行不易，交出星空古树，我留你一命。那人冲上前，想要挡住洞窟，不让王良进去。啪！王良一个巴掌拍出，浩瀚的神力涌动，直接将那人拍进山里，血肉糊成一片。什么？死了！周围的人全部大惊失色，一个圣地高手就这么简单的被一个巴掌拍死了，连三清圣地的人都目瞪口呆，没有人再敢上前阻拦。王良一步步迈进洞窟，看到了无数岔道口，再然后从那些岔道口中有2股不同的气息传递了过来，一股气息极为冰寒，一股气息极为炽热。王良开启先天圣瞳，预测吉凶，随后选了一条岔道走了进去。你怎么进来了？外面什么情况？洞窟中有一人看到了王良，以为是在外面守山的人，开口问道。外面没有情况，里面是什么情况？王良眸光一闪，开口问道。
里面也没情况，你去外面守着吧，有消息的话我会传递出去的。那人刚说完话，就被王良欺身上前，一巴掌将其拍死。纵然他收了些力道，不过还是被里面的人感知到了。你是谁？何故杀他？洞窟里面冲出2人，盯着王良质问道：你们不是要找天地传人吗？连我都不认识。王良冷哼一声，直接冲了上去。在这狭小的洞窟之中，几乎没有人的肉身能与他抗衡。他左右开弓，瞬杀2人，随后赶紧朝里面冲去。其余岔道中有大批人朝这里赶了过来，但是王良不想浪费时间，他心中有些担心，一路向内部冲去。这洞窟也不知道是何种生物的巢穴，竟然这么多的岔道，甚至有许多条绝路。王良兜兜转转，忽然来到了山腹中。这里有一处极为空旷的空间，在这片空间之中，四周山壁上竟然雕刻着一幅幅凤凰展翼图，一只只真凰，羽翼翩翩，喷吐烈焰与寒霜，气势霸道至极，皆蕴含着一股无上道韵，给人一种瞬间入道的感觉。这难道天地曾经在此演化圣法？王良仔细观看四方的山壁，愈发心惊，其中蕴含着无上地蕴，让他心中不能平静。壁画下方还有10几条巨大的洞窟，气息忽冷忽热，十分诡异。然而有些洞窟已经坍塌，像是被人故意毁掉一般。难道他们已经逃了？王良看着那几条塌掉的洞窟，微微皱了皱眉。那些洞窟极为幽深，也不知通往哪里，何况现已被人摧毁，完全被泥土和巨石堵住，根本没法进去了。王良眸光一转，又看向另一边的2座高台，上面明显有摆放石碑的痕迹，不过石碑已经被人拿走了。王良皱了皱眉，索性就在雕刻凤凰的石壁下方盘坐了起来。那对神皇体姐妹也不知道是不是2位小师姐，不过她们现在肯定已经逃走了。但是现在还有三清圣地和子府圣地的人在洞窟外面堵着后路，所以王良也不急着出去，索性研究一下这里的冰火黄图再离开。冰黄火黄，王良刚将心神沉入那幅壁画，身躯便立刻一动不动，已然进入一种玄妙的入定状态。在他心长的身躯上笼罩着半面寒冷的冰晶，以及半面滚烫的炎流，2种力量杂糅交错，冰火之力轮回转换。也不知过了多久，王良终于睁开了眼睛。仙兽战法真是大造化，他内心惊叹不已，同时也在庆幸，这绝对是南岭天帝将神皇宝术的至高战法刻印在了这里，但必须要有神皇血脉之人才能修炼。多亏有2位小师姐让他临摹神皇体的力量，否则是断然不可能获得此地的传承。得到了此地传承，王良信心大增，迈着大步便朝外走去。他施展圣瞳，演化仙机，预测吉凶，在山中左拐右拐，终于在一条岔道口中遇到了一群人，为首的竟然是子府圣子。呵呵，天地传人，你竟然自投罗网！子府圣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嘴角挂着冷笑。就凭你们，谁投罗网还不一定。王良冷哼一声，杀了他，不必留活口，就算死了照样也能取出星空宝术。子府圣子嗤笑一声。这时从四方洞窟中涌过来一大群人，子府圣地的高手没多少，不过那些杂七杂八的门派倒有不少人。在子府圣子下令后，这些人纷纷逼近了王良。哼，你自己为何不出手，让他们来送死？王良向前迈出一步，神火喷涌2丈多高，气势霸道，顿时吓得一群修士慌忙后退。有些人已经见识过王良的厉害，就算不如4大圣地的圣子圣女，但也绝对差不了多少，根本不是他们能抗衡的。但是他们这些门派都是靠着依附4大圣地生存，圣子有令，他们不敢不从。动手！子府圣子冷声下令，同时他自己也出手了。有子府圣子打头，各派修士也都信心倍增，纷纷上前掠阵，万一表现得好，抓到天地传人，说不准还能获得一枚星空树叶。就一声嘹亮的琴鸣突然响起，王良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猛然撑开，竟然身化冰缝，伸出2扇幽蓝发紫的冰晶羽翼，一种渗入骨髓的寒气顿时溢散开来，瞬间朝着四方洞窟蔓延。我的妈呀！快退！见此一幕，四周修士吓了一跳，一群人慌乱不堪，纷纷后退。洞窟狭窄，只能容3人并行，这就使得各派修士都堵在了那里，很快便被一层寒霜覆盖，化为一具具人形冰雕。你也得到了此地的凤凰传承，难道你也是神皇体？子府圣子眸光阴狠，充满了不解。他浑身被一层星雾笼罩，隔绝了洞窟中的冰霜之气，身上闪烁星光，气息深邃而神秘。轰！王良宛如一只冰凤，拖着9根璀璨的冰晶灵羽，破开洞窟，直接冲天而起。废话少说，来，高天一战！王良立身于高天之上，一头乌发随风乱舞，
俊俏的面容冷若冰霜。由于修炼了冰皇战法，他自身的气质也在无形之中发生了改变。他一双眸子散发金光，满身寒气飘荡，像极了一尊孤高冷傲的大帝，睥睨四方。唰，一道身影紧随着奔入高天。子府圣子嘴角始终挂着冷笑，丝毫不见慌张。他们出来了。山洞外面，一群人看到高天上的身影，顿时惊呼一声：“我也想看看，这里的冰凤传承到底能有多强。”子府圣子冷笑一声，身上神火喷涌2丈，气息强大，丝毫不弱于王良。今天我让你死个明白！我早就想杀个圣子立威了，否则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杀我。王良话音极冷，将空中的云层都冻结。他身上的神火竟然变成了幽蓝发紫的冰焰，寒冷的气息如同波浪般一层一层的涌来。是，子府圣子率先出手，手中出现一柄紫色长刀，朝着王良斩出一记刀芒。无尽的星雾弥漫而出，刹那间天昏地暗，一颗颗星辰出现，闪耀点点光芒，有一种深邃而恐怖的感觉。就天际响起一声嘹亮的琴鸣，王良轻盈一个转身，双手化翼，猛然扇动，劈开万里星空，摧毁刀芒。白色的寒霜如同雪花一般纷纷扬扬，从高天之上坠落。二人试探一击之后，便动用了更大的手段，打得天昏地暗，无数冰晶弥漫在空气中。区区通玄境界就能诞生出众道境才能施展的天地异象，无愧于天骄2字啊！一些门派的老人们在远处观战，纷纷摇头叹息。他们之中，有些人曾也是各自门派的天骄弟子，努力修行了一辈子，到头来却发现跟这些真正的天骄相比，还是有着高山一般难以逾越的差距。这天地传人不简单。九天圣女眸子一动，有些感兴趣地盯着王良，他竟然这么厉害。三清圣女也惊诧万分。先前他与子府圣女交手了几个回合，后来有一群强悍的银翼生物杀来，他俩便不再缠斗，纷纷跨过了悬崖。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子府圣女。不愧是天地传人。瑶池圣女美眸闪烁，如今王良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虽然说在4大圣地所有的圣子圣女里面，子府圣女是公认最强的，而子府圣子是公认最弱的，但想不到这天地传人才18岁啊，他竟然能压着子府圣子打。这要是给他一些成长的时间，这还了得。而且他的神火竟然也有2丈来高，看来修炼速度也是奇快。远处三清圣子风神俊逸，气度不凡，率人从远处走来，直接加入战场。你就是天地传人？三清圣子拦住王良，淡漠地开口问道。是又如何？王良直视着他们，气势丝毫不弱。他刚把子府圣子击退，正打算一鼓作气冲上去杀了他，却被三清圣子率人阻拦了下来。你我本无仇怨，不过星空古树出现在北原中部，那就只能属于4大圣地，你染指不得。三清圣子眸光沉稳，盯着王良道。我就偏偏染指了，你能奈我何？王良冷哼道。哼，小辈竟然如此狂妄。你要知道星空古树意味着什么，整个北原没人能保得了你，你的师门同门都会因此而遭劫。三清圣地中跳出2名男子，凝聚出一只大手，朝着王良抓来。他们正是之前抓捕王良的那2人，之前2次没抓到，这次要一雪前耻。哼，初入秘境之时，你2人对我出手，我放了你们一马。在悬崖边上，你2人又对我出手，我又放了你们一马。现在你们竟然又对我出手，那不好意思，我得让你们知道我不是放马的。王良冷哼，一只拳头猛然砸出，喷涌出一束火光。轰！忽然火光迸裂，一种极道火威瞬间爆发，朝着那2人笼罩过去。啊！救命！那2人在一瞬间被火焰缠身，立即惨叫起来。三清圣子眉头凝重，还没来得及施救，那2人就已经化成了飞灰。他还得到了火凤传承，竟然在三清圣子面前瞬间杀了2人。附近修士全都惊呼声一片，震惊的身躯颤抖。远处观战的3位圣女早已目瞪口呆，惊得合不拢嘴。交出星空古树！三清圣子面无表情，他身形一晃，竟然分身3道，皆施展杀生大术，同时朝着王良出手。好神通！王良内心惊讶不止，同时开启圣瞳，想要洞悉这种妙法的奥秘。一气化三清无上妙法。王良先前在一本古籍中了解过，那是独属于三清圣地的阵教绝学此法，可分身3道同时修炼，与人征战时也可分身3道同时对敌。这种秘法相当于一个人拥有3个人的修炼感悟，以及至少3倍的战力。一旦道成，3身合一，战力恐怖无比。砰砰砰，空间激荡，恐怖的神力朝外四散。
王良与三清圣子接连对轰了几拳，心中暗惊，四大圣地果然名不虚传，每一个圣子圣女都不可小觑。当然，除了子府圣子，三清圣子强大无比，气血冲天，完全不是子府圣子那种货色能比的。纵然王良将神龙体和神皇体的本源之力全部融于一身，可依然难以在肉身之力上占到半点便宜。三清圣子修道几百年，积累要比王良深厚，定然也修过无上炼体之法，才有了这般宛如神兵的躯体。切！王良大喝一声，体内黄血暴动，一股股寒冷与灼热的神力忽然从他体内喷发出来，化作一只只神皇飞腾在他身侧，9只火皇在他左侧腾飞，显化一片狂暴炙热的火海；9只冰皇在他右侧腾飞，显化一片幽蓝发紫的冰海。左右两边各有9只巨禽的身影，飘逸而又恐怖，像是一尊尊法身加持，挥洒着无尽的神力。与此同时，王良浑身神火喷涌，整个人金光炽盛，背后显化一片苍天，9条真龙显现，环绕在他身边，如同一尊少年帝王临世，气势恐怖无边。左手击到火威，右手击到冰威，背负青天9龙图，他竟然能将龙凤宝术修炼到如此地步，此子有大帝之姿啊！人群中无数门派之人纷纷惊叫，面色动容。他们竟然有幸能看到一尊少年大帝的崛起，此生已无遗憾。妻儿的哥哥，他怎么会是天地传人？在远处的一座山巅上，一位神色孤傲的女子双眸跃动，紧紧盯着天空中的那个身影。她正是紫阳宗3长老的亲传弟子，至尊神胎木清雅，竟然也来到了天地秘境之中。天地传人，想不到竟有这般气运。子府圣女在另一座山头上，嘴角邪魅勾起，众瞳不停闪烁，紧紧盯着王良，不知道在想什么。哟，他就是传说中的天地传人，想不到这么年轻，实力不错，长得也俊俏。哈哈，本宫主要嫁给他。远处的人群之中，一位看起来只有20来岁的绝美女子猖狂大笑，她眉梢唇角跳跃，笑盈盈凝望着天空中的王良。那黑色绸缎般的长发极为柔顺，随意地散落在身后，薄薄轻纱下的皮肤透露着珠玉般的光泽。虽然她长得绝美，论姿色丝毫不比那些圣女差，但如此狂浪的话语惹得一群人纷纷蹙眉。谁家的姑娘这么不要脸？天地传人是你想嫁就嫁的吗？附近的人听到他的话，纷纷投去鄙夷的目光。别乱说话，那可是雷族的大公主雷萧庭。这时有人提醒了一声。什么？萧庭公主？闻言，一群人大惊失色。雷萧庭在年幼之时就已经名震北原，虽然她是雷族之人，但并未觉醒雷神体，反而生来就是永恒神胎。永恒神胎那是6大神胎中排名第1的体质，具体有多强，没人见识过，就连古籍之中的记载也很稀少。不过被古人排在第1，就足以说明了实力。太古地族、雷族，他们不是远在北原东部吗？怎么会这么快就进入天地秘境？谁知道呢？也许萧庭公主碰巧来北原中部游玩，顺便就进来了呗。周围一群人纷纷议论道：姐，你可真不要脸，那天地传人看起来才18岁，人家可不一定能看得上你这个200多岁的老姑娘。萧庭身边有一位青年男子撇嘴说道：200岁怎么了？你要是再敢提老娘200岁，信不信老娘在这儿挖个坑把你埋了？萧庭扭过头，冷冷瞪了他一眼。幕护法，你们都看到了吧？我姐说要埋了我，你们回去记得告诉我爹娘。来来来，你埋。说着，那青年头一歪，就要在萧庭面前躺下来。你真以为我不敢是不是？萧庭气得美眸一瞪，彪悍地撸了撸袖子，不知从哪抽出一把金色大铲子，就真要埋了他。哎，萧塔少主，萧庭公主，你们别闹了。那名叫幕护法的中年男子头疼不已，赶紧扶起那叫萧塔的青年。随后他急忙扯开话题，这天地传人确实不凡，若是不死，就算将来不能成帝，那也必然是名震北原的大人物。公主若真能嫁给他，其实倒也不错。幕护法点头道：可他年纪太小了，我姐嫁给他，那不是老牛吃嫩草吗？萧塔依旧撇嘴，但也不敢再说他姐姐200岁的事。他被萧庭从小欺负到大，也只能嘴上损2句，真惹恼他，说不准就真把他埋在这儿了。毕竟爹娘不在这儿，没人能给他撑腰。哼，对付这种毛头小子，姐有的是办法。萧庭勾着嘴角，眸光一转，看向身后的一群人。我的小夫君虽然勇猛，可毕竟他还年幼，对手是4大圣地，想来他待会还是要逃。一会儿我们悄悄跟上去，若是遇到我的小夫君，你们就假装追杀我，然后让我的小夫君来救我，听懂了吗？幕护法。萧庭昂着精致的小脸，瞥了一眼雷族众人，淡淡道：公主尽管放心，不就是英雄救美吗？我们保证把这出戏演得漂漂亮亮。
木护法身躯一怔，赶紧回应道。接着他又对着身后的10几个人说道：你们明白吗？英雄救美就是那种小女生喜欢的剧本。公主放心，木护法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雷族的10几人纷纷点头。麻烦你们演技好一点，若是搞砸的话，我会很生气，后果你们知道的。萧庭冷冷一笑，随后又看向空中的战场。天地传人，你果然不凡，竟然还得到了真龙宝术。三清圣子盯着王良，虽然惊诧，不过依旧是一脸从容，闲庭信步，给人一种必胜的感觉。他一步迈出，就来到王良身边，3道身影同时出现，皆手托一朵金莲，朴实无华，朝着王良头顶盖下。砰！王良手臂缠绕真龙，一拳挥出，与之相抗。刹那间，3朵金莲全部炸开，狂暴的神力瞬间朝着4外爆射。王良与三清圣子皆后退数丈，重新审视对方。他们都小瞧你了，有些人甚至不屑与你交手。谁能想到呢？你这么年轻，就已经超越了那些修道几百年的人。三清圣子的眸光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凝重。他3道身影同时散发金光，无数金辉弥漫，一颗颗道种洒落山野，化作一株株巨莲直冲高天。刹那间，他身上的气息无比磅礴，头顶3花，身侧有万朵金莲护道，可保他遭遇万劫而身躯不灭。这将来绝对是一个大敌。王良心中暗存，如若在这个秘境中杀不了三清圣子，那么以后将无人能掩盖他的盖世光芒。他以天地之法重新修炼，打碎经轮，以身入道，肉身之力远超其他天骄。王良心中有一种预感，三清圣子不论肉身还是道法，都绝不比号称最强的紫府圣女弱。难道三清圣子觉得他会败吗？连3花巨顶万劫不灭功都施展了出来。瑶池圣女美眸泛彩，含着一股笑意。他不会败，这个人只是太过于稳健了。我哥曾和他交过手，连最强的杀招都能被他化解。北原年轻一代中，没人能杀得了他。九天圣女微微摇头，向来霸气的眸光中竟然罕见地泛着秋水般的涟漪。虽然是在谈论三清圣子，不过他却始终凝视着那个年轻的少年，显得极为感兴趣。他被圣地雪藏多年，一直不显，就连我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三清圣女妖媚的眸子风情流转，眸光也始终停留在王良身上。此刻天空中的战场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紫府圣子先前险些落败，重振旗鼓之后又杀了回来，而且他还号召了不少其他门派之人。本来面对三清圣子，王良就已经非常吃力，结果现在又加入了一些强者，他们都有着奇异的法器，能压制他的神力，使得他处处受限，已经快要不敌。哼，他已是强弩之末，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一起杀了他，事成之后，每人一片星空树叶。紫府圣子阴冷一笑，招呼了几百个人，全部使出全力，想要毙掉王良。而王良也确实神力不支，不停闪身后退。他不仅要杀各门各派的一群杂鱼，还要提防三清圣子对他下黑手。唉，三清圣女内心一叹，狭长的美眸中有些失望。本以为能见证一位少年大帝的崛起，没想到最终还是要半途伤运。可惜他要败了。九天圣女始终紧紧蹙着黛眉，心里有些不舒服。一群人打一个，在他看来胜之不武。这么多人合伙欺负一个18岁的少年，实在有点难看。而且他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3位圣女在此处观战，其实是为防止王良逃脱，联手在这个方向堵截。大山另一侧还有他哥哥九天圣子率人镇守，也是为了防止王良逃脱。4大圣地联手就是为了夺他的星空宝术。小家伙，你真的要败了吗？瑶池圣女的美眸也暗淡了下来。对于她来说，北原荒寂，天骄稀少，每日重复修炼实在没什么意思。好久都没出现过像王良这么有意思的人了。她很希望王良能胜，一定不要败，败就意味着死。不行，我得去救我的小夫君。公主，不可。远处萧庭有些着急，却被雷族众人拼命拦下。为了一个没成长起来的天地传人，根本不值得。雷族虽然是9大太古地族之一，但也不能硬刚北原中部的4大圣地，其中的利弊得失还是要衡量清楚的。此刻有一道身影正在悄然接近，正是穆清雅。若是有机会，他想出其不意将王良救走。救！正在这时，一道嘹亮之音传遍整个天宇。忽然间，四方天际皆有一面巨大的炉壁显现，刻画着花鸟鱼虫、山川湖海的纹路，带着一股古朴浑厚的气息，朝着所有人围聚了过来。乾坤万里化熔炉，真海焚天炼众生。王良浑身火光大盛，无数道玄焰从他体内迸射而出，弥漫着极道火威，气息迫人至极。与他交手的众人一瞬间都被装进了一尊大火炉之中。
而四方天际的炉壁还在不断收缩，要熬炼所有人。啊，这是什么？快想办法逃出去！原先围在不远处观战的人也被捐进火炉之中，四方荒山化为一片焦土，所有人无处可躲，也无处可逃。天地传人，远处瑶池圣女、三清圣女、九天圣女一瞬间都无比震惊，没想到王良出手竟然这般狠辣。先前那些对他出过手的各派修士，他连一个也不想放过，而且这种神通简直骇人至极。天地为熔炉，炼化世间万物，根本无处可躲，无处可逃，所有人都栖身在一个拥有极道火威的大火炉之中。这是大地秘法。各派修士面色惊恐，他们感觉自己的神力正在消融。三清圣子与子府圣子也同时停手了，皆施展神通，想要逃出这尊熔炉。三清圣子，你刚才不是要杀我吗？现在你跑什么？王良身化火凤，扇出2道火红艳丽的风暴，朝着三清圣子席卷而去。哼，在这秘境之中，所有人都是通玄境修为，无法抵御极道火威。等到中道之后，我必能斩了你。一尊天地熔炉又能奈我何？三清圣子脚踩金莲，徒手劈开那2道火焰风暴，四处逃窜，想要寻找出口。这是什么？这时，在远处观战的子府圣女也不能保持淡定。熔炉，从外面看，一个狂暴汹涌的火焰熔炉在逐渐收缩，神纹闪耀，蕴含着极道火威，根本没有缺口，将所有人都装了进去。什么秘法，竟然如此恐怖？谭子宁双眸之中心华流转，极为空洞，一缕缕重铜符印符现在整张玉脸上不断破茧。小夫君，趁这个机会快逃啊！萧庭大喊一声，脸上有些担心。各大圣地都有底牌，就算真的熬不过去，也有手段能破开这尊熔炉。轰！果然，萧庭话音刚落，那尊巨大的熔炉上绽放出一束一束的紫光，紧接着便轰然爆开了。一瞬间，所有人全部都被轰飞出去，有的人甚至当场就断绝了气息。高空之上，漫天星辰闪耀，子府圣子头顶上方悬着一幅璀璨的星辰图录，从空中降落，气势碾压众人。呵呵，差点被你烧死。子府圣子衣冠不整，口鼻与头发皆冒着浓浓黑烟，他忍不住了，若是再不想办法破开这尊天地熔炉，恐怕真的会被熔炼致死。阵教祖气，一些人身躯颤抖，感受着那股无上地威，躺在地上大口一血，刚才一瞬间身躯都被那漫天星辰压碎。阵教祖气，王良身躯残破，坠落在地上，浑身淌血，骨头尽碎。他气得想骂娘，没想到子府圣子竟然不讲武德，把镇教祖气带了进来。刚才他正想袭杀子府圣子的时候，子府圣子忽然祭出了一件恐怖到极点的法器。他双目通红，被烤得全身焦黑，已经快要撑不下去，催动那恐怖的法器，全力朝着王良轰了过去。幸好在一瞬间，有一根星空古树的枝条蔓延了出来，帮他抵挡住了绝大部分威势。尽管如此，他依然被轰得半死。黄血流动，演化无上圣法，王良的血肉在快速蠕动，伤势也在快速恢复，但是恢复的速度根本抵不过身上星光破坏的速度。哗！就在这时，天空突然炸响，劈下来一道璀璨无比的上苍劫光，轰在那件星辰图录上。哇！一刹那间，星辰图录竟然被劈成2半，子府圣子大口喷血，一件准地器竟然被破开2半，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那是天帝留下的无上规则，不允许有镇教祖器出现在秘境里。远处的修士大惊失色。此刻三清圣子心头庆幸，幸好他多撑了一会儿，没有拿出镇教祖器，不然的话连镇教祖器都要被天帝留下的规则毁去。子府圣子披头散发，从半空中跌落下来，身躯颤抖，大口喷血。那裂开2半的星辰图录也丧失了神性，从天穹之上坠落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惊众人。南岭天帝在太古末年成道，逆天活出3世无敌世间。他称帝3万载，寿元将近之时，踏上星空古路，再也没有回来。人族最后一位大帝至此销声匿迹，太古时代终结。太古时代距今已有10万年，10万年啊！他在10万年以前留下的一个秘境，竟然还能演化无上规则，轰的一件准地器毫无还手之力，不愧为睥睨诸天的至强者，不愧被称之为帝。昔年的绝世风采可见一斑。南岭天帝连续3世正道，斩尽世间天骄，公参造化，震古烁今，10万年岁月以来，没有人能望其项背。我楚文轩也有大帝之志，今日在此立誓，将来一定要比坚古之大帝，甚至将其超越，脚踏万道，统御诸天。九天圣子走了过来，捏紧拳头，眸光神采奕奕。三清圣子看了他一眼，
眉头微微一拧，想不到这家伙竟然有如此道心，这种人若是不死，终究能成大事。嗨嗨！子府圣子此刻突然又爬了起来，他吞下一大把丹药，伤势在急速恢复，轻轻招手，那裂成两半的星辰屠戮又绽放紫光，漂浮在他的手上。毁了！子府圣子眼眸暗淡，看着手上的星辰屠戮，内心深深一叹，子府圣地的镇教祖器就这么毁在他手里了。镇教祖器是一件准地器，4大圣地因此而立足于北原中部。如今镇教祖器已毁，子府圣地如何再与其他3大圣地平起平坐？都是因为你！子府圣子眸光阴狠，拖着1分为2的星辰屠戮，身上笼罩星光，朝着王良走了过去。现在的星辰屠戮虽然已经裂成两半，品阶下跌，但威力还是不俗，其中的地运是无法磨灭的，依然有不输于圣兵的实力。如今子府圣子手持2半星辰屠戮，若是催动的话，至少还有圣兵之威，这里谁都无法阻挡。子府圣子现在就是这里最强的人，他若是想要独吞星空古树，其他圣地唯有拿出镇教祖器才能应对。但是拿出镇教祖器有被毁去的风险，不到万不得已，肯定不能那样做。9天圣子与3清圣子对视一眼，都朝着王良走了过去，只能希望子府圣子能遵守之前的约定。妙禅、洛离、齐瑶3大圣地的圣女也都走了过来，准备平分星空古树。仙兽战法，凤凰传承，真是了不得。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子府圣子神情淡漠，裂开2半的星辰图陆悬于高天之上，紫光蒙蒙，宛如一片星空，一颗颗金色星辰浮现。王良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身形不稳，那星辰屠戮释放着无穷的压力，携带着无上地威，压得王良几乎抬不起头来。不过他傲骨铮铮，缓缓抬起头来，脸上丝毫没有惧色。北原地广人稀，灵气稀薄，自古以来无一地。他若不死，北原将要出一位大帝啊！可惜啊，可惜，我北原的气运还是不够啊！在远处围观的各派修士全部面色复杂，无奈叹气。结束了。子府圣子同样心有感慨，一个18岁的少年竟然将他逼到如此地步。不过既已结仇，将一定要将其灭杀，以绝后患。瑶池圣女默默一叹，她当着王良的面将面纱摘了下来，顿时一副完美的仙颜展露，冰清玉洁，眉目如画，美丽如梦似幻，让人不忍亵渎。周围几人全都有些讶异，不知道瑶池圣女这是做什么。身为圣子圣女，有的人也没见过她的真容，此刻不由得愣了一下。你这是做什么？王良也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没机会扯下姐姐的面纱了，所以姐姐给你看一看。她眸光如水，话音非常平静，让王良看看她的真容，不想让她留下这个遗憾。虽然他很喜欢这个少年，但是已至此，什么都无法挽回了。天地传人注定要死，这是他唯一能为王良做的事情。子府圣子皱了皱眉，这里似乎有人不想让他死。为防意外发生，他立即张手一挥，哗！天空中顿时有一颗金色大星朝着王良砸下，气势骇人至极。轰！星光洒下，烟尘漫天，然而却不见了王良的身影。一抬眼，他竟然已经无恙，立身于远处，嘴里还在嚼着一株带有神性的大药。大药入体，顿时化作一股暖流，无尽的生机散发，泛起一片圣光，修补受损的机体，血肉不断新生，连残缺的部位也都在补齐。只是片刻，王良不仅修为暴涨，一身皮肉变得晶莹无瑕，宛如透亮的神玉。不过他体内的伤势依然很严重，有些蕴含地威的星光始终留在他的身体内，不停破坏肉身，需要将其驱除出去，并且花费时间来疗养身体。眼下只能先逃了。子府圣子有着1分为2的星辰屠戮，根本不能硬刚，而他身上的伤势也不允许他再施展浩瀚的神力。有神性的大药，4大圣地之人看到王良口中嚼的大药，全部眸光一亮。大药对凡人来说可起死回生，延长寿命，对修士来说效果则要差一些，难以起到逆天的效果。然而带有神性的大药就不一样了，它本身就是逆天而活的生灵植株，即将要蜕变成有灵智的神药，对于修士效用巨大。把面纱戴上，我说了，我要亲自扯下来，到时候咱俩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再好好看你。王良看着瑶池圣女，勾着嘴角，神色轻松，露出自信而阳光的一笑，展露出一副能迷死人的少年模样。瑶池圣女愣了愣，双颊刹那间绯红，芳心在一瞬间猛颤2下，暗自心吟道：好，你要是能活下来，我就好好给你看一看。接着他果真又戴上了面纱。王良面色一诧，没想到这瑶池圣女竟然如此听话，不过眼下也不是跟他撩拨情谊的时候。随后王良又看向子府圣子，冷声道：等着，
我必杀你！”话语落下，王良脚踏真龙神通步，扭头直接遁向远空。追！子府圣子愣了一下，没想到他竟然拥有带有神性的大药，还从阵教祖气的轰杀下逃脱了，只能咬牙恨道。一瞬间，数道身影追向了王良。我的小夫君果然气运不凡，我们也追，保护我的小夫君。遇到4大圣地的人，管他什么圣子圣女，全部给我杀掉！萧庭直接带头冲出，冷声下令：“是，公主。”雷族总共10几人，顿时全部追了上去。真龙神通步是一种极为玄妙的御空身法，行云流水，非常自然，如同雷霆闪击迅猛而出，又似神龙出没，无迹可寻，给人一种道法天成的感觉。转眼间，王良似乎又来到了一个奇异的空间，这里到处都充斥着浓浓的彩色迷雾，能够阻挡人的视线。远处朦朦胧胧，山峰耸立，幽谷芬芳，宛如来到了一个人间仙境。凭借此处地势，再加上王良的身法速度，很快他就甩掉了大部分人。但是有一个紫色的窈窕身影，他却怎么也甩不掉。那个女人能看清他的行踪。王良没有时间去感知身后那人的气息，不过他已经猜到了，一定是子府圣女谭子宁。除了他的众瞳术，没有人能准确地察觉他的行踪。在一座花开遍野的山谷上方，王良停下了身形。既然甩不掉，那就想办法解决他。不多时，一双玉腿踏空而来，紫色罗裙飘飘，身姿婀娜曼妙。天地传人，想不到你年纪轻轻，本事却这么大，我倒是不舍得杀你了。这样吧，只要你乖乖交出星空宝术，我放你一条生路。子府圣女嘴角勾着幽邪的冷笑，缓缓抬步朝着王良逼近。虽然王良先前的战力有目共睹，不过他丝毫不惧。他的众瞳能看出来，王良身上的伤势非常严重，一旦与他交手，几乎必输。子宁仙子，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眼睛很漂亮？王良忽然一脸认真地问道。谭子宁忽然愣了一下，他活了200多年，从没听过这种话，一时间心里竟然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世间美女那么多，但能让我多看一眼的人少之又少，可你却让我怎么看也看不够，不仅眼睛漂亮，腿也又长又白。王良一脸深情，继续表白：“哦，喜欢吗？来摸摸看。”子府圣女撩起侧裙，展露出雪白修长的美腿，一脸邪魅地笑了笑，随后朝着王良大步走来。她看到王良正在悄悄地驱除体内的星光之力，说这些奇怪的话是想拖延时间来治疗伤势。不，子宁姐姐，你矜持一点吗？我不喜欢太主动的女孩子。王良尴尬一笑，快速后退，始终保持距离，以免被他抓到。你身为天地传人，将来成就定然不凡，我当然也愿意和你在一起，难免会主动一些。子府圣女笑盈盈地看向王良，也不急着抓他，反而很享受说这些话。无论是他自己说出来，还是王良说出来，都让他感觉很刺激，很兴奋。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像是调情一样的感觉。对啊，你不过是圣地里一个小小的圣女，将来能有什么前途？跟在我身边，以后带你踏出星空，漫步仙路。王良一边笑着调戏他，一边偷偷看向下方的山谷。下方雾霭瘴气极浓，看不清到底有什么，只是隐隐有一种浓郁的灵气波动，看起来极为祥瑞。而且下方地形复杂，如若逃下去，定然能够隐匿身形，到时找个地方藏进虚界空间，谁都找不到他。毕竟在这里跟子府圣女耗着实在太危险，再过一会儿，说不准其他人也会追来。那你可以叫我一声夫人吗？子府圣女勾着烈焰般的红唇，带着魅惑的笑意，朝着王良缓缓接近。她似乎看出了王良的心思，知道他想要逃了。子宁夫人，你乖一点，别追夫君了。你也知道，夫君受了伤，需要找个地方疗养。王良挤出一个虚假的笑脸，随后一闪身冲向下方的山谷。小夫君，你疗伤，我可以在一旁保护你啊。子府圣女邪魅一笑，随后也跟着冲了下去。砰！王良俯冲而下，离地10几丈的时候，忽然浑身酥软无力，紧接着他的神力忽然消失，身体犹如一枚石子，重重地砸在了地上。他正龇牙咧嘴，但这时子府圣女也坠落了下来，直接一屁股坐在他脸上。之后子府圣女急忙起身，众瞳之中第一次闪烁出惊慌的神色，双颊也变得异常绯红。王良也慌忙起身，尴尬地看向他，鼻尖上还残留着一股芬芳诱人的气息，使得他悄悄吞了下口水。子府圣女看见了王良吞口水的动作，不禁众瞳一颤。她不知道自己该羞还是该怒，说不上心里什么感觉。她生来孤傲，没有人敢对她撩拨情意，也没有人敢与她有身体接触。就算子府圣子那个废物喜欢她，也从来不敢表露心思，令她极为不屑。可是
面对王良，说不出是兴奋，又或是刺激，总之让他内心很期待。怎么回事？忽然，王良眸光一惊，施展圣瞳四处张望他的神力怎么消失了？而且不知为何，他感觉浑身燥热，格外疲乏。子府圣女此刻脸上的绯红也愈来愈不正常，双眸渐渐迷离了起来。她也感觉到了不对劲，看向山谷中密密麻麻的花朵，精致的琼鼻耸动，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忽然，一股异香侵入鼻腔，让她瞬间打了个颤。这莫非是太古奇花春情花？子府圣女眸光一颤，面色大变，终于意识到了什么。春情花是什么？王良此刻浑身酥软，伤势一直未痊愈，此刻又莫名其妙的浑身乏力，身体已经摇摇欲坠。然而子府圣女却咬着红唇不肯解答。春情花乃是一种催情的银花，自古以来，无论任何人或妖，但凡闻到花香，必中春花淫毒，就连大成尊者级别的强者也不能避免。中毒之后，经脉酥软，一身神力难以发挥出来，且淫毒入体，浑身燥热，必须发泄出来才能保得一命。子府圣女现在十分纠结，她的面容上泛起一片潮红，烈焰般的红唇比山谷中的花朵还要鲜艳。怎么办？春情花毒，回到圣地也许有办法能解，可是在这里，除了王良，没人能救得了他。难道真的要便宜了这小家伙吗？本来只是和他随意胡说了几句话，报应来得这么快，竟然要变成真的吗？王良支撑不住，已经坐在地上，头脑发热，口舌干燥，迷迷糊糊地撕开了自己的衣领。啊！忽然，子府圣女发出一声娇呼，低头一看，原来是王良抱住了她的腿。如果是平时的话，这种过分的举动，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一掌劈死王良。可现在，他却希望王良能更过分一些。渐渐的，子府圣女也身体发软，瘫倒在了地上，意识逐渐模糊。她能坚持到此刻已经实属不易，要不是修为较高的话，恐怕早就像王良那般神志不清了。他猜子府圣女肯定也已经恢复了意识，甚至要比他还早。王良心里慌极了，不敢去看他的眼睛，毕竟他伤势还没恢复。若是被子府圣女发现他已经清醒，说不准会被一击毙命。王良本想趁机逃走，不过却舍不得红脓倒胎的本源之力。他盯上了子府圣女的一双重瞳，开始参悟起了重瞳道则。时间缓缓流逝，王良看到他的眸中没有杀意，于是稍稍安心了些，动作放缓。看着这张精致无瑕的容颜和这双宛如星辰般的美眸，王良终于也忍不住，用力吻上了他那张粉润的嫩唇。子府圣女眸中闪过一抹异色，之后竟然羞涩地伸出一双玉臂，轻柔勾住了王良的脖颈。但同时，他双眸绽放紫光，想要洞察王良体内的秘密。趁这个机会，王良也注视着他的眼睛，在观摩他的重瞳本源。过了一会儿，终于王良瞅了个空子，看他娇弱无力地软倒在草地上，起身就跑，一边跑一边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套衣服穿上。此刻他体内春毒已经消散，神力也恢复了，直接朝着山谷外逃去。跑什么？我又不杀你！看着那个仓皇而逃的少年，子府圣女气恼地哼了一声，绝美的面庞上又恢复了往日那般悠闲与冰冷。这家伙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紫樱花香，不过北原中部有紫樱花树的地方太多了。子府圣女重瞳闪烁，思索了起来，很快他就联想到了几个有紫樱花树的地方。哼，想不到这小家伙还是造化魔胎，本圣女故意让你把重瞳本源偷了去，下次你可得好好报答我。随后子府圣女准备起身，谁知浑身酥软的她竟然险些栽倒在地。她忍不住脸颊泛红，有些幽怨地嗔怪道：这小家伙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下一次若是被我带到，定要好好的调教你一番。随后子府圣女缓缓起身，换了身衣服，踏空走出山谷。正在这时，子府圣地的人从远处寻找了过来。圣女，你没事吧？看着圣女神色有些异样，子府圣地的人担心问道。谭子宁眸光古怪，随后意味深长地说道：没什么，只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小小的血光之灾，现在已经没事了。血光之灾？子府圣地的人一脸担心。没什么。子府圣女微微摇头，嘴角悠悠上扬了起来，一丝难以言喻的恶趣悄然泛起，心里暗道：只不过是被那天地传人差点干成重伤而已。你们看见天地传人了吗？子府圣女眸光一转，声音冰冷地问道。看见了，他刚才还在这里，但是现在又不见了。子府圣地有一人开口道。还在这里？子府圣女黛眉一凝，望着四周，有些疑惑。按理说那家伙应该逃得远点才是，这里似乎有着什么古怪的法阵，我们已经在这群山之中转悠了好几圈，却始终找不到出路。子府圣地的人会报道。法阵？
子府圣女眸光一闪，施展重瞳，朝着四处观测了起来。另一边，王良在被九天圣子率领的一群人追杀。这片地狱太奇怪，逃了大半天，竟然还是在这里兜圈子。他已经获得众瞳本源，此刻双眸之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圣瞳纹路与众瞳符印，双眸在悄然发生着一种蜕变，可依然看不出到底有什么力量在操控着这里。天地传人，有种来与我一战。九天圣子声音霸道，透露着无上威严，眸中战意高昂，手持大戟对王良穷追不舍。战你个头！有本事让我先找个地方疗伤，等我内伤痊愈，看我不把你打出屎来。王良回头怒骂一声：哼，你吃了神药，伤势明明已经痊愈，说这种话分明是想逃走。九天圣子冷哼一声，举起一杆金色大戟，猛然发力，朝着王良投掷了过来。砰！一道金属般的颤音回荡不停，那杆金色大戟竟然被一道水蓝色的光芒强势击退了回去。王良抬头一看，一双丰腴修长的玉腿踏空而来，穿着一袭水纹金丝裙。她雪髻昂扬，高贵威严，双眸冰冷，直视前方，宛如一尊高高在上的女帝，气质冰冷绝尘。这竟然是紫阳宗的穆清雅！一瞬间，王良心头猛地一惊。他身怀星空宝术，又有天地传人这个名头加身，若是被人知道他是紫阳宗的人，肯定会给紫阳宗招来大祸。不过紫阳宗的弟子全部立下过道心誓言，不得向外人透露关于宗门的任何信息，只要清雅师姐不说，谁都不知道他是紫阳宗的弟子。想到这儿，王良稍稍安心了些。过来。穆清雅冷冷地吐出两个字，他的眸子并未看向王良，却始终盯着王良后方的追敌，杀意汹涌。清雅师姐。王良有些疑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难道是想护着他吗？七长老将你托付给了我师尊，让我师尊收你为亲传弟子，所以你是我的亲师弟。过来，我护着你。穆清雅的眸光第一次非常认真地放在王良身上，虽然很冷漠，但也有些感兴趣的神色，暗暗打量。多谢师姐。王良蹙眉，微微有些担心，怕清雅师姐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王良依然走了过去，站在穆清雅身后。天空中忽然变得潮湿了起来，阴云密布，一股泥土的芬芳四处溢散，要下雨了。王良很奇怪，不知为何在这天地秘境之中，无日无月，竟然有这种预感。你是谁？九天圣子接住了大戟，率先冲来，看着王良身前出现了一个陌生而强大的女子，内心震惊，不由得冷声质问：将死之人问那么多作甚？穆清雅淡淡开口，她也不急着出手，似乎是想等后面那几十个人都过来，到时一起杀掉。好，年轻一代中敢对我有杀意的人，你是第一个。九天圣子嘴角咧了起来，不由得有些兴奋。他身为霸体，本身好战，可无奈北原一带天骄稀少，没有几人是他对手。其他圣地的圣子圣女也没人愿意与他切磋，时常让他感到寂寞难耐。可现在竟然有这么一个人，狂妄无边，对他如此轻蔑，让他一时间竟然兴奋起来。圣子，他是谁？这时九天圣地的几个人以及另一些门派的人也都追了上来，感知到穆清雅气息危险，于是都惊疑不定起来。人到齐了，那就死吧。忽然哗哗声不断，一道倒水流涌现，凭空出现在穆清雅身后。他伸出一只手来，遥指前方，顿时无数道细小的水流从他身后迅猛窜出，冲向人群之中。噗！一瞬间，惨叫声此起彼伏，人群之中血流如注。那些细小的水流迅猛异常，追向那些人，各自寻敌，以雷霆之势直接贯胸而过。转瞬间，一具具尸体犹如风中落叶，相继坠落。哼，原来是羽族之人。九天圣子冷哼一声，一瞬间霸气全开，形成一个独特的场势，神力强悍，将周围的水流全部震落。他身后之人已经陨落大半。方才有些人想要遁逃，却被那些诡异的水流击毙，剩下这些人不敢再逃，只能紧紧躲在九天圣子的身后。穆清雅一句话不说，她那水纹裙摆向后飞扬，露出一双玉腿，十分修长，轻纱难挡，身姿翩翩袅袅，但面色却十分冰寒，杀意弥漫。她微微抬手，一道倒水流顿时在她手中凝聚，同时天空纷纷扬扬下起了细雨。这雨非常诡异，竟然能穿透九天圣子的霸气领域，直接落在他的身上。羽族神通向来诡异，九天圣子也知道不能任由他施展妖法，于是便挑起大戟，主动出击。他张手一招，手中大戟化作金光万道。突然间，天空中出现10万根大戟，闪烁寒光，如同针芒一般布满天空，锋锐犀利，无比慑人，霸气侧漏，直透云霄。王良能看得出来，那10万大戟并非真实的大戟，
而是由他的神力道则演变而来，跟随他的心念而动。去！九天圣子轻斥一声，顿时刷刷刷，无数根大戟全部化作金光，携带着一股不可匹敌之势，朝着穆清雅以及王良扎了过去。这股霸道的气势充斥着天地，能给人巨大的压力，让人心中恐惧，忍不住想要臣服，没有勇气对抗。一瞬间，王良像是被一座大山砸中，身子猛地一沉，他浑身剧痛，被那股威霸之势压得骨骼嘎吱作响，似乎即将断裂。这种霸气，难道就是苍天霸体的奥秘？王良内心震撼，他施展重瞳与圣瞳，喷薄神光，果然发现有一种玄奥的印记笼罩方圆万丈，形成了一种能够压制别人神力的市场。白浪翻天印。穆清雅不慌不忙，招手轻挥，身上水蓝色的神火漫天暴涨，化为无数道印涌现，狂暴的气势刹那间冲出，如同一片巨浪翻天而起。砰砰砰，金属碎裂的声音不绝于耳，10万大戟相继湮灭在浪潮中，狂暴的金色神力犹如流光一般向四外爆射，气势恐怖至极。你很不错，比子府圣子强得多。九天圣子眸光兴奋，一个挺身，宛如虎跃一扑而来，神火喷薄金光，浑身战意澎湃。他手提大戟一劈而下，绽放金色华光，气势凶猛霸道，此刻已经完全晋升至战斗状态，气势愈发恐怖。哼！穆清雅神色冰冷，没有丝毫动作，唯有身后的水流汹涌不断，空中的雨滴也愈发狂暴，宛如要倾覆苍天轰。随着九天圣子的大戟劈来，两道光芒划破长空，瞬间对撞在一起，神火迸溅，爆发出一道恐怖的能量波动。附近山峦轰然爆碎，瀑布横流，烟尘漫天。这道攻势落下，九天圣子忽然收起了大戟，他眸光闪烁，沉吟道：罢了，今日我放你们一马，这里的动静马上就会引来其他人，到时我胜之不武，你们速速逃命去吧。九天圣子说完，毫不犹豫，直接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他又回头露出爽朗一笑，道：天地传人，你可千万别死，我非常期待你的成长，将来我要与你公平一战。呵，行。王良愣了愣，随后绽放一抹灿烂的笑容，点头作答。没想到这九天圣子倒也是个有趣之人，光明磊落，不愿以多欺少。他说的没错，这里的动静马上就会引来其他人，我们先走，找个地方，我为你驱除体内的星光。穆清雅一只玉手搭在王良肩上，感知他体内的伤势之后，便提着他急速朝着远空遁去。随后二人来到一座雾霭朦胧的山谷上空，穆清雅毫不犹豫，直接带王良冲了下去。咦，这味道！卧槽！两人下降到一半，王良忽然看到了山壁上的春情花，心中顿时一跳，这座山谷怎么也有春情花？王良立刻惊叫道：清雅师姐，不要进这里，我们快上去。什么？穆清雅黛眉一皱，谨慎打量四周，并没有感知到什么危险。然而下一刻，他手中忽然乏力，顿时抓不住王良，竟然让他先掉了下去。紧接着王良重重摔到山谷中，还没等他起身，清雅师姐也笔直的坠落，下一刻竟然直接骑在他的脸上。王良摇头挣扎。啊，你别乱动。穆清雅嘤咛一声，娇躯控制不住的发抖乱颤，随后赶紧站起身。他看向王良，心中又羞又恼，这家伙竟然吻了自己的。他才不在乎什么天地传人，要不是他是青儿的哥哥，是七长老的弟子，早就一掌劈死他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他，毕竟是自己没抓住，先让他掉下去的。想到这儿，穆清雅的神色才缓和了一些。我的神力为何消失了？穆清雅打量四周，不禁黛眉拧起，以为中了什么阵法埋伏。唉，完了完了！王良心中着急暗叹，好不容易遇到个强大的师姐，能保护自己驱除体内伤势，这下坏事了。待会春毒发作，要是夺了他的身子，不知道事后会怎么样。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像云溪师尊那样的好脾气。穆清雅这个女人冷得可怕，脾气暴躁，手段也狠。待会完事以后，如果要杀她，那该怎么办？她还是自己刚认的亲师姐啊，到底怎么回事？察觉到王良的异常，穆清雅双目一寒，冷声问道：哎，这师姐你听没听过春情花？王良无奈试探着说道。春情花？穆清雅面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此刻花香入体，春毒已深，穆清雅勉强定了下心神，眸光一冷，对王良说道：师弟，你冷静点，若是你敢轻薄于我，就算你是青儿的哥哥，我也会杀了你。师姐，我很冷静啊，你放心，我绝不会轻薄你的。王良暂时没有一点异样，头脑非常清醒，于是赶紧保证道。
他上次已经中过一次毒，现在似乎身体有些抗性，效果来的没有那么快。这里的花香太浓郁，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先出了这座山谷，再想办法驱除花毒。由于神力消散，穆清雅内心也非常慌张，快速在山谷中步行寻找出路。王良也点了点头，跟在他身后，保持很远的距离，也往谷外走。好热！前面穆清雅走得越来越慢，外衣也被他在途中扔掉了，已经解开了水裙的领口，暴露出大片诱人的奶白。清雅师姐，你坚持住！王良在后面鼓励他，也不敢走过去。中了春情花毒，不能离异性太近，否则的话很容易丧失理智。前面穆清雅忽然停了下来。师姐，你怎么了？王良有些担心地问道。穆清雅缓缓回头看向王良，轻启娇唇道：我好像坚持不住了。接着他便踉踉跄跄地朝着王良走了过来，那双冰寒的眸子此刻春情四溢，犹如一只想吃人的凶妖，盯紧了王良。清雅师姐，你冷静点。王良神情一滞，吓得立刻后退2步。然而穆清雅却早已丧失了理智，身子一弓，像头母老虎一样朝着王良扑去。师姐你冷静点啊！王良吓得转身就逃。虽然他很喜欢清雅师姐，也很想和她做些什么，但毕竟他刚才有着理智的时候已经警告过王良，而且王良体内的星光还未驱除出去，身体内一直在被破坏着，神力在逸散，越来越严重。事后穆清雅若是暴怒翻脸，王良现在绝对打不过他。而且回了紫阳宗，他要是还翻脸，那可怎么办？万一他拿青儿要挟自己，那又该怎么办？不，绝对不行！忽然王良一时走神，跑得慢了几步，被穆清雅一下子扑倒在地。呲啦一声，随着他2只玉手猛地一撕，王良的上衣便一下子都爆碎了。他仰面朝天躺着，看着上面的穆清雅。平日里他看起来端庄冷傲，此刻竟如此疯狂，直接将一张从未与人看过的粉红小嘴吻了过来。咕噜咕噜。清雅师姐你冷静点。王良一连被灌了好几口琼浆玉液，依然试图想要劝阻他，不过他明显中毒已深，早已丧失理智，急需将毒素发泄出来。王良也知道那种感觉，经脉好像被无数毒已噬骨，无比的折磨。若是不发泄出来，这种毒素会毁去经脉，导致身死。可是你发泄归发泄，别给我喝呀！穆清雅很笨，动作凌乱慌张，忙活好长时间，还是没进入正题。师姐，不要怪我。王良不忍心他香消玉殒，所以只能帮他。不知过了多久，穆清雅的春毒渐渐释放了出去。王良一直很轻柔，不想伤害穆清雅，他也没有逃走，想留下来与他好好沟通，把事情解释清楚。忽然穆清雅身上忽然迸发出一股狂暴的气势，直接将王良震飞了出去。砰！王良的身躯撞在山壁上，缓缓滑落，骨头都断了几根，不由得龇牙咧嘴起来。清雅师姐，你听我解释。王良赶紧说道，之前我已经警告过你。穆清雅眸子绽放寒光，杀意弥漫，身后抱起数十道水箭，以迅雷之势攻向王良。师姐，不能怪我啊，是你先要那样的，我要是不救你，你会死的。王良委屈巴巴的解释，也顾不得穿衣服，脚踏真龙神通步，直接冲天逃窜。夺我清白，坏我道心，你该死！穆清雅捏紧拳头，根本不听王良解释。他起身之后，忍着腿间疼痛，踩着虚浮的步伐，朝着王良追杀上去。虽然肉身受创，但神力不减，几道水流如影随形，将王良逼迫得狼狈不堪。你这女人还讲不讲道理？是你先中的春情花毒，我能有什么办法？你的清白是清白，我的清白就不是清白吗？王良一边疯狂逃窜，一边发怒道。闻声，穆清雅忽然停下身形，俏脸如霜，神色冰寒，一袭水纹金丝长裙，身姿婀娜，亭亭玉立，宛如广寒仙子，清冷而又高贵。你过来，我不杀你。穆清雅淡淡开口道。不，你明明有杀意，我又不是傻子。王良翻了个白眼，不听他的话，继续向远处遁逃。你若再逃，我就真杀了你。过来。穆清雅双眸一眯，如同一尊女帝，冷声命令道。师姐，你真不杀我？王良委屈巴巴，很不情愿，不过还是选择乖乖听话，朝他慢慢接近了过去。逃，解决不了办法。师尊垂危，青儿还在紫阳宗，要是惹恼了这个师姐，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王良也有点担心。反正王良也有底牌，不会让他将自己擒住。你救我一命，我帮你疗伤，你我从此两清。过来。穆清雅虽然表面冰冷，但终究还是心软了。外面那么多人想杀他，若是不给他治伤，很大概率会陨落在此。
于是他抓着王良来到附近的一座山顶上。这是地气的道运，凭你自己很难将其驱除出去。穆清雅让王良脱了上衣，看着他胸膛以及背后的那些星光纹路，神情凝重。那些星光不停地在摧毁他的血肉，而黄血的力量则在不停修补，所以王良身上的神力始终在疯狂消耗。接着穆清雅手中光华一闪，拿出了一根巨大的黑白粗杆毛笔。师姐，这是什么？王良神色一动，十分好奇。在这黑白毛笔上竟然感受到了两种非常强大且截然相反的力量，有一种盎然的生机，还有一种浓郁的死气，二者不停转换，让人感觉非常诡异。这是我师尊的阴阳生死判，它能驱除你体内的星光，而且能够疗伤。穆清雅一边说着，一边催动阴阳生死判，在王良的身上刻画起了一种玄奥的生机符印。很快，在王良身上符印覆盖之处，一缕缕星华像是紫烟一般开始消散，同时还有一种浓郁的生机在为他滋养肉身。好舒服！王良神情放松，不由得轻呼一声。背上那种具有破坏力量的星光被驱除之后，血肉立即被修复，瞬间变得凝实璀璨，充满了力量。先前吃过的大药此刻也体现了效用，生命精气浑厚，神力也变得无比磅礴。好了，站起来，还有下面。穆清雅站起身来，淡淡道：需要脱裤子吗？王良一时间有点尴尬。闻言，穆清雅一愣，一瞬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我没有瞳术，隔着衣服看不到你身上的地蕴星光。穆清雅长长的睫毛轻颤，美眸躲闪，看向远处。那张冰冷的玉颜上竟然露出一抹隐藏很深的娇羞。那好吧。王良尴尬地挠了挠头，又褪下2件衣服。随后穆清雅蹲下身来，手持阴阳生死判，又开始描画那种玄奥的疗伤符印。对了，师姐，我先前听说有一对冰火神皇体的双胞胎姐妹出现在冰火洞，你见过那一对姐妹吗？王良忽然想起来，于是急忙问道：冰火神皇体的双胞胎姐妹，你是说薰儿和雨儿？穆清雅黛眉一皱，冰寒的美眸有些疑惑。你见到她们了？王良神情一凝，急问道：我没见到她们，不过冰火神皇体的双胞胎姐妹世所罕见，只能是她们2个。那2个丫头肯定是为了找神药救7长老，所以才进入天地秘境的。穆清雅眸中隐隐有些担心。那师姐呢？你是怎么进入这里的？王良好奇地问了一句。师尊让我进来寻找神药救7长老，所以我便来了。穆清雅面无表情回答道。原来如此。王良微微点头。那你呢？也是为了救7长老？对了，你怎么会变成天地传人？还有，星空古树是否真的被你所得？穆清雅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这些事情等回了宗门我再解释给你听，眼下要先找到薰儿和雨儿，我怕他们有危险。王良说道。穆清雅一边点头，一边用阴阳生死判为王良描画着疗伤符印。符印入体，清清凉凉。忽然，王良感觉自己被一根毛笔逗弄着。他低头一看，发现清雅师姐正蹙着黛眉，满脸的好奇，还带有一丝丝羞涩，拿着毛笔轻轻扫动着。王良看着他，一时间不禁吃住了。那凛然冷艳的双眸，霜寒如雪的玉颜，饱满润泽的朱唇，以及那绝妙的神情，他竟鬼使神差地说了句：师姐，你好美。闻言，穆清雅美眸一颤，不知为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砰砰直跳，如同小鹿乱撞。师姐，其实我从第一次见你就很喜欢你，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要不我们结为道侣吧，往后余生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好好守护你。王良看他一脸娇羞，感觉自己有机会，于是趁热打铁表白道：我一心修道，从未想过那种事，你不要再说了。穆清雅迟疑了一下，摇头拒绝，随后脸色也冷了下来。随后他一直板着脸，也不再逗弄调戏王良，专心为他疗伤。山顶地势平坦，几乎没有遮掩，很容易被御空飞行的人发现。穆清雅刚为王良疗了伤，两人都正想和对方聊聊天，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天地传人在这里，快去喊子府圣子过来。一些门派之人发现了王良，纷纷大喊大叫，招呼更多人过来。很快就有100多人围住了山顶。师姐，我伤势已经恢复，接下来不用你护着我了，他们的目标是我，你跟在我身边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王良凝声道：无妨，我不惧他们。穆清雅淡淡开口，轻蔑地扫视了一眼周围的各派修士。不，我来牵制他们就够了。清雅师姐，我想拜托你去寻找薰儿和雨儿2位小师姐，我太显眼了，就算找到了他们也保护不了他们。王良看向穆清雅，开口请求道：好吧。
那你小心。穆清雅迟疑了一下，随后微微点头，直接迈步离开。在不远处，他回眸看了一眼王良，竟然显露出一种浓浓的不舍。不过没办法，因为薰儿和允儿可能会有危险，他最终还是快步离开了。由于他身上的气势极为恐怖，所以这里也没有人敢出头拦他。哼哼。穆清雅一走，王良顿时感觉轻松不少，这里没人认识他，他可以继续做那个猖狂嚣张的天地传人。他伤势恢复，神力暴涨一大截，已经隐隐快要突破至种道领域，正好可以拿这些人来练练手。一群猫捞也敢拦我？王良一步踏空，长发飘扬，青山飒飒，神火喷发3丈，气势狂傲无边。9条真龙环绕青天，一股恐怖的极道气息从他体内不断喷发出来，化作18尊巨大的冰火黄鸟，在他左右两侧盘旋。子府圣子还没到，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快逃！四周一群修士吓得够呛，没有圣地高手携带秘器在这里，他们根本无法阻拦王良。转眼间，四周的人逃得一干二净，丝毫没有敢与他相抗的勇气。哼，逃得这么快！王良无趣地从高天之上走下来，重新回到山顶，望了望四周，不由得有些惆怅。唉，这秘境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去？王良有些担心。师尊性命垂危，只有2个月可活，时间紧迫，迫在眉睫。眼下进入天地秘境大概已经快1个月了，他必须在1个月内离开这个鬼地方。此刻有7、8个被王良吓跑的修士全部矗立在不远处的半空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表情各异，身躯一动也不能动，宛如刹那间被封禁在了半空中，一眼看去非常诡异。在他们身前还有一伙人，领头的是一个天香国色的女子，正是雷族大公主雷萧庭。怎么了？你们跑什么？雷萧庭看着眼前一个男子，黛眉一挑，感兴趣地问道。我……那男子面色一喜，发现自己竟然能动了，但仅仅是喉咙能动，只能让他说话，并不能逃离此地。萧庭公主饶命啊，我们从来没有得罪过你们雷族啊！那男子赶紧哭喊着求饶，希望雷萧庭能放他们离开，同时心中震惊无比。永恒神胎竟然如此恐怖，究竟是什么妖法，竟然能将一群人封禁在半空中一动不动，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再问你一遍，你们刚才跑什么？萧庭淡淡道。天地传人要杀我们，所以我们要逃跑。那男子赶紧回答道。哦，他在哪？萧庭忽然眸光一亮，就在后面那座山顶上。那男子急忙回答道。太好了，终于找到他了。萧庭瞬间高兴起来。雷族！正在这时，子府圣子率领一大群人从远处赶来，他手持2瓣星辰屠戮，正打算去找天地传人，没想到却正好碰到雷族之人，并且他们还抓了几个依附于子府圣地的门派长老。子府圣子，救我们啊！那被封禁在半空中的男子大喊大叫起来。放了他们！子府圣子看向雷族之人，直接冷声道。哼，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命令我？萧庭丝毫不给面子，玉手横切，扫出一道璀璨雷光，瞬间7人的头颅全部被斩去，尸体上的疤痕连血液都未喷出，只冒着浓浓的黑烟，随后坠下半空。你！子府圣子心中怒极，却不敢发作。雷萧庭是现任雷族族长的大女儿，她成名已久，在很早以前就打遍铜镜无敌手，名震北原大地。而且雷族为太古9大地族之一，底蕴深厚，强者众多，与他发生冲突，百害而无一利。圣子！子府圣地之人眸光一闪，全部示意子府圣子暂时隐忍，吞下这口恶气。而跟随子府圣子的另一些门派之人则都眉头紧蹙，刚才雷萧庭的手段让他们心中非常忌惮。哼！子府圣子冷哼一声，不予理会，随后带人从一旁经过。他虽然不想惹雷族之人，但也不会怕他们，毕竟他手中有着星辰屠戮，尽管列为2瓣，但地威仍在。在这秘境之中，他就是无敌的存在。等等，我让你们走了吗？雷萧庭忽然出声，从容漫步，挡在子府圣子一群人面前，竟然想挑起事端。雷萧庭，你别太过分！子府圣子眸光一沉，话音冷到极点。切，过分又怎么样？别人怕你的星辰屠戮，我可不怕。雷萧庭冷笑一声，随手照出一把金色大铲，上面呲啦啦冒着璀璨的金色电光。金雷铲！见此，子府圣地之人全部神情凝重。现在星辰屠戮已毁，虽然还是比圣兵厉害，但却厉害不到哪去。金雷铲是一件太古时期的先贤圣兵，绝对能在短时间内牵制住裂开的星辰屠戮，到时雷萧庭就能够斩杀子府圣子，难怪他敢如此猖狂。子府圣子也知道他绝不是雷萧庭的对手。就在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俊俏少年从他们身边缓缓飞过。
王良挠了挠头，盯着这两伙人，目光有些惊讶。我勒个操！竟然有人敢和子府圣子干架！要知道，他拿着2半的星辰屠戮，就连王良也得暂避锋芒。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体质永恒神胎，永恒神胎，排名第1的神胎。王良瞪大眼睛看着那名扛着一把金铲铲的女子，她美眸很大，灵性十足，一头长长的乌发随意散落在翘翘的屁股后面，精致的玉颜完美而无瑕，但总归是带着一点浪荡不羁的神情。小夫君，雷萧庭也看到了王良，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直接愣住了。天地传人，子府圣子也愣了一下，一群人竟然眼睁睁看着王良从一旁慢悠悠地飞了过去。追！子府圣子反应过来，顿时暴喝一声，立刻率领众人朝着王良冲去。小夫君别怕，我来保护你！雷萧庭大喊一声，也急忙追了过去。姐，你矜持一点啊！公主，少主说的对啊！后方，萧塔以及木护法率领10几个雷族之人，顿时也追了上去。这2帮人不是要打架吗？怎么都冲我来了？都觉得我好欺负吗？王良一回头，看向那些人，全部朝着自己来了，不由得冷哼一声：这么多人想杀我，要不给你们玩个变态的？王良眸光一转，嘿嘿冷笑了起来。前方那座山谷，就是他和子府圣女发生关系的那座山谷。要是把这群人全部引进去，很难想象会发生怎样有趣的事情。反正他已经进去过2次，对那里的春情花毒已经有些免疫。王良说干就干，快速接近了那座山谷，随后在谷口一跃而下。哼，我看你往哪逃！所有人都下去，把他堵在山谷里。子府圣子冷笑一声，一群人来到那座山谷上方，毫不犹豫，纷纷跳了下去。果不其然，在半空之中，这些人就神力消散，直接掉了下去。看到他们掉下来，王良趁着神力没有消散，直接踏空又回到山谷上方。结！王良露出一脸坏笑，施展重瞳与圣瞳，趴在谷口，想要看看里面即将会发生什么。咦，我的小夫君怎么又上来了？他莫非甩掉了那群人？离得老远，萧庭又看见王良，顿时眸光一喜，赶紧回头对木护法说道：机会来了，你们假装追杀我，然后让我的小夫君来救我，最好把我们逼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公主放心，属下一定全力以赴。木护法顿时回应道：好。萧庭勾着红唇，坏坏一笑。王良的眸子混混沌沌，不仅可以推演先机，预测吉凶，还可以勘破虚妄，洞悉本质。众瞳已经和圣瞳融合在了一起，自从得到了众瞳本源，这双眸子就在不停蜕变。然而，王良觉得他这双眸子还没有蜕变完成，有很强的力量还没有挖掘出来。山谷下雾障重重，不过根本无法遮挡住王良的视线。正当他想看看谷中的情况，一道娇美柔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公子，救我！王良一扭头，便看到一个迈着雪白大长腿的旷世仙女从远处跑了过来。公子救我！雷萧庭声色妩媚，扭动腰肢，白皙的小手捂在饱满的胸前，一颠一颠地朝着王良缓缓跑来。后方，雷族之人全部蒙着黑色面纱，显得极为神秘。他们一个个气势狂暴，手中皆雷光万丈，联手施展族中秘术，招引无数道紫色粗雷，一齐朝着萧庭的头顶劈落。也不怪他们出手如此狠辣，要是演技不够逼真，把这事儿搞砸了，公主肯定饶不了他们。玩得这么狠，你们想劈死老娘啊？萧庭回眸一看，顿时吓了一跳，暗骂一声，顾不得形象，立刻抱头鼠窜，朝着王良冲去。救命啊！公子！无数粗雷砸下，萧庭一边逃窜，一边大喊，朝着王良急速冲去。看着一个女子朝他冲来，王良皱了皱眉，微微后退2步。不过他现在伤势恢复，也不担心有诈，所以便没有避开。本来王良不愿意招惹麻烦，只想尽快寻找出口离开这里。可是眼前这个女子是永恒神胎，这种体质有史以来都没出现过几次，甚至在古籍之中都没有相关记载。王良十分好奇，不知永恒神胎究竟有什么特殊，为何能在6大神胎中排名第1，所以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能了解一下他的体质本源。公子救我，有坏人在追杀我。萧庭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直接跑过来，娇娇柔柔地伏在王良身上，眸光中泛着秋水般的涟漪，楚楚可怜地凝视他。王良怔住了，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女孩子真的好美好美，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挺翘的琼鼻，鲜艳的红唇，娇躯温软，散发清香，一张玉颜上有3分娇柔，3分妩媚。柔顺的秀发随风而舞，有些发丝被风吹在王良脸上，让王良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好美的女孩子！女孩子，你说我是女孩子？萧庭一听，瞳孔地震，
直接沦陷了。她早在100多年前就想嫁人了，可惜北元东部的年轻一代根本没人能配得上她。此番她来北元中部，就是想看看4大圣地里有没有什么绝世天骄，顺便寻找自己的如意郎君。谁知天地传人横空出世，那模样清秀、气质干净的少年，超绝的实力、恐怖的修炼天赋，一瞬间就俘获了他的芳心。但他并不是无脑的人，喜欢天地传人，只是因为他是天地传人。可现在，他竟然叫自己女孩子，自己马上奔300的人了，在他眼中，自己竟然还是个女孩子，这谁能不心动啊？现在，他喜欢的是王良这个人，而并非什么天地传人。老娘这辈子说什么也赖定你了，只有你把我当女孩子。萧婷暗暗想着，眸泛春水，娇躯都快融进了王良怀里。雷族之人也很懂眼色，看见两人相拥在一起，一时间也不敢有什么异动。姑娘，你说的坏人。王良目光看向后方，那些蒙着黑色面纱的人顿时洞悉了他们的面孔。先前这姑娘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吗？怎么现在变成坏人了？难道是决裂了？他们为什么追杀你？王良疑惑地问道。他们见我貌美，所以想欺负我。公子，你快带我逃吧。萧婷胡编乱造了一个理由，赖在王良身上，不见丝毫慌张，只是露出一副娇美柔弱的模样。那我帮你杀了他们。王良试探着问道。此刻他察觉到了不对，那群人站在原地干嘛呢？既然想欺负这个姑娘，为什么不过来？如果他们惧怕天地传人，那为什么又不逃呢？眼巴巴在那看着是什么意思？不，公子，他们很厉害的，我们快逃吧，逃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萧婷一把抓住王良的手，说话间占据了主动，直接拉着王良就朝着远处飞奔。好快的速度！王良心中暗惊，被他拉着，身形风驰电掣，犹如雷光刃影，瞬间出现在百里之外。公子，我们到那座山谷里面躲一躲吧。萧婷指着下方有一座幽深的山谷，面色欣喜，想拉着王良进去培养一下感情，单独说点情话。不行，那山谷不能进去。王良直接摇了摇头，那座山谷正是他和清雅师姐发生关系的山谷，里面也有春情花。眼前这姑娘眸中真情流露，对他没有恶意，也没有追杀过他，所以王良也不想故意去伤害他。为什么？萧婷软绵绵地靠在王良身上，搂着他的腰，一双清澈如琉璃般的眼睛水汪汪地注视着他。那座山谷里有一种奇花，名为春情花，能让人淫性大发，若不释放春毒，经脉会被熔断，所以我们不能进去。王良如实解释道。春情花。闻言，萧婷眸光闪烁起来。他自幼生活在雷族之中，观阅过不少古籍秘典，当然知道这种太古奇花的作用。春情花，没想到这天地传人如此正直，不藏坏心思，竟然直接说了出来。远处，萧塔和木护法等人悄悄跟踪了过来，偷听着两人的谈话。我姐不会强迫天地传人进山谷，然后把他给那个了吧？毕竟他想，来人已经想了100多年了。萧塔面色古怪，忽然说了一句：不能吧，公主虽然平日里说言行大胆了些，但也不是真的放荡不羁。木护法此刻皱紧眉头，生怕出点什么事。要是公主的贞操真的给了一个18岁的毛头小子，回去可怎么跟族长交代？快看，我姐抱着天地传人跳下去了。忽然，萧塔惊叫一声：公主！哎呀！木护法眸光颤抖，狠狠捏了捏拳头，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姑娘，你这是做什么？王良瞪大眼睛，满脸疑惑。这姑娘都告诉他山谷里面有毒花，他竟然还是抱着自己直接跳下了山谷。公子救了我，我又没法报答，只能以身相许。萧婷紧紧抱着王良，二人从山谷上方坠落，亮丽的黑发如同飞瀑一般飘洒下来，明眸清澈透亮，粉腮微微泛红，嫩唇红如樱桃，一张俏脸如花似玉。他想清楚了，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天地传人身怀星空宝术，将来潜力巨大，就算不能成帝，也必然能够成圣。这种人无论哪个圣地或世家都是想要拉拢的目标，何况他真的很喜欢王良。发生关系后，他就是天地传人的夫人，大不了事后坦白，邀请他入雷族当女婿。这以身相许，还真有这种好事。王良愣了愣，不过很快他就否定了这种想法。一路上稀里糊涂的，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等会下去看看这女人到底在耍什么花招。很快二人坠入谷底，王良也装作神力尽失的样子。令他意外的是，这女子竟然说到做到，二话不说，真的要以身相许。萧婷黛眉一挑，媚眼如丝，褪去了外衣，摇曳着丰腴的身子，直接朝着王良拥吻过来。她口中芬芳，满是香甜的味道，让王良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拒绝。一个漂亮仙女这么主动，傻逼才会拒绝。接受，可总感觉这事儿怪怪的，肯定不对劲啊。萧婷越来越主动，逐渐陷入疯狂。她早在100年前就已经想嫁人了，苦男人久矣。好不容易有一个少男在她面前，还是她心仪之人，于是便直接忍不住了，直接将王良扑倒在的。此时雷族之人都在山谷上方观望，不过谷中浓雾暗障，没有瞳术之人根本无法看清什么。2个时辰后，王良抱着双腿委屈巴巴坐在一块巨石上。别担心，我会对你负责的。雷萧婷唇角上扬，妩媚曼妙，经过风浪的打击，人就会显得有些成熟。她坐在王良身边，拿出一把羊角梳，优雅地整理着乌黑的长发。这些都是你早就设计好的？王良忽然抬眸问道。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只是把你推下了山谷而已。只不过有些事情都是命运安排好的，你注定是我的小夫君。萧婷露出一个撩人的媚笑，催促道。快穿衣服吧，待会我带你去见我们雷族的人。王良一边穿衣服一边想不通，他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这个女人说是9大地族之一雷族公主，还说要当自己夫人护着自己，可是先前被他玩弄那么久，还留下了2个屈辱的牙印，他还不准自己把那2个印记消除，说是要一直留着。关键是王良发现自己好像打不过他，连幻影金龙诀都没机会施展。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让人定格在一刹那的时间里，然后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难道这就是永恒神胎的奥秘吗？刹那即是永恒。咦，他们出来了。忽然雷族中有人叫了一声。闻声，木护法从打坐中睁开了眼睛，急冲而来。先前他们等了好久，不见2人上来，心里都很着急，生怕他们有什么危险。姐，你这回去跟爹娘怎么说？萧塔皱眉，发现了姐姐的气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然也明白山谷下发生了什么。于是他直接将萧婷拉到了一边，小声质问起来。木护法上下打量了王良一眼，随后也凑了过去，打算先听听公主怎么说。还能怎么说？我们2个误入青花谷，他夺了我的清白，我要嫁给他，这很合理吧？萧婷撅着红唇哼了一声。姐，你可真不要脸，我们都看见了，是你强行把人家给推下去的。萧塔摇头暗叹，自己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姐姐啊？你懂什么？当时谷口风很大，将那花毒吹了上来，我俩中了毒，自然就掉下去了。再说了，他一个男孩子故意拉我到青花谷，不就是在勾引我吗？怎么能是我推了他呢？萧婷白了一眼萧塔，随后红着脸解释道。公主，事已至此，你打算怎么办？木护法懒得听他狡辩，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我都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是我的小夫君，也是我雷族的女婿。萧婷转身看了眼王良，眸中隐含笑意。可他是天地传人，身怀星空宝术，杀了那么多门派的人，4大圣地以及北原各派都不会放过他的。除了秘境，北原中部根本没有他的容身之地。难道公主要把他带去雷族吗？木护法问道。4大圣地有什么了不起？谁想杀他，就是与我为敌。天地传人，我保定了。萧婷话音决绝，丝毫不容置疑。见此，木护法微微点头，也不再多说什么。至于他，若想跟我去雷族，那自然最好；若是不想去，那便由着他。我都不怕4大圣地，我的夫君当然也不怕。萧婷又看向王良，眸中情意绵绵，充满了自信。小夫君，我来给你介绍，这个是我亲弟弟雷萧塔。弟弟你好。王良尴尬的点头。这个是我雷族实力最弱的护法木护法。闻言，木护法顿时翻了个白眼。在雷族护法里面，他虽然实力最弱，可毕竟是刚被提拔上来的护法，年纪虽然不大，但是潜力巨大。木护法。王良恭敬的抱拳。还有那个。萧塔拉着王良介绍了一大圈。王良一直点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看见年龄小的就点头示意，看见年龄大的就抱拳以示尊敬。接下来王良也跟着他们一起前行，路上抓了几个人，打听到了一个消息，子府圣女手段通天，竟然找到了这个诡异地方的出口。于是王良与雷族之人便都赶了过去，打算离开这里。得知了出口位置后，王良倒不急着出去了。三清圣子一直都没露面，想必就是在出口等着他。对于三清圣子，王良心里还是比较忌惮的，跟他交战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自己的神力消散的特别快，像是被他吞噬了一样。这就不得不让王良想到了排名第6的神胎体质吞天魔胎。王良想先支走萧婷等人，让他们先离开这里，随后自己就能悄悄进入虚界空间，等突破至种道领域之后再出来。你是不是快要突破了？萧婷也察觉到王良的神火格外旺盛，已经达到了通玄境的极限，
即将突破至种道境。萧庭，你们先离开吧，我想在这里突破修为。王良开口道，他想进入虚界空间，好好修炼上几天，突破修为，把自己跟别人的差距拉大。可是身边总是有人在看着他，使得他一直没机会进入虚界空间。跟你说了几遍，以后要叫我夫人。萧庭走过来，伸出一只坏手捏了捏王良。萧庭夫人，你带着雷族之人先离开吧，我突破后就去找你们。王良拍开他的坏手，开口道，你知道什么是种道境吗？萧庭忽然问道。不知道。王良一愣，立即摇头。我陪你在这里突破，顺便还能教导你。你一个人我不放心。萧庭话音很平静，同时示意雷族之人在附近检查一下。王良也知道这女人有点强势，说出的话几乎不会改变，所以只能由着她。萧庭原本是入道境5重天的高手，指点王良突破，传授一下心得，对他来说很简单。在一座平坦的山顶上，整整2天时间，萧庭都在悉心教导自己的小夫君。昨天还能照出异象，今天怎么就照不出了？萧庭竖眉冷眼，严厉地盯着王良。和王良确认关系之后，他也懒得再装淑女，彪悍的本性直接暴露了出来。看王良不顺眼，就想揍他，即使他是自己心爱的小夫君。王良无语了。他先前很随意的就能使出种道境的天地异象，被萧庭夫人教导了1天，反倒是施展不出来了。种道修士无法再以枯坐苦修的方式来提升修为，你必须要种下自己的道种，精研自身的道法，才能种道成功，拥有真正的种道领域异象。异象其实是因为种道修士掌控了一丝天地之力，并且与自身道法发生了感应。只要心与天地相通，你的道法就能自生异象。萧庭身姿轻盈，如雷似电，冲天而起，他要为王良展示他的种道异象。刹那间，无数道璀璨的金色雷霆笼罩在他身边，无比猛烈，像是天宫降下的雷罚，要摧毁这片天地。一道道金色闪电划破长空，将天穹撕裂。萧庭如同一尊女雷帝漫步高天，他随意的一指，10方闪电落下，使得山谷崩塌，大地开裂，景象非常吓人，勾动天地之力。王良蹙眉，似有所悟。哗！萧庭随手一挥，高天之上出现数十道惊雷，宛如天劫降临，全部朝着王良迎头劈下。好像有点明白了。王良举拳，神火冒出3丈，打出一击龙拳，直接破碎惊雷。他伸出一只手，神火跳跃，逐渐化成一条真龙，腾飞在他的手掌中。随后那条真龙飞了出去，带着王良的心神在这天地之间遨游。忽然王良闭上眼睛，隐约间他看到了一条真龙从无尽的海域里腾出，溅起万丈波涛，龙威浩荡，气势凌厉。他撞倒仙山，又击穿大海，遨游天地，横闯8方。先是惊涛拍浪3万里，又扶摇直上9重天，使得天地都为之一颤。王良观察着他的活动轨迹，模仿着他的神通，仿佛自身也化成了一条真龙，以真龙宝术种道。雷族之人全部看着王良，内心诧异，造化魔胎果然不同寻常。是啊，但是我很好奇，他从哪学来的真龙宝术？萧塔和木护法2人凑在一起，悄悄议论起来。哦！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嘹亮的龙吟响彻整片天地。王良身上的龙骨符文璀璨发光，爆发出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心通天地，异象自生，真龙游青天，法存天地间。王良闭目感悟，同时体内的2种黄血也在奔腾，散发出2种不同的力量。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良突然睁开眼睛，爆射2束神光，神火跳跃，化作万道龙气，显化一片苍天。他缓缓升空，9条真龙盘旋身边，18尊黄鸟环绕2侧，如同护佑着一尊帝王在出行，威势浩荡，给人一种极度压迫的感觉。种道1重天，王良露出一笑，终于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真龙宝术种道，神力浩瀚如海，冰火化为黄鸟，只为护道而生。此子有大帝之姿。木护法赞叹不已，此等天资在我雷族中也是上乘，他确实配得上我姐。萧塔也眸光闪烁，给予了很大的肯定。看到王良突破，萧庭自然也很开心。他从高天上快步走下来，对萧塔等人说道：萧塔，你们先去别处待一会，我有事要和你姐夫说。哦。萧塔轻轻点头，也没在意，直接往远处走。这时萧庭又补充了句：没2个时辰别回来。啥？2个时辰？你们到底要说啥？需要这么久？一听这话，萧塔立刻回过头，瞪大眼睛质问道：别管那么多，快滚！萧庭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推走他。少主，我们走吧，他们2口子的事儿由着他去吧。木护法摇头叹了一声，心里在想，萧庭公主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待雷族众人走远，
萧婷直接扑过来，按倒了王良。你是有话想说，还是想缩？王良面色古怪，拧着眉头，盯着她精美的容颜，同时抚摸她的秀发。当然是有话想说。18岁的种道境，你修炼速度好快啊！而且我听说，你进这秘境的时候，才只是通玄境一重天，1个月的时间，你就突破了一个大境界。这世间哪有修炼速度这么快的人？萧婷美眸弯弯，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对着王良亲吻了一下，喜欢的不得了。这样下去，北原可能真的要出一尊大帝了。到时他萧婷就是帝后。萧婷夫人，你别压着我了，我已经突破，咱们离开这里吧。王良推了推他，哼，我把人都支走了，你还装什么正人君子？萧婷白了他一眼，那我有个要求，这次你不能禁锢我。王良也兴奋起来，立即抱紧了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好，让你发挥发挥，别让我失望哦，小夫君。萧婷露出撩人的一笑，轻轻点头。闻言，王良立刻翻身把她抱起。夫人，你好美啊！王良喃喃轻语，直接吻上她的唇。毕竟是自己的夫人，王良自然有分寸，不会太摧残她。再说了，一会儿要是被雷族众人看出他的异样，那就太尴尬了。不到1个时辰，王良便和萧婷都穿戴好了衣服，出去寻找雷族众人，让你发挥发挥，有你这么发挥的吗？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哼！萧婷拿出一面铜镜，看到自己的脸上的潮红一直退不下去，于是嗔怪道：萧婷夫人，你要是想让我温柔一点，那就下次不许咬我。王良嘿嘿一笑，搂住她纤细的蛮腰。哼，那可不行。萧婷娇嗔着白了王良一眼，直接拒绝。很快，两人便在距离出口不远处的地方找到了雷族众人。姐，你们这么快就完事儿了？萧塔面色古怪，打量着两人。关你咩事？萧婷瞪了他一眼，随后看向木护法，问道：出口那边什么情况？三清圣子和子府圣子，还有各门各派的上千名修士，都想在此截杀天地传人。另外，瑶池圣女齐瑶、九天圣女洛离、三清圣女妙禅也都在此处。只不过，他们对外宣称放弃星空古树，只观战，不参与围杀天地传人。木护法臣深会报道：我们走，去会会他们。萧婷丝毫不惧，拉着王良带头，雷族10几人顿时跟上。王良来到一片极为光亮的地方，天上似乎被人破开了一个大洞，露出了一抹天光，驱散了此处迷雾。子府圣女真不简单。木护法看着那道天空中的裂口，不由得点头暗叹：天地传人来了。看到王良，各门各派的人顿时嘈杂声一片。有些人已经后悔了，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没有任何挽回的办法。得罪了一位天地传人，将来肯定是后患无穷，只有不死不休的局面，根本不能和解。而且王良杀了他们太多同门，此仇必然要报，不然回去怎么面对宗门？被一个18岁的孩子杀了无数个宗门的长老，说出去要被天下人耻笑。抓住他之后，我要将他抽筋拔骨，将星空宝术从他体内活生生抽出来。子府圣子恨到了极点，面色阴冷吓人。王良竟然将他引进了一座秦花谷内，害得他只能找男人走后门来发泄春毒。为了避免被人知道他的糗事，那些入谷之人全都被他杀了。他来了。瑶池圣女美眸一颤，眼底似乎有一泓秋水般湿润。三清圣女与九天圣女也都对视了一眼，美眸一眨，极为期待。他们留在这里只为了观战，放弃星空古树，不打算再对天地传人出手。几番追杀下来，天地传人没有死，反而愈来愈强。这让他们意识到，天地传人气运逆天，继续与他作对，可能会惹下滔天的因果。而三清圣子和子府圣子则是已经没有退路，与天地传人必须是不死不休的局面。轰隆隆，高天之上，狂暴的雷声响起。萧婷一步踏出，浑身神火化作一道道金色的波浪，朝着四方蔓延。一把金色大铲在高天熠熠生辉，爆射出无数道金色闪电，充斥着四方天地雷族。你们什么意思？难道想与我北原中不各派为敌吗？子府圣子暴怒。雷族虽然强大，但毕竟是北原东部的地族，如何敢在北原中不嚣张？列为两半的星辰屠戮化为2道紫芒，瞬间冲上高天。忽然间，一颗颗大星显现，星华闪烁，雾蒙蒙的虚空气息涌动不止。天地传人，是我夫君，谁敢杀他，就是与我为敌。萧婷面色霸气，脚踏金色雷霆，缓缓向前迈步，淡漠的眸子睥睨众人。狂妄！今日我就让你们双双陨落在此。子府圣子拳头捏紧，直接催动星辰屠戮，无数大星光芒万丈，浓郁的地威散落下来，让雷族之人与王良都感受到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压制力。一个最弱的圣子也敢在我面前张狂，若非你有镇教祖器，
我反手就能杀你。王良不屑地冷哼一声，他双手托天，一道道流火凝结，化成一轮璀璨大日，气息恐怖，直接朝着子府圣子抛了过去。动手！三清圣子眸若星辰，脱俗俊逸，负手立在高天之上，此刻终于发话了。一瞬间，各种神华冲天而起，各门各派早就蠢蠢欲动，此刻直接祭出各自的法器，璀璨的光芒四散，顿时照亮了这片天地。同时，一朵朵金莲飘摇生长，很快便遍布山野，直冲高天。三清圣子身形闪烁，化作一道金色流光，极为迅猛地朝着王良冲去。姐夫，我来！王良还未出手，萧塔便以雷霆一击将三清圣子逼退了回去。他浑身爆发紫色雷霆，气息恐怖，天空中浓云密布，宛若天劫降临。雷神铁！三清圣子眸中闪过一抹惊喜，嘴角也在这一刻冷冷地勾了起来。王良环顾四周，帮助木护法抵挡着四周各派修士，他们人数众多，且都有法器。雷族在这短短片刻便已经被杀掉5人。啾啾啾！王良右手一挥，9只巨大的冰皇煞那间冲出，血翼翻飞，一只一只朝着人群冲杀了过去。砰砰砰！连续9只冰皇炸开，爆出漫天冰雾，冻得人脊骨发凉，连神力都运转不畅。一些人在刹那间变成了一堆冰粉，剩下的人则一脸惊惧，纷纷后退，眉宇间透露出无比的凝重。天地传人，他突破到了种道领域，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修炼速度？到了此刻，所有人都不禁心中惧怕。他们大部分人都只是通玄境一重天，而王良却直接领先了一个大境界。他现在的战力，在明面上来说，已经超越了这秘境里的所有人。这个毛头小子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三清圣女妙禅喃喃一声。他初见王良之时，对方只是一个通玄境的毛头小子，心性稚嫩。看见他的时候，愣了好大一会儿。可谁能想到，在这秘境之中，短短1个月，他竟然小鲤鱼化大金龙，碾压了所有人。他才不是什么毛头小子，他绝对是一尊少年大帝。瑶池圣女齐瑶眼睛里闪烁亮光，目光紧紧放在王良身上。怪不得我哥说不要与他为敌。9天圣女洛里美眸发颤，内心也无比震惊。哼！王良踏空而立，浑身气势外放，压得所有人都不禁纷纷低头。你们之中，有些人是被圣地所迫，有些人是想找我寻仇，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些。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并非嗜好杀戮之人。之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不想死的都给我赶紧滚！王良话语平淡，但声音却如雷贯耳，勾动天地之威，震得人心肝欲裂。一瞬间，不少人惊慌不堪，朝着后方的出口奔逃而去。另一边，星辰屠戮压制着一把金色大铲，然而子府圣子却被萧庭打得撞在山崖上，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见此一幕，更多的人纷纷遁逃。他们本就依仗着子府圣子的星辰屠戮，才敢在这里堵截天地传人，妄想得到一丝好处，回去跟宗门有个交代。谁能想到，雷族之人竟然站在了天地传人一边，还吊打了子府圣子。眼见大势已去，三清圣子脸上阴晴不定，竟然想要逃离。不过王良当然想杀了他，联手萧庭夫人一块朝着他追了过去。不过三清圣子实力强悍，有万朵金莲拦路，不仅救下子府圣子，还混入人流之中，朝着出口逃了出去。可惜被他逃了。萧庭微微蹙眉，面对三清圣子，他隐隐有种危险的感觉，只可惜没能将他杀死。此刻所有人都逃离了出去，3位圣女观战完毕，此刻也准备离开。不过王良却堵在出口，将他们3人拦住了。圣体、战体、霸体。王良嘴角勾着冷笑，看向9天圣女、三清圣女以及瑶池圣女。天地秘境里面，北原中部所有入道境的天骄几乎都在这儿了，而王良只见过6个天之骄女，除了清雅师姐和萧庭夫人，其余4个都是仙门圣地的圣女。清雅师姐和萧庭夫人，她们又都是地族的帝女，可想而知，整个北原这拥有奇异体质的天之骄女有多难找。既然现在有机会，王良想强制收服他们。收服他们之后，不仅可以得到系统奖励，还能参悟3大天体的本源奥秘。小夫君，你什么意思啊？萧庭夫人有点不满，走过来瞪了一眼王良。萧庭夫人，我想收服他们。你也知道，我是造化魔胎，人族3天体，对我帮助很大。收服他们以后，就能随时找他们参悟3大天体的本源奥秘。王良小声对萧庭说道。收服圣女。闻言，萧庭立即眸光一凝。圣女，那是一个圣地的脸面，杀一个圣女无所谓，但收服一个圣女，对圣地来说，那可就是奇耻大辱了。这可不是什么小事，自古以来，历代大帝都没人敢这么做过。萧庭思索一下，随后看向雷族之人，开口道：木护法，
你们先出去，我们待会就来。姐，不会又得2个时辰吧？萧塔回头阴阳怪气了一句，却被木护法强行拉走了。此刻，瑶池圣女3人察觉到王良和萧婷那诡异的眼神，微微蹙眉，心中有不好的预感，随即跟在雷族之人后面，想要遁走。哼，给我留下吧！萧婷冷斥一声，一片金光洒下，顿时3位圣女的身体竟然全部被定格在了半空中。他们3人全部神情惊恐，迈着一条玉腿，僵滞在半空，裙摆飘飘，被风吹得贴紧了胴体，曼妙的弧度也随之暴露出来。这……王良讶然，萧婷夫人，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一句话就把3位圣女给定在那了。臣服我夫君，认他为主，不然的话，今日就死在这吧。萧婷扫视3位圣女，淡淡开口道：“认他为主。”闻言，齐瑶、洛离、妙禅全部面色难看。要知道，她们可是一个仙门圣地的圣女，平日里高高在上，谁能让她们屈服？认主？这怎么可能？哪怕对方是天地传人，也绝对不行。他们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喊一个人为主人，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过于屈辱，甚至道心也会受损。而且，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这个圣女还当不当？虽然王良少年英姿，头角峥嵘，有成为大帝的潜力，而且模样俊朗，身体健硕，但是他们对王良还不够了解，谁知道认主之后会被他怎样摆布？天地传人，你就是这么对姐姐的？姐姐先前还把面纱摘下来给你看，你就这样回报我？齐瑶瞪着美眸，一副幽怨的眼神。齐瑶姐姐，我也没办法，这是我唯一能控制你们的手段。王良走过去，轻轻扯下齐瑶的面纱，看着她那如雪般纯净的脸颊，认真开口道。随后，王良又看向9天圣女，心里有点愧疚，说道：“你哥哥人不错，先前看我受伤，没有落井下石，我自然也不想欺负他的妹妹。”接着，王良又看向3清圣女，忍不住上下打量。这个看起来骚骚的圣女，实在太撩人了。几个圣女里面，属她的身体最丰腴，前凸后翘，走起路来一颤颤的，一看就知道软糯惊人。要是能抱一抱，嘿嘿，那感觉肯定过瘾。后面，萧婷夫人气得咬牙。王良的眼神太过分了，主要是他还开启了圣童和众童观看，简直是太过下流。要不是当着3个圣女的面，想给自己夫君留点面子，要不然早就把王良暴揍一顿了。王良也察觉到萧婷夫人忍着怒气，于是赶紧说道：“至于妙禅仙子，你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过节，但是你们也都知道，我是造化魔胎，你们对我帮助很大。既然有机会变强，我肯定不想错过。唯一的方法就是收服你们3位圣女。你们可以放心，认主之后，我保证不会奴役你们。只是以后想找你们参悟3大天体的本源，而且我夫人也会发誓，她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你们考虑一下，我不会给你们太多时间。”说完，王良便不再开口了。收服圣女这件事肯定不能被人泄露出去，如果被人传出去，王良肯定会遭到他们的师尊和父母没日没夜的疯狂追杀，而且3位圣女自身的名誉也会受到影响。为了避免王良和这3位圣女受到影响，所以萧婷才只走了雷族众人。隔了一会儿，竟然是妙禅先开口了：“我不想认你为主，认你为夫可以吗？我想做你的夫人。”妙禅眼波流转，虽然身体无法动弹，但是那双勾人魂魄的眸子轻轻一瞥，就足以让人疯狂。先前王良的那种眼神被他看在眼里，充斥着火热和躁动。他也明白，所谓的天地传人也不过是个情窦初开的小少男，认主不如认夫。当天地传人的奴仆能有什么前途？当他的女人才有成就感。不行！王良还没说话，萧婷直接拒绝。见此，王良只能点头。都听萧婷夫人的，谁让她厉害呢？那认你做弟弟怎样？齐瑶眼底闪过一丝异彩。弟弟？王良眸光闪了闪。对，你年纪那么小，我们认你做弟弟如何？你不就是想让我们传你天体本源吗？我们可以立誓，一定会传给你。洛离也赶紧说道。认主，他宁死也不从。认弟弟倒是蛮不错的，何况这个弟弟还是潜力未知的天地传人。可以。王良点头，接着道：但你们必须得立下道心誓言，永远不许与我为敌，永远不许有对我不利的想法，永远不许背叛我，永远不能违背我说的话。接着王良说了一长串，3位圣女听得额头狂跳，银牙暗咬。然而王良还没说完，既然你们是做姐姐的，那你们就要尽到一个做姐姐的义务，要对我好，保护我，爱护我，在我需要的你们时候，你们要尽全力去帮我做一些事情。你太过分了吧？这和认主有什么区别？洛离咬着银牙，忍不住说道。区别就是
你们叫我弟弟，而不是叫主人，我也会把你们当姐姐一样看待。将来你若是受了委屈，我也会保护你的，洛离姐姐。王良认真地说道。洛离眸光复杂，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齐瑶和妙禅一番纠结后，最终也同意了，因为萧婷在一旁威胁，若是再不答应，就让王良伸手进去，把他们的肚都拽出来。这下，王良内心暗暗高兴，倒是希望他们不答应了。但是3位圣女最终答应了，虽然认他这个弟弟其实和认主差不多，但总的来说，他们的身份不是奴。没一会儿，3个圣女便都立下了一长串道心誓言。叮咚，恭喜宿主成功收服3名拥有奇异体质的天之娇女。奖励：虚界空间开启第3层星域空间。道心誓言大过生命，立誓之人不能违背所立誓言，否则道心崩碎，1刻钟之内必遭天谴，生死道消。王良让他们立下的道心誓言其实和认主差不多，所以他也就直接强制收服了3位圣女。弟弟，妙禅扬着鲜嫩的红唇，脸上挂着媚笑，他心里在想着，姐姐和弟弟非要这么玩是吧？想想倒也刺激，这个好色的毛头小子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忘恩负义的臭弟弟。洛离始终阴沉着脸，暗暗骂着，之前人家哥哥放了他一马，现他反手就强迫人家妹妹认主，真没见过他这样的人。弟弟，你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吧？齐瑶没好气地瞪了王良一眼，开口道。当然可以，以后有时间我再去找你们。对了，在外面尽量不要暴露我们的关系。在王良示意下，萧婷解开他们的禁锢。随后3位圣女回眸看了王良一眼，面色复杂地离开了这里。你刚才什么眼神？3个圣女一走，萧婷立即发难，揪住王良的耳朵。哎呀，夫人你轻点，我只是想看看他的战体本源吗？王良龇牙咧嘴解释道，他的战体本源长在屁股上。萧婷都快被气笑了，用力掐了王良一把。出去这个奇异的空间之后，王良和萧婷瞬间惊呆了。他们又来到了一片平原上，前方有一个混混沌沌的虚空之门，显然那就是秘境的最终出口。不过脚下尸横遍野，躺着无数银翼生物的尸体，以及无数人族修士的残骸。远处人族各派的修士一共才只剩下几千人，有大批银翼生物包围了他们，正在疯狂屠戮。他们的实力显然非常强悍，至少也是通玄境巅峰修为，打得人族修士毫无还手之力。就连9天圣子也艰难地朝着出口杀去，神力渐渐不支了起来。能活到现在的都是各门各派的佼佼者。小师姐，王良突然瞪大眼睛，他竟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位衣裙染血的少女，赤焰纱裙，小嫩腿侧露，正是允儿小师姐。她果然在这里。不过此时她小脸苍白，嘴上不断咳血。四周的银翼生物无穷无尽，这个小丫头尽管宝术非凡，身边有9道火皇罩身，但也十分吃力，渐渐不敌。萧婷夫人，你先去找雷族之人，我要去找我的小师姐。你有师姐？萧婷眸光诧异，可王良没有回应，已经冲了出去。砰！王良抬手，9条龙气冲出，直接将几头太古生物击毙，冲到允儿小师姐身边。王良师弟，你怎么会在这里？允儿看见王良，眸子里泛出热泪，委屈的快要哭了出来。王良，天地传人的名字叫王良。周围修士纷纷惊疑起来，先前有不少人猜测他的身份，却都毫无头绪。那些挖矿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散修，无门无派，登记的名字也是假名，所以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可现在被一个认识他的人给喊了出来，而且他们似乎非常熟悉。王良，这家伙先前问他来历，几次都没说，原来还真是一个宗门的弟子。远处萧婷也在看着这一幕。别哭别哭，你没事就好。王良心疼，赶紧抱着他，拍了拍他的后背，随后急问道：薛儿小师姐呢？她没和你在一起。先前我们被一群银翼生物冲散了，姐姐不知去了哪里，我感应不到她。允儿眸光颤抖，嘴角还挂着一丝鲜血，看到王良之后，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立刻嚎啕大哭了出来。他和薰儿一母同胞，彼此之间有着心灵感应，而现在感应不到，则意味着他不惧太古生物，也不惧一死，但姐姐不见了，让他真的怕了。此番进入秘境，他没找到神药，娘就不活了，姐姐也不见了，让这个小丫头心里感受到了无比的绝望。允儿别哭，没事的，薰儿师姐肯定也没事。走，我带你去找她。看到这个小丫头无助的样子，王良是真的心疼。随后他施展圣瞳，在这杂乱的人群之中演化未来，想要获得一线天机。隐约间，他仿佛在远处看到了一只蓝色的黄鸟。走，那边。王良面色一喜，立即拉着允儿往向前冲去。死！王良显得格外疯狂，凡是拦路的银翼生物
全被王良一招秒杀，躯体爆碎。四周的人群和太古生物发生着乱战，不停地有尸体坠落下去，残肢断臂横飞，血洒长空，杂乱不堪。有些人想冲向秘境的出口，然而却被极为强大的银翼生物所阻挡，还没接近秘境出口便被无情斩杀。天哪，南岭天帝，你究竟想干什么？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太古生物猖狂，屠戮我人族修士吗？众多修士哀嚎痛哭，仰天大叫不公。什么南岭天帝的传承秘境？我呸！害得我们所有人都失去了修为，被这残暴的太古生物屠戮。若我修为尚在，何以让他们张狂？南岭天帝，还我修为！一群修士开始怒骂起来。他们进入这个秘境，不仅一点好处没捞到，反倒是死了无数同门刺客。王良拉着雨儿小师姐一路杀出去很远，终于他看到了2个熟悉的身影，但他愣住了。薰儿小师姐嘴角淌血，闭着眼睛被穆清雅抱在怀里，手臂绵软无力地下垂着。她腹部有几个血洞，像是被银翼生物的骨毛刺穿了一般，鲜血汩汩流淌。姐姐！雨儿哭喊一声，泪花飙出，直接冲了过去。清雅师姐，她……王良走过去，心里疼得难受。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就已经受了重伤。此地银翼生物太多了，我还没有机会为她疗伤。穆清雅紧蹙黛眉道：“王良，师弟。”听到王良的声音，薰儿小师姐虚弱地睁开了眼睛。薰儿小师姐，王良摸了摸她的额头，帮她整理了一下额间秀发。你怎么在这儿？薰儿在看到王良之后，她先是眸光亮了一下，随后眉头皱了起来，一脸担心。说话间，她惨白的唇上又溢出一缕鲜血，浑身气息非常虚弱。薰儿师姐，你伤得太重，还是不要说话了，我马上就带你出去，咱们回紫阴山。王良摸了摸她的脸颊，轻声安慰。你也是为了给娘找神药才进来的吗？薰儿小脸苍白，抬眸问道。王良轻轻点头，正想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神药，可谁知薰儿用尽全力抬起了一只手。师弟，你抱抱我，我可能出不去了。薰儿眼角划过2行热泪，呢喃道。他受伤太重，而此地太古生物太强，他觉得自己可能坚持不到离开这里了。姐姐，你要是出不去，我也在这里陪你。这辈子我们是一起来的，走也要一起走，不管你去啊，我都要跟着你。雨儿泪流满面，拉着薰儿的手轻声述说着。说什么呢？你们这2个傻丫头！王良鼻尖一酸，都差点被他们整哭了，只能没好气地瞪了他们一眼。他从穆清雅的怀里把薰儿接过来，抱着她轻轻开口道：“薰儿小师姐，我抱抱你，你跟我一起出去好不好？”王良笑着逗她，接着便拿出2株带有神性的大药，将其中1株融为液体，喂进薰儿口中，随后将另1株大药递给了雨儿。这是带有神性的大药，娘有救了，姐姐也有救了，太好了！雨儿手中抓着大药，根本舍不得吃，激动得浑身颤抖。雨儿，吃吧，我这儿还有很多呢。王良笑着看她。真的？雨儿瞪大眼睛，一脸不敢置信的模样。在得到王良非常肯定的回答后，才慢慢的将其吞进肚子。薰儿吞下大药之后，小腹的血洞瞬间开始愈合，体内的道伤也被缓缓治愈，浑身散发微光。薰儿小师姐，你应该没事了吧？王良眸光古怪，他查探了好久，确定薰儿小师姐已经没有大碍，气血十分充盈，根本不像是站不起来的人，却还赖在他怀里。我感觉身体发软。薰儿把头埋进王良怀里，俏脸绯红，声音低不可闻。雨儿眸光一动，也在另一侧抱住了王良，小脸蹭着王良的胸膛，洋溢着一种小小的幸福感。你们……王良无奈笑了笑，不忍心破坏这一刻，只能任由他们这样。不过穆清雅不开心了，她在前面奋力拼杀，给他们3个抵挡4周的银翼生物，可他们在干嘛？抱在一起谈恋爱？薰儿，没事了就赶紧下来，王良身份特殊，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穆清雅冷声说道。好。薰儿虽然不理解，但听出了清雅师姐话音里的凝重，只能照做。她从王良身上滑下来，像个小孩子一样和雨儿开心的蹦蹦跳跳。终于能回去救娘了。吃了大药之后，他们此刻肉身灿灿发光，修为也在暴涨，竟然直接突破智通玄境2重天。哟，这不是夺了我清白的那个小混蛋吗？我正要找你负责呢。想要人家的时候，一口一个子宁夫人，办完事以后提起裤子就跑。忽然子府圣女嘴角挂着冷笑，朝着王良走了过来。他身边还有10几个子府圣地的人在2侧斩杀银翼生物，为他开路。然而他却一点都不顾忌，丝毫不怕暴露和王良的关系，直接说了出来。看到谭子宁，王良眉头一皱。
同时他不留痕迹地瞄了穆清雅一眼。子宁夫人。突然，穆清雅身上很明显散发出一股寒意，并且冷冷扫了王良一眼。王良看到他的眼神，身体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啊，子宁夫人，姐夫，除了我姐，你还有几个夫人？这时，萧塔和萧婷也带着雷族10几人也从另一边走了过来。看到萧婷那能杀人的眸光，王良已经心如死灰。完了，这下藏不住了。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喜欢2个人那可得藏好了。要是喜欢3个人，死翘翘了，没必要藏了。谭子宁、穆清雅、雷萧婷，这3个都是在山谷里跟他一起共同患难过的女人。子宁夫人给他参悟重瞳，清雅师姐给他疗伤，萧婷夫人助他突破，一路守护，其中有恩有情。王良自然是想用一辈子去好好报答的，但现在王良还没想好怎么才能让他们容纳彼此。薰儿和雨儿对视了一眼，都微微皱眉，一左一右拉起了王良的手，看向这些人，警觉了起来。这2个双胞胎小丫头是谁？雷萧婷和谭子宁同时朝王良走来，眸光打量着薰儿和雨儿。雷族和子府圣地的人来了以后，穆清雅不需要再继续防备四周的淫异生物，所以他便直接走了过来，挡在王良和2个小丫头身前。一时间，3个极度强势的女人互相对峙了起来，气氛剑拔弩张。王良在一旁心头狂跳，生怕他们打起来。夫君，到底怎么回事？你解释一下吧。萧婷稍微冷静了一下，瞥了一眼穆清雅和谭子宁，随后淡淡道。闻言，王良不得不走了出来，尴尬地解释道：先前子府圣女追杀我，然后我们误入秦花谷，后面就发生了那种事。这时子府圣女忽然打断道：小混蛋，我只问你一句，你先前叫我夫人，还作不作数？他直勾勾盯着王良，想要寻求一个答案。当然作数。王良郑重点头。那你叫我一声夫人。谭子宁缓缓勾起了嘴角。子宁夫人。王良左右看了一眼穆清雅和萧婷夫人，随后小声叫道：好，他们是谁我不在乎，我有你这句话便够了。子宁夫人很满意，邪魅地笑了笑，随后一双重瞳又放在薰儿和雨儿身上，好奇地打量。那他呢？萧婷又看向穆清雅，眉头浅蹙，有些疑惑。这个女人好强大的气息，她竟然从来没见过，不知道她是谁。我也是她夫人。穆清雅直接冷冷开口道。啥？听到清雅师姐这么说，王良直接懵逼了。先前他表白都被拒绝了，现在清雅师姐竟然主动说是他夫人，这是什么情况？然而穆清雅神色冰冷，只说了那一句话，根本不打算解释。也是在秦花谷里跟他。萧婷斜着眼睛瞪向王良。我当时受伤，和子宁夫人误入秦花谷之后，怕他杀我，所以我就跑了，然后就遇到了清雅夫人，是她为我治好了伤，然后就遇到了你。王良没办法，只能点头承认。那你到底有几个夫人？萧婷不依不饶地问道。就你们3个。王良小心翼翼地回答，同时他在想，只不过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师尊。那2个丫头呢？萧婷又问道。她们是我的小师姐。王良如实回答。闻言，萧婷眸子转了转，其实她也不介意王良有几个夫人，她要的只是一个态度。毕竟秦花谷里的事儿只能怪花，当然不能怪他的小夫君。而且小夫君也坦白了，在萧婷心里其实已经原谅他了，只是他还缺一个台阶下。王良看他神色缓和了些，于是便上前拉了拉他的手，可是却被萧婷一把甩开了。王良又去拉，又被他甩，如此反复3次。王良不去拉他的手，而是直接抱住了他，在他耳鬓厮磨道：夫人别闹了。萧婷顿时不挣扎了。啧，看来这3个夫人里面，姐夫最爱的还是我姐啊。萧塔咂嘴道。看着这一幕，谭子宁和穆清雅都微微皱眉，有些不满。然而薰儿和雨儿这2个小丫头早就不满了，已经互相交流了好几次眼神。王良师弟竟然这么花心，回去一定要告诉青儿姐姐。就在这时，有些人朝他们靠了过来。各派修士被淫异生物打得连连败退，死伤无数，而他们看见王良这里淫异生物竟然不敢靠近，所以纷纷过来寻求庇护。眼看周围靠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王良也只得出头询问：你们这是做什么？天地传人救命啊！你实力这么强，救救我们吧！只要能带我们走出秘境，我们一定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一群人修士纷纷开口，越来越多的人朝着这里汇聚而来，想要寻求庇护。不一会儿，这里已经有5、6千人，而那些淫异生物也靠了过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王良等人一起包围了起来。趁着这个间隙，9天圣子、9天圣女、3清圣女、瑶池圣女4人带着各自门派之人，已经杀到了秘境的出口处。然而
3个圣女却不肯出去，回头看向王良的方向，眸光复杂。你们3个看什么呢？9天圣子眉头一皱，发现这几个女人都朝着天地传人王良的方向看了过去，就连自己的妹妹也神情恍惚，一脸纠结的神色。可眼下的情势危急，多待一刻，圣地的人就会多死一个。走吧，他应该没事的。齐瑶和妙禅对视了一眼，都掩盖不住眼睛里的担心。要是王良死在这里，道心誓言当然就不会作数了。可是他们显然不希望他死在这里。先前妙禅和齐瑶已经商量好了，这个弟弟其实就是一个好色的毛头小子，以他们2个人的魅力，以后肯定能拿下他。他可是天地传人，年纪轻轻，天资横溢，绝对是北元未来的大帝，有一位大帝为夫，想想就令人兴奋。洛里也在纠结中，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加入他们，把这个弟弟当成自己的男人算了。反正立下了那种誓言，自己已经是他的人了。快走吧，别管他，那小子气运逆天，要死早就死了。9天圣子催促着，随后面色古怪地问道：洛离，你不会看上那小子了吧？啊，哥你别乱说。洛离顿时俏脸嫣红，瞪了9天圣子一眼。随后3位圣女也不想被人察觉出异样，便与9天圣子率领众人离开了天地秘境。他们一走，压力自然就来到了王良这边，所有的银翼生物都朝着王良等人逼近。太古银翼一族，王良缓缓踏出，直面太古生物，一边是2位师姐，一边是3位夫人，后面还跟着各派修士，足有5、6千人。王良本不想管这种闲事，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追杀过他的人。不过薰儿小师姐差点被太古生物所杀，这个账得好好算一算。而且江平与几个幻剑门的人也在人群里面，也想寻求他的庇护。江平在挖矿时就对他不错，进入秘境之中也为他讲了很多事情，甚至将他拉进幻剑门的阵营里面。虽然后面因为怕三清圣地不敢再接近他，不过先前那些恩惠是无法让人忽视的。于是王良便不得不出头了。天地传人，银翼一族中走出一个身姿雄健的男子，背后双翼扇动，神火汹涌冲天。他双眸之中绽放银辉，盯着王良道：你就是天地选中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族天骄自古以来并不稀少，就算到了今天，我族也有很多不弱于你的后辈。你想为人族修士出头，考虑过自己会死在这里吗？要知道在太古年间，你们人族只是我太古七族的奴隶。那银翼生物面色狂傲，话音淡缓而低沉，再加上他背后还有无穷无尽的银翼一族，让所有人都心中发寒。去你的！王良猛然抬手，爆射金光，无尽龙气涌现，仅在一瞬间，一个巴掌就将他甩下半空。随后几道火威出现，将他的尸体在半空中直接火化，化作一缕青烟，不存世间。这一幕直接震惊众人，一个通玄境5重天的银翼男子，竟然被天地传人一招给秒了。这是何等的战力，这又是何等的霸气，竟然当着无数银翼生物的面丝毫不惧，直接斩首一位银翼一族的强者。天地传人无所畏惧，他有古之大帝的风范啊！各派修士纷纷动容，嘈杂议论声不断。一个通玄境的东西也敢在我面前唧唧歪歪，你们银翼一族就没有厉害的吗？杀完那个银翼男子之后，王良甩了甩手，毫不在意，看向前方密密麻麻的银翼一族。什么？死了？银翼一族中也极为震惊。方才那个银翼男子在他们族中已经算是极为强悍的存在，可竟然被天地选中的人一招就给杀了。现在所有的银翼生物都对王良十分忌惮。既然你是人族天地选中的人，那我族可以允许你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不过其余的那些杀了我族那么多人，总得留下来给个交代。银翼一族中冲出一个长着骨刺的巨翼男子，他虽然也是通玄境5重天，不过气势要比先前那个男子强胜几分。又一个通玄境的。王良扫视一眼无数银翼生物，先前刚进入秘境之中，那些银翼生物都只是经纶境，最厉害的也就是经纶境5重，而现在最厉害的也就是通玄境5重天，说明天帝的确是在磨练秘境中的人，只放出了通玄境的太古生物。天帝传人不能留下我们啊！我们清源宗在秘境里从未劫杀过你啊，还有我们火羽门也是从未与你作对，我们幻剑门也是，求求你带我们一起出去吧！一群修士纷纷央求起来。王良回过头扫视了一眼各派修士，每个人都用一种无助惊慌的眼神看他，祈求他能施以援手。萧庭、清雅、子宁、子府圣地之人、雷族之人全都面色复杂，薰儿、雨儿也都微微皱起了眉头。也许王良只要答应，他们凭借与王良的关系都能跟着王良安全离开，但是其余人可能都得死在这，毕竟这里太古银翼生物实在太多了，
四面八方围得水泄不通。若是一起冲杀过来，如同大海冲蚁穴，他们根本无力阻挡。王良若是不答应，连他身边的人都可能难以保全。唉，有些老人已经掩面而泣，知道自己今日难逃一死。一些门派天骄的眼里也失去了光芒，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所有人都觉得天地传人不会庇护他们，就连子府圣地之人、雷族之人，甚至2位夫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一群大老爷们儿哭什么？死就死了，有什么可怕的？想活命的，跟我一起杀出去！忽然，王良大喝一声，浑身神火爆发，彻底展露出�种道领域的气势，逼得四周银翼一族纷纷后退。天地传人，他说要带我们杀出去。各派修士都愣住了，没想到王良竟然做出如此决定。既如此，他们当然不想死。好，我们一起杀出去。我辈修士有何所惧，岂能被太古一族轻易决定了我们的生死？我命由我，不由天。各派修士纷纷抱起，气势瞬间高涨，一个个祭出长剑与法器，气势外放，一瞬间给人一种无坚不摧的感觉。夫君，萧庭与子宁同时愣了一下，眸中蕴含浓浓的崇拜，已经快要拉出丝来。他们也没想到王良竟然有这份魄力，不愿独自求生，竟然想庇护这里所有人，果真有古之大帝庇护众生的风范啊！王良，清雅一时间也震惊了，没想到他竟然有如此气魄，不惧生死，真是一个雄心壮志的少年郎。此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在他心底荡漾着。九壁的心门在这一瞬间像是被什么砸开了一样，释放出了一种被他一直刻意压制的尘封已久的东西。清雅师姐，你保护好轩儿和雨儿，拜托了。王良回头叮嘱了一声，萧庭与子宁也都对视了一眼。对于王良的小师姐，他们当然也会帮忙照顾一点。以后叫我夫人。穆清雅淡淡说了一句，接着便走到轩儿和雨儿身边。啊，清雅夫人。王良愣了下，随之便是一喜。天地传人，你竟然真的敢与我族为敌？你以为你们真能逃得出去吗？太古一族暴动，强者齐出，一个又一个身形高大的银翼男子走上高天，浑身神火高涨，四周天际银光大盛，无数太古银翼一族涌动，如同铺天盖地的银色浪潮。他们手持银色骨矛，气息古朴而又沉稳，共同矗立在高天之上，发出喷发神火，将半片天地照成了银色世界。这些人之中，不乏有超强者，已经隐隐快要突破至�种道领域，气息极度强横，再加上数量极多，使得苍穹都连连颤动。哼！王良眸光发冷，盯着密密麻麻如同蝗虫一般的太古银翼一族。他刚才也在思索，就算舍弃了各派修士，这群太古生物真的会任他离开吗？若是分散自己身边的力量，反而是自断臂膀。面临生死关头，他们竟然还想挑拨离间，王良当然不会那么蠢。我来开路，跟他们拼了，让他们知道，如今已不是太古时期，我人族修士早已今非昔比。王良踏空而出，一声大喝，18尊冰火神皇刹那间冲出天际，一个一个接连爆碎，极道冰威与极道火威在太古生物之中炸开了花。一瞬间，他以神力破开了一条天路，直通秘境出口。冲啊！有着王良打头，各派修士气焰嚣张，势头猛涨。他们纷纷施展各派绝学，祭出了最强法器，只为在这九死之中博得一线生机。杀！银翼生物被极道冰威与极道火威逼退30里，一缓过劲儿，顿时朝着人群杀了过来。无数道古矛寒光凛冽，在天际中如同细雨一般朝着人群落来。如此浩大的攻势，所有人都自顾不暇，更别谈保护他人。就连王良都觉得有些棘手。9条真龙在天穹上已经粉碎了无数古矛，但也被无数古矛洞穿，神力四溢。然而突然间，天空中竟然下起了雨。穆清雅浑身绽放神光，如同一尊冰冷的女帝，缓缓迈步走上高天。哗哗哗，一汪清水宛如甘露从天而来，紧接着一道又一道的水流凭空出现，全部环绕在他身边，不断的汇聚，越来越多，势如江河，铺天盖地。9天10地水横流，4海8荒朝西变，青天暴雨印。穆清雅手中不断捏印，顿时整个天穹都变得无比漆黑。众人惊恐，再一抬眼，黑色的天空像是已经变为了一片滔天黑海。一滴黑色的雨水落下，直接化作一条黑色江河逆天而上。砰砰砰，黑色河流洗刷天空，无数古矛断裂。与此同时，一大群银翼生物也在刹那间毙命。羽族地法，无论是人族各派修士，又或是太古银翼一族，全部认出了这种威势恐怖的神通，不由得心中惊骇。先杀了他！一群银翼男子手持古矛暴冲而来，想要击毙穆清雅。他的神通太过恐怖，杀人也太过迅速。如若任由他施展，
银翼一族无疑伤亡惨重。刷刷，谭子宁踏空而来，身上紫气弥漫，一巴掌拍了过来，闪烁星华，爆发出恐怖的毁灭气息，瞬间必杀一群冲来的银翼生物。轰隆隆！这时，萧庭也双掌之中凝聚惊雷，从另一侧赶来，为他二人抵挡住了很多银翼生物。多谢。穆清雅冷声开口，他施展地法，神力消耗过大，眼看众多银翼生物冲来，正要后退之时，萧庭与子宁替他挡住了前后袭来的杀招。自家姐妹何必言谢？萧庭见穆清雅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自然也不会上赶着对他笑，说完便扭头去帮助王良。自家姐妹，他说的倒也没错。子宁觉得这话很有趣，嘴角勾起，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自家姐妹，穆清雅喃喃一声，看着萧庭和子宁两个女子，心里有种莫名的感觉。此刻天空古矛相继湮灭，王良不担心后方，勇猛无匹，继续向前开路。他如入无人之境，9条真龙环绕身边，谁都不敢靠近，没有太古生物是他一招之敌。9尊冰皇与9尊火皇在左右两边盘旋天际，护佑着各派修士，散发极道威严，保护他们前行。他年纪轻轻，地道已成，天资横溢，气运逆天，注定要天上地下无敌，称霸世间啊！北元地广人稀，灵气稀薄，自古以来无一地。东荒与南岭之人都曾断言，北元灵气稀薄，气运不足，哪怕是万万年都养不出一位大帝。可如今，老夫觉得这个诅咒要被打破了。没错，他修炼速度恐怖，几番逆天不死，有无畏无惧之决心，有无敌龙皇之道法，有庇佑众生之善念。老夫敢断言，他必能成为北元未来的大帝。如若不能，今日就让老夫命绝于此。他虽然年龄尚小，修为尚浅，不过他确实有成帝之资。我北元终于也要出一尊大帝了。一些老人激动的大呼，随后各派修士齐声高喊：北帝王良，北帝王良，北帝王良！就连一群门派的天骄也都高声呐喊起来，眸中泛着尊崇和信仰。北帝王良！王良回眸一看，各派修士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之前祈求庇佑的无助可怜，而是带着一种满怀希冀的崇高信仰，消除无助和绝望，带来希望和信仰。这难道就是古之大帝庇护众生的意义吗？王良扭过头去，只感觉身上似乎多了些什么东西在支撑，鼓励着他前行，让他拥有了极大的勇气。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勇敢的人，就连救师尊决定去挖矿也都是犹豫了好久才做下决定。只不过在有些时候，人必须要勇敢起来。快到出口了，你们先走，我来断后。王良蓦然回头，一脸坚定，9道真龙绕身，宛如一尊帝王矗立在高天之上，浑身都有种难明的道韵。他让各派修士先走，独自拦住了无数银翼生物。北帝王良，你一定要出来！各派修士眸光发颤，更加印证了之前的猜想，纷纷投去崇高敬意的眼神。此刻他们留下便是累赘，于是全部遁入秘境出口。很快有王良与3位夫人联手挡住前路，银翼一族纵然人多，也无济于事，根本冲不过来。孩儿们，放他走吧。北帝王良，要不了多久，我族就会出去找你。忽然秘境的深处传来一道极为沧桑而神秘的声音，那种声音似乎想在人的心里，让人忍不住颤抖。哼，等你们能出来再说吧。王良眉头一皱，自然不会怕他威胁。随后王良拉着2位小师姐与3位夫人一起踏入秘境出口。出来的瞬间，一道璀璨的金色天雷直接朝着王良劈来。萧庭夫人，你做什么？王良慌忙推开身边的2位小师姐。轰！惊雷落下，王良衣衫褴褛，浑身冒着黑烟，被一击坠地。然而天空中雷云密布，浓郁异常，一道道金色闪电在高空闪烁，释放着危险的气息。王良师弟！薛儿和雨儿吓坏了，顿时惊喊一声：不要过来！王良急忙阻止，他抬头看天，面色凝重。不是萧庭夫人，这是天劫。天地修炼之法不是不用渡劫吗？为什么还有天劫？而且在种道境就来的天劫。正在王良惊诧万分之时，天空中的雷霆又狂暴地倾泻了下来。哗！一道道金色雷霆砸在王良身上，但是却丝毫伤不了他的肉身。皮肤上金色的电弧不停跃动，化作小金龙腾飞，钻进他的身体中，滋养他的筋骨与血肉。这天劫竟然有这种好处！王良面色一喜，顿时盘坐起来。足足18道天雷将王良轰得口鼻冒黑烟，不过好处无疑也是巨大的，肉身与神力皆强大了不少。王良师弟！看到王良渡劫完毕，2位小师姐赶紧跑来。浑身焦黑的王良此刻舒展了一下筋骨，
那些焦黑的皮肤便如同结痂一般全部褪下，露出强健崭新的皮肤。啊！忽然，两位小师姐羞得同时转过身去。师弟，3位姐姐呢？薰儿始终不敢转过身，害羞地开口询问。我也不知道，先找人打听一下，问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然后回宗门再说。王良穿好衣服，看了看四周的荒山野岭，因为在离开秘境的时候，他紧紧拉着两位小师姐的手，所以才没有被一种奇异的力量分开。过了一会儿，他们找到了一个人，问了一下，才得知这里竟然是银山古矿附近，是9天圣地的地盘。王良也搞不清为什么秘境的出口会是这里，但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到紫阳宗。于是3人便隐匿身形，迅速朝着紫阳宗的方向赶去。各派修士出了秘境，每个人都遭受了恐怖的天劫。虽然这不是超脱大劫，但也是天道不容的一种恐怖劫难，有不少人都殒命在了雷劫下。但凡渡劫成功之人，修为都全部暴涨。他们之前大多数人都是入道境5重天修为，出来之后秘境的力量不再压制，一些天骄竟然疯狂突破，一路猛涨至入道境5重天，实力相比以前来说也强了不止一个档次，简直天差地别。这相当于他们没有损失修为，而是单纯的换了一种修炼之法。各派修士回到宗门之后，将秘境之中的离奇遭遇便都讲述了出来，一种全新的修炼之法顷刻间便流传了出来。与此同时，北帝王良这个称呼也在短短数日便传遍了北原。一个18岁少年的逆天事迹被北原修士们传得神乎其神，这就导致了2个极端。进过天地秘境的人心中都认为北帝王良注定要当世正道，没进过天地秘境的人都认为王良只不过是一个18岁的小子，只是被人夸大了而已。北斗圣城脚下，姐，你真的不回雷族了吗？萧塔与雷族之人站在一起，看向长发飘飘的萧婷，向爹娘报个平安，说我暂时不回去了，等我找到他，我要带着他一起回雷族。萧婷十分明媚地笑了笑，随后与众人分别。银山古矿外一处密林中，他是怎么死的？穆清雅盯着地上的一具干瘪尸体，微微皱了皱眉。不知道，像是生命精气都被人抽干了一样，轮海也被人挖空，星辰屠戮也丧失了神性。谭子宁重瞳闪烁，仔细盯着地上一具已经认不出人样的尸体。这具尸体正是子府圣子。你能看出是谁杀的吗？穆清雅蹙眉问道。看不出来，但他肯定是一尊吞天魔胎。谭子宁面色无比凝重。吞天魔胎。闻言，穆清雅心头一跳，那种体质生来就是要吞噬其他体质，而且已经万年不见一个了。8万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吞天魔胎成道，他吞了9大地血、6大神胎、3大天体，使得整个时代的天骄全部凋零，任何神体都不敢出世。那堪称是太古时期大地陨落以后人族至暗的时刻。不过在他渡第8道超脱大劫之时，被一位先天道胎与永恒神胎联手偷袭击败。虽然魔头陨落，但自那之后人族元气大伤，使得南岭天地踏上星空古路之后的10万年里，再无一人能够正道成帝。我有件事想求你。谭子宁忽然看向穆清雅，眸光复杂起来。什么事？穆清雅眉间有些疑惑。你和他早就认识吧？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谭子宁那双美丽的眸子看向穆清雅，罕见地露出一副恳求的模样。我立过誓言，不得透露宗门之事。不过我可以和你约个地方，3个月后我带他去找你。穆清雅迟疑了一下，随后道。太好了，谢谢你。谭子宁忽然神情一喜，绽放笑意。自家姐妹不必言谢。3个月后天日元一聚。穆清雅淡淡说了句，随后便转身离开了。紫阳宗一切照旧。王良与2位小师姐悄悄回到了紫阴山。没到半日功夫，清雅夫人也回来了。他们回来这件事，紫阳宗的几位长老也感知到了，于是便都跑来询问。王良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便把一株大药交给了穆清雅，让清雅夫人对外说是他找到的大药。而王良也就钻回他山下的茅屋中，最近外面风头太盛，打算躲一段时间。清雅平安回来了，他寻到了一株带有神性的大药。得知这件事后，几位长老以及几个入道境弟子都来探望萧云溪。师妹，你有救了。这是一株云纹草，与你道法极为契合，而且拥有极为浓郁的神性。五长老看着穆清雅手中的大药，满面欣喜。这本来就是一株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大药，由于在那神秘的空间里被星空古树滋养了不知多少年，故而神性惊人。娘有救了！青儿、薰儿、雨儿都激动得泪眼汪汪。你们平安回来就好，其他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最近就待在宗门里，先不要出去了，外面不安全。萧云溪神色很平淡，没有太过激动，只是叮嘱众人。
紫阳宗的几位长老都知道，外面有一个北帝王良，18岁的少年，风头正盛。由于青儿的哥哥也叫王良，前段时间消失不见，所以紫阳宗的长老很自然就怀疑他，就随意探查了几次，他们直接确定了下来，北帝王良就是他，都不许盘问他。这件事若是被人传出去，对我们都是灭顶之灾。最近不要让弟子们外出了。萧云熙开口了，几位长老虽然好奇，但也只能作罢。药王山6长老许长青以及玄阴山3长老穆清欢都忙着为萧云熙治疗本源创伤，萱儿、允儿、青儿也都在陪着萧云熙，所以王良没有去见师尊，在茅屋中钻进了虚界空间。星域空间乃是虚界空间的第3层，王良刚进去就宛如立身于一片宇宙之中，漫天星海闪烁发光，一颗颗枯寂的大星从眼前飘过，弥漫着一种苍凉而古老的气息。所有的星辰都遵循轨迹流转，丝丝缕缕的混沌气息充斥着整个宇宙，令人感到窒息与压迫。而且王良还在一颗星辰上感知到了生命精气的波动。我勒个乖乖，系统，你这是装了一片宇宙进来吗？王良内心震惊。呵呵，小意思。系统不屑地嗤笑一声。王良无语了。冰域空间和炎域空间就足够浩瀚，宛如2个独立的世界。王良只需心念一动，便能出现在那世界的任何地方，但至今他也没有将其探索完毕。而星域空间则像是一片真正的宇宙，甚至还能随意挑一颗星辰去上面居住。系统，它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存在，竟然有这种逆天的手段？随着修为的增进，他对一切事物的认知都改变了。他开始觉得系统好像不是他想的那种系统，反倒是像一个寄居在他身体里的绝世强者，而且还窃取了他的前世记忆。虚界空间很有可能是一件拥有极道规则的无上地器，甚至是那传说中的鸿蒙古器。可是系统让他收服那些天之娇女到底有什么用？王良始终想不通。之后王良便来到了冰域空间，他先前挖矿的时候挖到了几颗巨大的神晶，内部藏有神异的东西。如今他得到了重铜，可勘破虚妄，正好能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满足一下好奇心。这块神晶里面封着一根卷曲的黑毛，王良无奈撇了撇嘴，直接将其丢到一边。接着他又看向下一块，随后又摇了摇头。蕴含神物的神晶果然极为稀少，大多数里面都是一些杂物，现在只剩最后一块。王良本来都已经不抱希望，但是只看了一眼他就愣住了，里面竟然有只太古生物。她像是一个人族女孩，但是她头上长着2根黑色的小尖角，背后长着2只可爱的小黑翅膀，屁股上还有一根黑黑细细的小尾巴，尾巴尖端有一个毛团。魅魔族。王良眸光震惊，看着那个躺在神经中稚嫩的少女。她年龄还小，看起来大概也就12、13岁的样子，浑身被彩雾包裹，封印在神经之中，五官如画，安详沉睡。王良之前在古籍中见过太古9大种族的介绍，所以格外有印象。魅魔族是一种很奇异的太古种族，他们这一族只有女性，通常他们与其余太古生物种族结合，生下来的孩子男子为异族，女子为魅魔族。在太古时期也有人族与魅魔族结合的先例，只因这一族太过于诱人，连一些人族强者都把持不住，疯狂捕捉他们。在太古时期，太古种族强大无比，通常奴役人族，而人族却在奴役魅魔族，并非是他们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对人族强者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使得许多人铤而走险，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他们。王良只是看了看，并没有打破神经。他发现这只小魅魔先前一直依附着星空古树，偷吃着一点点宝树的力量，所以王良还是将这块神经放在星空古树下，看看以后这只小魅魔能长成什么样。紫阳宗内部一切平静，所有弟子都被下令不得外出。在王良的建议下，青儿决定要效仿哥哥和2位妹妹，自毁经轮，重修肉身。萧云熙也支持他这么做，因为天地的修行法诀是以身为轮，比修炼5脏精气之轮的道果要强大很多。青儿初步修行，所以重头再修也不算什么，像萧云熙那种已经渡劫的修士，若是打碎经轮，那就代价太大了。萧云熙吃了大药之后，已经重回青春貌美之态，皮肤又恢复至原来的水嫩白皙。经轮修复，大道之伤愈合，他境界也更上一层，成为了度过一劫的大能级强者。如今他也算是死过一回，此番重修大道，心境更为平和，看王良的眼神也是平淡如水，没有一丝波澜。紫阴山，萧云熙端坐在一处崖壁上，静观瀑布垂流万丈，身姿飘渺绰约，宛如一抹仙影。自从王良回来，他还是第一次来见师尊。此刻看着他的背影，王良不由得喃喃感叹：仙子尽头谁为峰？一见师尊到成空。
初见时心动，久处亦怦然。那淡雅飘渺的婀娜身影，那超然绝尘的空灵气质，让人心中不忍亵渎。在王良见过的所有天之娇女中，师尊最符合他心目中的仙女形象。就连瑶池圣地的齐瑶姐姐，论空灵绝尘的气质，对比师尊也是略逊一筹。师尊，伤势好些了吗？你再吃一株大药吧，我这里还有好多呢。王良走过去，挨着他坐下，又拿出一株大药，就怕他落下什么病根儿。如果一株大药治不好，那就给他再吃一株。我已经好多了，这东西不要拿出来，你快收好。萧云熙急忙叮嘱，把王良手中的大药推了回去。师尊。忽然，王良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伸手一拉，将萧云熙抱入怀中。啊！萧云熙轻呼一声，眸光颤了颤。不过，王良接下来没有什么举动，所以他也就没有挣扎，就这么安静地拥在一起，像是先前的那个夜晚一样，让他心里很踏实。王良，你放开我吧。忽然，萧云熙微微挣扎了一下。不，师尊，这辈子我都不会放开你的。王良一脸深情地说道。不是，青儿来了。萧云熙神情略显慌乱，赶紧坐直身子。王良一回头，正看见青儿目瞪口呆地张着小嘴。师尊，那我先去修炼了。王良低语一声，临走前还在师尊的腰间轻轻捏了一把。这个逆徒！萧云熙眸光复杂地看着王良的背影，忍不住面色羞红，暗骂一声。他竟然连青儿都不避讳，还故意那样做，让他难堪。娘。青儿犹豫了下，都不知道该喊什么了。先前他都已经认了师尊当娘亲，可是现在娘亲和哥哥，感觉有点乱。青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和他的事？萧云熙眸光复杂地问道。不知道，今天是第一次看见。青儿摇头，眨了眨两个清澈的大眼睛。青儿，对不起，都是我犯的错。萧云熙唉声一叹。渡劫失败之后，他本以为过2个月就会离开这个世间，一切都无所谓了，可没想到王良竟然给他寻回了大药。尤其是听到萱儿说王良为了他去冒死挖矿，那种本已放弃的感情再次死灰复燃。如今他不想离开王良，甚至迷恋上了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只不过他觉得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青儿，毕竟那是他的男人。娘，你没有错，其实我不介意的。青儿甜甜一笑道，我早就和娘说过了嘛，哥哥很厉害的，是个女子都会喜欢上他，娘喜欢他也很正常。萧云熙愣了一下，即使听到青儿这么说，还是觉得有些难为情。娘，你不是说修道之人要心胸豁达，心如止水吗？我真的不介意，娘也千万不要放在心上，这样正好，将来我们可以在一起，永远不分开。青儿说着，拥抱住了萧云熙。好，永远不分开。萧云熙娇躯一颤，虽然青儿不介意，但是他心里还有点尴尬，毕竟他是2人的师尊。看来以后和王良在一起得注意点。被青儿知道也就算了，要是被自己的2个女儿撞见，那可真就羞死人了。在紫阴山中，萱儿和雨儿把青儿姐姐叫来，想征询她的意见。青儿姐姐，你真的不介意我们和王良师弟结为道侣吗？雨儿非常小心地问着。我当然不介意。青儿眸光一闪，心里暗暗偷笑，这2个小丫头终于也鼓起勇气来了。可是她在天地秘境里又有了3个夫人，而且还……萱儿抬眸看向青儿，犹豫不决，有些话欲言又止。哥哥做任何事，我都会支持他。我知道哥哥的为人，我也相信他。哪怕哥哥将来有100个夫人，也绝不会冷落我。我知道，我在他心里的地位永远都不会改变。青儿很认真地说道。可是，我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萱儿眸光一暗，有些纠结地喃喃道。我们喜欢他，但是不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们。雨儿也不确定了起来。我哥哥当然喜欢你们了。青儿抿嘴一笑。这时，王良也从山下走来，恰巧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萱儿和雨儿此刻都羞红了脸，不敢看王良。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们呢？2个傻丫头。王良笑了笑，同时摸了摸他们的脑袋。以后你不要叫我们小师姐了，就叫我们的名字吧。我想和青儿姐姐一样，叫你哥哥。萱儿羞着脸抓住王良的手，叫我哥哥。王良顿时一愣。姐姐，要不……雨儿红着脸，欲言又止。走吧。萱儿轻轻点头。雨儿心里想的，她都知道。于是2个小丫头一左一右，拉着王良朝山顶走去。你们要带我去啊？王良疑惑起来。不告诉你。雨儿的红唇抿着盈盈笑意。待会你就知道了，哥哥。萱儿很开心，但是一路上都红着脸。紫阴山山顶，娘。这时萱儿与雨儿大大方方地拉着王良来到萧云熙面前，脸上带着羞涩腼腆且得意的微笑。
薛儿、雨儿，你们这是？萧云熙看着两个女儿拉着王良的手走来，面容瞬间一滞。王良也一头雾水，左右看了看这两个小丫头，不知道她们要做什么。娘，我们和王良哥哥结为道侣了。薛儿笑着把王良拽到自己身前，他明显很满意眼前这个少年，要向娘挑明与王良之间的关系，以后他们也不用在娘面前隐藏什么。其实很早之前，我和姐姐就喜欢他，在天地秘境里面，他又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想和他结为道侣，此生相依，永不分离。雨儿很认真地说着，同时揽住了王良的臂弯。看着两位师姐欣喜的模样，又看向师尊震惊的模样，王良一脸尴尬，只能点头。这件事迟早要对师尊说，既然两位师姐决定了，王良也不逃避。你们两个，萧云熙有点愣住了，没想到这逆徒把自己两个女儿也给拐跑了。我和姐姐心有灵犀，感受相通，注定了将来要嫁给同一个男人。雨儿红着脸说道。闻言，薛儿也羞涩地点了点头，默认此事。那好吧。王良其实倒是不错，天赋异禀，心性温和，是个好夫君，而且他为了喜欢的人可以不惧生死，付出一切，他将来一定不会负了你们。娘真心祝福你们。萧云熙轻轻点头微笑，表示祝福。他对王良很了解，两个女儿与王良结为道侣，在他看来真的是一件好事。王良哥哥，待会来找我们。两个小丫头根本没注意到萧云熙脸上有点不对劲，他们给王良使了个眼色，笑着说完就走了。此处只剩下萧云熙和王良，气氛十分尴尬。师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有时候两个人的感情，不，三个人的感情就像是水到渠成，难以阻止，时候到了，感情也就到了。王良想了想，觉得很有必要解释一下，他担心师尊会想不开这件事，心里有结。没关系，你与他们在一起才是对的。萧云熙微微一叹，摇了摇头。师尊，感情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对与错，我们之间也没有错，两个真心相爱的人，那就一定要在一起，要不然咱们现在就向他们坦白我们的关系。王良说着便拉着萧云熙。别！萧云熙一下子慌了，紧紧拽住王良。也就在这时，王良回手一拉，将师尊拥入怀里，对准他的阴唇就吻了上去。一番深情拥吻之后，萧云熙再次挣脱开来，胸脯起起伏伏，大口喘着粗气。萱儿和雨儿不是说还在等你吗？快去吧。萧云熙一脸潮红地推开王良，他生怕自己的女儿等不及了，如果再返回来撞见他和王良做这种事情，那就尴尬死了。师尊，我晚些时候再来找你。看着师尊那红润晶莹的小嘴，王良点了点头，虽然心里悸动，但也只能转身离去。王良刚下了山腰，就被雨儿拽进了房间里。抱歉，这里删了很多。叮咚，奖励，改头换面秘术。注：一种易容术，通过移动面部骨骼与肌肉位置，从而使原本的样貌发生细微变化。注意，此法不能彻底改变容貌五官，只能搭配七彩玉戒迷惑他人，若遇到极为亲近之人，依然有被认出的风险。这几天最苦的就是萧云熙，孩子们虽然啥都不顾忌，可他这个做娘的却是操碎了心，一刻都没休息，一直用神力将他们给隔绝起来，就怕半空中路过的弟子听到这里的动静。直到穆清雅来找王良，这件事才被终止。经过几天时间，萱儿和雨儿就宛如变了个人一样。以前这姐妹二人，一个活泼机灵，一个清冷纯洁，脸上都挂着一丝稚嫩，但如今她们的神态中多了3分成熟，3分妩媚，3分自信，使得她们看起来更加撩人，更像青儿一些。3位师妹看起来气色不错，看来她这几日没少出力。穆清雅话音中很明显不高兴，她从师尊的口中得知王良与萱儿、雨儿结为道侣的事情了。3个小丫头面面相觑，谁都不敢接话。她们都知道清雅师姐和哥哥的关系，但是穆清雅警告过她们，对谁都不许说出去。3个小丫头当然不敢，她们很怕这个冷冰冰的大师姐。清雅师姐，你来找我什么事？王良见此，赶忙扯开话题。之所以叫师姐，是因为穆清雅跟王良说了，不想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麻烦，明面上叫师姐，背地里再叫她夫人。先前七长老将你托付给我师尊，所以我师尊叫你过去到玄阴山拜师。穆清雅美眸一瞥，淡淡道。这时萧云熙忽然从远空走了过来。清雅，回去告诉你师尊，既然我已经恢复修为，王良还是由我来教导吧。萧云熙柔声道。这时有一位女子从紫阴山下走了上来，她步伐很慢，却犹如缩地成寸一般，眨眼间来到众人面前。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
体质造化魔胎，他就是三长老穆清欢。王良暗暗打量，他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三长老。他看起来要比云溪师尊更成熟一些，更具风韵一些。一双凤眸风情万种，眉间有着一种成熟女人才有的魅力，唇角的笑容也充斥着柔情蜜意。王良虽然身经百战，但是心里却还是一个少男。既然是少男，那就很难不喜欢这种一眼就让人忍不住冲动的叔父。更何况他那绝美的容颜也是不容忽视，不说冠绝古今，那也足以压倒当世。他有一张充满媚态的小脸，五官端正，没有半点瑕疵，如湖水般清澈莹润的眼睛，随意一撩便显露出万种风情。那呼之欲出的饱满，不堪一握的纤腰，挺翘圆润的肥臀，白皙修长的大腿，这身材完全和三清圣女妙禅姐姐有的一比。但是她又比妙禅姐姐多了些成熟妩媚的风情，一看就是软软嫩嫩的女子，抱起来的感觉肯定会让人非常满足。云溪师妹，你原本说的话怎么不算数了呢？穆清欢一来就把目光放在了王良身上，他媚眼如丝，非常大胆，直接向王良抛了一个很诱人的眼神。现在我伤势痊愈，就不劳烦清欢师姐照顾他了。萧云溪表面上平淡如水，实则在心里知道，以这女人的性格，肯定会想办法抢走王良，只是不知他会怎么说。先前你有伤，说的话就当不作数吧。但是师姐想求你，把他让给我吧。我身为造化魔胎，虽然可以观摩世间一切道则，但却无法看清自己身体的奥秘。如今我们两人既然都是造化魔胎，那就可以互相观摩，互相探究造化魔胎的本源奥秘，这对我对他都极有好处。穆清欢看着萧云溪，一脸认真的神情，模样楚楚动人。萧云溪也没想到他竟然使出了真诚必杀技，随后他又看向王良，露出曼妙一笑，问道：你觉得呢？萧云溪不开口，王良自然也不会说什么。对于穆清欢，他不了解，但是云溪师尊肯定不会害他。你说的有理，这样吧，你也可以收他为徒，但他还是我紫阴山的弟子。萧云溪思索了一番，最终点头答应了下来。既然云溪师尊这么说了，那王良自然也就答应。好，王良，明日清晨来我玄阴山拜师。穆清欢看向王良，柔媚一笑，说完便离开了。夜晚，紫阴山下的茅屋中，一道倩影走进来之后，便关住了屋门。随后，一个神力凝聚的场势便将这里与外界隔绝了起来。咦，师尊！王良看见来人，顿时一脸灿烂的笑了笑，直接上前打算去抱抱他。我想问你一些事情。萧云溪按住王良的手，面色严肃起来。什么事情？王良疑惑。子府圣子死了。萧云溪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知道，清雅师姐跟我说了这件事。她说子府圣子是被一尊吞天魔胎吸干了本源，连星辰屠戮都被毁去了。他先前被我们打成重伤，然后被三清圣子救走。我怀疑是三清圣子杀了子府圣子，他极有可能是一尊吞天魔胎。王良点头道：外界都在说是你杀了子府圣子。子府圣地又新立了一位圣子，据说比上一任子府圣子要强得多。他游走各地，叫嚣着邀约你一战，想杀了你，为上一任子府圣子报仇。不过前几日他被两个女子联手劫杀，差点死在了天日园。萧云溪将这几日外面的情况告诉王良，新立了一个子府圣子。王良沉吟着微微点头，不过也并不在意。萧云溪眸光闪了闪，随后缓缓道：我听说你在天地秘境里面结了3位夫人。我与他们误入秦花谷，不得已发生了关系，在天地秘境里面命悬一线，他们也帮了我很多。王良点头承认，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就算你想他们了，最近也不要出宗门，外面很危险。4大圣地在联手搜查北原中部的各个门派，只要你待在紫阳宗，你就是安全的。就算你被人寻到，紫阳宗也能护你周全，你明白吗？明白了，师尊。王良点头，眼底闪过一抹异色。师尊的话什么意思？他是说紫阳宗能对抗4大圣地吗？还有你这双眸子。萧云溪紧紧盯着王良的眼睛观察了起来。虽然你得到了先天圣瞳和开天重瞳，不过你还没有真正开发出这2种力量。自古以来也有过同时得到了先天圣瞳与开天重瞳的人，并将其修炼到极致，融合在了一起，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他们将这种融合之后的神通称为5道天眼。萧云溪介绍道。5道天眼。王良眸光一动，很是好奇。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你自己的东西需要你自己去发掘，你要像修炼神龙体那样去修炼它们。该说的都说了，我走了。萧云溪说完便转过身，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迈着小小的碎步朝外走去，那模样看起来就像是生怕走得快了。师尊别走！王良很识相，赶紧一步上前拦住了他。不走还做什么？萧云熙揣着明白装糊涂，澄澈明净的眸子随意地瞄了王良一眼。自从师尊伤势好了之后，徒儿还没检查你的身体呢。我来检查检查，看看师尊的伤好些了吗？王良嘿嘿笑着，上前直接将他抱起来，轻柔地放在了床上。我的伤已经彻底痊愈了，你不必再挂念。萧云熙眸光闪了闪，手中紧紧抓着自己的云纹束腰衣带，怕被这个逆徒突然拽下去，让他陷入被动的局面，是吗？你讨厌！萧云熙双臂交叉，紧紧捂着自己，没好气地瞪着王良。看来还没好，得让我好好检查检查。说着，王良就朝着萧云熙吻了上去。被徒儿一番贪婪的索取之后，萧云熙不知什么时候早已丢盔卸甲，被逆徒搂在了怀里，再也无力反抗。清晨，云溪师尊叮嘱了一些事情，随后便离开了。王良也动身前往玄阴山，按照之前穆清欢的吩咐，他直接前往山顶。山顶一座大殿中，穆清欢坐在首位，穆清雅坐在次位。王良走进去，立即跪下行拜师大礼。因为穆清欢收他为亲传弟子，所以要先拜师尊，再拜亲师姐，这是紫阳宗的师门规矩，自然免不了这一套流程。拜师之后，便是师尊单独训诫新弟子的环节，所以穆清雅便离开了。徒儿，你知道宗门四戒吗？穆清欢声音淡妙，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撩动着人的心神。他摇曳着丰腴的身子在大殿中踱步，同时美眸也在偷偷瞄着跪在大殿中的王良。弟子知道，云溪师尊先前已经告知过，进了内门不可心生杂念，要一心修炼。资质不足、修为不进者，心术不正、品行不端者，好逸恶劳、懒惰散漫者，投机取巧、歪门邪道者，此四类将会被逐出紫阳宗。王良朗声答道：那你可知你犯了哪样？穆清欢站在了王良面前，嘴角微微上扬了起来。我犯了哪样？王良疑惑，抬头看向穆清欢，却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到面前的一袭青裙，在往上则是他高耸的胸部，挡住了那张娇媚无比的容颜。身为弟子，却与师尊行不轨之事，导致我师妹渡劫失败，险些身死。你这难道不是心术不正、品行不端吗？徒儿，你可知罪？他俯身盯着王良，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邪笑。啊！王良突然懵了，想不到清欢师尊竟然知道了他与云溪师尊的关系，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清欢师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王良皱眉问道。我师妹冰清玉洁，一心修道，从未有过异性道侣，可我为她疗伤的时候，却发现她竟然失去了处子之身。开始我也不知道是谁，直到昨晚我夜观紫阴山，在山下的茅屋中看到你和他。穆清欢眸光一闪，嘴角又撩了起来，俯身看着王良，眼底闪过一抹意味深长笑意。清欢师尊，那你想怎么样？王良皱着眉头，抬头问他。云溪师尊之前叮嘱他，紫阳宗几位长老都知道他是北帝王良，但那些长老不会对王良有坏心思。可三长老穆清欢可不一定，云溪师尊对他的评价是浪荡不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让王良小心提防。难道他也想威胁自己，索要星空古树吗？可是那棵树根本不听他使唤，别说树了，王良连片叶子都摘不下来。我想怎么样？穆清欢浅笑，伸出一根白嫩如玉的手指，挑起王良的下巴，同时他眸子里闪烁着光华，在王良脸上打量，肆无忌惮的眸光朝着下面蔓延。清欢师尊，你这是……忽然王良发现清欢师尊的眼睛里浓云滚滚，电闪星烁，宛若一片混沌的星海，给人一种古老深邃的感觉。你也有武道天眼？王良震惊了，清欢师尊和自己的眸子一模一样，但是他的道则可要比自己的强大数倍不止。小家伙，本钱不小。穆清欢忽然呢喃一声。王良面色古怪，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关键部位。要知道，众童能够看穿一切，他们二人在对方的眼睛里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虽然这是心知肚明的一件事，但是说出来的话挑逗的意味可就太明显了。师妹这先天道胎气运果然不错，她竟然捡到了你这么一个宝贝徒儿，还偷偷的葬了你半年时间。不过现在你归我了，北帝王良是吧？穆清欢眉目传情，笑盈盈地看着王良，话音里有一些浪荡。归你了。王良瞪大眼睛，听着他那大胆的话语，不禁屏住了呼吸。清欢师尊已经靠近了他，将裙摆都快贴到了他的脸上。王良甚至能嗅到清欢师尊身上那股成熟妩媚的气息。云溪师妹，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定很开心吧？那一晚她脸上的笑容比我平日里见她一年的笑容加起来都多。
穆清欢忽然转身，缓缓走到大殿门口，一袭青裙被风吹得向后飘扬，显露出丰满诱人的身姿。接着，他竟然关上了殿门。王良也不知道作何回答，只能蹙眉惊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而且关门是几个意思？徒儿，你可知我们修道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穆清欢美眸一转，看向王良问道。修道一途，当然是为了成仙。王良毫不犹豫地说道。仙？你见过仙吗？自古以来，谁成了仙？穆清欢嘴角上扬，盯着王良问道。不能成仙，那就成帝，无敌世间，活万载岁月。这样的话，也不白在这世间走一走。王良眸光闪闪，一脸向往。古之大帝，称帝万载，修为震古烁今，当世无人能敌。到了那种地步，已然成为了一域主宰，众生尽在掌控，与仙几乎没有区别。你身为热血男儿，胸有大帝之志，为师也能理解。穆清欢微微点头，接着眸光一暗道。不过什么？王良蹙眉问道。一朝成道，六亲断绝，无亲在世，帝者孤也。无敌世间有什么用？长生不老又有什么用？寿元悠长，不过也只是徒增痛苦罢了。在我看来，逍遥一世就够了，只要这一世活得随心所欲，那就已经胜过成仙了。穆清欢微微摇头道。清欢师尊说的确实不无道理。王良内心震动，微微点头。他认同清欢师尊的话，每个人的道都不一样，清欢师尊也活了800多年，自然有他自己对人生的理解。这也是我看云溪师妹渡劫失败后才悟出来的道理。修士逆天修炼，可却受天道阻挠，设下那根本渡不过去的9道超脱大劫，迟早要有生死行灭的一天。既如此，何不趁早逍遥快活，享受人生呢？穆清欢忽然弯身伏在了王良的身上，用极为妩媚撩人的话音轻轻在他耳边说道。为师有珍藏800多年的清白，你要不要？啊！闻言，王良心里一惊，一扭头便看到他那张妩媚动人的小脸，长长的睫毛，狭长的凤眸，红润的小嘴，秀气的鼻子，珠圆玉润，雪肤如瓷。我看见那晚的云溪师妹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徒儿，你能帮为师吗？为师也想尝尝男人到底是什么味道，何况你是被誉为少年北帝的男人，将来你若真能成帝，师尊也不亏。穆清欢整张脸都贴近了王良，轻轻嗅着他身上那股少年独有的阳刚味道，同时一股温香的鼻息也扑在王良的脸上。清欢师尊，你……王良近距离看着穆清欢那妩媚妖娆的玉颜，有种喘不气的感觉，简直快要窒息。他从没见过这样大胆的女子，即便是萧庭夫人，论大胆也比她略逊一筹。也许是他大彻大悟，看透了人生的本质，又或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总之，他真的动情了，从了师尊吧。你也不想你和云溪师妹的事情被人知道吧？穆清欢喃喃一声，双眸迷离，拥吻了上来。王良被他拥在怀中，像个孩子一样，也没有做无用的挣扎。逃是逃不掉的，不如闭上眼睛静静享受。他不觉得清欢师尊是什么不知羞耻的女子，反倒觉得这是一种很美妙的缘分。就像云溪师尊说过的一句话，在我需要有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你。傍晚时分，王良从山顶的大殿中走出来，脚有点发软。清欢师尊像是个贪婪任性的孩子一样，一会儿妩媚妖娆，弄得人心里发痒，一会儿又会装可怜，泪眼婆娑的撒娇，把他弄疼了，王良还得停下来抱着哄哄他。他先前显得有些大胆放荡，可王良觉得他的内心其实非常柔弱且纯真，就真的像个小孩子一样。虽然和清欢师尊相处的时间很短暂，不过王良已经彻底爱上了这个可爱又撩人的师尊宝宝。怎么这么晚才出来？穆清雅在一侧的山崖上修炼，感知到了王良的气息，于是便走了过来。师尊和我共研造化魔胎，所以花费了些时间。王良有些尴尬地回答道。师尊呢？穆清雅微微蹙眉，朝着大殿门口走了过去。清雅夫人，师尊累了一天，已经休息了。王良忽然拉住了穆清雅的手，小声说道。休息了？穆清雅黛眉蹙起，感觉很奇怪，于是挣脱开王良的手，又往大殿门口走去。清雅夫人，别！王良赶忙追上去阻止他，不想让他走进大殿，万一被他看见清欢师尊玉体横陈的倒在大殿中，那还了得。于是王良便赶紧装作可怜的说道。夫人，好久没和你在一起，我想你，不如趁着师尊休息，你有你的3个妹妹就够了，想我做什么？闻言，穆清雅眉头微微皱了皱，有些不满地冷哼了一声。看穆清雅不为所动，于是王良只能拿他的特殊癖好诱惑她，赶紧附在他耳边悄悄说道。夫人，我想……穆清雅愣了一下，不过紧接着他便羞怒起来，想一巴掌拍死王良。
但是他又想起来在天地秘境里的时候，两人在一起时的那种特殊而美妙感觉。穆清雅冰冷的脸上阴晴不定，像是随时都会爆发，把王良吓得不敢多说一句话。毕竟他从天地秘境出来之后，度过雷劫，修为已经重回入道境5重天，而王良只是中道境1重天，中间几乎快相隔了2个大境界。走吧，去我屋里。最终穆清雅还是点头同意了，冷冰冰的向前带路。造孽啊！王良想到待会要发生的事情，不由得心中暗叹一声。3个夫人就没一个正常的，都有各自的癖好。待会他肯定要费一番口舌，但王良也没办法，暗叹一声，只能跟在清雅夫人身后，朝着山顶上的一座道院走了过去。由于穆清雅之前是清欢师尊唯一的亲传弟子，所以山顶只有他一人居住。进入道院后，两人又走进一间石屋，王良便闻到了一种很清淡，独属于女子闺房的香味。王良四处打量，这间石屋里只有一张床榻，再没有其他东西。夫人，怎么了？王良挠了挠头，有些不解。穆清雅眼神躲闪，羞涩地看向一侧，双颊泛起浅浅的绯红。哦。闻言，王良只能下跪，想看看清雅夫人要干什么。紧接着，王良便惊诧地瞪大了眼睛。一晃眼，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王良除了在玄阴山与紫阴山露个面，哄哄2位宝贝师尊，陪陪3个小丫头，其余时间都在虚界空间里修炼。因为清欢师尊也参悟过神龙体与神皇体的力量，所以他便将自己的心得感悟传授给了王良。另一个造化魔胎修炼神龙体与神皇体的心得感悟，对王良来说简直帮助巨大。穆清欢也传授王良造化魔胎的本源奥秘，以及5道天眼的修炼之法。但是这些必须要达到入道境，诞生了神识之后，才能更进一步的去修行。有着虚界空间里30倍的时间，王良在这段时间突破到了中道境2重天。不过他最近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的神经没了。他以天地之法修炼，每一寸血肉都是一面经纶，修炼速度奇快，消耗神经的速度也是快得令人啧舌。而且随着他修为达到中道境，修炼所需的神经数量越来越恐怖，再加上虚界空间有漫长的时间，使得王良的神经早已消耗一空。他先是跟云溪师尊要了1000斤神经，不过很快就没了。后来又跟清欢师尊要了1000斤神经，现在也马上就要见底。总不能一直跟2位师尊要吧？一个成熟的弟子肯定要学会自己去弄神经，可是到哪去弄神经呢？王良苦苦思索。虽然紫阳宗内部一切平静，然而外面却发生了许多事情。北原北部、北原南部、北原东部各门各派都有不少天骄英杰来到了北原中部，想要一睹少年北帝的风采。没有见到北帝王良，有些人就对断魂谷矿动了心思，不少人偷偷靠近断魂谷矿，想要寻找再次开启天地秘境的方法。自从天地秘境关闭之后，断魂谷矿就频频被人打劫，丢了不少神经，也不知是北原中部的几位大寇干的，还是那些外来的人。另外，新任子府圣子到处叫嚣，要斩杀北帝王良，为前一任子府圣子报仇。可他自己却被2个神秘女子劫杀了3次，每次都差点毙命，被很多人看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不过王良始终没有露面，风头也就渐渐过去了。同时4大圣地搜寻北帝王良的行动无功而终，慢慢也就消沉了下去。在这期间，4大圣地派遣的高手竟然没人能找得到紫阳宗，又或者说找到紫阳宗的人都消失了。这日王良正在虚界空间中修炼，系统提示外面有人来了，于是王良便走了出来。茅屋外有7个看起来20多岁的青年，昂首挺胸，站成一排，静静等待着。几位师兄，你们这是？王良走出茅屋后，看着这几个陌生的面孔，稍微愣了愣。虽然从没见过这几人，不过王良猜测他们肯定是紫阳宗某位长老的弟子。在下杨天真，在下杨天宝，在下杨天霸，在下杨天刚，在下杨天烈，在下杨天雄，在下杨天亮，我们都是2长老门下弟子。这7人非常礼貌，恭敬地弯身抱拳，依次朝着王良介绍自己。他们话音虽然柔缓，但气势却很是刚猛，颇有些来者不善的意味。随后杨天真向前踏出一步，恭敬地抱拳问道：敢问师弟，可是外面那传的神乎其神的北帝王良？闻言王良眉头大皱。2长老杨巅峰门下有52个弟子，都是从北原杨家村带来的孩子。这些孩子们虽然资质一般，但一个个都年轻气盛，朝气蓬勃，修炼起来也极为认真刻苦，被杨巅峰自豪地誉为杨家儿郎。这些他从云溪师尊口中听说过几次，但他从未在紫阳宗弟子面前露过脸，许多弟子根本就没见过他。这7人是从哪得知的消息，竟然还知道自己住在这里？师弟放心，我等不会乱说你的事情，只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杨天宝也朝着王良恭敬的抱拳，随后解释道：“不情之请，师兄们直说吧。”王良眸光一转，微微点头道：“我们想和你切磋切磋，还望师弟赐教。”杨天霸沉声道：“我近日身体不适，不宜切磋，诸位师兄还是请回吧。”王良直接摇了摇头，他能看出来这7个师兄都是重道境修为，甚至有3个是种道境4重天。虽然他们的气息都比较扎实浑厚，但也绝不是他一招之敌，这样切磋根本没什么意义。如果一招就击败他们，说不准会对他们的修道之心有所影响。要是故意落败的话，反倒是有些不尊重人了。好，等师弟身体恢复之后，我们再来。杨天霸点头，直接转身离去。另外几人朝着王良抱拳示意，随后也转身离开了。王良有些诧异，原本以为他们会纠缠一下，没想到直接就走了。3日后清晨，杨天霸等人竟然又来了，全部在小院外静静等候。师弟身体恢复了吗？看到王良出来，杨天霸一脸认真地问道。没有。王良摇了摇头，接着又看向他们。然而这次他们并没有离开，反而都在原地杵着，你们怎么不走？王良蹙了蹙眉，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师弟，什么时候切磋完，我们什么时候再走。杨天霸凝声说道。王良，你就与他们切磋一下吧，肯定是2长老在背后指使的，你不与他们切磋，他们是不会离开的。忽然王良耳中传来一道云溪师尊的声音。那好吧。王良无奈一叹，打量着眼前7人，开口道：7位师兄，你们一起出手吧，我不会留手，请7位师兄小心。多谢师弟。杨天霸等人闻言，立即神情严肃起来。7人一起上，倒也并非轻视了他们，毕竟对方可是号称北地之人，在天地秘境里拜2大圣子，杀太古生物，铜镜无敌，有大帝之英姿，这些事迹如雷贯耳，被北原无数人传得沸沸扬扬。忽然杨天霸等人齐暴喝一声，7人共同掐诀，神力爆发，2指冲天，幻化成一柄由神力所化的7色长剑，宛如一道虚无缥缈的巨大红光，直指天际。我缥缈山修的是缥缈剑道，如光如影，无形无踪，请师弟赐教。杨天霸沉声开口，6人的7色长剑顿时如同光影般碎成了无数道，常人根本看不清那些细小飞剑的袭杀轨迹。这倒是小瞧你们了。王良内心略微有些惊讶，本以为这7人都是凡体，在紫阳宗这种小宗门成长，实力肯定很差，可没想到这几人竟然有这样的恐怖战力，丝毫不比万剑谷那种大门派培养出来的弟子差。此刻2长老杨巅峰与萧云熙、穆清欢全部站在紫阴山顶，3人联手布下场势，不想让这里的动静被宗门其他弟子察觉。而另一边，王良神色平淡，举手一挥，四周空间泛起一阵阵涟漪，将一些细小的七彩剑气全部震碎，浓郁的神力化为一道道小金龙，游荡在他身边。先天圣童，有推算之法，你之缥缈无形，在我眼中皆有踪迹；开天重瞳，有破妄之术，你之无影无踪，在我眼里根本无所遁形。王良微微摇头，自信而沉稳。他根本不像是一个18岁的少年，晋升到战斗状态中后，比之修道数百载岁月的人还要沉稳。此刻他眸中混混沌沌，风云流转间带着一片闪烁的星云，宛若一片星空，深邃而神秘，显化出一种无上的道韵来。破！王良轻斥一声，拳头上有7道无形的龙气瞬间窜出，朝着7人分别追踪而去。哦！随着一道道龙吟声响起，杨天宝等7人应声倒地。他们本就没什么防御手段，再加上心神全部都放在了进攻上，所以便被王良一击制服。王良本想多和他们过几招，但没办法，他身后的小茅屋都被他们几人的气势给掀飞了。再打下去，恐怕紫阴山都要被毁，到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王良被迫只能将他们尽快解决。我们心服口服。北地王良果然名不虚传。杨天霸站起身，面色略微有些难看，但依然朝着王良抱拳，转身便要离开。另外几人也似乎都遭受了挫折，脸上再没有先前那般轻松，全都一脸落寞。他们想过会败，可没想到会被一招击败。他们本就是听师尊的指使来找王良切磋，可是7人联手却被人家一招击败，回去不仅要被师尊训斥，关键是自己也觉得非常丢脸。7位师兄留步！忽然王良喊住了他们。杨天霸等回过头来，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有些不解地看着王良。在他们心里都觉得王良是想乘胜羞辱他们。我在天地秘境里见过不少北元大派的天骄弟子，在众道境7位师兄要比他们略强一些。王良诚恳地抱拳说道：多谢师弟赞誉。闻言，7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眸光忽然又亮了起来，再无先前的落寞之色，反而一个个都很欣喜。七人再次与王良抱拳，随后朝着缥缈山走去。二师兄，老实了吧？紫阴山顶，穆青欢嗤笑一声，看着二长老杨巅峰。杨巅峰白发白须，但面色红润，气血充盈，丝毫不见老态。他撇了撇嘴，道：“这次落败，不代表下次还会落败。等王良突破至入道境，我让他们再来与他切磋一次。”说完，杨巅峰便转身离开。茅屋被毁之后，3个小丫头就来了。哥哥，以后你就去我那住吧。雨儿抱着王良的手臂，不停地蹭啊蹭。不了，我打算再重建一座茅屋。王良摇头拒绝。这座茅屋是他唯一一个私人的地方，可以悄悄钻进虚界空间，当然不能放弃。那这几日你先去我那住吧。火皇传承我还有好多不懂的地方，你指点我吧。雨儿摇晃着王良的手臂，羞红着脸撒娇道：“指点什么啊？我最近都指点你多少次了？”王良无语地翻了个白眼，最近可没少被这小丫头骗进他的屋子里，每次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非得指点他一整天。雨儿，你别闹了，我们一起帮哥哥搭建一座新的茅屋吧。轩儿在远处笑着劝道。哦。雨儿扭过头，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声，又回过头娇嗔着瞪了王良一眼。哼，坏哥哥，你这丫头，我晚上去你那行了吧？王良一脸宠溺地摸了摸雨儿的脑袋，摇头笑了笑。这还差不多。雨儿抬眸看着王良，闪动着大眼睛，露出羞怯一笑，接着快步跑出去，跟薛儿和青儿一起去搬木头。接下来几日，3个小丫头有说有笑，开开心心地与王良一起修建着茅屋。3个小丫头格外卖力，她们想要给王良建一个大一点、结实一点的茅屋，床也要重新搭一个，最好能同时睡下4个人。忽然，从远处走来一个剑眉星目、俊逸非凡的青年。他身姿挺拔，身穿素衣，气质十分儒雅，但脸上那副淡漠疏离的表情却给人一种遥远的距离感。你就是号称北地的王良师弟？那青年负手而立，神色冷酷，一副高手模样。你是？王良疑惑问道。他是落华山5长老的亲传弟子白羽。白羽师兄修炼天赋很强，曾经被娘和其余6位长老誉为紫阳宗有史以来潜力最大的弟子。他修炼极为刻苦，每一式剑招都要练足3万次，几乎不眠不休，这一点没人能比得上他。3个小丫头悄悄提醒道。那白羽师兄找我何事？王良皱眉问道。我听闻杨家7兄弟与你切磋，败在了你的手上，所以我也想找你切磋一番。白羽淡淡道。又来切磋？王良微微沉吟，看着眼前这个气度不凡、重道境3重天的师兄，既然他是潜力最大的弟子，索性就将他彻底击败，就此立威算了，省得谁都想来找自己切磋，这样下去岂不是很麻烦？你跟我来。王良一步踏空，直接朝着宗门外走去，在大山里找了一片地势开阔的地带。白羽脚踏一道剑光，身姿飘逸出尘，速度极快，紧随其后。青儿、薛儿、雨儿也都紧紧跟着来到此处观战。出手吧。白羽淡淡道。砰！王良猛地挥出一掌，狂暴的神力疯狂涌出，速度快如一道闪电。白羽还没反应过来，直接就被这雷霆一击拍进了旁边的山壁之中。啊，哥哥，你不会把他打死吧？他可是5长老剑无双的亲传弟子。3个小丫头见状一惊，全部瞪大双眼。没事，我有分寸。王良看向那片山壁，烟尘弥漫，山壁崩碎，一些泥土滚落下来，堆成了一个高高的土丘。咦，他怎么还不出来？王良有点疑惑，他也没用多大力啊，难道真的把人打死了？于是他便施展瞳术，朝着那座土丘下面看去。只见有一个白衣青年正面色痛苦地躺在里面，眼角淌着泪水。卧槽，咋回事？这家伙别讹人啊！快把他挖出来！王良惊叫一声，赶紧招呼3个妹妹刨开土丘，把压在下面的白羽救了上来。你寻死就寻死，自己挖个坑埋了自己多好，干嘛非得让我埋你？想讹人啊！王良不满地抱怨道。然而白羽根本不理会众人，泥土混合着泪水糊了一脸，神色凄惨落寞。我7岁修行，10岁凝气，天资过人，修炼刻苦。师尊说我远胜那些大派子弟，甚至不比4大仙门圣地的圣子差，可今日却败得如此彻底，连他的一招都接不住。白羽双目通红，痛不欲生，一脸心如死灰的模样。要知道他平日里被紫阳宗各山长老赞誉为有史以来潜力最大的天骄，可今天却遭遇如此惨败，几乎抵挡不了一点。白羽师兄，你别气馁，我哥哥那么厉害，你打不过他也是正常的。见状，薛儿和雨儿小声安慰道。我有何颜面再面对师尊？白羽喃喃一声，眸中暗淡无光，看样子像是要寻短见的样子。唉，
白羽，跟为师回去吧。忽然，远空传来一道沉缓的叹息声。师尊。白羽含泪抬头看向那个人影，能有此败，对你来说实则是件好事。肉身不行，咱们就重修肉身；道法不行，咱们就重修道法；心境不行，那咱们大不了再多拜几次。你若是样样都做到最强，他就算是古之大帝亲临，在同境之中，也最多与你平手。能有这样一个人做你成长道路上的对手，对你而言是件莫大的幸事。吴长老见无双含笑勉励道。此话一出，犹如一道惊雷响彻心扉，白羽的身躯猛然颤抖了一下。对，师尊，我若样样做到最强，就算胜不了他，他也最多跟我平手。白羽咬牙起身，用力看了一眼王良，眸光复杂道：王良师弟，多谢你今日赐教，来日我定会击败你。话音落罢了，白羽脚踏剑光追随五长老而去。白羽，王良微微皱眉，记住了这个名字。随后他又带着3个小丫头去修建自己的茅屋。紫阴山顶凉亭中，穆清欢正与萧云熙二人悄悄聊着密事。师妹，他也太厉害了吧，我度过一劫的肉身都几乎受不了。穆清欢拧着黛眉，翘着红润的小嘴，嗔怪着倾诉起来。那你还要跟我抢他？哼，活该。萧云熙没好气地瞪了穆清欢一眼，同时他也红着脸。他明面上有青儿、轩儿、雨儿，那3个小丫头可是背地里却总是欺负你一个人。我是看你可怜吗？所以才想着帮你分担分担。穆清欢有些底气不足的狡辩道。别说了，他来了。忽然萧云熙提醒了一声，王良一个迈步跃上紫阴山，却看见2位师尊饱饱正坐在凉亭里。清欢师尊，云溪师尊。王良很礼貌，微微拱手见礼。若是私下里看到一个师尊宝宝的话，王良当然不会这么客气，肯定会把他抱在怀里。可是2个师尊都在这儿，王良也不知道云溪师尊知不知道他跟清欢师尊的事，所以还是尽量举止得体一点，让他们2人不会那么尴尬。王良，你有什么事吗？萧云熙开口询问。没什么事，只是有些修炼上的问题，想要请教云溪师尊。既然2位师尊有事要谈，那弟子就晚点再来。王良说完便要转身离开。徒儿，今晚去我那儿，我对神龙体又有些新的感悟，正好要传授给你。王良正要离开，穆清欢却突然柔柔地说了一句：好。王良也没在意，于是便点点头。王良，我今晚也有事找你。忽然萧云熙神色淡淡的也说了一句：王良微微皱眉，此刻终于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对劲。2位师尊宝宝虽然语气较为平缓，一脸的云淡风轻，可是怎么总感觉在暗暗较劲啊？难道云溪师尊也知道他和清欢师尊的事情了？要不2位师尊一起去我那儿？青儿他们将我的茅屋重新修建了一番，床板也是新打造的，不会像以前那样吱悠吱悠的响了。2位师尊，你们要不要一起去试试？王良试探着说了一句。哼，不要脸。闻言，萧云熙羞怒不堪，狠狠白了王良一眼，气呼呼的离开了。王良有点尴尬的摸了摸鼻子。对于云溪师尊的反应，王良其实也预料到了，他本来就只是想试探一下，没想到云溪师尊竟然真的知道了他和清欢师尊的关系。我和云溪师妹一起。哼，想得可真美。穆清欢嘴角挂着媚笑，也娇哼了一声，美美的瞪了王良一眼，便也打算离开。然而王良却将他一把拉进了怀里。你要干什么？穆清欢娇呼一声，他那双狭长曼妙的凤眸，有着长长的睫毛，像是蒙着一层水雾，总是无意间流露出一种撩人心神的媚态。哼，这是谁家的漂亮师尊，竟然敢大白天自己跑出来，还穿着这么清凉的裙子，难道是想勾引弟子吗？王良冷哼着，上下打量着清欢师尊，一时忍不住用力亲吻了上去。许久之后，王良才松开他，开口道：去吧，回去吧，下次可别再自己一个人出来了，小心被人占了便宜。你坏徒儿！穆清欢大口呼吸，脸上羞涩到了极点，忍不住娇嗔着暗骂一声，随后一脸潮红的跑掉了。夜晚，王良待在自己的茅屋中，蹙眉思索着，神经已经消耗一空，他必须得赶紧想想办法了，不然的话修炼都是问题。没有神经，附近天地间可供吸纳的精气实在有限，修炼速度会变得无比缓慢。王良想了想，在紫阳宗躲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也该出去看看了。一方面他想去找3个圣女姐姐，领悟她们的圣体、战体、霸体本源之力，另一方面得想办法去弄一点神经。再就是若有机会，一定得杀了3清圣子。在王良回到紫阳宗后，薰儿和雨儿2个小丫头才将他们在秘境里遇到的事情告诉王良。薰儿其实并不是被银翼生物打伤的，
而是被三清圣子打伤的。据萱儿说，三清圣子在与他交手时使出了一种邪法，可以缓缓汲取他体内的冰皇之力。王良猜测，那并非什么邪法，而是吞天魔胎独有的诡异力量。吞天魔胎虽然在6大神胎之中排名倒数第一，可那是因为这种体质前期太弱，后期成道太难。若是真被他吞噬够了神体，还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蜕变。8万年前那个老魔胎便是先例，而王良身边的天之娇女都拥有神体，为了身边的人不受伤害，所以一定要提前杜绝后患，杀了他。就算杀不了他，也要曝光他吞天魔胎的身份，让他在北原待不下去。至于那个新任的子府圣子，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王良根本懒得理他。在茅屋中等了一会儿，王良原以为2位师尊肯定有一个会来，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清雅夫人。子宁，他想见你，先前我答应过他，3个月后带你在天日园与他相聚，眼看马上就到日子了。穆清雅淡淡道：子宁夫人想见我，正好我也要出宗门，那我们明日就出发吧。王良点了点头。好久不见子宁夫人，心里有点想她，以及她那对香香的精致玲珑的玉足，还有萧婷夫人，3个月没有她的消息，也不知她去了哪里。穆清雅点头，随后便转身要走。清雅夫人，忽然王良一把拉住了她柔软的小手。什么事？穆清雅回眸，眼底闪过一丝隐藏很深的羞涩，但却故作疑惑地问道：要不别走了，你今晚就住这儿吧。王良一脸温柔，凑上前用一只手抱住她，另一只手轻轻挽起她额间的一缕秀发。哦，穆清雅装作一脸镇定，微微点了点头。然而有一抹绯红从她那雪白的玉颈攀升到了完美的脸颊上。深夜，萧云熙来了，他感知到里面的情况，于是便悄然离开了。王良的3位夫人，其中有一个是穆清雅。萧云熙从3个女儿的口中知道了此事，自然也就觉得理所应当。穆清欢后面也来了，发现这一幕，差点吓得叫出声来。随后他赶紧跑去山顶跟萧云熙告状去了。第2日，王良跟2位师尊说了一声，随后又去看望3个小妹妹。青儿自毁经纶，换道重修，修炼速度比以前还恐怖，简直快得可怕。再加上王良给了他一株大药，使得他在3个月时间便已经达到了通玄境1重天。薰儿和允儿也都在刻苦修炼，他们先前在天地秘境里获得了真皇传承，最近一直在潜心钻研着仙兽之法，跟这3个小丫头也打了声招呼之后，王良便与清雅夫人出了紫阳宗。他们各自使用易容术改变了原本的样貌，然后先去了北斗圣城，在北斗圣城打听了一番消息，随后在清风城坐船送阵前往天日园。天日园曾有一位北远古圣座画在那里，如今归子府圣地管辖。在一个名为天牢城的地方，2人下了船送阵，并肩同行，漫步在广袤的北原大地上。四周举目荒寂，无草无木，满地都是暗红色的沙石。傍晚的夕阳将2道人影拉得很长。清雅夫人，你知道从哪能弄到神经吗？王良看向身边的穆清雅，忽然觉得她在这一刻无比惊艳。酡红的夕光使她的发丝熠熠生辉，那张总是冷冰冰的小脸也染上了一些暖暖的温度。在此情此景之下，王良情不自禁拉起她凉凉的小手。你缺神经吗？穆清雅那柔软的小手被王良拉住的一刹那，身子轻微抖了一下。不过她很快便适应过来，只是将头扭到了另一侧，想要掩盖自己羞红了的脸颊。很缺，已经耗光了。王良微微点头，走着走着，身子靠近了一些穆清雅。这是1000斤神经，够你用一段时日了，没了再找我要。穆清雅一只手被王良牵着，于是用另一只手拿出一个储物袋来，递给了王良。1000斤。王良虽然接了过来，但还是面露难色。1000斤神经，若是正常用的话，确实能用一段时间。可是，一旦进入虚界空间，有着30倍的时间加持，这点神经马上就会用光。不够。穆清雅察觉到王良的神色，微微蹙眉，随后又道：我师尊和7长老，他们不缺神经，你可以向他们多要一些，就算要个几万斤，他们也拿得出来。啥？几万斤都拿得出来？王良面色惊讶，随后咂了咂嘴，没想到2位师尊宝宝还都是小富婆，早知道就跟他们多要点了。等你突破至入道境，我带你去个有神经的地方。穆清雅稍微思索了一下，有些话没有选择说出来。突破至入道境，好，给我一点时间，我马上就会追上清雅夫人。王良点了点头，朝着穆清雅灿烂一笑。在夕阳的映照下，这种青春少年的笑容显得格外温暖，而且充满活力。穆清雅看了他一眼，脸红得更厉害了。此刻他已经被王良抱在了怀里，像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紧紧依偎在一起前行。天黑之前，2人来到了天日园。这是地势很高的一片平原，
因其在正午时分与天空中大日的距离看起来非常近，于是得名天日原。这片平原的最前方有一道深不可测的悬崖，里面有着极为强大的场势力量，不能御空跨过。据说曾经有一尊女圣这片平原上闭关，直到寿元枯竭也没有参破地道，于是坐化在了这里。不能御空，若是被敌人堵在这里，那就相当于一片绝路。王良走到悬崖边上，往下看了一眼，随后微微蹙眉。这道悬崖深不可测，感觉有些阴森，就算他使用重瞳观察，也难以洞悉下方的秘密。而且这里给他一种很不祥的预感。绝路。穆清雅有些不满，瞪了王良一眼：“你是怕我害你吗？”他先前选择在这个地方约见谭子宁，只是因为这里人少，几乎没什么人会来天日原，比较隐秘。而且这里是子府圣地的地盘，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我只是随口说说这里的地形。清雅夫人哪用得着害我？一巴掌就能拍死我？王良嘿嘿一笑，凑上去抱住穆清雅，随后拉着她，两人一起坐在一块青石上，静静赏着月光。距离3个月的约定还有几天时间，他应该没那么快来。这几日你也不要闲着，就参悟一下至尊神胎的本源之力吧。穆清雅靠在王良的怀中，抬眸看着月光，声音冷冷清清，但却充满了女儿家的柔情。谢谢清雅夫人。王良轻抚她的秀发，看着她那如诗如画的容颜，忍不住解开了她的束裙衣带。接下来3天时间，白天穆清雅就让王良参悟她至尊神胎的本源力量，同时将一些心得感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王良，而且还会帮助他修炼。到了夜晚，自然就是两人的独处时间。反正此地偏僻无人，所以王良与穆清雅也不会顾忌什么。短短3日功夫，王良便初步了解了至尊神胎的本源奥秘。至尊神胎不愧为6大神胎中排名第2的存在，拥有这种体质的人天生就懂得9种玄奥的至尊道印，可以将自身力量转化为不同的至尊道印施展出来。这9种至尊道印实际上类似于某些强大的阵法，拥有幻、杀、防、祸、毒等不同功效，可以使得自身施展的神通诡异莫测，威力也能上升好几个级别。虽然以王良目前的重道境界还无法透彻地临摹出这种力量，不过在清雅夫人的指点下，王良也研发出2道强大的至尊印法：冰皇印、火皇印。一印盖下，如同9只真皇凌天联合组成法阵，能够将敌人围困其中，以极道火威生生熬炼致死，或以极道冰威将敌人灭绝生息。虽然这2式神通不如天帝留下的仙兽战法，但也极为强势，且消耗甚小，可以连续不断的施展。这3日来，王良为了练习至尊法印，已经朝着悬崖下方打出无数道冰皇印与火皇印，可却都如石头大海，没有丝毫波澜。这让他更加好奇，这悬崖下方到底有什么？为什么如此强大的神通打上去都没反应，像是消失了一样？3日后，谭子宁如约而至，不止他自己来了，而且他还带着萧庭夫人。为了提早见到王良，他们俩披星戴月，一路疾驰，甚至约定的日子还没到，提前了2天来这里。但不巧的是，他来的时候正是深夜，自然就看到王良与穆清雅正在滚草地。子宁夫人，萧庭夫人，王良一时间不知道该尴尬还是该惊喜，慌乱的起身穿起衣服，又尴尬又惊喜的朝着他们2人迎来。而穆清雅在一旁神色平静，虽然有些脸上泛红，但也镇定自若的穿着衣服。雷萧庭和谭子宁2人对视了一眼，都不知道心里什么感觉。本来是和小夫君久别重逢的欢喜日子，却遇到了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萧庭夫人，你怎么会和子宁夫人在一起？王良有些好奇地问道。我找不到你，所以就去问问子宁有没有你的消息。然后他告诉我，3个月后你会来天日原，所以我就和他一起等你了。雷萧庭纤细的黛眉挑了挑，随后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旁边的穆清雅。你没回雷族吗？王良问道。回雷族干什么？雷族又没有你。萧庭白了王良一眼道。闻言，王良嘿嘿一笑，拉住他的小手。说好的3个月，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谭子宁美眸曼妙，直视着王良，声音婉转而幽冷，带着一种诱人的磁性。我们为了早点见到你，所以早来了几日。王良笑着解释。早来了几日？谭子宁美眸一闪，追问道。早来了3日。王良老实回答道。3日。闻言，谭子宁那张幽冷邪魅的小脸上露出一抹笑意，他上前一步，附在王良耳边，吐气如幽兰，低声问道：那待会儿还有力气吗？我想你可是想得紧呢。那种事待会再说。王良一听，立即红着脸后退一步，随后认真道：我有事想拜托你一下。什么事？谭子宁收起玩味的眼神，眸光一动。这里荒僻无人，我想在这儿好好修炼几日，参悟3大天体的本源之力，但是得麻烦你帮我把其他3个圣地的圣女约来。
王良解释道：“想参悟3天体，必须要把3位姐姐约来这里。但是，只有子宁夫人有那个身份，能与其余3个圣地的圣女搭上话。若是其他人想见一个地位尊贵的仙门圣女，根本不可能。”王良也是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眼下恐怕只有子宁夫人能帮他，其余3个圣女，可是我能以什么理由约他们来这里？闻言，谭子宁黛眉一皱：“你只需说我要见他们，他们自然会来。”王良笑着说道：“哦。”谭子宁眸光闪烁，微微点头，心中诧异王良说这种话的底气，但紧接着他又说道：“齐瑶和洛离好说，我可以传个话，但是那个妙禅，我与他关系不好，懒得找他。”话音落下，谭子宁轻哼一声，直接拒绝。妙禅就是那个穿的很少的3清圣女。穆清雅也凝眉淡淡问道：“对，就是她。我也看那个妙禅不顺眼，长得骚里骚气，你说小夫君跟着她能学好吗？”萧庭夫人也翘着红润的小嘴，不满道：“你们不要那样说她，毕竟立下了道心誓言，她已经是我的姐姐了。”王良无奈，拉着萧庭夫人的小手柔声劝道。接着，王良又向穆清雅和谭子宁解释了秘境里发生的事情。那算了，子宁，你就把她也约来吧，反正小夫君是为了参悟他们的神体本源。萧庭点头，看向谭子宁：“好吧。”谭子宁犹豫片刻，最终也答应了下来。夜晚，雷萧庭与穆清雅2人一起背靠在一块青石上，也不知道在聊什么，总之很开心。若是被王良看见这一幕，定然会大吃一惊，因为清雅夫人那向来冰冷的脸上竟然满是盈盈笑意。而谭子宁则与王良独处，因为子宁夫人明日就要离开，去给王良找3个圣女来，所以王良想先陪陪她，一方面是感谢她，另一方面也确实想她了。子宁夫人，你的眼睛真好看，这3个月我每天都想你想得睡不着觉。王良盯着他的眸子，一脸痴情地说道：“哼，你这种话，骗骗那些情窦初开的小女孩还行，对我没用。”谭子宁黛眉弯弯，傲娇地嗤笑一声：“你不就是情窦初开的小女孩吗？”王良撇嘴道：“真想我了吗？”谭子宁将白皙的玉臂环在王良的脖子，红唇喷吐芬芳，一脸娇媚。“想了。”王良用力点头，蠢蠢欲动。“那就来吧，让我看看你有多想我。”谭子宁将王良拥入自己广阔的胸怀里，随后娇娇一笑。第2日，谭子宁离开，接下来萧庭夫人便开始传授王良永恒神胎的本源奥秘。这种体质其实并不具有多么强势的攻击手段，萧庭夫人强是因为她本身就出自太古地族，修行雷法，再加上资质奇绝，故而实力惊人，而并非是这种体质的加持。永恒神胎拥有一种奇异的道则，能够让某一瞬间的事物都化作永恒。随着修为增加与道法成长，这种能力便愈发恐怖。大成的永恒神胎甚至可以利用永恒道则，让一个人寿元不枯，永恒地停留在18岁，而不干扰其行动。寿命、时间、行动，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永恒道则影响。王良只是粗略地观摩了一下，以他现在的境界，还不能领悟永恒神胎的道则力量，至少也得需要入道境才能研习萧庭夫人的永恒神胎、清雅夫人的至尊神胎、子宁夫人的鸿蒙道胎、云溪师尊的先天道胎、清欢师尊的造化魔胎。凡是神胎都需要成长，王良也只能随着修为的增进，去慢慢领悟其中的奥秘。7日后，子宁夫人带着3位圣女来了，齐瑶、妙禅、洛离全都瞪大眼睛打量着王良，满脸都是不敢置信。4大圣地联手找了他那么久，差点把整个北原中部都翻了个遍，却还是没能找到他。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逃离北原中部，可是他现在竟然又出现在这里。3位姐姐，干嘛这么看着我？王良咧嘴笑问道。王良弟弟，看来你背后的宗门也不一般。齐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一张玉颜清纯圣洁，2个雪眸澄澈漂亮。他来这里见王良，并没有蒙着瑶池圣地的面纱，蒙着面纱有可能被人注意到他瑶池圣女的行踪，不戴面纱反倒是没几个人认识他。况且来见王良，他自然要大大方方地展露自己。其实在天地秘境里，他是第一个喜欢上王良的女人，可惜由于身份立场的原因，有些事不遂人愿。但他后来耍了个小小的心机，被雷萧庭以永恒道则定在一刹那的时间里，其实以他玄天圣体免疫万法的能力来说，是可以破开那种禁锢的，但是他没有，反而故意被王良逼迫他们立下了道心誓言，只为与他牵扯上一些因果羁绊。只要与他不做仇敌，无论什么关系，他都可以与他慢慢发展。王良弟弟，这几个月姐姐好想你。妙禅眸若春水，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王良。回到圣地之后，他久久夜不能寐，
每当回想起那个少年的身影，一颗芳心便躁动难耐。那俊朗干净的脸庞，挺拔雄健的身形，惊人的修炼天赋，以及少年北地的名头，无疑不再撩拨着他的芳心。但他最为在意的，或许是初见之时那稚嫩单纯的少年给他带来的那种纯真青涩的感觉。王良，少年英姿，潜力巨大，未来是能成长为大帝的男人，在他心里是最完美的夫君，说什么也要得到他。哼！洛离看到王良，依旧是小小的哼了一声，心里还是有些怨气。回到九天圣地之后，九天圣子对王良赞不绝口，说他注定会成道，甚至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把王良视为将来的最强力的对手。可洛离心里却有苦说不出。哥哥啊，你的妹妹已经被那个坏家伙逼迫着立下了如同认主般的道心誓言，这辈子都要任由他驱使。王良看到洛离的目光，当然不明白他在想什么，于是灿烂一笑，喊了声洛离姐姐。洛离姿容绝世，眸底如一泓秋水，冷冽而明亮，精致的琼鼻，红润的樱唇与那白皙胜雪的脸颊相映成趣，雪藕般白嫩的柔软玉臂，春笋般笔直的修长玉腿，再搭配上那细腻柔滑、娇嫩水润的冰肌雪肤，堪称完美而无瑕。在王良眼中，她真的是一个亭亭玉立好姑娘。齐瑶、妙禅、洛离三人与王良打招呼之后，便看向另外三人，面色略带忌惮。这三人便是传言中北帝王良的三个夫人，一个雷族公主雷萧庭，一个羽族的神秘女子穆清雅，一个子府圣女谭子宁。雷萧庭身为雷族公主，实力强悍，凭借一手永恒道则，几乎同境无敌，自然不必多说。穆清雅乃至尊神胎，羽族秘法在其手中受到至尊法印加持，威势诡异莫测。而谭子宁这个女人向来随心所欲，根本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天地秘境之中，所有人都知道她与王良的关系，出来后她也没有否认，即便在子府圣地的施压之下，她也没有透露出王良的一丝信息，只是淡淡说了句，大不了我不当这个圣女，就算你们将我逼死，我也不会透露她的任何信息。谭子宁可是被称为四大圣地所有圣子和圣女里最强的人，尤其他爹还是子府圣主，子府圣地当然不会逼迫他。这三人都无比强势，尤其先前还被雷萧庭阴了一手，使得齐瑶三人无比忌惮。来之前，齐瑶、妙禅、洛离便已经决定结为同盟，免得被他们欺负。当然，有王良从中调和，他们六人自然也不会爆发什么矛盾。接下来，王良便打算与三位姐姐在天日园修炼一段时间，而子宁夫人也交代了一件事，便带着穆清雅与雷萧庭离开了。2个月后，三清、九天、瑶池、子府四大圣地先前联合创立的战神学院就要开始招人了，到时会招收北原中部各门各派的天骄妖孽，为他们提供海量资源，就连圣人也会出山，指点后辈修炼，用以增强他们的实力。一方面，北原中部7条古矿最近频频出事，挖出了一些恐怖的生灵，死了不少人。有些老人觉得太古一族可能要出事了，必须培养年轻一代的天骄，应对将来的局面。另一方面，时隔1000年，北原北部的万年雪山上，冰地遗府也要开启了。四大圣地要派遣一批战力强悍的天骄，前往遥远的北部极寒地带去掠夺一些机缘。对这2件事，王良没有细问，但子宁夫人说了，到时会给王良安排一个身份，让他也进入战神学院进修，说是对他很有好处。3位夫人离开后，王良便正式开始参悟3大天体的本源之力。苍天霸体天生自带一种霸气，这种霸气其实是一种很奇异的场式领域，能够压制他人的神力，甚至道法，非常强势。如果没有神体的话，寻常人一般情况下根本不是霸体的对手。首先肉身就无法承受霸气的压迫，玄天圣体有一种玄天圣光，一旦圣光加身，可免疫万法，不被万道压制。与人征战之时，气运暴涨，一切事情都在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非常恐怖。梵天战体有一种梵天战意，战意开启，符印绕体，便可爆发至少10倍战力，同境之中攻伐无敌。3天体的本源之力堪称是这世间最强的力量道则，一旦全部被一人获得，那该有多么恐怖。齐瑶和妙禅对视一眼，愈发期待王良的成长，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心中所想。唯有洛离还在咬牙纠结。之前齐瑶与妙禅2人也劝过他，让他与他们2人联合起来，将王良弟弟抢到手，但他心里始终还是觉得，就这么喜欢上一个人，还要抢着做他的女人，实在有些太草率了。2个月时间匆匆而过，王良终于小有所成，圣光、战意、霸气全部领悟到了一些精髓，其中自然也少不了3位姐姐的倾力帮助。他们怎么还没回来？王良被妙禅姐姐抱在怀里，喃喃一声，看向远空。先前与3位夫人约定好2个月后来找他，可现在竟然还没来。王良心中暗暗叫苦。
妙禅姐姐每日诱惑他，三位夫人再不回来，他可真就坚持不住了。我数3、2、1，你把手拿开，不然的话，呵呵。妙禅紧紧抱着王良，脸上挂着盈盈笑意，威胁道：“我不，妙禅姐姐，你发过誓的，一切都得听我的，快松开我！”王良捂着嘴巴，用力挣扎着，想要从妙禅姐姐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可是，以他目前重道境2重天的实力，又如何能反抗得了一个入道境5重天的高手呢？3，妙禅根本不听他的，双腮粉红，眸若春水，一张绝美诱人的玉颜缓缓朝着王良的面庞接近，吐气芬芳。要是被我那3位夫人知道，他们肯定会揍我的。王良哭丧着脸说道。2，妙禅依旧不为所动，一脸媚笑，淡淡的数着倒计时。你，王良一脸无助，这几日也不知被他强迫了多少次，若是不从了他，他就会以帮助自己修炼为由，狠狠揍自己。1，妙禅话音刚落，王良便吓得立即将手拿开。没了遮挡，妙禅那红润饱满的阴唇立即朝着王良吻了上去。过了很久，妙禅一脸坏笑，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心满意足地将王良从怀里松开，而王良则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被齐瑶姐姐抱在怀里安慰起来。以你目前的修为，根本不是妙禅的对手，下次还是不要抵抗了，否则的话又要被他白白揍一顿。放心，我们不会告诉你那3位夫人的。齐瑶看着怀里柔弱无助的少年，柔声安慰起来。王良一脸委屈地点了点头，抬头看向齐瑶那完美无瑕的清纯玉颜，喃喃叹道：“齐瑶姐姐，还是你好，那你亲姐姐一口吧。”齐瑶话音一转，淡雅地笑了笑。王良神色一滞，正打算真的去亲她一下，齐瑶却莞尔一笑道：“姐姐跟你开玩笑的。”哦。闻言，王良眸光一暗，继续缩在她怀里。这个装模作样的小色胚。洛离在一旁看得捏紧袖拳，不禁暗骂一声。又等了2天时间，3位夫人还没回来。王良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去哪里，但也不想就这么干等着。于是他就打起了身后悬崖的主意。这悬崖之间不能御空，有着一种很奇怪的场势力量，下面的气息很阴邪，让王良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是王良使用先天圣瞳推演了一番，他若是下去的话，吉大于凶，可能会有大造化。我想独自下去看看，3位姐姐，你们在上面等我。王良决定道。以你的实力，下去不是找死吗？这天日园虽然不是什么绝凶禁地，但是自从上古时期的那尊女圣作画在这里后，跳下悬崖的人很少有人活着上来。曾经我9天圣地有位度过3劫的前辈下去过一次，他说下面没什么机缘，反而满是阴煞之气，若是没有合道境修为，下去就是找死。洛离拧着黛眉告诫道。对，王良弟弟，下面没有什么机缘，你还是别下去了，就算有机缘也被先前下去的那些强者拿走了。齐瑶也一脸担心道。机缘2字讲究机遇和缘分，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机缘才会现世。王良摇了摇头，他相信自己推演的结果，下去以后一定会有所收获。既然你想下去，那姐姐陪你走一趟，毕竟当初人家被某个小坏蛋强迫立下了道心誓言，一辈子都要保护我的小弟弟呢。妙禅撅着小嘴站在王良身边娇嗔起来。那我也与你们一起。齐瑶眸光无奈，只能点头答应。不必了，你们在上面等我，顺便等等萧婷夫人他们，万一他们回来，你们倒是跟他们说一声。王良对着3位姐姐微微一笑，补充了一句：相信我。随后还没等齐瑶等人答话，王良便一个纵身跃下悬崖。他也太任性了吧，都说了下面有危险。洛离看着那个消失的少年身影，气得跺了跺脚。耳边的风声呼呼作响，王良的身躯如同山石一般坠落，以极快的速度俯冲崖底。轰！如同一颗巨石落地，震得尘土向外飞扬。王良双腿微曲，稳稳落到一片空地上。好浓郁的生命精气！跌落崖底之后，他忽然嗅到一股异香，随之鼻尖微微耸动，立即眸光一亮，向四周打量此地山清水秀，草木丰茂。想不到这崖底的生命精气竟然如此浓郁，而且还滋养了不少五彩斑斓的奇花异草，使得它们高大的有点吓人，足有3丈来高。甚至有一些花草已经通灵，被这里浓郁的生命精气滋养，诞生了些许灵智，朝着王良缓缓移动过来。灵族！看着远处悄悄移动过来的巨型植物，王良喃喃惊诧。他曾经在一本古籍上看到一些记载，草木通灵，石头成精，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一些本没有意识的生灵拥有了灵智，诞生了意识，死物成活，便被称为灵族。灵族号称天地之宠儿，汇集天地之运，吸纳日月精华，
万年不衰，寿命无穷。传言中，如若有人屠戮灵族，就会遭到天谴报应。不过王良可不会顾忌什么，不想死的都滚远点。王良冷声开口，警告那些缓缓向他移动过来的植物生灵，因为他察觉到了一些杀意，那些植物生灵竟然将他视为了养料，想要吞噬掉他。随着他话音落下，那些植物竟然像是能听懂话一般，迅速遁走。那种阴寒的感觉在那里。王良开启重瞳与圣瞳，朝着一座大山的方向张望了过去。他谨慎地向前迈出几步，继而一边查探一边前行。唰！突然，一根翠绿长藤出现，宛如一条长蛇，蜿蜒盘旋，枝叶摇动，朝着王良迅猛窜了过来。哼，你们还敢打我的主意？王良眉目一冷，周身散发金光。先前参悟三位姐姐的天体小有所成，正愁没地方施展，此刻正经大放手脚。苍天霸气，开；梵天战意，开；玄天圣光，开！王良暴喝3声，一瞬间，他仿佛化作了一尊天神，周身金光灿灿，各种繁复的符文与打印流转周身，形成一尊独特的金龙法身盘旋周边。此刻，他神力暴涨了不止10倍，浑身沐浴祥瑞圣光，霸气场域向四方笼罩了10里范围，如同天神下凡，气息极为恐怖。砰砰砰，周围草木寸寸崩裂。紧接着，一些原本潜伏在四周的生灵纷纷逃窜。哟，咱们弟弟好厉害！造化魔胎果然非凡。听到2道熟悉的女声，王良一回头，立即看到了妙禅与齐瑶2位姐姐朝他走来。后方，洛离也不情不愿地跟在他2人身后。3位姐姐，你们怎么下来了？王良略有些吃惊地问道。洛离不放心你，所以我们就下来了。妙禅娇笑道。啊，洛离姐姐。王良看向洛离，眸光一愣。哼，我才不担心你呢，只是怕你殒命在崖底，倒是违背了我的道心誓言。洛离冷哼一声，扭过脸去。洛离你别装了，我们3人里其实属你最担心他。妙禅嗤笑一声。我哪有？洛离皱眉，跺着脚哼道。你明明有。妙禅微微一笑。我才不担心他呢。洛离愈发气恼。不，你担心他。妙禅淡淡一笑。嗨嗨，3位姐姐，既然你们下来了，那就小心一点，这里不太安全。见此，王良赶紧转移话题。我隐隐有种感觉，这里好像有一个很恐怖的生灵正在沉睡。他眸中流转混沌星雾，一缕缕金色道芒不停地交叠推演，为他提供了不少信息。你这双眸子，以姐姐看，马上就要成了。时隔几千年，北原又要出一双5道天眼了。妙禅仔细观察着王良的眼睛，随后点头称赞道：“5道天眼。”王良点了点头，心中也有些期待，但他心里明白，清欢师尊的眼睛比他更厉害。清欢师尊的实力要比云溪师尊略胜一筹，早就度过了第1重超脱大劫。他修阴阳生死大道，拥有一双5道天眼，能勘破生死，一眼就能将送人尽往轮回，一个眼神就能杀人，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别看他平日里娇滴滴的，一副总是被王良欺负的模样，但他发起狠来，那可绝非善类。你们小心，跟在我身后，我想知道这里到底有什么宝贝。王良眸光一闪，叮嘱了3位姐姐一声，随后向前带路。很快，4人便来到了一座花开遍野的大山脚下。此地花开满山，异香传来。妙禅、齐瑶、洛离3位圣女全部面色凝重，甚至心中惊悚。王良弟弟，别进去。齐瑶内心惧怕，他也研修过一些气运之术，能感知到这山洞绝对是一个绝世凶巢，这里绝对有什么恐怖的生灵，你可别拉着我们送死。洛离皱着黛眉，想要劝告王良。王良此刻也心中一沉，这山洞之中好恐怖的感觉，里面像是封印着一尊绝世凶妖，浓郁的血煞气息让人不寒而栗。此地也正是这悬崖中所有阴邪气息的来源。但是他推演一番之后，觉得这里似乎有大造化。现在王良心中也在衡量，进还是不进？当然要进。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若是遭遇绝境，大不了钻进虚界空间，系统能保他一命。3位姐姐，你们在外面等我，我想进去看看。转瞬间，王良眸光坚定，下定了决心。你疯了吧？还真要进去？洛离顿时大叫道：“弟弟，这可不是你能逞威风的时候，此地凶险，进去绝对九死一生。”妙禅一脸凝重之色。3位姐姐，不要挂念我，我自有手段保命。我若死了，你们也就不必再遵守道心誓言了。王良回头笑了笑，一转身消失在幽暗的山洞中。这家伙，洛离咬牙，怒意上头。妙禅，你也要进去？
齐瑶忽然叫住了正往山洞里走的妙禅。他虽然潜力巨大，但毕竟现在实力还是差了些，有我的话能保护他。妙禅淡淡说了句，没有丝毫犹豫，继续往深处走。你难道不怕死吗？洛离大声质问道。死？夫死妇随，我认定他了。妙禅嘴角勾着媚笑，声音落下，已经消失在了山洞中。洛离妹妹，你若是不愿的话，就回去吧。听了妙禅的话，齐瑶此刻无比冷静了，说完也毅然决然地往山洞里走去。你们到底为什么啊？就算他有大帝之资，可也不值得你们冒这么大的危险吧？何况那家伙已经有3个夫人了。洛离气得抓狂，无可奈何，在原地咬牙跺脚。因为王良，他与齐瑶与妙禅相识，有了此生最好的2个朋友。又是因为王良，他的心思每日每夜都放在了一个少年身上。这2者都是他不曾拥有，却又极度渴望的东西。这2者也是藏在他内心深处最不想抛弃的羁绊。罢了，姑奶奶也进去。这个任性的小王八蛋，姑奶奶这辈子真是栽在你手里了。洛离露出2颗可爱的小虎牙，狠狠骂了一声，随后怒气冲冲地朝山洞里跑了进去。山洞之中幽暗而阴森，一股股血煞的邪恶气息扑鼻而来，随着渐渐深入，那股气味便愈发浓郁。这洞中并不寂静，反而有许多草木生灵，一根根黑色枯藤游动，暗紫色的花蕊中绽放着恐怖的毒刺。若非忌惮王良身上的霸气压迫，他们恐怕早就冲上来吞噬王良身上浓郁的生命精气。不过王良倒也不惧，山洞中的生灵虽然摸不准实力如何，但毕竟是些草木生灵，最怕火焰。王良手捏火黄印，有几道火威震慑，基本没有什么生灵敢上前。他一路深入，终于发觉那些阴邪力量的来源似乎就是这些黑色的植物，它们似乎沾染上了什么阴邪的东西，因此得到滋养，异变通灵，拥有了极为恐怖的力量。可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王良浑身笼罩火光，没有生灵敢找他麻烦，他便快步朝山洞深处冲去，想快些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毕竟这里的生灵实力很强，如果交手，王良绝不是他们的对手。砰！忽然山洞中有一块巨石没有丝毫征兆地砸向王良，他五感敏锐，虽然提前察觉，抬臂一挡，但却被打飞10几丈远。起身之后，看到那头怪异的生灵，王良不由得惊声道：石头人！哗啦啦，山洞之中一块块巨大石块逐渐凝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型人形生灵。他眸光悠悠，如同鬼火，浑身青灰2色，四肢皆由巨石拼接而成。很明显，他不惧王良手中的几道火威，要守卫这座山洞，驱赶王良。轰！又是一道威猛的巨拳砸来，空气都被湮灭，发出刺耳的爆鸣声。王良闪身一躲，借机往山洞深处冲去。硬碰硬不是明智之举，要尽快找到机缘逃离这里才是。你逃不掉的！石头人闷声开口。他虽然笨重，但却异常聪明，在山洞中狂奔，横冲直撞，弄出巨大响动，似乎在召集同类。那就先解决你。前路被阻挡，王良看着眼前的石精野怪，不由得将神力凝聚在手中。正当他准备出手之时，砰的一声巨响，石头人轰然爆碎在山洞中。后方金光灿灿，一簇金枝莲花蔓延而来，携带着恐怖的气息，将整片山洞都映成了金色。妙禅姐姐，齐瑶姐姐，你们怎么也进来了？王良一回头，只见漆黑的山洞中，2位浑身发光的仙女联袂而来，一个脚踏金枝玉莲，身姿婀娜曼妙，一个披着五彩圣光，气质圣洁如仙。她们正是妙禅与齐瑶2位姐姐。哼，你抛下我们，是想让我们违背道心誓言吗？妙禅娇哼一声，随后又道：当初我们可是发过誓，无论何时都要尽全力保护你。那洛离姐姐呢？王良看了看他们2人，忽然问道：她可能返回去了吧？3人望向后方空荡荡的山洞，感知了一番，一片沉寂。于是齐瑶有些不确定地说道：王良眸中闪过一抹担心，但毕竟此地凶险，不是担心别人的时候。我们既然来了，那就到里面看看。我感觉前面有很祥瑞的东西，应该不远了。王良圣瞳发光，在前面打头。妙禅与齐瑶2人对视一眼，也紧跟上去。在山洞中越走越深，遇到了各种奇异的生灵，数量越来越多，实力也越来越强悍。不过妙禅的金莲战法气势恐怖，战力无双，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终于他们看到前方有一些微弱的光芒，那是什么？好浓郁的生命精气。王良与齐瑶、妙禅对视一眼，皆无比震惊。他们3人小心翼翼地靠近，像是走了很近，又像是走了很远。那发光的东西迷幻朦胧，一瞬间他们忽然看到了那发光的东西，
有一座堪比城池的巨大宫殿，笼罩在袅袅仙光之中，气息圣洁，璀璨耀眼。他自己移动了过来，突然矗立在王良等人身前，城门大开，像是要邀请几人进去。这是仙人的宫殿吗？王良抬头，双眸颤动，内心惊骇到了极点。难道是幻术？不对，好像是真的。齐瑶身上圣光散发出来，想要查探谁在施法，却又难以察觉。眼前的宫殿圣洁而璀璨，宛如仙人打造。不过它出现的太过突然，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你们看上面刻着34百花宫34 3个字。忽然妙禅指着宫殿大门上方的门匾，蹙眉提醒道：百花宫。王良顿时也向上看去，果然看见3个笔锋犀利，犹如铁画银钩的3个大字。难道这里是那尊上古女圣百花王的墓地宫殿？齐瑶忽然惊声道：上古女圣百花王。王良皱眉，有些疑惑，就是那尊在天日元闭关冲击地境失败的女圣。数万年前，她出生于北原中部的百花谷，从小便天赋异禀，展露出远超常人的修炼天赋。后来她前往北原北部，进入极寒之地，观一株傲骨寒梅入道，从此无敌世间，风华绝代，度过6劫，直逼准地境。只可惜她最终作化在了天日元，令无数人惋惜。她是自古以来北原唯一有希望冲击地位的圣人王，世人称她为人间第一香绝艳百花王。齐瑶眼睛里都是闪亮的小星星，一脸崇拜地解释道：想不到他竟然将自己葬在了悬崖下面，怪不得万年来没有人能找到他的尸骨墓地。古之圣贤往往在生死之前都会留下传承，以待后人继承其衣钵。莫非这里是他留下的传承宝地？妙禅拧着黛眉，眸光闪烁。走，我们进去。王良听得心里直痒痒。他开启圣瞳，预测吉凶，反复确认过此地皆是祥瑞之气，并无半点凶险，于是便带头走了进去。穿过一片仙光朦胧的雾霾，王良3人走进宫殿大门，立即被震惊的一句话说不出来。璀璨的白玉石铺向前方，汇聚成璀璨耀眼的宽阔道路，一排排成梁玉柱，足有10人合抱之粗，上面雕刻着万种灵花的图案，流淌着祥瑞之气。大殿顶端，无上道则演化出灵花万朵，姹紫嫣红，明亮非凡，弥漫着一股自然大道的气息。望向四方，似乎有几处通道，仙光闪耀，明亮非凡，像是有什么奇珍异宝储藏在那里。王良感知了一会儿，便拉着2位姐姐朝着一处灵气氤氲、花香扑鼻的通道走了过去。刚进入通道，王良等人便直接出现在了一个遍地花开的奇异空间。一株株高大的植株茁壮生长，盛开各色鲜花，交错绽放着神光，散发出阵阵大道玄音。王良只是轻轻嗅了嗅，瞬间毛孔舒张，浑身气血奔腾，神力汹涌，差点突破一个境界。这里满地都是被蕴养万年的天材地宝，各种灵花灵草竟然被滋养封存在这里，拥有了神性。哇！望着这里的景色，妙禅与齐瑶瞬间张大了小嘴，惊得目瞪口呆。这么多大药！王良眸光闪烁，便想弯身去采。等等，快封住口鼻！王良忽然惊声提醒。怎么了？齐瑶和妙禅瞬间警觉地问道。这里竟然有春情花！王良眸光一凝，终于在这满地祥瑞的植株中察觉到了一点凶兆，这里大多都是上古奇花，不仅有能使人阴性大发的春情花，而且还有一些蕴含剧毒的花朵。王良只是看着它们，便感觉内心发寒，若是沾染上它们的汁液与香气，定然会毙命于此。春情花，齐瑶与妙禅对视一眼，眸光闪了闪，随后便看向那株上古奇花。你们不要采摘这里的大药，跟着我先去前面看看。王良环顾四周，随后带头朝着前方一片冒着袅袅灵烟的地方走了过去。好！妙禅与齐瑶都轻声答应，小心翼翼地跟在王良身后。在缓慢行进的时候，妙禅悄悄摘了一朵春情花，装进了储物袋里。齐瑶见此，嘴角勾起一抹淡笑。走了一阵，王良看向前方，只见在奇异的群花之中，有一汪清泉蜿蜒了过来，滔滔流淌，汇聚成一个大水池，上面仙雾弥漫，七彩神华璀璨，流露出浓厚的生命气息，极为不凡。这是什么东西？竟然有如此雄厚的生命精气，那些大药加起来恐怕都不如这一捧神液。王良连眼睛都直了，蹲下身，在水池旁边用双手捧起一把池水，喃喃惊叹起来：不朽命泉啊，这真的是不朽命泉！忽然妙禅与齐瑶看见那一池水，全部惊喜地尖叫起来。齐瑶更是面色狂喜，我师尊寿元干涸，若能饮上一口不朽命泉，想必最少还能延寿600年。什么是不朽命泉？王良也激动地问道。看着他们这副欣喜若狂的模样，不用说，这绝对是什么了不得的神液。
不朽命泉，传言中乃是万种灵花的露水所化，凡人饮上一口，便可返老还童，重活一世。修士喝上一口，能洗涤肉身不说，还能增加无尽寿元，哪怕是垂死之人，也能再活100年岁月。齐瑶欣喜地解释道：“太好了！”王良惊喜万分，快装起来！齐瑶和妙禅两人丝毫不顾形象，竟然撅着圆润的大腚，趴在池边咕咚咕咚喝了起来。片刻功夫，两人喝得小肚子鼓鼓的，他们又拿出一个小玉瓶，将里面的丹药倒出去，嘟嘟嘟地灌起了不朽命泉。王良也喝了几大口不朽命泉，立即浑身舒畅，味道甘甜清冽，入口花香四溢。但是他没有携带容器，此刻只能干瞪眼。他也尝试将这池水冻结起来，封进冰域空间，然而这里的不朽命泉根本无法冻结。系统，有能装不朽命泉的容器吗？快给我几个！王良在内心暗暗呼唤。先前宿主成功收服3位夫人的奖励还没发放，是否现在发放？快点吧！王良催促道。叮咚，恭喜宿主成功收服3名拥有奇异体质的天之娇女，奖励3个大水缸。我尼玛，收服3个天之娇女就给了3个大水缸，坑是坑了点，不过倒是挺实用。王良内心吐槽，不过身体倒是很诚实，他手中立即出现一个大水缸，扔进池子里，深深地舀了一缸，随后又提了出来。你哪来的大缸啊？妙禅和齐瑶看着自己手里的小玉瓶，不禁心里有些不平衡。出去后我分给你们一些。王良嘿嘿一笑，又搬出2口大缸，满满装了2缸不朽命泉，放进了冰域空间封存了起来。装完不朽命泉之后，王良忽然察觉这池底似乎有东西被一片彩雾笼罩，纵然他开启了众瞳与圣瞳，也看不清底下到底有什么，只是感觉那像是个白玉般无瑕的奇珍，竟然还有好东西。你们等着，我下去看看。王良一脸欣喜，脱掉上衣，一个猛子扎进池中。小心点！齐瑶与妙禅都急忙提醒了一声。池水不深，王良很快便游到了底部。他屏住呼吸，运转神力，一拳打了上去，试图轰开那片圣光迷蒙的彩雾。然而这片彩雾似乎有着什么残留的禁止，使得他难以轻易破开，只轰出了一个缺口。呀，我就不信了！王良后退几步，随后双腿弯曲，猛然发力。他一个箭步冲上前，举起右臂，气势磅礴，打算使出全力一击破开禁制。然而在他拳头接触到那片彩雾之时，忽然像是打在了棉花上，整个人也没来得及收住力道，直接扑了进去。顿时他整个人愣住了，眼前竟然是个紧闭双眸的仙女。叮咚，系统检测到一名天之娇女的尸体，体质吞天魔胎，尸体境界准地级别，地师。那些植株沾染上的邪恶气息竟然来源于他。想不到那百花王虽然没有参破地境，但肉身却突破了桎梏，而且还是一尊吞天魔胎。王良喃喃一声，继续查看。白皙的身躯，绝美的仙颜，他没有穿任何衣服，被不朽命泉滋养，浑身白皙水润细腻，柳叶黛眉，樱桃小嘴，红唇润泽，青丝柔顺，额头间还有一枚红色花形朱砂印记，平添了一股妩媚妖异的气息。咦，他嘴唇怎么变红了？皮肤也红润起来了。王良捏了捏手里的东西，感觉有点奇怪。紧接着他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像是曾经的星辰屠戮，给他一种随时能碾碎他的危险。我勒个操！忽然王良在他的胸口上感受到了一下微弱的心跳，接着他的心跳愈来愈强烈，浓郁的生命精气逐渐溢散出来，磅礴如大海。尼玛，诈尸了！王良吓得浑身发抖，扑棱着双臂，转身就向岸上逃去。在王良逃走后，那女尸节毛颤了颤，接着一双妖异妩媚的眼睛缓缓睁开，沉寂万年的身体竟被一口阳气复苏了。他轻叹，发出一道极为空灵的声音。突然一股滔天的气势爆发开来，轰的一下，整座宫殿都在摇动，方才王良3人所处的空间全部被震成齑粉。此刻王良正带着2位姐姐急忙往着宫殿外面逃去，刚逃出不远，后方就掀起了一股恐怖的气势。一刹那，3人被一片宛如巨浪的七彩息光所席卷，身体被禁锢，根本无法动弹。眼前彩雾迷蒙，四周空间变幻，转瞬间王良3人又出现在了漆黑的山洞中，而那座仙气袅袅的宫殿则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变小，山洞也开始倒塌下来。这宫殿难道是一件法器？齐瑶与妙禅震惊，与王良急速朝着山洞外逃去。山洞之中剧烈晃动，泥土碎石簌簌坠落，所有的草木生灵惊慌一片，纷纷往外遁走。然而有一道亭亭倩影不逃反进，朝着山洞深处奔行。洛离姐姐，
王良迎面撞见了那个身影，顿时惊喊一声：“你们没事吧？”洛离看到王良、妙禅、齐瑶，脸上立即露出一抹惊喜。他先前在山洞中被一些强大的草木生灵阻拦，现在才来到这里。快走！王良急促提醒一声，眼下也不顾不得闲聊，拉着洛离直接朝洞外冲去。很快，4人来到洞外，身后传来一阵剧烈的摇动，大地崩塌，发生巨大的轰鸣声。王良回头望去，只见那一座开满鲜花的大山竟整个沉陷了下去。突然间，有一种奇异的场势力量消散，王良忽然发觉他们可以御空了。于是4人便直接冲天而起，赶紧回到悬崖上方的天日园。你在那池子里到底看到了什么？妙禅看向王良，蹙眉疑问道。我看到了一具女尸，但是她活了。王良站在悬崖边上，一脸惊骇地望着下面，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纵然是惊才绝艳的古之大帝，若不真正超脱，也难逃轮回之苦。何况那女尸早已死了几万年，怎么还会有心跳呢？女尸活了。齐瑶一脸诧异。我爹曾经说过，古时强者陨落之后，虽精气散尽，但尸体不朽。那天地之运被阴阳造化，经无数岁月后，尸体通灵。这种古尸称之为拔。妙禅解释道。我瑶池圣地曾抓住过一只圣尸女拔，虽然她道法全消，但却肉身超凡，实力要略胜于一名大成王者。若是单论肉身，就算是度过3劫的大成尊者也难以匹敌。齐瑶点头道。若是准帝级别的尸体通灵，那他的实力会怎样？王良好奇问道。帝师。齐瑶和妙禅对视一眼，皆吓了一跳。准帝虽然还未真正成帝，但也有了自己的无上地狱。帝师通灵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虽然神力道则消散，但毕竟准帝级别的肉身力量还摆在那里，谁都估算不出有多么强大的实力仪。洛离姐姐，你怎么了？这时王良忽然注意到一旁的洛离，他嘴唇发紫，浑身发抖，气息急促紊乱，靠在一块巨石边上，缓缓坐在了地上，身体虚弱，连话都说不出来。在他裙摆内侧的大腿根部有一滴滴黑色血液渗了出来，他好像中毒了。齐瑶上前查探他的伤势之后，发现了一根细小的蕊刺，虽然伤口不大也不深，但却使那一小块地方乌黑发紫，蔓延着一种恐怖的毒素。洛离姐姐。王良一边摇晃着他，不让他失去意识，一边又焦急地看向齐瑶姐姐，问道。怎么样？因为洛离受伤的部位太过私密，所以王良也不好亲自查探。好猛烈的剧毒一直在侵蚀他体内的生命精气，需要一个人立刻把他伤口处的毒血吸出来。但是吸毒的那个人恐怕也会中毒。齐瑶面色为难道。我来，我体内有着火黄血，可以焚灭经脉中的剧毒。王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撩开他的侧裙，俯身吸了上去。若是再过几刻，恐怕洛离姐姐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无暇顾虑太多。随着一口一口的毒血被吸出，洛离的嘴唇慢慢恢复红润，毒素渐渐排空，气息平稳下来。你。洛离睁开美眸，双手抵住王良的脑袋，却又无力推开他。他知道王良在救他，可受伤的部位实在太靠里了，让他觉得有些难为情。此刻妙禅忽然看向齐瑶，并悄悄拿出了一株鲜花的花朵。这株奇花正是之前在女拔宫殿里采摘的那株春情花。齐瑶眸光一闪，神色有些迟疑，不过最终他微微点了点头。妙禅见状微微一笑，他手指轻捏一枚花瓣，神力爆发，将其震成齑粉，朝着那王良与洛离2人吹了过去。洛离姐姐，你没事了吧？王良吸完了毒血，从裙子里钻了出来，却看到了一双含情凝碧的瞳孔。王良弟弟。洛离嘤咛一声，起身一扑，将王良压倒在地。这时妙禅与齐瑶悄悄走到了远处。洛离妹妹，她不会怪我吧？妙禅轻咬红唇，有些纠结道。她也喜欢王良弟弟，只是有些傲娇，不愿表露出来罢了。你这么做其实是帮了他。齐瑶朝着远处看了一眼，随后面红耳赤地说道。希望如此吧。妙禅微微点头，好奇地朝着远处看了过去。1个时辰后，洛离逐渐清醒了一点。你这个小混蛋，我杀了你！竟然趁我中毒对我做这种事。洛离泪眼汪汪，一边骂一边用小拳拳捶着王良的胸膛。洛离姐姐，你听我解释。王良急忙安抚他。我不听，我不听。你个小混蛋。洛离摇着头，发疯一样捶着王良的胸口。洛离姐姐，你冷静一下，听我解释啊。王良紧紧抱着他，希望他能冷静下来。不，你个小混蛋，我才不听你解释。然而洛离却根本不想听他解释，边哭边闹。王良无奈，紧紧抱住他，只能用某种奇怪的方法
试图让他冷静下来。1个时辰后，王良看他一直咬着牙，将脸埋在自己胸膛里，于是便松了口气。你个小混蛋，我杀了你！洛离感觉王良停了下来，于是抬手就要打他。王良无奈，只能继续。又过了1个时辰，我杀了你！洛离此刻泪痕已干，只有一脸的潮红，咬着晶莹贝齿，气恼地举起袖拳砸向王良。王良又抱住了他。又1个时辰之后，洛离又羞怒不堪地抬举起袖拳，娇嗔道：我杀了你！杀什么杀？想要你就说嘛！王良翻了个白眼，无奈抓住他的小手，又抱住了他。3日之后，清晨，天日元，王良起身伸了个懒腰，神清气爽。喝了不朽命泉之后，他修为也突破了1个小境界，接二连三的好事让他这几日心情很愉悦。只不过这要是被3个夫人知道了，恐怕会锤死他。去天牢城买些容器，然后我分你们一些不朽命泉，然后你们就先回圣地吧。我想去打听一下子宁夫人他们的消息，原本应该在7天以前就来找我的，可现在都没来，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王良蹙眉，有些担忧。谭子宁是子府圣女，在这片地方没人敢惹她，放心吧。齐瑶笑了笑，抱着王良的手臂，柔声安慰道。2个月后，天神学院就要开始招人了，北原中部各门派的天骄以及一些道统的传人都会去，你想去吗？我可以带你一起。洛离扭头问道。不了，子宁夫人说会带我进去。王良摇了摇头拒绝。哼！一听到谭子宁，洛离立即气呼呼地撅起小嘴。洛离姐姐。王良笑着上前环住她的小蛮腰，正打算安慰一下她，可他突然闻到有一阵熟悉的馨香之气。王良猛地一扭头，竟然看见在那悬崖边上有一个白裙女子缓缓升空，继而朝着王良走来。他看着王良，面色不悲不喜，仿佛没有任何感情，一副娇躯亭亭而立，青丝垂腰，裙摆飘摇，一双白皙美腿，浑圆纤长，一双粉嫩玉足，精致漂亮，步履摇动间风姿无双，足以让百花失色，明珠无光，让一切美丽的景物都似蒙尘。她额间的花形印记赤红如火，浑身都散发着玉洁的光华，升到悬崖边上便离地3尺，缓缓踏步朝王良走来。3位圣女姐姐都一脸惊讶地望着她，甚至还有些痴迷于她那种飘然绝尘的气质。而王良则瞪大了眼睛，从最初的惊艳缓缓变成了恐惧，即使她穿上了衣服，王良也能认出来，这正是百花宫里的那具帝师。快逃！她就是那尊帝师女吧？王良招呼着3位姐姐，一个个慌乱不堪，用最快速度逃离此地。他追来了吗？几人来到一座大山上，洛离大口喘气，看向后方急问道。好像没有。王良认真施展瞳术，仔细朝着4方天地间打量，没有发现那具帝师的一点踪迹，除了地面上有几个零星的人影。咦，人影？王良忽然瞳孔一缩，看向下方山间的一条羊肠小道。那女拔竟然没有丝毫强者的气势，宛如一个普通的凡人，混入山民之中，行走在山间小路上。那些山民惊叹不已，盯着他那完美无瑕而略带妖异的面容，纷纷一脸痴迷地待在原地。就连女人们也都不能幸免，全部露出一脸惊羡的神情。王良此刻终于发觉了异样，女拔一步踏出，似乎可以穿越万丈，只是一个瞬间便来到王良等人下方的山脚。接着他缓缓抬起雪颊，妖异的双眸紧紧盯着王良，让人大白天感觉到无比恐怖，后背瞬间发凉。紧接着4人又开始疯狂逃窜。他为什么追你啊？你还拿了他什么东西？洛离惊恐地问道。我哪知道啊，除了不朽命泉，我什么都没拿。王良思索了一下，立即摇摇头。忽然王良心里咯噔一下，如果非要说还拿了什么东西，那他的吻算吗？数万年前他是一尊圣人王，定然活过几千载岁月，初吻应该早就丢了吧。正在这时，前方的半空中出现了3个人影。王良一看，顿时心中惊喜，正是萧庭、清雅、子宁他的3位夫人。小夫君，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正要去天日园寻你呢。萧庭冲上来开心地问道。先别说了，我们快走。王良也来不及解释，立即招呼着3位夫人和3位姐姐离开。最终他们7人前往天牢城，因为这里是子府圣地的地盘，有高手坐镇。在确认女拔没有跟来之后，王良才彻底安心，将一切事情和3位夫人解释了清楚。帝师，你回宗门躲一阵子，正好坐船送朕甩掉他。2个月后，你带着青儿、轩儿、远儿过来，到时我们跟着子宁进入天神学院修行。他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穆清雅开口道。哦，带着青儿他们一起。王良有些惊讶。天神学院是4大圣地联合创办的修行学院，不仅修炼资源丰富，
而且传授道法之人也都是4大圣地成名已久的太上长老，若能在那里修行一段时间，获得的好处是难以想象的。你既然有3个妹妹，那就一起带来吧，正好让他们来认一认姐姐。谭子宁眸光曼妙，露出坏坏一笑。闻言，穆清雅黛眉一挑，神色古怪起来。别人不知道，但是他可知道，王良的3个妹妹，那可不是正经妹妹。清雅夫人，你不回去吗？王良问道。我与子宁、萧婷还有些事要办。穆清雅微微摇头。那好吧，2个月后我来找你们。王良点头，与3位夫人道别，又与3位姐姐道别，独自坐船送阵，离开天牢城。王良坐上船送阵，直达北原清风城。到了清风城，他不敢逗留，直接躲回紫阳宗。都说渡过3劫的大成尊者，可踏出一域，便游天下，不需传送阵，只凭借脚力，东荒、南岭、北原皆可去得。更何况这是一尊肉身踏入准地境的一尊女拔在追他，所以王良丝毫不敢大意，应该甩掉他了。王良暗暗想着，他在莽荒山脉附近四处侦查，确定没有人跟着他，随后才进入紫阳宗。咦，我的逆徒回来了。玄阴山顶的大殿中，穆清欢忽然睁开了眼睛，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接着便朝紫阴山走去。而王良此刻已经在紫阴山的凉亭中与萧云悉述说着一些事情。天神学院的事，4大圣地已经在各大城市发出通告，我们也都知道了。到时我们紫阳宗的萧晨、白羽、离心以及杨家那几个孩子都会去。至于青儿、允儿、薛儿，我其实不想让他们去。萧云熙坐在凉亭中，黛眉微皱，有些迟疑不决。为什么？王良走过去，坐在云溪师尊身边，轻轻搂住他的纤腰，疑惑问道。罢了，既然你要带他们去，那就去吧。萧云熙想了想，还是点头答应了。王良微微点头。萧云熙没有解释他不想让青儿几人去天神学院的原因，于是他也懒得多问。师尊想说自然就会说，不说肯定有他的理由。云溪师尊，我最近修炼没有神经用了，你给我2万金吧。王良又说道。2万金？萧云熙面色惊讶了一下，转瞬又恢复如常。王良消耗神经的速度向来恐怖，他也早已习惯了。不过如此多的数量确实有些吓人。2万金，你不过中道境3重天的修为，能用得完吗？这时穆清欢从远处踏空而来，直接来到王良另一侧坐下，斜倚亭栏，慵懒妩媚。说完这句话，他微微皱了皱黛眉，盯着王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也就1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徒儿竟然又突破了，真是好恐怖的修炼速度。清欢师尊来得正好，你也给我2万金吧。王良扭过头看向穆清欢，灿烂一笑，直接开口索要起来。2万金？我哪有那么多，你当我是产神经的吗？穆清欢美眸一撩，风情万种地瞟了王良一眼，这逆徒才刚见面就索要东西，也不知道。这么一来，穆清欢心里也觉得内疚，便起身离开了。有他在，萧云熙放不开，有些话不会说出来。师尊，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王良苦着脸，眸光真挚，轻轻摇晃着怀里的云溪师尊，像是哄孩子一样拍打着他。傻徒儿，呆头呆脑。穆清欢走后，看着王良呆傻的样子，萧云熙又忽然笑了出来。王良看着他愣了一下。其实我并不排斥，只是我只想被你欺负。还没等萧云熙说完，王良便抱住他吻了上来。云溪师尊原本是个不染俗世、高高在上的仙子，却因他而堕入红尘。王良哪舍得欺负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娘！忽然山间响起一道声音：快松开我，雨儿来了。听到那声音，萧云熙吓了一跳，他慌忙推开王良，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泪痕，快速转过身，整理衣衫，系上领口的衣绳。这时王良也看向另一侧，青儿、萱儿、雨儿3个小丫头正手拉手一起来到了山顶。娘！3个小丫头轻喊着走来。咦，哥哥回来了。忽然雨儿看见凉亭里的王良，惊喜地大叫了一声：娘，你的脸怎么这么红？雨儿微微蹙眉，机灵的大眼睛看了看王良，又看了看萧云熙，随后问道：天气太热了，娘去洗个澡。你们聊。萧云熙脸色尴尬，简直无地自容，像是逃跑一般快速离开。哥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见萧云熙离开，雨儿笑嘻嘻的，立刻拉住王良的手环，在他腰上，让哥哥抱着自己。事情办完了就回来了。王良点头笑了笑，另一只手又把萱儿抱在怀里。至于青儿，自然也不会计较这些，他很乐意让哥哥多疼疼2位妹妹，毕竟哥哥总是修炼，要不就是外出，真正跟他们3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接下来王良对3个小丫头说了天神学院的事情，
让3个小丫头好好准备。毕竟天神学院招收天骄也是有门槛的，资质、实力、心境都必须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不过王良对他们还是很有自信的，不论是同龄或是同境，这3个小丫头都是王良见过所有人里最强的。那么说只是为了提醒他们一下。3个小丫头一听要带他们去很远的地方修炼，都开心的蹦蹦跳跳。他们拉着王良去他的小茅屋里询问了很多天神学院的事情。傍晚时分，王良把一块毛毯盖在3个光不溜秋的小丫头身上，看着他们呼呼大睡的模样，王良宠溺的笑了笑，随后走出茅屋。他抬头看了看紫阴山顶，神情复杂，最终还是独自前往玄阴山，打算先去找清欢师尊。云溪师妹还生气吗？穆清欢看到王良，美眸一转问道。不啊，云溪师尊那么乖，他不会生气的。王良摇摇头。还是你会哄他开心？穆清欢娇笑道。这话说的好像我不会哄你开心一样。王良上前抱起了清欢师尊，往床边走去。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哄我开心。穆清欢娇笑着，任由王良解开他的朱砂罗裙。次日清晨，王良从玄阴山顶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心情舒畅。他迎着朝阳伸了个懒腰，回想昨夜的场景，不由自主地笑了笑。随后王良回自己的茅屋，3个小丫头已经离开了，于是王良盘坐着，静下心来，好好回想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修炼上积累的东西。霸气、战意、圣光、人族3天体的本源之力虽然已经初步掌握，但却还需要多练习施展，潜心钻研其中的奥秘。这2个月他要钻进虚界空间，好好修炼一段时间，为去天神学院做准备。突然王良闻到了一股熟悉的花香，他心头剧烈一跳，已经意识到了什么。砰！王良猛地推开茅屋木门，果不其然，门外那尊女拔静静地站在前方。她竟然还懂得半路上换衣服，现在穿着一袭云纹金丝流仙裙，带有一种羽化空灵之态，媚眼淡妙，就那么妖异妩媚地看着王良。她竟然追到了紫阳宗。王良面色大骇，想不到自己竟然招惹了一个这么大的麻烦，这可是一具帝师啊，说不准要给紫阳宗带来灭顶之灾。忽然王良又注意到远处另一侧有位大袖飘飘的白衣老人，他身躯修直，一动不动，面色古井无波，眼神淡漠，如同一棵苍劲的老松般矗立，像是融入了这片天地，唯有银丝般的长须在风中摇曳。他注视的目标正是那尊女拔。王良惊惧不已，看着这高深莫测的2人，一时间也不敢妄动。他只是试探着朝那女士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要跟着我？那女士竟然说话了，张了张红润的小嘴，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生硬地挤出一个微笑。但就是这么一个僵硬的微笑，却将她妖异妩媚的旷世仙颜展露得淋漓尽致，让王良一瞬间愣了一下。你……王良看着她开启圣瞳与众瞳，却无法查探出什么。她似乎没有神力，或者说根本没有修为，就像是一个美到了极致的普通女人。你为什么跟着我？王良再次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不知道。那女士微微摇头，眸光中闪过一丝迷茫。正在这时，刷刷刷，天空中接连出现7道身影：孟云天、杨巅峰、穆清欢、李承安、剑无双、许长青、萧云溪。紫阳宗的7个长老竟然在一瞬间全部来到了这里，与那白衣老人站在了一起。王良、穆清欢与萧云溪一脸担心，想要朝王良走来，不过却被那白衣老人伸出一只手制止了。师尊，他是……大长老孟云天内心震惊，浑浊的老眼紧紧盯着那尊女拔，完全不敢高声，生怕惊扰。看看再说。那白衣老人发丝如雪，气质飘然绝尘，像是一个世外老仙。他大袖飘飘，面色红润，脚步沾地，宛如乘风而行，飘然向前迈了几步，嘴唇微动。而王良此刻耳中也出现了一道苍老的声音：你问问他是不是没有地方可去？你是不是没有地方可去？王良听话照做，小心问道。那尊女拔轻轻点头。闻言，紫阳宗7位长老互相对视一眼，眼前之人他们完全看不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非常危险，惹不起赶不走，没地方去，难道让他留下来？万一哪天不开心灭了紫阳宗咋办？还有，他为什么要跟着王良？你想跟在我身边吗？王良忽然问了一句。他猜测定然是他用某种方法唤醒了这具女尸，产生了某种联系，所以他才跟着自己，而这具女尸的眼神里完全没有恶意，所以王良就情不自禁地柔声询问起来。但是这句话可把紫阳宗的几位长老吓了一跳，万一他真答应下来。想。那女尸轻轻点头，迈步向前，与王良擦肩而过，径直走进茅屋，
就很自然地坐在他的床榻边上。这一幕不仅各位长老傻眼，就连王良也眉头一跳。这女尸还真是自来熟，一点不跟他客气。古尸通灵，如同新生，心性如孩童。如今他道法散尽，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人，不过应该还保留着前世的一些记忆。那白衣老人终于看出了些端倪，微微皱眉。随后他看向王良，淡淡开口道：王良，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在王良与那白衣老人交谈的过程中，几位长老都在打量着茅屋中的女拔，尤其萧云熙非常不安，毕竟是新生的生灵，喜怒无常，心性不定，而且还是一尊地尸通灵，若是天生性情残暴，大开杀戒，几乎没人拦得住他。思索了一番，萧云熙快速进入山中，将自己的3个女儿带往玄阴山上，打算让他们暂避一段时间。另一边，白衣老者与王良依旧在交流。古尸通灵，如同出生孩童，不知善恶，不明是非。他既然想跟着你，那你一定要善加引导，不可让他为恶。白衣老人缓缓向前迈步，而王良在一旁紧跟着聆听。是，弟子谨记。王良点头。老夫要交代的就这么多。白衣老人微微点头，迈步要走，忽然定住了身形，回眸淡淡道：造化魔胎，并非要临摹世间所有体质才能成道，有时候学得多了，并非是件好事。所有人，包括吞天魔胎，都要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说完，白衣老人飘然而去。谢谢宗主指点。王良望着他那远去的身影，躬身拜礼。这位白衣老人名为李道玄，乃是紫阳宗宗主，先前一直在闭关，今日正好出来走动，却不想发现了紫阴山下这尊恐怖的通灵地尸。王良先前听云溪师尊说过这位宗主，他昔年与4大圣地为敌，杀了不少人，所以才在这里偏僻之地开宗立派。王良本以为宗主定然有着一副凶煞的面孔，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位如仙般的老人，身如青松，心如磐石，语气柔和，态度和蔼。李道玄走后，几位长老上前问了王良许多问题，比如这尊女尸是哪来的，王良是怎么与她牵扯上关系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都被王良搪塞回去了。萧云熙与穆清欢将青儿3个小丫头安排在玄阴山，但他2人却来到了紫阴山上居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尽力去保护王良，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随时能搭救他。你叫什么名字？王良独自回到茅屋，看着坐在他床榻边上那仿若谪仙的妖异女子，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没有名字。他眸光一晃，接着轻轻摇头，一头乌发垂落肩头，宛如深夜中的漆黑瀑布，衬得那张容颜晶莹剔透，宛如初生的朦胧新月，又如花树堆雪，纯洁而不失娇艳。你好漂亮啊！王良忍不住喃喃赞美一句。漂亮。他勾起了嘴角，妖异的眸子里闪过一抹金光。我给你起个名字吧。王良灿烂一笑，上前摸了摸他的脑袋。宗主先前说过，女拔是出生的生灵，心性如孩童一般，自然是要当成宝宝一样照顾。好。他眸子眨了眨，抿唇微笑。我看你长得清洁亮丽，闻着素雅香甜，宛如晴天之雪，光艳皎洁。而且你与花有缘。花清雪，这个名字怎么样？王良笑着问道。花清雪，我喜欢。忽然他站起身，开心地抱住了王良。他力气很大，一不小心就把王良揉进了自己的广阔的胸怀里，使得王良难以挣脱出来。或许王良也不想挣脱出来。我的天，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好软的感觉。不，他刚诞生灵智，其实还算是个孩子，我不能这么想。清雪，你快松开我吧。王良略微挣扎。他乖乖点头，放开了王良。你就先住在这里吧，不要去别处走动。明日清晨我来这里找你。王良摸了摸他的脑袋，想让他安定在这里，若是随处乱跑去别的大山上，恐怕会吓到另外几位长老。女拔仿佛真的是个孩子一样，眼眸纯净，乖巧点头。说完，王良便转身要走。你去哪？女拔忽然问了句。我去修炼，就在这座山上，若是无聊的话，可以来山腰间找我。王良安抚着回答道。王良上了山顶，去和2位师尊简单汇报了一下女拔的情况。随后他又去了山腰，进入一间石屋，钻入星域空间内。星域空间是虚界空间的第3层。王良静静盘坐在一颗古老荒寂的大星上，体悟着诸天星辰中的道则力量。苍天霸体，玄天圣体，梵天战体，人族3天体，修的都是诸天星辰之力。星域空间有着诸天星辰的无上道则，能让王良完善自己的法，更好地体悟那3种力量。外界1个月，虚界1坤年，时光匆匆，如同流水。王良又突破了
来到了众道境4重天。先前的神经已经消耗一空，他又去找2位师尊要了些神经。青儿、须儿、玉儿3个小丫头前些天也重新回到了紫阴山上。经过1个月时间的相处，众人对花晴雪也不再防备，她天性纯良，没有丝毫邪念，乖巧听话，整天都黏着王良，完全没有要害人的样子。我也想做你的师尊。这日，花晴雪突然对王良说出这么一句话：啊，做我师尊？为什么？王良有些好奇，于是笑着问道：做你的师尊就可以和你。他笑着说：啊，晴雪，有些话可不能乱说。王良吓了一跳，赶紧捂住他的小嘴，随后又小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和我师尊的事情？我看到的，你们每天都……花晴雪说着，却突然被王良捂住了嘴巴。小声点，小声点！王良赶紧提醒道：我也要当你师尊，不然我就乱说，去告诉那个白衣老头子。花晴雪鼓着小嘴，妖异的眸子闪了闪。王良忽然感觉有点头疼，果然学好不容易，学坏真是不用教啊。他保留着前世的一些记忆，有些东西生来就懂，并且受前世记忆的影响，王良一时间无法引导矫正过来。你叫不叫？你也不想你和你师尊的事情被人知道吧？花晴雪眸子闪着狡黠的光芒，威胁王良道：晴雪，你怎么学坏了？王良无语道：哼。花晴雪轻哼一声，昂着雪白无瑕的脸颊，挑了挑黛眉。师尊。王良被逼无奈，只能喊了一声：乖徒儿，晚上来找为师，为师有好东西给你。花晴雪学着穆清欢的语气，一边笑着说，一边摸了摸王良的脑袋。随后他一脸开心，蹦蹦跳跳地离开了。王良无语地摇了摇头。晴雪是跟谁学坏的？看样子已经很明显了。这段时间，花晴雪与穆清欢、萧云熙相处得非常不错，总是拿出一些稀世奇珍来送给他们吃，随便一株大药便有着浓郁的神性以及神奇的效用。王良也知道，他有一座宫殿，虽然不知道品级，但至少是件空间类型的圣器，那里珍藏着数万年前奇花异草，以及一池子不朽命泉，一尊圣人王的底蕴，定然还有很多罕见的珍宝。穆清欢与萧云熙商量了一下，他们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打碎经轮，以南岭天地之法换道重修。先前若是打碎经轮的话，他们可能需要600年才能恢复到如今的修为，可是现在有花晴雪这个小富婆做后盾，他们有信心在100年内恢复巅峰。当然，除了萧云熙和穆清欢，青儿、须儿、允儿同样也都是受益者，他们整日替王良陪着花晴雪修炼玩耍，自然关系不错。也不知道花晴雪给他们吃了什么好东西，这3个小丫头的修为蹭蹭上涨，短短半个月就达到了众道境1重天。夜晚，王良没有把花晴雪的话当回事，他在山里找了个角落，随后钻进了虚界空间，直到系统提醒，他才又钻了出来。晴雪，你在干什么？王良一出来就看见花晴雪撅个圆润的大腚，趴在地上盯着林中一个角落，好奇地寻找着什么。咦，好奇怪，我刚才察觉到你的气息在那里，现在忽然没了。花晴雪起身，蹙着黛眉，一脸疑惑。闻言，王良微微皱眉，难道他能感知到虚界空间的存在？你来找我干什么？王良扯开话题，询问道：我白天对你说的话，你难道当耳旁风了吗？哼，我说了，让你晚上来找我。花晴雪撅着红润的小嘴，气呼呼地说道：晴雪师尊，你要我找你做什么？王良问道。当然是做你对你的师尊们做的事。花晴雪拉着王良就要朝着山下茅屋走，嫌王良走得慢，他又把王良抱在怀里。王良根本反抗不了，一路被他抱回茅屋。来吧。他把王良放下，自己却板板正正地躺在了床上，妖异的眸子闪了闪，一脸憧憬与羞涩。这……王良有点迟疑，愣着干什么？快来啊，坏徒儿！你若是让我满意，我有好东西送给你。他又学着穆清欢的语气，娇羞地对王良说：什么好东西？王良眸光一动，我这躯体先前的主人，他将一株刺骨寒梅炼成了兵器，道韵浑厚，神性惊人。我用不了，不如给你吃了吧。花晴雪笑着诱惑道：兵器能吃？王良眉头一挑：当然可以，那株寒梅充满了他的圣境道韵，你若吃了，对你的道法成型很有好处。花晴雪媚笑着：原来如此。王良喃喃点头，有些异动。那你来啊。花晴雪笑眼如花，朝着王良勾了勾手指。晴雪师尊。王良不再犹豫，立即扑上去抱住了他。一个女孩子主动到了如此程度，还有什么可犹豫的？王良思索，可能是清欢师尊叫了他什么。
但是这背后无疑有着浓浓的喜欢与爱意作为支撑。徒儿，你喜欢为师吗？花晴雪直视着王良的眸子，忽然认真地问道。喜欢。王良想了想，随后坚定地点头。晴雪师尊性格古灵精怪，虽然有时狡黠了点，但却处处透露着可爱。何况他那完美的容颜，窈窕的身材，王良没有不喜欢他的道理。我也喜欢你。花晴雪笑着，用双手环住了王良的脖颈，继续道：我相信缘分的存在，也相信命运的安排。是你赋予了我生命，可我苏醒之后，却不见了你的身影。在那之后，便是对你的思念与期待。我想你，期待再次看到你，不远万里追寻你，特意换上漂亮的裙子，希望你也能喜欢我。我斩去了这具身体残留的道法与执念，无牵无挂，此生只想和你在一起。他说，原来是这样，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王良心头一颤，他又有了一位师尊宝宝。两人完事之后，花晴雪手中果然出现了一株刺骨寒梅。那株刺骨寒梅被花晴雪炼成3滴神液，随后拍进王良的口中，同时他也在帮王良讲解着刺骨寒梅的道运力量。当然，王良以真龙法重道，自然不可能去学习什么刺骨寒梅之道，只是将其中适合自己的东西剥离出来，化为己用。刺骨寒梅是几万年前一名圣人王的兵器，不仅生命精气狂暴，神性惊人，而且其中蕴含的道运也非常恐怖。王良刚一吞下，自身气运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哦！突然间，一声嘹亮的龙吟声响彻云霄，一道道龙气从王良体内喷薄而出，直接将茅屋冲毁，化作9道真龙游天，随后又合9为1，凝成一尊长达100丈的真龙法身。唰！下一刻，花晴雪抓着王良的肩头，出现在了一个神异的空间。这正是之前山洞中那座宛如城池般的巨大宫殿。此刻，王良浑身气血沸腾，化作18只血气黄鸟环绕周身，但有时却被一股阴邪的寒性所冻结。花晴雪在旁边注视着，随手一招就将王良体内那些阴寒的气息全部吸走。没有了那股阴邪的寒性，王良体内的神火瞬间涌出来，霸气、圣光、战意也在一瞬间全部开启。此刻，王良闭眸参悟，在他的脑海中有一尊巨大无比的金龙法身，正在观望着前方一株淌血的带刺梅花。百花宫内，王良体外龙气绕身，两侧冰火神皇护道，霸气、战意、圣光全部开启，笼罩在他身上。那3滴圣冰所化的神液爆发出海量的生命精气，不停冲刷着他的每一寸血肉，使得他浑身的毛孔都舒张了开来，生命精气化成的光华不断进出，将他的脏腑与骨骼都被染上了一层炫目的光彩。他浑身血肉发光，毛孔喷吐彩霞，气血如真龙，一道又一道从他的身体冲出，如潮汐一般汹涌泛滥。在王良的脑海中，3滴圣冰所化的神液正在演化无上道则。寒风呼啸，霜雪纷飞，一株傲骨寒梅独立雪中，沉重的风霜压得他机遇弯折，摇摇欲断，但他依旧挺立雪中，傲骨不屈。王良化作金龙，迈着真龙神通步，在风中踏雪寻梅。天昏地暗，雪重如山，压得他几乎抬不起头来。忽然他闻到一股暗香，蓦然抬头，他竟然在这寒风凛冽、白雪茫茫的天地中看到了一朵淡粉梅花。傲骨寒梅不惧风霜，独立雪中，花蕊绽放，一朵嫣红惊艳了这片白茫茫的世界。王良忽然明白了什么，没有一身傲骨，不惧风雪风霜，纵然风雪压我，我自雪中飘香。此刻天地间的风雪愈加狂烈，大雪倾盆，宛如巨浪般压来，他的身子蓦然一沉，骨骼咔咔作响。王良忽然一惊，他感知到了一种很玄奥的力量，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那株刺骨寒梅是一件圣冰，虽然它被王良熔炼入体，但却快要开启了灵智。他明白这件圣冰知道自己即将消散，似乎要将什么东西传承给他。寒风刺骨，雪如大浪，王良已经完全被埋在雪中，寒风凛冽如刀，大雪倾盆而下，似乎要压垮他的身体，摧毁他的意志。没有不屈傲骨，我也有，我是天生反骨的真龙，谁能压我一头？王良怒喝一声，他所化的金龙瞬间从雪中而出，腾于空中，一根根狰狞的金色鳞刺从他的身躯中逐渐展露而出，金色龙鳞也绽放着玄玉般的灿灿光芒。这条金龙正在蜕变，而王良此刻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的意识不仅能够沉入自己的心神，同时他也像是多了一双眼睛，能看到百花宫之中晴雪师尊在一旁瞪大眼睛看着他。这是入道境的神识之力，可他才刚刚突破中道境5重天。花晴雪妖异的美眸颤动，震惊的喃喃自语。似乎过了许久，
王良身上龙气凝结在一起，形成一尊100丈来长的巨大金龙法身。在那尊巨型金龙身上，共有98000金玉鳞，23000金芒刺，狰狞威武，气势汹汹，龙威霸气放外，金色圣光护身，磅礴战意可冲透云霄。98000金玉鳞，23000金芒刺，龙鳞坚不可摧，鳞刺极尽杀伐，真龙战天法。王良喃喃一声，悟道结束之后，缓缓睁开眼睛。刹那间，2束金光从他眸中直射而出，圣瞳与众瞳在这一瞬间融合在了一起。王良突然感觉自己的五感似乎聪慧了不止10倍，听得清，看得远，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神识之力延伸出去，探查方圆10几里地的一切事物。入道境的神识之力，王良感受着自己体内的力量，不禁欣喜起来。他吞了一株圣冰，炼化了其道运以及精气，修为暴涨，至众道境5重天，神力膨胀到了极点，只差一步便可踏至入道境。众道境便有了入道境的法身和神识之力。徒儿，你好厉害啊！花晴雪红唇颤抖，非常吃惊地说道。是吗？还得多谢晴雪师尊。王良笑了笑，心情格外愉悦。他正想用神识之力查探一下晴雪师尊的百花宫里到底都藏了什么宝贝，却被花晴雪直接带了出去，回到茅屋中。晴雪师尊，王良拉着他的手，谄媚般的轻轻摇了摇。怎么？花晴雪眸子一动，嘴角勾起一个曼妙的弧度，再加上她本就妖异妩媚的脸颊，更加撩人心神。你有义宫殿的好东西，再随便给徒儿点吧，什么都行。王良厚着脸皮说道。哦，想要好东西，那就得看你表现了。一个时辰，一件好东西，怎么样？花晴雪黛眉一挑，撩人地笑了笑。一个时辰才一件。王良皱了皱眉，感觉有点亏啊。要想从晴雪师尊手里弄个180件好东西，不得把他累死。我这收藏的可都是世间罕见的极品神珍，别人100年都难寻一件，现在你一个时辰就能得到。哼，还觉得自己亏了吗？花晴雪琼鼻微皱，风情万种地撩了王良一眼。这么说的话，其实倒也不亏。王良暗暗点头，反正云溪师尊和清欢师尊已经打碎金轮，都在闭关。3个妹妹最近也很努力，为前往天神学院做准备，不妨就把她那滚烫的爱全部献给晴雪师尊，而且还能获得好东西。晴雪师尊，王良兴奋起来，突然一下抱住了花晴雪，将她扑到床上。哥哥喽！花晴雪也不说话，看着这个如发狂野兽般的徒儿，笑得花枝乱颤。又是半月过去，王良的修行已经达到了瓶颈，需要去磨练自己，增加见闻与感悟，不能一味的再去静坐苦修，或是依靠天才地宝来突破境界。霸气、战意、圣光，这3种力量已经被他牢牢掌握，随着他自身变强，这3种力量也会不断的提升到则力量。该出发了。王良眸中闪过一缕金光，打算近日出发前往天牢城，然后再由子宁夫人带着他们进入子府圣地，利用一些关系，无需考核，直接进入天神学院。据说北原中部所有门派的天骄以及各大道统的传人都会前往天神学院聆听圣人讲道，这对于一些天骄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机缘。毕竟他们的路走得太快，沿途的风景来不及观赏，有圣人传道可弥补这一缺失。同时同辈之间的交流切磋，对于某些心高气傲的天骄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拜尽敌手，同境无敌，可以印证自己的无双道法。战力只是自身道则强弱的体现，我比你强，这是无数天骄的信仰。若是不能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担不起那神圣的天骄2字。徒儿，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你不要抛下我吗？花晴雪将王良抱在自己的怀抱里，娇声说道。我去天神学院是为了进修，带着你去干什么？你又不需进修，就在紫阳宗待着，好好修炼吧。王良无奈安抚他。虽然晴雪师尊才刚开始修炼，修为不高，但毕竟他肉身成帝，且带有一尊圣人王的些许记忆。这么一个恐怖的通灵帝师去了天神学院的话，王良真不敢想，恐怕要把那几个圣人给吓一跳。啊，好吧。花晴雪垂着头，无奈叹气。晴雪师尊，你说话就说话，不要蒙蔽我的双眼。王良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随后露出一脸古怪的表情。晴雪师尊不愧是一尊通灵帝师，肉身实在恐怖，沉甸甸的，像是能压死人。你好好待在紫阳宗修炼，等我回来好吗？王良将他额前的一缕秀发撩至耳后，一脸温柔。花晴雪眸光清澈，乖巧的点了点头。又过了几日，王良拜别3位师尊，带着青儿、轩儿、月儿3个妹妹准备出发。他们4人要先去离得最近的清风城，随后坐船送阵前往子府圣地管辖的天牢城。除了他们，紫阳宗还有10几人也要前往天神学院，像是大长老孟云天的亲传弟子萧晨，
二长老杨巅峰门下的杨家七兄弟，五长老剑无双的亲传弟子白羽，以及六长老许长青的女儿许离心。只不过他们是直接前往天梯岭的天神学院，而不是像王良这样托关系。毕竟他身份特殊，通过考核之时怕被人认出来。前往清风城的路途中，远处迎面驰来一位貌美如仙的少女，她行色匆匆，慌乱不堪，衣衫有些破损，像是被剑气所伤，小脸苍白，呼吸急促，细嫩的肌肤淌着鲜血，鲜血之中泛着点点紫色雷光。王良凝眉一看，她竟然是雷族之人，而且这丫头体质超凡，血脉之中雷力狂暴，蕴含无上道运，正是那传说中的雷神体。她年纪不大，也就是及笄之年，看样子刚破碎经纶不久，换道重修，所以修为不高，只有通玄境3重天。后方有3个入道境1重天的威猛大汉正在追她，皆穿着黑衣，气势凶煞，给人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感觉。姑娘，他们为何追你？王良一个闪身冲上前，拦住那绝美少女，疑惑问道。雷族之人在天地秘境帮他甚多，况且他还是一个暂时没被承认的雷族驸马，所以王良不想他被人情杀，有意搭救一把。他们只是听说我是雷神体，便要抓我。那小姑娘蹙眉，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王良，随后绕过他继续奔逃。在他眼里，王良的气息远不如后面那3名大汉雄厚，竟然敢上前多嘴，就不怕给自己招来祸端吗？你也快逃吧，他们是3清圣地的人，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他们不会放过你的。那小姑娘好心地提醒了一声，随后便急匆匆遁走。不该看到的事。王良蹙眉看向那3个疾驰而来的大汉，面色丝毫不慌。哥哥，那3个人感觉很厉害，我们要不先走吧？薛儿黛眉微皱，眸中有些凝重。虽然哥哥很厉害，但毕竟那3人的修为乃是入道境，修士之间的每一个境界都差距巨大，何况是大境界之间，如同天堑鸿沟，难以逾越。越级战斗，那是傻子才做的事情，生命只有一次，谁都不愿冒险。青儿与远儿也点头，3个小丫头都眸中担忧无妨，他们跟我九一开。王良手中冒出一簇金色的龙气，萦绕于手指之间，淡淡开口道：哥哥九，他们一。3个小丫头听到王良如此自信的话语，全都面色崇拜，一脸欣喜。哥哥不愧是被称为少年北帝的男人，以重道境5重天修为，面对3个入道境2重天的高手，竟然能够做到九一开。青儿他们知道哥哥厉害，但没想到哥哥竟然这么厉害。不，我一，他们9。王良淡笑着，微微摇头。啊！闻言，3个小丫头脸色瞬间垮了，黛眉皱得像2条蚯蚓，面色都极其古怪。放心吧，我一拳，他们含笑9拳。看着3个小丫头一脸奇怪的表情，王良又笑着说了句：小子，竟敢多管闲事，找死！其中一名大汉冲来，目标竟然是王良。他狞笑一声，速度极快，拳头刚猛如风，朝着王良砸来。啪！王良只是随意扇出2个巴掌，金光一闪，狂暴的神力涌现，竟然直接将2人打得身躯撕裂，气息断绝。另一人见状，惊得目眦欲裂，无尽的恐惧立刻占据了心头。饶命！我无意冲撞前辈，饶命啊！他缓缓后退，哭诉求饶，以为王良是什么隐世高手。一方面，王良有7彩玉戒可隐匿修为，让人看不真切；另一方面，最近有不少高人行走世间，带着徒儿前往天神学院。回答我几个问题，不然死！王良淡淡道。前辈请说，但凡我知道的，一定全部相告。那人哆哆嗦嗦抱拳躬身道。刚才那个姑娘，你们为什么追她？王良淡淡问道。她与我3人有仇。啊！那人话没说完，便被王良削去一臂。再有半句假话，死！王良眉目一冷。我等奉3清圣地长老之命行事，在北原大地搜寻拥有神体之人，能抓的抓回去，抓不住的就回去禀告。那人捂着断臂，冷汗直流，不敢再有隐瞒，直接全盘托出。抓拥有神体的人，哪位长老？王良随口问道。青阳长老。那人迟疑了一下，随后开口道：抓神体干什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人眉头一拧，随后摇了摇头：啥都不知道，留你何用？王良冷哼一声，一指弹出，顿时一束金光洞穿他的眉心。我们走吧。杀人之后，王良看了看身边3个呆愣的小丫头，开口提醒道：前辈。突然，那雷族少女的声音在王良背后响起。什么事？王良皱眉看向她。之前他便以神识之力感知到，这小丫头又悄悄潜了回来。敢问前辈，您是要带着您的3位弟子前往天神学院吗？能不能带我一起？我想拜您为师。那少女神情真挚，直接跪在地上，一张如花似玉的小脸满是真挚，
胸脯鼓鼓囊囊，白的晃眼。王良看了他一眼，顿时心头一跳。现在的小姑娘发育的真好。咦，不对，怎么能有这种想法？拜师？一起走吧。王良点头，拜不拜师倒是无所谓，但他是萧庭夫人的族人，能帮就帮一把。谢师尊。那少女欣喜地磕了3个头，随后赶紧跑到王良身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王良俊美如刀削般的面庞，问道：不知道师尊名讳是？名讳。王良颔首思索，他现在改头换面，别人认不出他的身份，不过似乎还缺一个假名。王良思索了一下，随后道：我叫王良三。一路上王良也询问清楚了这个丫头的根底，她叫雷璇儿，是自己偷偷从雷族溜出来的，来到北原中部是想找自己的小姑姑玩，而他口中的小姑姑正是雷萧庭。一提起自己的小姑姑，他就满脸崇拜，称小姑姑是近1000年来雷族最厉害的天骄。那你不必叫我师尊了，我与你姑姑相识，此番也是要去找她呢。王良笑呵呵地说道。他也没想到半路随手搭救的雷族小姑娘竟然与萧庭夫人是直系血亲，那么萧庭夫人若是知道了，会怎么奖励她呢？王良笑嘻嘻地想着，心头一阵暗爽。啊，师尊竟然与我小姑姑认识，怪不得要救我。雷璇儿心头恍然，随后摇头道：师尊，不可以的，我刚才已经拜师了，不能反悔的。他在刚才也得知了青儿、萱儿、允儿这3个小姐姐原来是师尊的妹妹，而他口中的师尊其实比他大不了几岁，这让雷璇儿更加崇拜了。师尊才修道10几年，竟然能杀修到几百年的人，这简直要比小姑姑还厉害啊！如果能被师尊传授一些修炼秘诀，那他岂不是也会变得很厉害，就像小姑姑那样？所以他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能与师尊扯上关系的理由。那好吧。王良点头，打量着眼前这个捡来的便宜弟子。他那如玉般的小脸像是染上了一层胭脂，娇艳粉嫩，媚长浓秀的眼弯微微上撩，饱含无尽情思。纤薄小衫罩着一件兰花素裙，里面是一件藕荷色的肚兜，束缚着他那雪白晃动的饱满阴肌。咦，不知不觉怎么看到那里去了？王良蓦然收回目光，他的重瞳与圣瞳似乎已经完全交融在了一起，已经进化成了一双武道天眼，但其中的道则与能力还需他积累修炼。我哥哥还没有弟子呢，璇儿妹妹，你是第一个。青儿笑着点头道：是吗？那太好了。雷璇儿欣喜万分，师尊这么厉害，将来肯定会有许多弟子，到那时他就是大师姐，其余人都得听他的。一路顺风来到天牢城。王良原本就计划早来几日，想带着青儿他们好好逛一逛，玩一玩，于是便找了家客栈，开了2间房，在这里等子宁夫人。雷璇儿开始也没在意，原本以为师尊自己一间，3个小姐姐和他一间，可一到晚上他傻眼了，房间里只有他孤零零1个人，3个小姐姐跟他打了个招呼，随后竟然都跑到师尊的房间里去了。这王良后来也觉得不妥，毕竟她是萧庭夫人的小侄女啊，要是他以后找萧庭夫人告密的话，这还不得闹出一阵家庭风波。于是王良让青儿又去开了1间房，让他们3个假装在那里，到深夜再悄悄跑过来。青儿姐姐，你们3个人不挤吗？我这房间很空呢，你们谁要过来？雷璇儿鬼精鬼精的，自然早就发现了端倪，于是便试探着问道：我开的是大床房，不挤的。璇儿，你也累了吧，早点休息，明日我们一起出去逛一逛。青儿、萱儿、允儿都一脸微笑的摇头。好吧。雷璇儿黛眉一皱，感觉他们的笑容也太假了，似乎都想自己早点睡觉，然后他们再去干偷偷坏事。但他也没办法，只能点了点头。青儿姐姐，萱儿姐姐，我一个人睡不着。深夜，雷璇儿试探着敲了敲3位小姐姐的房门，然而久久没人回应。他轻轻一推，门竟然没有反锁，直接就开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他犹豫了半天，最后趴在师尊的房间门口静静听了好一阵。不过这客栈的房间都有阻隔神识以及隔音的功效，他什么也没听到。好奇怪啊，他们这么大了，还要自己的哥哥抱着睡吗？雷璇儿蹙眉，始终想不通。在天牢城闲逛游玩了3日，终于清雅夫人来了。多日不见，穆清雅看向王良的眸光不再像以前那般冷冷的，如今也带有一丝温柔。不过这丝温柔在别人的眼中却是微乎其微。青儿3个小丫头照样很怕她，雷璇儿也感受到她那不寻常的冰冷气息，完全不敢跟她说话。穆清雅来了，青儿3个小丫头自然就老老实实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给她腾位置。如此又是待了3天，穆清雅说日子到了。随后在穆清雅的带领下，他们前往一个叫乾元宗的门派。在那里，王良几人又与乾元宗的人一起前往子府圣地的仙山外围，
与众多依附于子府圣地的各门派天骄一起等候了起来。不多时，远处一座险峻的山峰上空，紫雾弥漫，星芒盖天。高天之上，200多名河道境长老联袂而来，80多位渡劫高手紧随其后，气息恐怖，震颤人心。新任子府圣子趾高气昂，扫视下方各派天骄，毫不顾忌地流露出一种不屑的眼神。子府圣女谭子宁身边有着2位与她同样绝美的女子，正是穆清雅以及雷萧庭。她3人姿容绝世，身姿袅娜，宛如当世之绝代明珠，惊艳了这片天地，让无数天骄悄悄抬头仰望在他们几人后方。还有一群子府圣地的天骄，修为不等，足有数千人，排成3列队伍，气势浩浩荡荡。这些天骄都要通过考核才能进入天神学院，而圣子圣女有着特权，不仅自己无需考核，还可以挑几个亲近之人带进去。下方人群之中都是依附于子府圣地的各门各派，将天骄带来了这里，打算与子府圣地一起前往。这样做不仅面子很足，而且自己门派的天骄弟子还有可能被圣地的圣子圣女看上，带进天神学院。那个人是小姑姑。看到天空中子府圣女身边的一个人影，雷璇儿不禁惊喜地叫了一声。这道声音引来无数人侧目，不过也无人在意。雷萧庭看向王良，顿时面色一喜，不过看到雷璇儿的时候，表情一下垮了下来。他一位堂兄的孩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刚才雷璇儿的声音也被子府圣子察觉到，他从高空之上踏步而来，看到青儿等人，眸光微微闪了闪，内心暗暗诧异，这种姿容绝世的女子在圣地之中也着实少见。你们4个跟我走。子府圣子目光睥睨，话音淡漠，他遥指青儿、月儿、轩儿、璇儿4个小丫头，想要将其带走。然而青儿等人却一动不动，像是看傻子一样看他。子府圣子面色一诧，这几人竟然敢不听他的话。紧接着他便露出豺狼一般的凶恶眼神，冷声质问道：跟你们说话，难道没听见吗？乾元宗其余人见状，纷纷四散开来，不敢与王良等人为伍，将他们5人暴露出来。同时各门各派的天骄都在心中诧异，被子府圣子看上，那可是莫大的殊荣，甚至有些人特意将自己的漂亮女儿送了过来。如果门中天骄真能被子府圣子或圣女看上，对于某些宗门来说，绝对会平步青云，在北原中部，宗门地位会提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层次。这就是之前到处叫嚣着要杀我的子府圣子。王良挡在青儿等人身前，不由得细细打量着子府圣子。他尖下巴，细鼻梁，眼神尖锐凌厉，身姿高挑心长，束发于背后，皮肤细白，气质偏于阴柔，少了些阳刚之气。找死！子府圣子忽然暴怒，直接出手，挥手间洒出一片灿烂星光。眼前这人竟敢直视着探查他，而且还挡在了那4个少女的身前，无视他子府圣子的身份，如此不将他放在眼里。哗啦啦，一片湛蓝水幕凭空涌现，神力浩瀚如汪洋，直接湮灭了那片星光。穆清雅身姿婀娜，水裙飘飘，挡在了王良等人身前。他是穆姐姐的人，穆姐姐的人就是我的人，下次你敢对他出手，我杀了你。这时凌空而来一个倩影，艳紫色的飞花罗裙随风儿飘舞，淡漠的话音中流露出一种渗人的寒意。此话让众多圣地长老面色一惊，纷纷侧目，甚至有人面色不悦，脸上怒气浮现。不过也无人敢说什么。子府圣女是子府圣主的亲女儿，她就算真的那么做了，恐怕也没人会将她怎样。至于王良，一群圣地长老已经查探过，这小子只是通玄境修为，且无神体，自然不会联想到那个年纪轻轻的北地王良。若是与那个姓穆的女子有关联，说不准会是羽族之人。而那4个小丫头也并无特殊之处，因为他们的手上全部带着一枚王良给的七彩玉戒，不仅可以隐匿修为，还可以隐藏神体。子宁，子府圣子满脸不可置信，他暗恋子府圣女多年，可先前上一任子府圣子也喜欢谭子宁，他由于年纪小了些，敌不过上一任子府圣子，所以不敢对谭子宁表露心意。现在上一任子府圣子死了，他终于能配得上谭子宁，可谁知他已经失了处女之身，还有了一个少年北地做夫君。现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圣子圣女同为圣地脸面，谭子宁竟然为了一个小子如此不顾及他，在众多门派天骄面前这样对他说话。然而谭子宁根本不理会他，已经与穆清雅、雷萧庭来到了王良等人身边。几人没有多言，直接动身，跟随子府圣地众门徒的大部队后面赶往天神学院。他是谁？竟然能与子宁圣女同行？还有子宁圣女身旁的2位仙子，他们是谁？如此仙颜，堪称冠绝当世啊！众多门派天骄纷纷低语议论。那个小子我杀定了，我不信你会为了他敢杀我。子府圣子将拳头捏得发白，眸光狠厉，
带着几位随从朝前追了上去。璇儿，你怎么在这儿？在一片无人处，雷萧庭看着雷璇儿，美眸诧异地问道：小姑姑，我在族里没什么事做，所以想出来找你玩。途中遇到坏人追我，还好有师尊搭救。雷璇儿将他所经历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师尊。雷萧庭忽然看向王良，眸光含笑，逐渐古怪起来。他在心里暗想，英雄救美，哪有那么巧的事？这不是老娘玩剩下的吗？难道说小夫君把我的小侄女拐到手了？或者是小侄女出了奇招，想出拜师这个点子，要抢他夫君？毕竟这小侄女从小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拿自己跟他比较，什么事都拿他做榜样。抢他夫君，这丫头还真的做得出来。雷萧庭看了看自己的小夫君，又看了看自己的小侄女，眸光闪了闪。反正这俩人肯定有一个心思不纯，挑个时间先把小夫君给收拾一顿，好好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王良对视着萧庭夫人那含笑的眸光，心头暗喜。我救了你的小侄女，也不用多么感谢我等找个没人的地方，劳烦夫人多费一番口舌就好。等等，得加个条件，绝对不需要。结。另一边，在穆清雅的介绍下，青儿等人与谭子宁也算初步相识了。小嫂嫂，由于谭子宁是王良3位夫人里年龄最小的，所以3个小丫头喊了谭子宁一声，但他们却俏脸羞红，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哥哥的夫人是嫂嫂没错吧？可是哥哥毕竟也是他们的夫君啊。这闻言，谭子宁嘴角勾起，不由得扫了王良一眼，心头暗道：小夫君玩得可真花。前几日他们听穆清雅说了，小夫君的3个妹妹根本不是正经妹妹，叫姐姐吧。谭子宁思索了一下，随后露出一个和美的微笑。一方面这关系确实也是姐妹关系，另一方面去了天神学院可千万不能叫嫂嫂，要不然这威力不亚于当时圣人的全力一击，天神学院绝对会炸开锅，牵扯得太大了。毕竟所有人都知道他与雷萧庭的夫君是那个年纪轻轻的北帝王良。子宁姐姐。青儿柔柔地喊了一声：圣女姐姐。薰儿和雨儿也对视一眼，开心地笑了起来。哥哥的夫人竟然这么漂亮，这么温柔，而且还是身份尊贵的子府圣女，真了不起。跟她打好关系，就相当于抱了一条大腿。啊，我的师尊是小姑姑的夫君。忽然另一边的雷璇儿惊叫了一声：小璇儿，既然你也想去天神学院，那就不许透露我夫君的信息，否则会给他惹来大麻烦。雷萧庭挑眉道：小姑姑，我绝对不会透露，我发誓。雷璇儿内心震惊，他的师尊竟然是北帝王良，怪不得那么厉害。同时他也知道其中牵扯甚大，所以便主动立下誓言，让其余人对他放心。要不你再发个誓，不许对我夫君起色心。雷萧庭转了转眼睛：小姑姑，你说什么呢？他可是我的师尊啊。哼，你太过分了。雷璇儿气得跺脚，直接翻了个白眼。从小到大，小姑姑最喜欢欺负他，偏偏他最喜欢跟小姑姑玩。因为小姑姑的性格不羁放纵，十分有趣，自己的脾性也是学了他。小璇儿，姑姑跟你开个玩笑，你看你生什么气啊？雷萧庭拍了拍他的脑袋，赶忙笑着安抚他。哼！雷璇儿抱着胸，扭过头，依旧不忿地轻哼一声。然而他在心里已经笑开了花。我的师尊竟然是北帝王良，长得斯文俊朗，年龄也与我相仿，这跟我不是一对吗？小姑姑，你可千万别怪璇儿呀。反正师尊有那么多夫人，也不介意再多一个璇儿吧。如果能和小姑姑共侍一个夫君，那以后就能天天和小姑姑在一起玩了。这个师尊，璇儿冲定了。天神学院建于北原中部的天梯岭，天梯岭正如其名，山势高耸入云，峭壁宛如刀削，对于凡人来说就像是一座云端天梯，难以企及，高不可攀。所有天骄想进入天神学院的规则其实很简单，不可御空，一路打上去即可。此番来天神学院自诩天骄之人足有数万，但是在通玄、中道、入道这3个境界中，每一个境界天神学院都只招收1000人。这1000人中已经包括了一些内定的盖世天骄，以及在4大圣地中有背景和关系之人。所以需要参与规则的门派以及圣地天骄们，尽量要保证自己在800-900名以内，如此才有把握。虽然后续还会采取一种末位淘汰的机制，反复10次，每个境界最终都只会保留100人，但只要能在里面进修一段时日，获得的好处便已经是难以想象了。而且表现良好者还有可能会受邀成为圣地门徒，从此不愁修炼资源，家属亲眷也会跟着飞黄腾达。因此所有人都会全力以赴。王良是有属于那种有关系的人，而且这关系还很硬。
他跟着子宁夫人等一群人直接走后门，御空攀上天梯岭，进入天神学院。天神学院完全出乎王良的意料，本以为天神学院由4大圣地联手打造，定然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楼阁殿宇，可没想到天梯岭上一座楼阁都没有，除了遥遥相望的3座大殿，以供各位传道长老居住储藏物品，其余山岭则被分为3个大院，每个大院全都是一排排能够隔绝神识窥探的石屋。石屋里面非常简陋，只有一张石台用来让弟子静坐闭关，而且他们利用了天梯岭的地形，在崖壁上打造了相隔10几丈、一阶一阶的石崖，3个大境界的天骄都会被区分开，在相距很远的崖壁上修炼，而这些石崖则是用来区分修为1到5重天的天骄们，从而更好的传授适合他们境界的玄法。此时日头正盛，阳光洒落在山崖上，灿灿生辉，有些晃眼。王良等人一路参观，来到一道石崖前，发觉这里还有另一些人。这些人有男有女，足足40-50人，最小的只有14、15岁的样子，修为通玄，最大的可能有几百岁，都是入道境5重天的高手。很明显，这些人和王良一样，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当然，也有一些是实力过硬，被保送进来的。咦，颖儿，你怎么在这里？忽然，雷玄儿惊喜的大叫一声，看向对面人群中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漂亮小姑娘。啊，玄儿，你也在这儿？闻声，那漂亮小姑娘眸子瞪大，紧接着小脸绽放出欢喜的笑容，直接跑了过来。她长发飘飘，脸蛋白净，眼睛长得又大又圆，笑起来时嘴角边有2个浅浅的酒窝，纯洁可爱，一副青春靓丽的少女模样。不过那饱满挺拔的奶肌绝对不容忽视，不像她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封神体。王良眸光一动，察觉到她体内有种不同寻常的符文力量，于是心头暗道：颖儿，你怎么会在这儿？那小姑娘刚一跑来，便被玄儿亲密地拉着小手询问起来。我是被百花谷送来天神学院进修的呀。颖儿一脸开心地答道，同时她拉着玄儿的小手蹦蹦跳跳，显得极为开心。王良只是瞅了一眼，心中便有些担心，怕她再蹦跶2下会把那2只胖胖的小白兔给甩出来。百花谷，雷玄儿恍然点头。风一儿同样来自于9大地族之一的风族，是他年幼时的玩伴，也是他关系最好的朋友。不过3年前，颖儿与他道别，说要随着母亲前往了北原中部的百花谷。自此，2个小家伙就再也没见过面。想不到，如今在天神学院遇到了。玄儿，那你呢？风一儿看了一眼雷玄儿身边的王良的等人，随后问道：我是跟我师尊还有姐姐们来的。雷玄儿如实说道：玄儿，我也是刚进来，与那些人不熟，能不能跟着你们呀？颖儿小声问道。闻言，雷玄儿看向王良、小姑姑以及各位姐姐，在得到他们的点头同意之后，便蓦然一喜。当然可以，我们又能在一起玩，一起修炼了，太好了。对啊，我们又能在一起了。雷玄儿说完，2个小丫头顿时互相拉着手，开心地欢呼雀跃起来。正在这时，越来越多的天骄一路参观，来到了这里。除了4大圣地，也有北原中部的各门各派，其中竟然有不少王良认识的人，在天地秘境之中有过几面之缘，还有几人曾追杀过他。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年少之人，来到此地的第一眼便是看向王良这边。雷萧庭、穆清雅、谭子宁，这3位拥有绝世风情的旷世仙女。青儿、萱儿、玉儿，这3个貌美如仙，正在向着成熟蜕变的大姑娘。还有玄儿、颖儿，这2个略带稚嫩却不逊美艳小姑娘。这单独一个就足够吸引无数人的目光，更何况他们竟然凑在了一起。咦，等等，好像有个什么玩意混进去了。一些人将目光扫了过来，但是匆匆一瞥就移开了。他们碍于谭子宁的身份，不敢过于冒犯，所以也不敢细看那一群美女之中的王良。然而有一些同样身份尊贵且实力过硬的人，却直勾勾盯着王良，眉头不悦地皱了起来。你算什么东西，竟敢与几位仙子站在一起？其中一个面色狂傲的青年走了过来，直接出口怒斥：关你屁事！王良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果然在一些脑回路不正常的人眼里，就连这站着也是错的。此刻这里爆发了冲突，其余人便有了将目光移过来的由头。咦，那小子是谁？他区区通玄境5重天，竟然敢骂万剑谷的萧极霸。对啊，萧极霸是北原当时7位圣人之一万剑老人的亲传弟子，有圣人弟子这个名头，就连圣地高手见了他也要恭恭敬敬。他整日聆听圣人教导，年纪轻轻便是入道境2重天，何况他剑道大成，实力强绝，被人称为北原剑王。子府圣女好美啊，好想跪在地上吻她的脚。我靠你小子，得多硬的关系才能进这里啊？兄台别说他了，换我也愿意。一群人说什么的也有，
但大部分人都紧紧注视着王良与那万剑谷的萧极霸。你修为太低，我不屑杀你，跪下给我磕3个头，今日放你一马，否则，哼！萧极霸面色冰冷，眯着眼睛。他早就探查到王良只有通玄境的实力，于是双手负于背后，挺身漠视着王良。让我来。身边3位夫人正想开口，王良却伸出一只手制止了他们。眼前之人修为不过是入道境2重天，对他来说并不是不可战胜。他吃了一株刺骨寒梅，领悟了入道法身，拥有入道境修士才有的神识之力。虽然他的修为是种道境5重天，但其实已经有了与入道境高手一战的底气。当然，初入战神学院，王良不会暴露实力。他先前利用七彩玉戒斩露出了自己通玄境5重天的修为，就是要彻底断绝掉他与北帝王良2者之间的联系。毕竟北帝王良在天地秘境之中便已经踏入了重道领域，不可能越修越倒退。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下跪？既然你知道我的修为，可敢压制境界，与我同境一战？王良一脸不屑地问道。同境一战？呵呵，你也配与我一战？既然你身处北原大地，难道没听说过我北原剑王的名声吗？萧极霸冷笑道。我呸，还未踏足河道境，也敢自称为王，真是臭不要脸。王良一脸讥讽地摇了摇头。你，哼，不知死活。好，我压制境界与你一战，趁着学院还未立规矩，我今日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萧极霸冷笑一声，随即立刻动手。他手里捏着剑诀，手指轻轻一弹，便有一道无形剑气朝着王良击射而来。那道剑气无影无形，一经弹出，便化作丝丝缕缕，搅得空气都破碎不堪，唯有一阵阵爆鸣声。不愧是剑修，好凌厉的杀伐手段。王良双眸一眯，不由得惊叹，眼前之人果然有2把刷子，将神力沾染着自身剑意激发出来，化作满含道韵的微小剑气。若是寻常之人，恐怕根本无法阻挡，连洞察其行踪都无法做到，直接被万箭穿心，绝命当场。不过很可惜，他遇到的是王良。5道天眼绽放神光，朦朦胧胧，混混沌沌，无尽道则推演。不仅在洞察其运行轨迹，也在分析他的剑招道运，更是在趋吉避凶，推算最完美的应对方式。砰！王良也学着他，屈指一弹，顿时如同沸水般翻腾的空气突然平静了下来，丝丝缕缕的剑气在即将冲到王良身前时，全部归于了平静。你竟然！萧极霸双目震惊，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他这一招有多厉害，就算是踏入了种道领域，也难以抵挡这一杀招。圣人之徒，北原剑王，切，土鸡野狗罢了。王良不屑地嗤笑一声，举起一拳就要向萧极霸砸去。这一拳完全是他的肉身之力，没有任何神力裹挟，但是在萧极霸的眼里，却像是一座能压死他的大山。住手！忽然一道淡紫色的屏障拦住了王良。谁？王良与萧极霸以及周围众人全部朝着上方看去。只见一位美艳妇人凌空而来，她身穿一袭淡紫色的薄纱长裙，玉枝般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一只翠玉发钗挽着3000青丝，如飞瀑般倾泻而下，散落在挺直鲜丽的玉背上。一对丹珠艳唇，润泽饱满，一双美目含情，惹人怜爱。眉眼流转之间，有着一副高雅娴静的神情，让人一眼就觉得这是一位端庄高贵的仙子。进入天神学院，不得擅自动手，若想切磋，可上天神擂台。再有下次，逐出天神学院。那妇人扫视着王良与萧极霸，眼神淡漠，表情端庄，然而在他心中却是无比震惊。这个少年好厉害的肉身之力，他若不出面阻止，恐怕会将萧极霸一拳给砸成重伤。杀了他对你没好处，年轻人要懂隐忍，识时务者为俊杰。那美艳妇人对王良传音了一句，随后便与另一名妇人袅袅而去。他身边另一名妇人也绝非寻常，不通俗类，清黛浓眉，玲珑腻鼻，朱唇仿佛雪中一点梅，明眸好似夜中两盏星，浅白长裙幽清绝艳，风袖飘飘，身姿袅袅，端庄圣洁，一身清冷，活脱脱是一位景画中走出的人间仙子。这种感觉，王良忽然想到了云溪师尊，还有瑶池仙子齐瑶姐姐，他们3人似乎存在着某种相似的联系。他是谁？王良扭过头问了一句。刚才那紫裙妇人并无恶意，甚至竟然还好心地提醒了他一下，让王良对他很有好感。他是子府圣子碧云涛的娘亲，名为江兰月，也是我子府圣地的一名太上长老，平日里喜欢炼丹炼药，品尝奇花异草，人称百草仙子。另一个是瑶池圣主萧云苏。谭子宁流露一抹媚笑，悠悠道：他们
是成名已久的圣主级人物，早已度过2劫，实力通天。如今被请来担任天神学院长老，为门下弟子传道，子府圣子的娘亲。王良眸光古怪，当儿子的那般阴险凶恶，可这做娘的却如此温柔心善，这是亲母子吗？咦，等等，萧云苏，瑶池圣主为什么和云溪师尊的名字如此接近？难道是巧合吗？王良微微皱了皱眉。你叫什么名字？这时号称北元剑王的萧极霸终于从心头的恐惧中缓过神儿来，凝重地看着王良询问道。此刻他再也不敢轻视眼前这个小子，刚才他那一拳竟然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我叫王良三。王良答道。你和北帝王良是什么关系？萧极霸凝眉问道。没关系，只是他众多仰慕者中的其中之一而已。王良勾着嘴角笑了笑，随后与身边众女一起离开这道石崖。王良三，萧极霸喃喃自语，眸光闪烁，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假如他那一拳真的砸了过来，不解除修为压制的话，自己会死吗？至于王良三这个名字，没有人会注意。天下那么多人，重名重姓的不在少数，就连此番进入天神学院的天骄们，也有几个叫王良之人。虽然有的人被揍得很惨，甚至被逼迫改了名字，但毕竟一个名字而已，代表不了什么。提前进来的这些人，可以提前领到自己的食物以及一些修炼资源。由于18位传道长老都在监督操办外面的天骄选拔，所以他们有7天的空闲时间。这7天可以自己修炼，也可以去观看外面天骄的激烈战况。王良决定闭关修炼，他手段单一，一旦与人交手，则会暴露自己的龙皇宝术，到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北帝王良。所以他想在这7天时间里踏出自己的另一条道法之路。他先是和萧庭夫人参悟永恒道则，然后以闭关为由，悄悄进入虚界空间，花大量时间体悟。只过了3天时间，王良就能简单施展，由神识、神力以及自身道运3者合一，凝聚为永恒道印，将想变为永恒的东西凝滞在那里。啊，师尊，我动不了了。石屋中，雷雪儿眨巴着2个大眼睛，一脸惊奇。哦，真的动不了了吗？王良盯着一动不动，身体完全保持着静止的雷雪儿，暗暗点头。永恒道印果真神奇。由于那种道印并未封住他的嘴巴，所以他还能说话。因为青儿他们去外面观看萧晨、白羽、离心几位师兄师姐的战况，所以王良只能拿自己的徒儿练手。师尊，雷雪儿眸光古怪。以前小姑姑经常把他定住，然后挠他的痒痒肉，欺负他。现在被师尊定住，会不会也欺负他啊？谢谢你帮我，雪儿。王良一挥手，永恒道印退散，雷雪儿顿时恢复自由。师尊不必客气，徒儿是师尊的，师尊想对徒儿做什么就做什么。雷雪儿一脸羞红道，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王良眸光古怪，随后喃喃感叹道：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想不到我现在也是有徒儿的人了。虽然我从山里遇到云溪师尊，如今还不到2年，不过在那虚界空间里却是多活了太多岁月。王良一边心头感慨，随后又看向脸上红扑扑的雷雪儿，开口道：按理说拜师要先行大礼，听师尊训诫之后方可入门，不过你是我第一个徒儿，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送你一样东西吧。说着，王良拿出了一截冒着璀璨雷光的木藤，刚拿出来，这根木藤便爆发出璀璨的雷光，呲呲啦啦火花四溅，将整个石屋都映得雷光闪耀。若非这间石屋是用特殊的材质建造，可以隔绝气息，否则的话早已招来9霄雷霆，将这里劈成飞灰了。师尊，难道这就是那传说中的9霄雷击木？雷雪儿忽然双目之中冒出一阵电光，看着那一小节木藤，他雷神血脉竟然被不由自主地被激活，雷力神火自动爆发出来。我师尊说，这一节取自于一株活了3万年的9霄雷击木，是木顶最尖端的那一节。他最先接触9霄雷霆，最先沾染雷霆气息，最先感受雷道法则，所以灵性也是最大。我把它赠予你，就当是你的入门之礼了。王良说着，徒手一挥，将其碎为3滴神液，送进雷雪儿口中。师尊，这太贵重了。雷雪儿捂着自己的嘴巴，早已吓得慌了神。这种天地奇珍，堪称几万年难得一见，就连他们雷族也有几万年没见过这种东西了。对于一个雷道修士来说，其中的宝贵价值根本难以形容。可是师尊就这么把它送给了自己。我的师尊，这可是逆天的机缘啊！3滴神液入体，一瞬间，雷雪儿仿佛变成了一个冒着璀璨雷光的人形闪电，举手投足间都有浓郁的雷力光点从他身上滴落下来，
仿佛汗水一般密密麻麻充斥着他的全身。轰！忽然他浑身爆发出一股恐怖的雷厉神火，直接飙升至3丈来高。卧槽！雪儿你没事吧？王良吓了一跳，赶紧担心地问道。他先前的修为不过是通玄境3重天，此刻竟然直接飙升到了种道领域。师尊，我没事。啊！雷雪儿大叫一声，浑身雷霆爆发，直接把石屋炸爆。轰隆隆！刹那间天昏地暗，漆黑如墨的浓云凝聚，天雷滚滚而来，发出沉闷的嗡鸣声。雷雪儿飞身半空，招引9天雷霆，一道紫色雷柱落下，整个天梯岭都在震动，2座山峰直接被9天雷霆炸开，泥土翻飞，植被粉碎，纵然是山顶的岩石也不能避免，皆化成了齑粉。可怕的雷霆之力蕴含天威，毁灭一切，根本没有什么可以阻拦谁在渡劫。忽然几位老人迅速赶来，其中还有子府圣子的娘亲江兰月，他们联手护持住了天梯岭，以免这条山岭被雷霆所毁。再然后便看向这招引9天雷霆的罪魁祸首雷玄儿，也不知是他本身在招雷，还是他在渡劫。总之天上的雷柱一道接一道，根本停不下来，像是不要命的砸向天梯岭。这个雷族女娃逆天啊！不过是突破区种道境，竟然引来如此强悍的劫雷，连天地都容不下他。一群通天尊者级别的人物纷纷感叹，同时也在护持着他。王良知道自己闯祸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谁知道那一节9霄雷击木和雷神体结合，竟然能有那么大的反应。雷玄儿整整被天雷劈了一天，他不但没有丝毫伤势，反倒是气息浑厚到了极点，随手便可爆发出惊人的雷力。那种惊人的雷力，连王良都感觉有些心惊胆战。那丫头也聪明，只说自己是突然顿悟了，没有提雷击木的事情。但是谁都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唯有青儿、轩儿、月儿3个小丫头似乎猜到了怎么回事。接下来几日，王良总是让玄儿找借口去找风眼切磋，而他则在一旁暗暗观悟他们俩的雷神体和风神体。龙皇宝术不能暴露，只能再寻一种道法修炼。萧庭夫人给了他一部雷族的无上功法，名为9天风雷诀。若能领悟雷神体与风神体的力量，修炼此诀便是如虎添翼。雪儿，你怎么拜了一个通玄境5重天的小哥哥为师？虽然他身姿挺拔，躯长8尺，容貌也是这数万天骄之中最为英俊的，可他的修为也太低了。风影儿在私底下悄悄询问雷玄儿，满脸疑惑。我师尊，他救了我，所以就拜他为师了。雷玄儿自然不可能说实话，所以略微搪塞了一下。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啊？风影儿瘪了瘪红润的小嘴问道。玄儿跟自己年纪一般大，从小修炼天赋也差不多，境界相同，实力也大差不差。可现在他却突然甩开了自己一大截。往昔与你一样的朋友，人家突然牛逼起来了，而你却还在原地踏步，这谁能接受得了？我突然顿悟了吗？雷玄儿随口糊弄道。雪儿，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是最了解你的人，从小到大，你一说谎就会脸红。风影儿蹙眉斜睨着他那红透了的小脸。影儿，你要不也拜我师尊为师吧？雷玄儿忽然眸光一亮，很突兀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什么好处吗？风影儿眸光闪了闪。你拜了就知道了，不跟你聊了，我要帮师尊修炼去了。雷玄儿笑了笑，随后一脸开心地离开了做托的，还得帮师尊修炼。风影儿无语地翻了个白眼。经过几天时间的观悟，王良已经领悟到了雷神体与风神体的力量，并且他这几日一有空就钻进虚界空间，花费几个月将9天风雷诀修炼至了大成境界。各大圣地的圣子圣女以及一些古老的道统传人都陆陆续续来到了天神学院。王良也见到了3位圣女姐姐，不过为了避嫌，他们只是远远地用眼神打了个招呼。7天时间匆匆而过，外面的选拔大会已经选拔完成，3000名天骄共同矗立在天梯岭上，聆听一位3清圣地的太上长老训诫。将一切事情都安排完毕之后，第2日天神学院便开始正式传道。第2日，王良起了个大早，前往石崖聆听长老传法。这里已经有了不少通玄境的天骄，还有其他天骄也在陆陆续续赶来。他们来到此地之后，关系好的便挑位置坐在一起，准备聆听传法。而王良也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坐下。随后一个轻灵的身影来到这里，看到王良后在他身边盘坐下来。风翼儿通玄境3重天修为，所以和王良一同在这里聆听传法。王良早已察觉到了这个小丫头，转头与她对视，两人微微一笑，互相点头致意，随后便都静静盘坐下来。唰，光华一闪，一道神虹破空而来，降落在石崖上。光芒敛去，一个婀娜多姿的美艳妇人出现，
盘坐在最前方的石台上面，淡淡的向下扫了几眼。这正是子府圣地的太上长老，也是子府圣子的娘亲江兰月。他度过2劫，实力通天，据说已经活了1200年。他认出了那日与圣人之徒萧吉霸交手的王良，目光微微在他身上停顿了一下，而后开始传法。与此同时，其他崖壁上也都有神华降落，都是天神学院的其他长老。每道山崖间都隔着一段距离，彼此间倒也不会受到影响。而4大圣地请出的4位圣人还未出现，他们只为淘汰到最后的那100名天骄传授道法。崖壁上，江兰月面色平静，古井无波。他声音平静，没有任何感情，讲得很仔细，通玄境各方面的问题都被他详细点了出来。半个时辰后，传法结束。江兰月起身，展露出傲人的身材，岁月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只是某些部位稍微有点下垂，反而充满了成熟诱人的韵味。她端庄美丽，静如止水，一双美眸向下望来，道：有疑问的可以提出，若无问题，今日到此结束。闻言，几个青年纷纷出言提问，都被江兰月逐一解答。对于王良来说，第一次聆听圣地长老传法，感觉也没什么特别，跟云溪师尊和清欢师尊讲的也差不多。他的基础非常坚实，需要注意的问题早已明了。解答问题之后，江兰月忽然张开手掌，顿时有一片光华射下，落在1000名通玄境的天骄手中，人手一个碧绿的小玉瓶，非常光洁。打开后，里面传出阵阵扑鼻的清香。这是助你们修炼的丹药。江兰月淡淡开口，将这种丹药介绍了一番，随后身形一晃，离开了这里。他说，小玉瓶内的丹药非常珍贵，里面有10粒，每月只发放1次。这种丹药是由10凶妖族之一富山玄龟的精血为主要炼制而成，可帮助通玄境修士巩固肉身，增强气血，从而使得自身根基稳固，神力增强。王良当即就倒出来吃了1粒，顿时双目一惊。虽然这种丹药对他来说作用略微有些小，不过里面蕴含的气血之力极其惊人，不愧是10凶之一富山玄龟的精血丹药，果真不同寻常。若是拿去给3个妹妹吃，或者给小徒弟璇儿吃，肯定帮助巨大。只是可惜一瓶10粒有点少，而且他刚刚还吃了1粒。王良收起玉瓶，正要离开，但就在这时，一个通玄境3重天的青年走了过来，大刺咧咧地拦住他，开口道：把你的龟血丹给我。说罢，他伸手便向前抓来，根本不给王良拒绝的机会。你是谁？凭什么给你？王良一把拨开他的手，站在那里斜了他一眼。对啊，凭什么给你？风一儿也刚要走，听到这里的动静又返了回来，为王良打抱不平。这时周围的人眸中露出惊惧之意，全都默默向后退去，继而逃离。王良再看这个青年，他手中竟然足足攥了7瓶龟血丹。王良立时明白，这家伙竟然在明着抢劫其他人。好漂亮的小姑娘。那青年双眸一眯，盯着风影暗暗冷笑，随后又看向王良，沉下脸来。我再说一遍，拿来，不然我让你3个月下不来床。这时又有几名通玄境5重天的青年从周围的人群里挤出来，快步上前围住了王良，而他们手里也有或多或少有几瓶龟血丹。王良盯着他们一群人，感觉有些好奇。昨日一名长老刚说过，天神学院内不准动手，要动手只能上擂台，难不成他们敢违逆天神学院长老立下的规矩？接着王良将目光放在了他们的龟血丹上，嘴角也勾了起来。我要是不给呢？眼前的青年年龄不大，修为不高，却能驱使几名通玄境5重天的天骄，而且还令其余天骄惧怕，心甘情愿上交龟血丹。王良猜想，此人定然是有大背景或者大靠山。不过论背景，王良还真不虚，3清圣女、9天圣女、瑶池圣女，那可都是他知深之浅的好姐姐。子宁夫人那更不必提，早就叮嘱过王良，看谁不顺眼，不必忍着，直接出手抽他，只要不闹出人命，他几句话就能摆平。毕竟这里许多天骄的爹娘都是圣地里的大人物，不能随意斩杀。不过就算闹出了人命，他也无非就是再多说几句话的事儿。给他点教训，打断手脚，扔到山下去。领头的青年双眸一冷，像是下命令一般，指向王良。这里是天神学院，长老昨日刚说过不准私下动手，你们怎么敢违逆规矩？看着那几个通玄境5重天的天骄面色不善地走来，风一耳顿时小脸煞白，赶忙说道。毕竟他只是通玄境3重天，而王良虽然是通玄境5重天，可也不过是孤身一人，凭他们俩怎么对抗他们一群人？一儿姑娘别怕，你不用掺和此事，都交给我。王良微微一笑，将他护在身后，随后看向那领头的男子，打断手脚，扔到山下。好主意，连同门都要抢夺，是该给你们点教训。王良说完这句话，便不再多说什么，他直接向前走，
一个青年刚跳上前来，就被他一脚踢开。他下手极重，几乎是一巴掌一个，将扑来的几个青年全部抽飞。那些人顿时变成一片滚地的葫芦，半边肉身碎裂，全都哀嚎不已。哇，大哥哥好厉害！雪儿的师尊竟然这么强！风一儿顿时捂着小嘴惊呼起来。此人好厉害的手段，他好像也没使什么手段吧，完全就是肉身之力，直接扇飞了几个铜镜天骄。嘿嘿，有好戏看了。周围有不少人围了过来，甚至越来越多，连其他石崖上的人也来凑热闹。你……此时领头的那名青年看向王良时，已经带着恐惧渐渐后退。连几个通玄境5重天的人都不是他一招之敌，何况是他这个通玄境3重天。你不要过来，我爹是三清圣地的青阳长老，你敢对我出手，他绝饶不了你。那青年虽然吓得一脸苍白，但还是露出一脸阴狠的表情，威胁起来。青阳长老就是那个派人寻找各种神体的青阳长老。王良喃喃一声，他回想起来，那3个追杀雷玄儿的人，在他们背后下达命令的就是三清圣地的青阳长老。而且很早之前，王良听萧云熙说过，北原有一个神秘的组织，专门四处搜寻神体。他当年发现了一伙人竟然远走东荒，从东荒皇族偷来2个血脉精纯的神皇体的小丫头，那正是轩儿和雨儿，被他当年出手救了下来。难道这个青阳长老就是那一伙人中的幕后之人？对了，你们圣子呢？在这天神学院，我怎么没见他？王良忽然又想到了三清圣子，来天神学院已经这么多天，所有人都看见了，唯独没见过三清圣子。哼，我们圣子有他的事情要做，岂是你配见的？我告诉你，今天的事儿没完，你给我等着。那青年冷笑一声，以为王良不敢出手，竟然转身要走，呲啦啦。突然，王良探出一只噼噼啪啪冒着金色雷光的手掌，神力化作10方霹雳瞬间冲出，将那名青年笼罩。哦！那青年立时哀嚎一声，身体焦黑冒烟，蜷缩着倒在地上，不断打滚。他竟然真敢出手！青阳长老的儿子，他也敢动！这一幕直接震惊了周围的众人。紧接着，人群暴动，有上百人现身，将王良围了起来，面色不善。小子，你是何人？敢对青阳长老的儿子出手，未免也太不把我三清圣地放在眼里了吧？其中一人凝眉质问起来：你竟然……躺在地上浑身焦黑的青年此刻再也难以遮掩脸上的惊恐，没想到这人真的敢对他出手，竟然还断了他的手脚。我爹可是青阳长老，你敢断我手脚？众位师兄，帮我杀了他！他哀嚎着说道。杀了他！这时周围那群三清圣地的天骄们一个个眼神示意，全部手中捏印，动用全身神力。哼！王良嘴角冷笑，他扫视了一圈，发觉这些人中竟然有几个通玄境大圆满的天骄，距离突破至种道境只差一个契机，看来是真的不想给他留任何活命的机会。住手！此刻先前离开的江兰月不知为何又返了回来，他素手一挥，撒下一片紫霞，将三清圣地之人全都震退。我说了，天神学院内不许动手，要动手只能上擂台，把这些躺着的都丢到山下去，逐出天神学院。江兰月扫了一眼地上躺着的人，包括青阳长老的儿子，随后指使了2个子府圣地的弟子，淡淡开口道：是。子府圣地那几人也不顾忌什么，直接将地上的人都扔到山下去。而王良更是不顾忌什么，立即将地上的装着龟血丹的20几个小玉瓶收到自己手里。蓝月长老此举是否有些不妥？既然不能动手，那为什么不把他也逐出天神学院？三清圣地中有一人指向王良，愤愤不平道：规矩本就是给弱者制定的，你若能强过我，这事便由你说了算。江兰月声音轻慢，淡淡扫了一眼那人，随后又看向王良，开口道：你叫王良三是吧？是，蓝月长老。王良点头，随后打量着他那张宛如无瑕美玉般的脸颊，以及他那双平淡如湖面的眸子，内心暗叹：好一个端庄优雅的女人。那个小姑娘，你叫什么？江兰月忽又看向风影儿。禀长老，我叫风影儿。风影儿忽然娇躯一颤，没想到子府圣地的一位太上长老会突兀地与他讲话。我正缺2个侍奉起居的弟子，你们跟我走吧。说完，江兰月便用一道神力制住王良与风影儿，带着他们朝山顶大殿中远去，是凤兰月长老的起居。我的天，为什么不选我？周围一众弟子全都露出羡慕、嫉妒、恨的神情，端茶倒水，打扫庭院，铺床叠被，晚上准备好洗澡水，只要干一些杂活，就能时时刻刻聆听长老教诲。要是蓝月长老一开心，说不准还能多给几瓶龟血丹。这等美差怎么落到了那小子的头上？所有人心中都嫉妒不已。侍奉起居，一路上王良内心觉得古怪，
女长老不应该找女弟子侍奉吗？找她一个男弟子干嘛？王良跟在江兰月身后，看着她一头飘逸的乌发，嗅着她玉体的芳香，而后看向她柔美的脊背、浑圆的大腿、丰满的玉臀。咦，不会是陪睡吧？王良胡乱思索着。小家伙，眼睛可别乱看。江兰月并未回头，却清楚地知道王良在做什么。他暗暗对王良传音，同时嘴角微微上扬了起来。这小家伙胆子可真大，不仅敢出手伤人，还敢肆无忌惮地欣赏他。原本他是想挑2个女弟子在自己身边的，可是方才他回到天神殿时遇到了圣女谭子宁。他说在通玄境有个叫王良三的男弟子，是他的好友，拜托将他收为侍奉弟子，招于天神殿之中，帮忙特殊照顾一下。江兰月也没多想，直接就答应了，就当是做个人情。至于风翼儿，江兰月是真心觉得这丫头潜力很大，值得好好培养。再者，她与百花谷的几位长老有些交情，其中一位就是影儿的娘亲，也是做个人情，代为照顾一下。王良听到蓝月长老的传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于是赶紧将目光瞥向别处。而风影儿一直小脸红扑扑的，眸光灿灿。能当蓝月长老的侍奉弟子，那可是莫大的殊荣，自然好处多多。若是把蓝月长老侍候好了，说不准会多给他几瓶归血丹，到时便可缩短一些他与璇儿的差距。想到这儿，小丫头不禁开心的偷偷笑了起来。很快，3人来到天梯岭最顶端的那座宏伟大殿。天神殿宏伟壮阔，除了议事殿、内务殿、万宝殿、藏经殿，还有不少偏殿以及一些院落，供天神学院18位长老暂时居住。其中有几个院落是专门提供给身份尊贵以及担当着其他职责的弟子们居住的，比如4大圣地的圣子圣女都各有一座偏殿居住，并且还有人侍奉其起居。江兰月带着王良和风影儿进入了一座偏殿，安排了一些事情，又给他们2人各自安排了一个房间。随后他便回到自己的闺房里闭目休养起来。我给我3位妹妹以及璇儿留一些，这3瓶归血丹就给你修炼吧。今日多谢你出言，为我说话。王良看着风影儿微微一笑，这真的要给我吗？风影儿抿着小小的嫩唇，有些吃惊又有些欣喜。这种丹药特别宝贵，璇儿的师尊和自己相识不过7日，竟然就将抢来的丹药送自己3瓶，难道他是把自己也当成妹妹或者徒儿一样看待了吗？而且他今天挡在自己身前的样子真的太威武太帅气了。拿着吧。王良将3瓶归血丹递到他手中，随后笑了笑，回到自己房间修炼，只留下风影儿眸如春水，一脸桃花的站在原地。房间中，王良思索，过几日他打算将自己所展露的修为稍微提升一下，变成种道境一重天。因为3000名天骄境界不同，所以被分为3个大院3面石崖，众道境界的天骄不得前往通玄境的大院以及石崖，所以境界不同的弟子平日里根本不得相见。如果王良将修为展示到众道境，就可以前往众道境弟子的区域，到时就可以与青儿、轩儿、雨儿还有自己的弟子璇儿一起修炼了。傍晚，王良修炼结束，按照蓝月长老的吩咐，太阳落山之后要进入殿内浴堂中，将池中洗澡水放满并且加热。这个差事本来是应该由风影儿去做的，但是小丫头贪心多吃了2粒归血丹，所以不得不在房中炼化药性，只能拜托王良去帮个忙。王良向来乐于助人，来到浴堂之后，哗哗哗就放起了洗澡水。将山中清泉引入池中之后，王良又将水加热到一个适宜的温度，便打算回房。忽然他以神识之力感知到子府圣子碧云涛从殿外走了进来，直接去了江兰月的房间。子府圣子这么晚来做什么？王良微微皱眉，毕竟蓝月长老是子府圣子的娘亲，子府圣子先前与他有过冲突，现在蓝月长老又无缘无故让他侍奉，收留在这天神殿之中，莫非其中有诈？王良心中惊疑。系统曾说七彩玉戒是一件可以隐匿自身神体、境界、气息的无上法宝，未到圣境根本难以探查清楚王良的底细，所以王良壮着胆子隐匿气息，身如清风，悄悄潜伏到蓝月长老的房间门口。本来只是想随意听听他们说什么，却悄然发现门口露了一道缝。干娘，听说子宁拜托你将那王良三收为了侍奉弟子。房间内响起一道声音，正是来自于子府圣子碧云涛。干娘。王良眸光一动，能听得出碧云涛对江兰月非常恭敬。子宁那丫头说王良三是她的一位好友。江兰月盘坐在一个蒲团上，神态端庄，轻轻点头。干娘，您可从未有过道侣，收留一个年轻的男弟子侍奉起居，难免会落人话柄，给您带来不好的影响。不如将他交给我吧，我也会让他待在我的偏殿里，特殊照顾一下。子宁的这个人情就让给我来做吧。子府圣子面色的看似非常诚恳，实则眸中隐藏着一丝阴雾，
暗藏机巧之心不必了，他拜托我的事，自然由我来完成。江兰月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就已经猜到了什么。他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干儿子，因为他不善管教，惯坏了这个孩子，导致他从小做事就没有分寸，仗着太上长老儿子的身份嚣张跋扈，无人敢惹。虽然被自己教育过几次之后，表面上诚恳低调了点，但背地里还是干了不少坏事。如今他又被提拔为子府圣子，所作所为更加肆无忌惮了。那日碧云涛与王良三的冲突，他也听人说了。谭子宁拜托他特殊照顾一下王良三，其实就是想让他特别注意一下，别让碧云涛使手段骚扰王良三。那算了。碧云涛微微凝眉，他知道自己的干娘不可忤逆，一旦认定的事情就无法再让他更改，所以只能作罢。干娘，您上次答应孩儿的事情，不知办得如何了？忽然碧云涛扬起笑脸，小心翼翼地问道。上次的事，我和圣主提过一次，不过圣主不同意，子宁也不同意。涛儿，你放弃吧。更何况子宁那丫头已经失了处子之身，在他心中也已经认定北帝王良是他的夫君，怎么可能还会嫁给你呢？江兰月眸中闪过一丝无奈，摇头劝道。切，北帝王良，我挑衅他足足数月，各个巨城皆发布战书，他都没有出来发声。由此可见，他绝对是个胆小如鼠之人，要么不敢接战，要么早已逃离了北原中部。这样的人怎么配做子宁的夫君呢？干娘，您再去帮我找圣主提一次亲吧，我是真心的喜欢子宁，这辈子我只爱他一个人。子府圣子一脸诚挚地说道。那好吧，这么多年我在圣地说话也有些分量，师友门徒也不在少数，稍稍施压，圣主也得慎重考虑。你若真有这般真情，那我就帮帮你。江兰月此时心中略有所感，200年来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纨绔偏执的干儿子一脸真诚，神色动情。难道这就是真爱吗？让一个人的性情都发生了变化，这种真情实感很打动他。再者，他受人之托照顾这个孩子，现在孩子大了，帮他提亲也是理所应当。谢谢干娘。那干娘好好休息，孩儿告退。碧云涛一脸欣喜，行了个礼，转身离开。哼，我会喜欢那个贱人吗？等我当了子府圣主，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出了大殿之后，子府圣子眸光瞬间变得阴雾起来，冷笑一声，直接破空离开。这一切都被王良看在眼里，此刻他神情凝重，不由得思索起来。子宁夫人自然是不会多看那个子府圣子一眼，更不会答应什么提亲。但是江兰月身为子府圣地太上长老，实力通天，门徒众多，说话必然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万一子府圣主顶不住压力答应了呢？到时若是两家大人同意，那子宁夫人该怎么办？子宁夫人可是他的女人，王良不想让子宁夫人陷入这种麻烦。系统，先前收服晴雪师尊和清欢师尊的奖励也该给我了，你想要什么？有没有能强制收服一位2阶尊者的方法？王良眸光一闪，有，龙奴印，一种奴役他人的灵魂印记，只能在敌人意志薄弱时施展，一旦被种下印记，永世为奴，一念可操控其生死。咒，无法对圣境高手施印，若龙奴修为达到圣境，此印将不再有效。系统那妩媚曼妙的声音落下，顿时一种灵魂印记的施展方法也映入了王良脑海中。龙奴印，好，那就怪不得我了。王良眸光一闪，手中出现了3株春情花。先前晴雪师尊给了他好多拥有神奇作用的花朵植株，但眼下唯有春情花才是最实用的。那些致幻、迷惑、剧毒的植株不太好使，他一向认为自己还算正派，不想做那种卑鄙下流的小人。不过眼下要破坏他们的计划，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春情花再加上龙奴印，这是他目前唯一能阻止江兰月这个2阶高手的办法。为了保险一点，不被他察觉，王良在大殿外隐匿气息，将一株春情花熔炼成几滴液体，再去除其特殊的香气。因为据说这江兰月精通药性，懂炼丹之法，在北原中部，他与百花谷的谷主百花仙子齐名，被称为百草仙子。王良迅速回到了浴堂之中，恰好此刻江兰月还没来这里洗澡，于是他假意伸出手指示了试水温，顺便将几滴粘在手指上浓郁的春情花液融了进去。你在做什么？突然王良背后响起一道淡妙成熟声音。啊，兰月长老。弟子见长老迟迟不来沐浴，怕水凉了，所以准备再加热一下。王良装作一副被惊到的样子，慌忙说道。他早已猜到自己的行动无法瞒住江兰月，所以才来假装试试水温。哦，你倒是有心了。你若是无事的话，就在外面候着吧，我正好有几句话想问你。江兰月轻轻点头说了句是，兰月长老。王良点头作揖，
退至玉堂外面等候了起来。王良三，你是何门何派的弟子？跟谁学的本事？拜的是谁为师？玉堂中传来江兰月优雅端庄的声音，其中夹杂着窸窸窣窣的脱衣声。弟子是北原东部雷族一位长老的孩子，此番跟着萧庭公主出来历练，因遭遇变故，所以一行人只剩下了弟子一个。王良面不改色地回答道：这是子宁夫人他们商量之后的结果。既然王良修雷法，那就正好把王良的身份安排成雷族之人哦。原来如此。玉堂之中，江兰月一边轻轻点头，一边赤着脚丫走到池旁，将衣物褪下，外衣、长裙、内衣、肚兜都被她整齐地摆放在一旁。不多时，池内便出现了一片旖旎无限的风光。尽管她已经活了1200岁，但由于度过了第2道超脱大劫，寿元得以提升，因此丝毫不见老态。她的肌肤无比雪白，吹弹可破，犹如一颗碧海明珠，经过山间泉水的清洗，闪亮发光。她的身材也是极度诱人，前凸后翘，饱满惊人，再加上她那副高高在上、端庄优雅的面容，更是让人有无穷的征服欲望。玉堂外面，王良听着她撩拨水花的声音，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幅香艳的画面。不过他暂时只能先按捺下来，现在要做的就是静静等着春情花毒发作。啊！江兰月正在沐浴，却突然无端吟叫了一声：兰月长老，你怎么了？王良在玉堂外眸光一闪，急问道：没事。江兰月摸着自己滚烫绯红的脸颊，神情略有慌乱，匆忙从池中往外面爬去。不知怎的，今日这池水竟然如此怪异，像是一双温柔的大手再无微不至地爱抚他，以至于让他发出了那种浪荡轻浮的羞人叫声。怎么回事？难道这水有毒？江兰月勉强爬到了池边，却怎么也爬不上去，浑身打了个颤后，白晃晃的娇躯一动不动，像只待宰的大白羊。此刻王良已经缓缓走进了玉堂之中，眸光冷静地盯着蓝月长老。平日里他那般高高在上，乃是实力通天的2阶尊者，可现在却被一堵池墙拦住了去路，娇弱无力，连衣服都拿不到。王良三，你在水里放了什么？江兰月此刻哪里还不明白，一定是这个弟子在水中做了手脚。他话音中羞怒不堪，又带着几分有气无力的虚弱。不知蓝月长老可否听过春情花？王良勾起嘴角，淡淡一笑：春情花，原来你往水里滴的那些液体是春情花液。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待你可不薄啊。江兰月蹙着黛眉问道。窈窕长老，弟子好逑。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王良眸光一眯，冷冷一笑。想不到到了这种时候，这江兰月还在套问他的话。我那日见你肉身惊人，气血浑厚，年纪轻轻竟以身为伦，不仅打败了万剑老人的弟子，还打败了10几个同境天骄。你是不是传说中的北地王良？江兰月无力地趴在池边，气息虚弱地问道。兰月长老，你何必明知故问？王良嘴角冷笑。哦，看来我猜对了，你果真是北地王良。忽然江兰月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缓缓起身抬头，一改刚才虚弱的模样。她凌空而起，暴露着雪白的娇躯，伸手一招，一件纱裙立即罩在了身上，居高临下俯视王良，嘴角勾着得逞的冷笑。王良以欣赏的目光仰望着她。此时她穿上了衣裳，又变成了那个美艳无双、端庄典雅的蓝月长老。只不过一件单薄的纱裙根本难掩裙下的风光，裙摆随她身上的气势舞动起来，将一切都暴露得淋漓尽致。但她却毫不在意。蓝月长老，不过是为了让我说句实话而已，你至于让我把你看了个遍吗？既然你早已察觉，为何不把我先擒下再询问呢？王良挑眉道：我这身子从没给人看过，不知男女之事是何滋味，也算是人生一大缺憾。如今中了少量花毒，春性大发，给一个死人看看倒也没什么。还真别说，你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还真的有些心慌了呢。江兰月眸光一挑，故意迈着大长腿向前几步，向来端庄的面容竟然流露出万种风情。都说你是子府圣子的亲娘，看来不是真的，原来你还是个雏，只是年纪大了些。不过这样也好，我喜欢你这种熟透了的类型。王良冷笑。咦，看到我没中毒，你竟然不怕？江兰月盯着王良，微微蹙眉。他先前早已察觉到了王良的举动，2阶尊者的神识覆盖万里之遥，早就察觉到了他手中的3株春情花。在得知王良将1株春情花叶滴入池中之后，他便用神力封闭了全身，与池水隔绝，只尝试了很少一部分药性，装作中毒的模样，来试试他到底想做什么。现在真相大白，他竟然还是浑然不惧，到底有何依仗？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王良喃喃自语。啊！忽然江兰月浑身一颤，
竟然从半空中扑通一声跌入池中。紧接着他尝试御空而起，却发现竟然无法勾动自身神力。春情花，我中了毒。他美眸一颤，身体的异样不停地在刺激他的脑海，让他逐渐浑身颤抖起来。蓝月长老是二阶尊者，活了1200年，所思所虑定然远胜于我。况且你被人称为百草仙子，尝百草是万毒，一株春情花叶融入这么大一个池子，怎么可能对你有效？王良微微一笑，无比从容。你到底是何时下的毒？江蓝月咬着红唇，保持着最后的理智，冷声问道。你在探查池水中的春情花毒时，而我将另外2株春情花悄悄化成了粉末藏在身上。我师尊曾说，未入圣之前一心不能二用，就连大成尊者行事也有疏漏。当你自以为识破了我诡计的时候，殊不知我的手段才刚开始。在我走进来时，我利用身上散发的气势，将那些花粉不停地吹向你，而你常年沾染花草，身上本就有无数奇花的味道，怎么会察觉得到2株春情花的香味呢？王良冷笑一声，一跃进入池中。不知过了多久，偌大浴池中，江蓝跃进淌水中，3000青丝如莲花绽放，在水里缓缓散开。她脸颊绯红，媚眼如丝，雪白的大腿丰腴性感，匀称的小腿曲线柔美，整个人蜷缩起来，被王良紧紧地抱在怀里。或许谁都不会想到，向来守身如玉、端庄优雅的蓝月长老，有朝一日也会展露出媚态横生的表情。端庄典雅的玉容上满是绯红春霞，曼妙含情的双眸里全都是旖旎迷雾。她眉宇间尽是春情盎然，犹如坠落凡尘的仙子，又好似千娇百媚的妖姬，高贵优雅的同时又分外艳俗。王良看着她惹人怜爱的模样，直接又吻了上去。这一吻仿佛有一个纪元那么长。这个高高在上、熟透的女人给王良莫大的征服欲望。许久之后，2人唇分。王良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有种温润馨香的感觉仍是残留不散。最终他还是敌不过她，被她在灵魂深处种下屈辱的奴役。你怎么会东荒龙族的奴役？你得了便宜，居然还敢得寸进尺，趁机给本尊落下印记，真是不知好歹。江蓝月冷着俏脸看向抱着他的王良，眸中带着寒意。不种下奴印，你会放过我吗？恐怕早就被你杀掉了吧。王良冷笑一声，你怎么知道我会杀你？江蓝月面色复杂起来。先说说子府圣子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是你干儿子？王良问出心头疑惑。不说。江蓝月刚才还被轻柔地抱着，可现在却被粗鲁地丢在床上，不免心里不舒服。他跪坐在床边，十分傲娇且倔强，抬眸瞪着王良。啊！忽然王良发动奴印，江蓝月惨叫一声，身如雷击，一瞬间他脑海中无比剧痛，神识仿佛都被搅碎，灵魂像是要被割裂。我没有折磨人的癖好，不过你也别自讨苦吃，我问什么你答什么，知道吗？王良淡淡道。你能不能解除奴印，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我可以立誓收你为亲传弟子，将你引入圣地修炼，为你护道，什么都听你的，可以吗？江蓝月娇躯颤抖，在抬眸看向王良之时，已经展露出满脸的恐惧。他恐惧这种奴印不仅将自己的生死都交由另一个人手里，还能让别人随时折磨他。只要你乖乖听话，这个奴印我不会再催动，等你对我没有威胁的时候，我可以考虑解除奴印。王良沉吟道。你说话算数。江蓝月拧着黛眉问道。算数，不过得看你表现了。王良轻轻点头。200多年前，北原几位大寇劫掠我子府圣地的天元古矿，涛儿的爹娘拼命拦截，却受了重伤，在临死前将他们刚诞下不久的孩子托付给了我。于是这么多年我便一直养着他。江蓝月叹道。你又没怎么喂养他？王良面色古怪地问道。我身为圣地长老，找几个人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当然是让别人喂养他。江蓝月略显风情地白了王良一眼，却又怕他不高兴再催动那可怕的奴印，于是赶紧收敛了神色。原来如此。王良表面不动声色，内心暗暗吐槽。不过时光荏苒，有些人天赋异禀，只为一心修道，一晃眼就孤独地过了一辈子。我只说3点。第一，子宁是我夫人，你不许给你那蠢儿子去提亲，也不许让圣地里其他人给他提亲，知道吗？第二，再给我一些龟血丹。第三，管好你儿子，别让他来招惹我。王良伸出一只手，看着他说道。好，子宁那边我不会再去说，涛儿我也会管住他的。至于龟血丹，只有这么多了，我都给你。听到王良并未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江蓝月赶紧点头。接着他便将一个储物袋送给了王良，里面有50多瓶龟血丹。就这么点？王良微微皱眉，随后撇嘴道。
听说这龟血丹是你炼出来的，那你有空再给我炼上100瓶，我有用。没了，那龟血数量本就不多，是圣地宝库的珍藏之物，已经全被我用干净了。剩下这50瓶，我原本还想留给几个熟人的孩子呢。既然你要，那就都给你。江兰月摇头道：那下个月给弟子们分发龟血丹的时候怎么办？王良有些疑惑。1个月后就会开始末位淘汰排位战，1000人里会淘汰100多位天骄弟子，到时4大圣地会拿出更加珍惜的东西，给剩下的弟子作为修炼资源。江兰月解释道：原来是这样，那你下次把好东西多留点给我。王良点头道：哦，知道了。江兰月点了点头，有一抹异样的神情划过脸颊。他生在圣地之中，自小天赋异禀，没多久就担任长老，从没有人敢对他颐指气使，冷言冷语，他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被人吩咐、指使、命令的感觉。如今他更是贵为子府圣地太上长老，端庄优雅，高高在上，在别人眼里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可眼下却卑贱至极，不得不臣服于一个不过18、19岁的毛头小子。屈辱、愤怒、不甘、羞涩、无助等等各种情绪一瞬间全部杂糅在一起，涌进他的心房里。过了片刻，他闭上双眼，仿佛认命似的轻咬红唇。不必如此，像是一副要寻短见的样子。你只要听我的话，我不会为难你，将来也会解除你的奴役。走了。王良说完，转身便想离开，回自己的房间。等等，天色这么晚了，要不然你留下吧。忽然江兰月声音颤抖地叫住了王良。王良一扭头，面色古怪。江兰月此刻也羞红了脸，简直无地自容。刚才一看到他要走，心里突然空落落的，极为不舍，甚至不惜叫出主人这个称呼来挽留他。可是今夜如此曲折，他心慌难耐，若是王良走了，这个难熬的夜晚他该怎么办？没有人可以倾诉，也没有人可以陪伴，仿佛只有眼前这个刚刚逼迫过自己的男人才能给他一丝丝安全感。身上那件仅存的半透明纱裙也在一瞬间滑落在了地上。江兰月，体质草灵体，奖励灵犀互通法。啥？草灵体？这世间不是只有18种体质吗？他曾在紫阳宗珍藏的一些古籍上看过，这个世上自古以来只出现过18种逆天的体质，怎么现在又冒出一个草灵体？那18种体质只是因为战力逆天，道则惊人，因此被广为流传。实际上这世间还有12种与天地自然亲和的灵体，草灵体便是其中之一。原来如此。王良暗暗点头，不过他也顾不得用5道天眼去查探江兰月，反倒是对那功法极为感兴趣。灵犀互通法，修炼此法，双方神识会交融在一起，心意也会无障碍相通，彼此的道则会如水一般流淌至对方体内。每一次流转都能给双方带来彼此道则的感悟，从而获得新的提升，神力也会在这种交融中愈发浑厚，修为提升极为显著。王良好奇地品悟着脑海中一部奇异的法诀，越看越激动。这种功法对他这个造化魔胎来说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连着2日，蓝月长老都没有去给弟子传法，只是让风一儿去给外面传了一句话，所有弟子先自行修炼。这2日王良也没有露面，让风一儿很是奇怪。第3日，蓝月长老终于出现，他又变成了那端庄优雅、高高在上的蓝月仙子。为弟子讲道之后，他便翩然离开了。站住！王良与风一儿正准备从一道石崖上离开，却听到后面传来一道厉喝声。怎么？王良微微皱眉，看向后方围过来的一群人。这时另外几道石崖上也有一些人跃了过来，这些人眸光不善，气势汹汹，加起来大概有300来人。而另有一部分人则都赶紧让开此地，飞身到四周的石崖上观看起来。你们2个，蓝月长老赏赐过你们龟血丹吗？其中一人踏前一步，冷笑着问道。关你屁事！王良将风一儿拉到身后，面色平淡，冷声道。而风一儿也很乖巧，直接藏在王良身后。不知为何，他很喜欢这种感觉，像是被人保护着，有一种满满的安全感。大哥哥，我去找蓝月长老。风一儿悄悄说了句。虽然这丫头先前见识过王良的实力，但还是有点担心，毕竟对面可是有一大群人，皆气息不凡，甚至马上就要突破至种道领域。不必，我来处理。王良微微摇头，又看向眼前那群逐渐围过来的人。他肯定有，之前他还抢走了赵信他们20几瓶龟血丹。领头的那人旁边又有一人盯着王良冷笑起来。哦，把那些龟血丹交出来，不然的话。最先开口的那男子冷冷一笑，眼神飘忽，似有所指的瞟了一眼身后的300余人。你们有龟血丹吗？
王良忽然问道：“什么意思啊？”领头的那青年忽然眉头一皱：“有的话全都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将你们全都打出天神学院。”王良同样冷笑一声，他先前还有些可惜，龟血丹如此滋补气血的丹药，对青儿他们大有好处，可惜江兰月手里也没了。可现在竟然有人上赶着给他送。听到王良的话，人群中忽然沉默了一瞬，紧接着便爆发出一阵哄笑，就连两侧石崖上观战的人群也都一边摇头一边大笑。这小子是要笑死我们吗？他也真敢说啊，一个人打300多个，是谁给他的自信？真不把圣地天骄当回事了吗？周围一群人槽杂声不断，神色玩味地看向王良，懒得跟他废话，夺了他的储物袋，废了手脚，扔到山下去。领头那青年也不屑地嗤笑了一声，轻轻一指王良，顿时有10几个人一跃而上，同时出手了。他们手持强大的秘法，有些人甚至展露杀机，因为先前的一些仇怨，所以想趁此机会毙掉王良。而且先前蓝月长老说过，天神学院强者为尊，规矩是给弱者制定的。呲呲呲，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炸裂声，人群之中有几束金色电光从缝隙中冒了出来，璀璨而晃眼，隐藏着一股恐怖的灭世气机。啊！下一刻，惨叫声响起，围杀王良的那群人全部被一片雷光炸飞了出去，风影早已退开，只剩下王良还站在原地，一身白衣，惊雷绕体。他神色平淡，缓缓升入高天，举手一挥，天地顿时失色，厚重的云层翻滚，雷光四溅，一股浓重的天威顿时弥漫开来。王良18、19岁的样子逐渐褪去青涩，面容温润而俊朗，体魄强健而修长，一眼望去就是人中之龙的感觉。他眸光中闪烁着自信，一身白衣飘动，璀璨惊雷绕体，像是与这天地相合，竟显出一种莫名的道韵来。杀了他，此人不除，将来必是大敌。领头那男子见状，面露凝重之色，招呼着众人全部朝王良袭杀过去，不敢再轻视，也不敢再有丝毫留手。他知道王良很强，可没想到刚才那10几人都是马上要突破至种道境的天骄，竟然都不是他一招之敌。而且他竟然举手投足间竟然能勾动天地之力，异象渐生，显然快要突破到了种道领域。话音落下，那300多圣地天骄全部面露狠色，甚至有不少人都祭出了气机恐怖的秘器。一面8角阵盘飞向空中，洒出一片星河在璀璨流动，宛如一个大碗将这里扣住，散发出莫名的场势欲能，将此地空间已经死死封锁。子府圣地的人，王良顿时双目一凝，天空中骤然暗了下来，繁星点点，闪烁着诡异的倒映。很明显，那8角阵盘最起码也是一位大成尊者炼制的绝世阵器，以无上道则维持着一股场势，让整片天地都被封禁在那里。从外面看，这里毫无异常，也感知不到里面的状况，除非一尊圣人到场，否则一般人无法在短时间内破开这种场势。最重要的是，里面的人像是被困在了囚笼之中，根本无法逃离出去。子府圣地的人，王良眼底闪过一抹疑色，看着天空中那道韵恐怖的阵盘以及四周璀璨的紫色星河，他顿时认出了这种子府圣地独有的星辰道则。先前谭子宁在大庭广众之下称王良是他的人，按理说子府圣地的人应该忌惮圣女，不敢招惹他才是。可现在他们竟然与三清圣地的人联手，携带了恐怖秘器，想要联手镇杀他。哼，很好，你们成功的把我激怒了。王良冷笑一声，为了区区几瓶龟血丹，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反正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为了龟血丹，既然想要杀他，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今日必要大展拳脚。虽然江兰月的星辰道则不适于王良，但王良却获得了不少他身为草灵体天生对于天地自然的感悟。他本身修炼速度太快，缺了些历练和经验，如今将修为压制在通玄境，正好可以重新体验一下通玄境这种道境的那种力量差异。9天风雷诀，3000雷幻身。王良浑身冒着雷光，无比璀璨，一瞬间身形化作3000道，神识覆盖之处，漫天都是他的身影。这正是9天风雷诀的一式绝顶神通，用神识之力在天地间演化道则，分身3000道，皆手握9天风雷拳，共同对敌。虽然不如一气化三清无上妙法中那3道分身强悍，但胜在数量极多，适用于应对多个敌手。啊！刹那间，3000道幻身发动攻击，一些实力较弱的人全部被击落半空，而王良则脚踏9天风雷步，身形迅猛，如入无人之境，在半空中抢夺他们的储物袋。都是些圣地天骄，想来收获应该不少。王良眸光一眯，不禁内心暗喜。死吧！忽然，之前领头那男子趁王良不备，瞅准时机发难，伸手一招，
出现一面古镜悬浮于他头顶，一颗一颗耀眼的星辰从那镜中缓缓复出，璀璨绚烂，最终七星成阵，形成一面北斗七星阵图，爆射星华，如同雨点一般朝着王良击射而去。想死，我成全你！王良眸光一狠，脚踏九天风雷步，整个人唰的一闪，便如同一道雷光，避开星华，眨眼来到那人近前。他手臂上符文闪烁，金雷之火喷发3丈，风雷之力凝聚在一起，光华流转，呲呲作响，发出一阵刺耳的爆鸣声。啊！那人被吓了一跳，没想到王良竟然拥有如此神速，竟然一晃眼就来到他面前，简直堪比9天奔雷。他根本来不及催动那面星辰古镜，慌忙闪身暴退，却还是被王良一拳砸中，身体如同炮弹一般砸落地面。噗！那人倒在地上，连喷3大口鲜血，挣扎了几下，竟然就没了动静。马志达死了。有些人此刻突然停手了，聚在一起后，看着地面的那具尸体，一个个面色惊恐，仿佛闯下了弥天大祸。马志达是子府圣地马长老的亲孙子，马长老乃是一位大成尊者，已经踏入半圣之境，修道之人命中孤独，他活了2100岁，儿女全部伤愈，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孙子，平日里最为疼爱。可如今这个孙子竟然死了。子府圣地那些弟子们面色苍白，他们根本不敢想象马长老会爆发出多么恐怖的怒火。这时天空中那面阵盘突然暗淡了下来，操纵他的人已死，宝物无人操控。王良伸手一招，将其收入囊中。这是一件大成尊者的秘器，里面还蕴养着其神识之力，为了保险一点，王良将其丢在了虚界空间里面，将其与外界隔绝。不关我的事。一些人脸色难看，喃喃道了一声，接着迅速转身离开。等等，不想死的话，就先告诉我，是谁让你们来杀我的？王良冲上去抓住了一位子府圣地的人，冷声质问道：是子府圣子吩咐马自达杀你，马自达又带着我们联合3清圣地的人共同行事，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人面色惶恐不安，说完便慌张离开。由于阵势破开，王良便没有再追杀别人。先前这里的动静引来了不少人，虽然无法探查里面动静，不过有些长老一直在外面等候。大哥哥，你没事吧？风一耳看着满地横尸，小脸煞白，心惊不已，但看到王良安然无恙之后，便立刻松了口气。你……江兰月上前本想询问王良几句，但却一瞬间看到了地上嗝屁的马志达，不禁面色一僵。怎么了？我杀了很了不得的人吗？看着江兰月欲言又止的模样，王良不禁眉头一皱。没什么，反正杀都已经杀了，在天神学院没人奈何得了你。江兰月微微摇头，但是黛眉紧皱，有一缕忧色。马志达死了。这时有几位长老从其他人口中得知了状况，不禁脸色一沉，看向王良的时候一脸复杂。不轻狂怎能是年少，不无畏怎能称天骄？天骄同龙，如同虎斗，死几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既然要与人相斗，那就应该有赴死的觉悟。大家都散了吧。瑶池圣主站了出来，眸光一挑，扫视众人，一身清冷高贵的气质让所有人都心头一凛。闻言，几位长老吩咐弟子将尸体扔到山下，唯独马志达的尸体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好，被送往子府圣地。你死定了！有一群人冷笑，尤其3清圣地的那些天骄全都幸灾乐祸起来。呵呵，王良同样冷笑，将他们的面孔全都记在心里。今日长老都在这，不好出手，明日找个机会把这群人都弄死。夜间，江兰月放了洗澡水，将水调整到适宜的温度，又撒上一些花瓣，叫来王良，想帮他清洗身子。那个马长老，你不必担心，天神学院是4大圣地联手打造，目的是为了培养杰出天骄，你越强，越是有人想要招揽你。马长老碍于身份，肯定不会在天神学院对你出手，但是出了天神学院就得小心了，我护不住你。池中，江兰月从背后抱着王良，一边为他擦洗，一边有些忧虑地说道：没事，我不惧他。王良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晚上的时候，3位夫人来找他了，3位姐姐也派人给他传话，他们听说了今日的事情，都在想办法。萧庭夫人甚至想赶回雷族，叫一位族老来保王良，不过这些都被王良拒绝了。他悄悄安顿了清雅夫人，回一趟紫阳宗，把女拔师尊花晴雪叫来天梯岭，保护她一段时间。以晴雪师尊的脚力，一步就是一个传送阵的距离，收到消息后最多1天就能赶来这里。那个什么马长老不来就算了，来了就让他去跟孙子团聚。王良根本不在意这些，他在筹划着明日的事情，得处理一些人，该杀的杀，该灭的灭，然后假装突破种道领域，前往种道弟子所在的石崖修炼。他现在不比以前在天地秘境谁都不认识他，
他只要实力够强，就可以无所畏惧地做任何事情。但现在天神学院高手如云，圣地长老深不可测，再加上青儿等人也在天神学院，他不得不小心一点，做任何事都得考虑清楚后果。你别总洗一个地方啊！王良突然蹙眉，把江兰月柔嫩洁白的玉手扒拉到一旁，接着又随口问道：众道境的弟子是哪位长老在传法？昨日众道弟子还剩930人，有3位长老传法，一个是我的好友薛玉婉，身份乃是百花谷谷主，和我齐名，人称百花仙子；一个是玄天谷的太上长老李优，还有一个是九天圣地的太上长老吴云起。他们修为和我一样，都是刚度过2劫。江兰月说着，又不动声色地将手放在了王良的小腹上，悄悄挪动。你若想去众道境弟子的石崖上修炼，我会与玉婉说一声，让他多照顾你一些。江兰月又补充了一句。王良微微点头。这个早洗了2个时辰。王良把江兰月抱回他的房间，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钻进虚界空间，开始盘点今天杀的那些人的储物袋。他们不愧是圣地门徒，私藏还真的不少。王良细数了一番，一共收缴35瓶龟血丹，加上他原来的，一共有100多瓶龟血丹。另外还有不知用途的各种丹药，6万斤神经，几件法器，几件兵器。最大的收获则是他得到了一个可以封锁场域的8角阵盘。这个阵盘很厉害，一旦某个地方被罩住，圣人以下修为若是不仔细探查，还真察觉不出来。咚咚咚！正在这时，外面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大哥哥，风一儿神态拘谨，红着小脸被王良迎进屋内。一儿姑娘，怎么这么晚找我？有事吗？王良面色古怪地打量着这个小丫头，她小脸红红的，耳垂似乎要滴出血来，眼睛忽闪忽闪的，也不知要说什么。我想……风一儿脸更红了，支支吾吾地说了几个字，便羞得难以开口。这是要表白吗？王良心头暗道，他前早就察觉到风一儿看他的眼神有点不正常，此刻看着小丫头的模样，完全是一脸怀春的模样，肯定是要对她表白。我想，风一儿还是有些难以启齿的样子。不必说了，我答应你。王良大概猜到了他要说什么，于是一口同意。风一儿本身性格就略带怯懦，平日里总是莫名其妙羞红了脸，让她一个脸皮薄的女孩子说出表白的话，着实有些为难她了。这世间有千般滋味，唯独相思之苦最难受。王良不愿让她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一个人默默承受那种痛苦。2个互相喜欢的人，今生就一定要在一起。说他多情也好，痴情也罢，反正他的心早已不再完整。他只想让他喜欢的，或是喜欢他的，这辈子全都幸福下去。啊，你愿意收我为徒吗？太好了！师尊。风一儿忽然开心地笑了出来，抱着王良的手臂欢呼雀跃。啥？师尊？王良突然傻眼了，这怎么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啊？不是要表白吗？师尊，以后影儿就是你的2弟子了，雪儿是大师姐，然后就是影儿。风一儿开心地笑着，脸上2个浅浅的酒窝也十分迷人，眸光闪烁，青春活泼。好。对。王良也只能附和着干笑了2声，内心十分无语。紧接着王良又疑惑地问道，影儿姑娘，咱俩年纪差不多，你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因为师尊很厉害，以一敌百，不落下风，同境无敌，有大帝之姿。而且先前雪儿也想让我拜你为师。风一儿捏着袖拳，一脸坚定且崇拜地说道。好了，既然当了我的弟子，那以后一切都得听我的。王良吩咐道。是的，师尊。风一儿神色一正，挺着鼓囊囊的胸脯，立刻点头。入门有入门的规矩，拜师不可当成儿戏，先跪下立誓吧。王良也微微点头，随后开口吩咐道。是的，师尊。接着风一儿立即下跪，立下王良制定的师门誓言。之前我给了雪儿1节3万年的9霄雷击木，可是给你什么呢？我没有风属性的好东西。王良皱眉喃喃道。师尊，爷儿可以什么都不要的。风一儿乖巧地摇了摇头，大眼睛里满是真挚。那可不行，同为我弟子，怎么能厚此薄彼？有了。王良思索了一番，立即拿出一个超大的玉制大水缸，缸里彩气蒸腾，喷吐神光，正是之前在百花宫里得到的不朽命泉。这可是万种灵花的露水所化而成的神液，把我师尊的洗澡水，不对，把这缸不朽命泉喝掉，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再吃了这10瓶龟血丹，我来助你炼化药力。王良说着，从储物袋中拿出10瓶龟血丹，将其像是糖豆一般倒在手里，全部塞进风一儿的小嘴巴里。师尊，你竟然有这种珍稀的神液！风一儿美眸睁大，一脸不敢相信。他出生于地族，自然了解甚多，虽然从未见过不朽命泉，
可也听过这种神液的传说。一口下去，能使垂死之人生机复苏，暮年老朽喝上一口，立马重回年轻之态。就算对修士来说，这也是自古以来天地间最为珍惜的神液之一。修为暴涨，寿命延长，增加对天地自然的感悟，好处简直多到数不过来。师尊刚才说什么？要给我喝？转瞬间，风一耳娇躯一颤，仿佛被雷劈了一下，惊声问道：“王良微笑着点头道：“喝吧，就当是你的拜师礼了。”谢谢师尊。风一耳眸光猛然一亮，但紧接着又暗了下来。虽然脸上很异动，但是内心却有些迟疑，缓缓开口道：“可是，这种神液给我喝的话，会不会有点太浪费了？虽然这是师尊给的，名正言顺，可是这恩情太大了，他该如何报答呢？给你喝，怎么会是浪费？这东西我还有很多呢。别愣着了，快喝吧。”王良对他温柔地笑了笑：“谢谢师尊。”闻言，这丫头突然眼眶泛红，有几点泪花涌现。她哪能不知道不朽命泉的价值？这可是无数大成尊者一生不可求的稀世珍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喝上一口，续命500年，有机会能造就一尊圣人。可是师尊竟然愿意给他喝，10几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对他这么好。他爹死得早，因为一些原因，他和他娘在风族都不受待见，总是受人欺负，遭人白眼。后来随着娘亲前往百花谷，这才稍微温暖了一下他那不幸的童年。可是百花谷里都是一些姑姑和姐姐，没有一个男人，导致他长这么大从未与男人单独相处过。跟王良说话的时候，总是头脑发昏，露出一副羞怯的模样，经常忘了自己要说什么。这丫头好端端的哭什么？王良心头有些疑惑，不过也只能安慰她，轻轻摸了摸她的脑袋：“叶儿，这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你不必如此，快喝吧。再违抗师命的话，师尊可要打你屁屁了。”王良眸光在不经意间看到，这小丫头的一头乌发后面有着2瓣难以遮掩的小翘臀，一时兴起，随后便威胁起来：“师尊，我喝。”一听说打屁屁，风一儿脸色刷一下就红了，赶忙擦了擦眼角的泪痕。接着他拿起王良递给他的玉碗，舀起不朽命泉就喝了起来，同时口中也在嚼着一大把龟血丹。咕咚咕咚，1刻钟还没到，小丫头就已经喝得小肚子滚圆，饱得再也喝不下一点。她总共吃了10瓶龟血丹，喝了6大碗不朽命泉。王良一直在旁边用极道火威帮他熬炼药性，将其引导入耳的经脉血肉之中。此刻风一儿一张小脸红的吓人，体内生机汹涌如潮，神力之火不受控制地喷出体外，形成了无数道充满道运的罡风，在围着他狂暴的流动。走，眼看他即将突破，王良赶紧拿出一枚七彩玉戒给他戴上，两人隐匿气息，离开天神殿，来到一片很远的山岭上。轰隆隆，果然不出王良所料，两人才刚到这儿，天地间骤然劫云四起，聚集而来。有了上次雷玄儿的经验，所以王良这次准备得很充足。他手中出现一个8角阵盘，这正是子府圣地一位大成尊者亲手炼成承载3座阵法的星盘，里面的神识之力已被抹去，现在完全由王良操控。他将其抛向空中，施展神识之力催动，顿时洒下一片璀璨星河，立刻形成一个半球般的场室，将风影罩在了里面。当然从外面看根本不会发现什么，这里什么都没有。然而风影却是在悄悄渡劫，气息直逼熢道境。自古以来曾有说法，渡劫之时旁人不可在其边上逗留，否则雷劫威力会成倍增长，对附近所有人都是一种灾难。而王良打算试一试，借风影突破，参悟封神体，再以劫雷来修炼雷法。一方面他想为风影打掩护，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借口将修为展示到熢道领域。轰隆隆，忽然空中劫雷震天，一道道流光闪电显现，如同长龙一般蔓延天际。山岭上野风咆哮，树倒叶飘，狂暴的飓风席卷整个天梯岭。刹那间飞沙走石，声势浩大，如同恶鬼哀嚎的声音充斥着天地，听起来恐怖到了极点。叶儿，我需要借你的雷劫修炼，因此你的雷劫也会强大数倍，但你一定要坚持下来，师尊相信你，你可以的。王良朝着被阵盘遮掩起来的风影传言道。师尊我可以的，你放心吧。风影用力点头，一脸坚定。别看她稍显瘦弱，平日里也是一个柔软的女孩子，但毕竟她身怀封神体血脉，天赋更是强大到让百花谷将她保送到天神学院，所以王良并不担心区区中到天劫，就算威力成倍，那又如何能拦他？咔嚓，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仿佛要裂开一样，一束雷光破开云层，迅猛如龙，天威浩荡，直接朝着阵盘场室内的风影砸了过去。砰！
风翼儿青丝飞扬，两只小手轻挥，身侧涌出无数道罡风，如同狂暴猛烈的剑气，将那片雷光搅得稀碎。翼儿，好样的！王良暗自点了点头，不愧是他的弟子，不愧是封神体，不愧是被保送到天神学院的天骄，果然不同寻常，实力要远胜于一般人。看来先前的一丁点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王良眸光一抬，望向高天，接下来他要借雷修炼。此刻有些人察觉到了这里的雷劫，但丝毫没有在意。自从来到天神学院，每日都有不少弟子突破几位长老简单的感知一番后，都以为是王良在渡劫。他原本展露的修为便已是通玄境5重天，此刻突破种道境也是理所应当。不知过了多久，雷光渐渐沉寂下来。王良衣衫褴褛，皆冒着黑烟，上身裸露，一道道金色的电弧在皮肤上跳跃。此番修炼，他依照9天风雷诀的修炼方法，淬炼自身血肉，将风雷灵能融入了自身血脉。再加上他先前已经获得风神体与雷神体的力量，如今感悟更深。血肉之中风雷呼啸，举手投足间蕴含风雷之威，一招一式如风如雷。王良嘴角勾起一丝笑容，顺势展露出自己中道境1重天的修为，随后伸手一招便将8角星辰阵盘收了回来。我勒个骚刚！王良看了一眼下方的风翼儿，便赶紧冲了过去，顺手从储物袋扯出一件他自己的青衫，将它罩了起来。那小丫头此刻还在修炼，衣服都被雷劈没了，竟然毫无察觉。浓密的长发披散下来，遮挡住了她挺拔饱满的奶肌，还有那翘翘的小屁股。她皮肤白皙柔嫩细腻，泛着粉红的光彩，富有盎然生机。先前喝过的不朽命泉，吃过的龟血丹，经过雷劫洗礼，都发挥出了效用，气血浑厚惊人，体内神力汹涌。师尊，谢谢你，我突破到了种道境。风翼儿忽然睁开了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美眸露出一抹惊喜。他的修为竟然追上了玄儿，也踏入了种道领域。我们先离开这。王良点头，直接抱着这个小丫头迅速离开。这是师尊穿过的衣衫，好好闻呀。风翼儿被王良抱在怀中，看着罩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宽大的青衫，不禁充满了幸福感。他嘴角悄然勾起一抹笑容，抬起2条白皙藕臂环住了王良的脖子，随后闭上眼睛，将脑袋埋进他的胸膛里。回到房间后，王良一脸古怪，这个小丫头竟然还赖在他怀里，勾着他的脖子，将头埋进他的胸膛，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一样。隔了一会儿，王良见他还没有要起来的意思，于是开玩笑道：翼儿，你如果再不下来，师尊可要打你屁屁了啊！一听这话，风翼儿顿时慌了神，急忙把脑袋从王良的胸膛里探出来，羞红的脸颊像一个熟透的苹果，那灼热的眼神似乎能够将王良融化。师尊要打的话，那就打好了。羞着脸说完，那小丫头竟然又将头埋进王良怀里，2只小手抱紧，说什么也不出来了。这丫头，王良愣了愣，随后笑着摇了摇头，当然也不可能真的打他，只能任由他又赖了一会儿。第2日，江兰月长老讲道之后，便打算带着近几日突破到种道境的弟子前往另一侧天梯岭，也就是种道弟子所在的石崖上修炼。你们先走，我要办点私事。王良给江兰月传音。江兰月回眸看了一眼，知道王良要干什么，于是微微点头，带着风翼儿与另外2名弟子先行一步。王良三，你要干什么？三清圣地以及子府圣地的一群通玄境弟子看见王良又返了回来，堵在石崖前，全部面色惊恐。先前就敌不过他，现在他又突破到了种道境，更打不过了。一群通玄境的天骄几乎没有抵抗之心。先前你们围杀我，这笔账该清算一下了。王良冷冷一笑。清算？怎么清算？我们这里有几百个人，难道你想全部灭口吗？你这么做的话，蓝月长老不会饶了你的。王良三，我等都是圣地门徒，师门长辈皆是人族大能，你若真杀了我们，你也活不久。一群人纷纷怒视王良。我可以不杀你们，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我只数3声，交出你们的储物袋，不然就死。你们应该知道，连马志达都被我杀了，你们的师门背景对我来说如同一坨狗屎。王良踏空而起，从高处俯视众人，露出冷冷一笑，随后便开始数数。这些人他虽然想杀，不过看在江兰月的面子上，留他们一命。他已经突破，按理说不该再留在这儿。若是都杀了，这些人的师门父母定然要来找个说法，江兰月那边不好交代。3、2、1，王良话音刚落，一堆储物袋就被扔在他面前。给你，给，拿走。你拿了储物袋，就不能再杀我们了哦。一群人纷纷将自己的储物袋向前抛来，生怕自己抛得慢了一点。很好。
古人言，过刚易折，年轻人识时务者为俊杰。王良点头微笑，收起面前300多个储物袋，翩然转身离去。哼，他明明看着比我们年轻，反倒教训起我们来了。去了种道境的师兄师姐们那里，有他好受的。哼，子府圣子已经下了令，谁能杀了王良3，谁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奖赏。如此看来，他死定了。王良走后，一群人冷笑道：子府圣子。王良神识敏锐，听到了后方那些人的交谈，不禁眸光一闪。子府圣子虽然年纪小了些，但在前段时间也突破到了入道境5重天。论修炼速度，他可丝毫不慢，甚至比大部分圣子圣女还快。就好比青儿身为神龙体，修炼神龙经乃是神速，而子府圣子对子府圣地的星辰经也有着特殊感悟。子宁夫人说过，他就像是为了星辰经而生一般，资质绝顶，生来背上就刻着一面北斗七星图，满含道蕴。子府圣主曾言，他若能成长起来，将来至少也是一尊圣人。对于这个新任子府圣子，原本王良并不在意，可现在他却3番5次招惹自己，甚至还给子府圣地的弟子们下了令，那就别怪他了。晚上得和蓝月长老好好的深入交流一下这个问题。青儿，哥哥想你了。王良嘴角上扬，朝着江蓝月的方向追了过去。马上就能看到青儿、萱儿、月儿3个好妹妹，以及他的大弟子璇儿了。江蓝月带着王良等人来到众道境弟子修炼的石崖边上，由于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长老正在给弟子们讲道，所以他们就没有干扰，在不远处静静等候起来。王良看到了青儿、萱儿、月儿3位妹妹以及大弟子璇儿，于是朝着他们微微一笑。风影儿则开心地对着雷璇儿眨眼睛。青儿等人也注意到了王良和风影儿，就再没了心思听讲，一双双美眸都往王良这边瞅，导致那个容颜极美的女长老不满地瞥了一眼王良。他就是我那位相交了1000年的挚友，百花谷谷主薛玉婉。江蓝月轻声开口介绍，同时眸光不经意间扫了王良一眼。他本以为王良看见百花谷谷主后，肯定会露出一副痴迷陶醉的样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王良的眼神清澈干净，一直在微笑地看着石崖上的几个小丫头，甚至都没去看看薛玉婉一眼。这怎么回事？这小家伙不是很好色吗？江蓝月有些疑惑，因为薛玉婉的美貌在1000年前就已经震动北原。夸张一点的说，只要他哪天说想找个道侣的话，追求他的人可以从北原排到东荒。这个小家伙竟然看都不看他。江蓝月当然不信，这个小家伙遇到美如天仙的薛玉婉不会动心。自从自己被迫从了他，每次在私下里的时候，他看自己的眼神就像是一只野兽，随时都能吃掉自己。可为什么他看起来对薛玉婉不感兴趣呢？莫非是因为自己的魅力比薛玉婉大？也只有这个可能了。毕竟自己的美貌也不输给任何人，尤其是身材韵味十足，比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们要强不少。江蓝月暗暗想着，不禁得意地勾起了嘴角。薛玉婉。王良扭头看向山崖上的一个如天仙般的女子，她有着如远山青黛般弯弯的柳眉，一双秋水盈盈灿若繁星的眼睛，小小的樱桃嘴，嫣然如红妆，精致的鹅蛋脸，娇嫩如初蕊。她个头与江蓝月差不多，高挑婀娜，都给人感觉是一位高不可攀、端庄优雅的长老。不过她像是春雨中的一朵紫樱花，相比江蓝月来说，少了些素雅端庄的冰洁，却多了些姹紫嫣红的娇艳。王良只是随意地瞅了她一眼，眼底顿时闪过一抹惊艳之色。灿如春花，皎如秋月，百花仙子名不虚传。不用闻，光靠看，他都能感受得出这位百花仙子身上溢出的馥郁芬芳。而系统也提示王良，这个薛玉婉既然是花灵体，我会和他说一声，让他特殊照顾你一点。江蓝月美眸一转，给王良悄悄传音。王良微微点了点头。其实他倒是不需要别人对他特殊照顾，但是有江蓝月打个招呼也好，万一跟别人发生了冲突，薛玉婉就算不向着自己，起码也不至于针对自己。就在刚才，他就已经感受到了不下70-80道不善的目光。师尊，我姑姑漂亮吧？旁边叶儿笑嘻嘻的小声对王良说道。你姑姑？王良眸光一挑，扭过头看向风影。对啊，她是百花谷谷主，也是我的玉婉姑姑，她对我可好了，是她送我来天神学院的。风影解释道。原来如此。王良微微点头。众人等了一会儿，玉婉长老终于讲到结束。在与蓝月长老司聊了几句之后，薛玉婉抛出4片树叶，交给了王良、叶儿以及另外2名刚晋升到入道境的弟子。接着他又叮嘱了几句，让王良与另外2名弟子挑一间空着的石屋，让风影做他的侍奉弟子，跟随他去天神殿居住。随后薛玉婉便与江蓝月一同离开了。哥哥，
哥哥、青儿、萱儿、月儿。一瞬间，3个小丫头都开心地扑了过来，搞得王良一下子左拥右抱，好不热闹。师尊，3个小丫头里面还挤了一个更小的丫头，也一脸开心地抱着王良。萱儿，去，找野儿玩去。王良一把推开雷萱儿，把被挤到一边的萧萱儿给揽了过来。萱儿这个丫头虽然和青儿的性格有点相似，不争不抢，但总归是有点太过于腼腆，故作矜持。要是冷落了她，这个小丫头绝对会胡思乱想。萱儿想哥哥了吗？王良笑着看向她。想了。萧萱儿轻轻点头，被王良紧紧抱着，俏脸升起一抹红霞。哥哥也想你了。王良附在她耳边轻吐一口热气，顿时让这丫头浑身发抖，脸红得更厉害了。哥哥，你想我了吗？萧雨儿争着问道。没有。王良故意抿嘴摇了摇头，想逗逗他。坏哥哥，你骗人。不行，你说你想我，快说嘛。顿时萧雨儿撅着小嘴撒娇起来，两只大眼睛里满是期待。想了，哥哥最想雨儿了。王良抱紧了她，又笑着摇了摇头。雨儿最会撒娇，真拿她没办法。青儿只是贴了一会儿王良，就把位置让给2位妹妹，接着附在王良耳边小声告密道。这……王良不禁面色古怪，虽然这2个丫头是一母同胞，心有灵犀，可是野儿，你怎么也突破到了众道境？难道你也拜我师尊为师了吗？另一边，雷玄儿看见风影儿之后，大眼睛惊奇地闪着，心里隐隐已经猜到了什么。在得到风影儿的肯定后，雷玄儿顿时欣喜起来，她终于有了第一个师妹。想不到在通玄境弟子那里传得沸沸扬扬的王良三，只是个贪图美色的风流之辈，死到临头还在与那2个丫头卿卿我我。这时有一群人走了过来，大约有上百人，全部盯着王良，面色不善地冷笑着。领头的是一个提着大刀、相貌粗犷的男子。男人不能被女人所左右，但是左右都得有女人。你一个匹夫，又怎懂得金风逢玉露，蓝田的玉重之美妙？王良嗤笑一声，挺身向前一步，直视着那名粗犷的男子。青儿、萱儿、雨儿3个小丫头拉着璇儿和野儿2个小丫头躲在王良身后，他们知道王良的真实实力，心里一点也不慌。匹夫。闻言，四周众人皆眉头一挑，面色古怪起来。关武常乃三清圣地青阳长老门下弟子，天资横溢，刀法霸道。他年纪轻轻便已经是众道境4重天修为。自从来了天神学院，他已经在擂台上斩杀了2位众道境5重天的天骄。这王良三刚刚突破到众道境1重天，竟敢骂他匹夫，与找死有何异？我刀不斩废人，只斩天骄。你左拥右抱，道心堕落，不配我杀你。你们上。关武常摇了摇头，将他那把6尺长刀竖插在地上，指了身边2个种道境1重天的圣地天骄，下命去斩杀王良。那2人互相对视一眼，面色都有些为难。毕竟王良三威名正盛，在通玄境以1敌100，斩杀了几十人，他俩自认在通玄境之时难以做到。不过这王良三只是刚突破到种道领域，种道境的天地异象应该还未领悟透彻，很可能不是他2人的对手。再加上有关武常的命令，眼下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我与你相反，我王某的大刀只斩废人，不斩天骄。可惜你们在我眼里算不上天骄。眼看那2人冲来，王良手中呲呲作响，狂暴的雷力在手中逐渐凝聚，形成一把6尺长的金色大雷刀。呲啦啦，一刀挥出，闪出一道刺眼的雷光，伴随着刺耳的电流爆鸣声。王良手起刀落，一气呵成，雷光一闪而逝，2个种道境1重天的天骄瞬间绝命当场。这一刀太快太惊人，如同一道疾风驶过，狂暴而无形。很多人只是被那光芒闪了下眼睛，就看到2具冒烟的无头尸体滚下了山岭。这王良三恐怖如斯，这还是众道境1重天的实力吗？许多人倒吸一口凉气，在看向王良的时候，眸中不敢再表露出不善。他那一刀道运力量太过强悍，别说种道境1重天被秒杀，恐怕3重天的修士也要毙命好。很好，不愧是子府圣子点名要杀的人物，果然不同寻常。正好，我拿你的人头去换些东西。关武常眸中亮起2道金光，抽出地上的大刀，盯着王良，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就凭你，哼，口气比脚气都大。王良翻了个白眼，走到哪都被狗咬，是狗的错吗？并不是，只是因为你看起来像块肉。今日就此立威，看以后谁敢惹他。轰隆隆，天地变色，浓云四起。他举手一托，玄奥道则涌现，天空降下10方雷霆，汇聚成一道巨大雷柱，随着王良一指，便朝着关武常那群人轰了过去。
哗！那道雷柱刚一落下，便化作了一片雷海，狂暴的神力顿时淹没了人群。啊！啊！只听一声声惨叫，一群人全部被天雷劈得人仰马翻，躯体冒烟，滚落山岭。关武长也不例外，他本以为自己能够硬撼天空中那道雷柱，却没想到那力量竟然如此狂暴，直接将他劈翻了出去，躯体撕裂，浑身焦黑。他好强，一道雷法劈死了上百人，连关武长也被打败了。周围还剩一些人，此刻在看向王良的目光时，已经变成了惊恐。重到一重天，为何会有这种实力？简直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滚！王良睥睨众人，淡淡吐出一个字：快走，快走！一群人如蒙大赦，心情一松，赶紧逃走。哇，师尊好厉害！看到王良赶走了一群人，甚至把上百个天骄都劈下了山岭，雪儿和影儿的眼睛里都闪着小星星，一脸崇拜。走吧，去给我挑间屋子。王良带着5个丫头一起去挑他的食屋，一路闲聊得知，几个丫头竟然都是玉丸长老的侍奉弟子。玉丸长老对他们很好，每天都会指点他们修行。王良知道，这肯定又是子宁夫人打点好了关系。傍晚时分，青儿、薰儿、雨儿3个小丫头以身体不适为由，没有去听薛玉婉的传道，悄悄地下山来到了王良的食屋里。我传你们一步功法。王良把几双猴急的小嫩手从自己的衣服里拽了出来，随后用神识之力往3个丫头的脑海中传输了一步功法，正是灵犀互通法。先前与江兰月一起修炼，感悟巨大，只可惜他的道则不适合王良，而青儿、薰儿、雨儿可就不一样了。可以说，王良的龙皇之道完全就是他们给的。若是修炼这种功法，心意会无障碍沟通，彼此的道则也会如水一般流淌至对方体内。每一次灵犀互通，都是一次彼此道法的交融，不仅对王良有帮助，对于3个妹妹来说，可以获得王良对龙皇宝术的理解，帮助更是巨大。初入紫阳宗时，他气质朴素，虽然衣衫干净，模样清秀，但一看就是个山里的孩子。随着修为提升，他机体褪去杂质，筋骨血肉不停蜕变，从面容到气质，整个人仿佛都得到了升华。如今星眸剑眉，气宇轩昂，一副温润俊朗的君子模样。而经过这一晚，他的气质竟然又变了，整个人像是多了一种道韵笼罩在身上，面如冠玉，飘逸出尘，一眼望去，内敛而深沉。快突破了！王良喃喃自语，感受着自身道韵的变化，不禁喜上眉梢。马上他就能踏入道境了。当然，获得好处的不仅是王良，还有3个小妹妹。先前他们进入天神学院没多久，就突破了一个小境界，现在竟然又突破了。青儿突破到众道境3重天，而薰儿和雨儿则都突破到众道境2重天。王良本想给他们吃一些龟血丹，可谁知他们自己也有不少，都是子宁夫人给的。那既然如此，他这100多瓶龟血丹只能留给薰儿和影儿了。清晨，几人也没有去听薛玉婉长老讲道，薰儿和雨儿还在呼呼大睡，只有青儿醒了过来。正好，王良也想和他单独说点情话。王良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青儿，青儿也将他们来到天神学院后的事情告诉了王良。前几日，雪娘来看我们了。青儿躺在王良的臂弯里，开口说道：雪娘是谁？王良一脸懵逼。就是你的秦雪师尊嘛，他给了我们好多好东西，还逼着我们喊他大娘，喊穆长老二娘，所以我们就喊了。青儿眨了眨眼睛说道：大娘，二娘。王良无语地翻了个白眼，这个女拔师尊太幼稚了，玩心真重。不过他既然舍得给青儿他们好东西，那就说明他是喜欢他们的，喊一声雪娘也没什么。而且看青儿这样子还挺乐意。咦，不对啊，你刚才说他来这儿，来天神学院看你们。王良突然反应过来，吓了一大跳。哥哥你别担心，雪娘说了，这里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人能发现他。还让我们问问你，要不要他去紫府圣地走一趟，宰了那个马长老。青儿急忙安抚王良，赶紧解释起来，可别，告诉他千万别去惹事。王良摇头，有些担心他。秦雪师尊道法全消，只是一尊肉身超凡的帝师，真遇到几尊圣人，说不准谁厉害呢。咦，他既然能随意来这里，为什么不来找我？王良紧接着又疑惑起来。雪娘说她生气了，不想见你。青儿眸光一闪，生气了。王良忽然皱了皱眉，难道是撞见了他和江兰月的事？倒是极有可能。哥哥，你是不是和眼儿姑娘也有一腿？青儿问道。啊，青儿，你为什么会这么说？王良面色古怪地问道。我看他的眼神很奇怪，像是我们看你的眼神一样。青儿蹙着黛眉，嘟着小嘴，努力回想着。眼儿是个苦命的小丫头，从小没有哥哥和父亲，缺乏关爱，
如今认我做了师尊，有点黏我是正常的。王良笑着摸了摸妻儿的脑袋，解释道。就在这时，王良发现薰儿和雨儿的呼吸频率发生了变动，很明显，这两个丫头已经醒了过来，只不过还在装睡。那雪儿呢？青儿又闪着大眼睛问道。雪儿又怎么了？王良又皱眉。那个丫头前日竟然问我们，说怎么才能把你弄到手。啥？把我弄到她的手？王良面色诧异到了极点。对啊，她还让我们不要告诉其他人，尤其是她的小姑姑。青儿无语地摇了摇头。什么？这个逆徒？王良痛心疾首，咬牙暗叹，自己把他当弟子，他却想着把自己搞到手，而且自己不仅是他师尊，还是他小姑姑的夫君这一层关系，真是个逆徒，竟然有如此违背纲常的想法。那你们是怎么说的？紧接着王良又问道。我们当时没有说什么，后来商量了一下，觉得雪儿妹妹还不错，我们不排斥她，于是雨儿就支招，说让她找玉丸长老借点春药，找个机会偷偷给你喝。青儿笑着说道。春药？雨儿这丫头出的什么馊主意？当日正午，玉丸长老讲道结束，在离开之时不禁黛眉皱了皱，他的侍奉弟子哪去了？怎么只剩下雪儿和妍儿两个心不在焉的小丫头？另外三个呢？他忽然想到了王良三，江兰月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好好照顾他，可是他连传法都不来，如此自弃的弟子他又能怎么照顾？薛玉婉没有多想，只是摇了摇头就回到天神殿。讲道结束之后，雪儿和影儿立即就前往王良的茅屋。师尊，师尊，起床啦，快开门，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睡觉吗？雷雪儿用力敲门，由于这里的石屋都是用特殊材质打造而成，所以神识之力无法穿透和感知。吱，屋门缓缓打开，王良露出一颗脑袋，嘘小声点。雪儿和影儿好奇地对视一眼，于是便走了进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很怪异的味道，而三个姐姐都挤在一张石床上盘膝修炼，闭着眼睛，已经入定。只不过她们的衣衫有点不整，像是匆忙穿起来的一样。她们果然在这里。咦，三位姐姐的修为竟然突破了一个小境界。雷雪儿和风影对视一眼，内心都明白，肯定是师尊给他们吃了什么好东西。毕竟他们两人的修为就是师尊帮忙提上来的。你们来找我做什么？王良眸光古怪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大弟子雷雪儿。自从听青儿他们说雪儿要给他灌春药，他就再也不能正视这个逆徒了，充满了防备之心。师尊，影儿想你了，所以非要拉着我来。雪儿眸光狡黠，笑着开口道。啊，不，师尊，不是这样的。风影儿一听，立即红了脸，赶忙摆手辩解。那你不想师尊吗？雷雪儿看着旁边的风影儿，心中暗笑。想啊，不对，不想，还不对。风影儿连连摇头，红着脸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三位姐姐还在修炼，我们先出去吧。王良笑着摸了一下影儿的脑袋，随后拉着他们走出石屋。三人走了很远，最终在一片荒僻的山野间坐了下来。王良在中间，两个小丫头紧挨着他。这龟血丹是滋补气血的绝佳丹药，而且几乎没什么副作用，多吃点也无妨。王良拿出一粒龟血丹，在手指间捏碎，以极道火威炼化其药力，将其化作一股磅礴的生命精气，随后开口道：你们如今的境界虽然以悟道为主，不过根基还是要打好，每人每天吃一瓶龟血丹，没有就来找我要，知道了吗？王良皱眉看了看身边两个小丫头，发现她们抱着自己的手臂，一脸陶醉地靠在自己肩头，根本没注意自己在说什么。哼，两个小丫头竟敢不听我说话，每人打10下，自己撅过来。王良冷哼一声，对于这两个在修行上疏忽怠慢的弟子，身为师尊自然是要严格的执行师门规矩。第二日，王良早早地来到一道石崖上，准备听玉丸长老讲道。众道境的弟子有3批，分别由3个长老带领修炼。听妻儿说，紫阳宗的白羽师兄以及杨家7兄弟萧晨、离心都凭借个人实力一路打上了天神学院。不过他们都跟着另一名修行剑道的吴长老修炼，而萧晨和离心是入道境修为，所以王良在此地并没见到他们。有了先前的震慑，这里所有人都对王良敬而远之。子府圣地的人更是如遇瘟神，见了王良就躲得远远的，一方面怕惹到子府圣女，一方面怕被王良将他们打下天梯里。很快3个妹妹和2个徒儿也来了，都挨着王良坐下。先前薛玉婉长老给了他们一枚树叶，王良现在将其拿了出来，将其含入口中。听妻儿介绍说，这枚树叶乃是悟道茶树叶，只要在悟道之时将其含入口中，就会更加亲近天地自然，对大道的感悟会加深不少。不多时，一道红光降落，许多弟子趁此机会赶紧将眸光投了过去。
因为他们只有这一个机会欣赏百花仙子，之后再看可就是不尊师重道了。薛玉婉穿着一袭瑞雪梅花绫裙，身姿袅娜地走到石台上。她秋水明眸，红唇皓齿，长发如瀑，玉颈如瓷，气质高贵，不失艳俗。无数弟子在看见她的一刹那，眸光一阵恍惚，全部陶醉其中，为之倾倒。薛玉婉微微勾起唇角，十分享受这群弟子们炙热的目光。纵然活了1200岁又怎样？自己的美艳不减当年，照样能将这些小男人们勾得失魂落魄。咦？薛玉婉忽然对上了王良的眸光，心头猛地一颤。王良三，他看我时眸波为何如此平静？这世上难道有我吸引不了的男人吗？真是个有趣的小家伙。不过青儿、叶儿那几个小丫头为什么都挨着他坐啊？尤其是雨儿那个丫头，小手还不老实。薛玉婉忽然皱了皱眉，看向王良的时候眸光冷了下来。青儿那3个丫头年纪轻轻就已经失了处子之身，难道是他干的？他非常喜欢青儿他们这几个小丫头，打算在天神学院修行之后招揽他们一同前往百花谷。可谁知他们已经破了处子之身，破了身就代表心有杂念，将来渡劫的时候十分凶险。古往今来，多少天骄人物都难渡超脱情劫，薛玉婉对此不禁有些惋惜。双腿盘旋，胸间摇身于膝前，手扶膝上，静听天地之灵旋。薛玉婉朗声说出打坐口诀，随后便开始讲道。这些圣主级别的人物对于修行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很多修行上的难题都以另一种方式解答出来，让王良非常受益。他来到天神学院本身就是想借此重修，之前修炼得太快，许多问题都被他忽视，如今再被提点出来，不禁有了新的感悟。薛玉婉能看得出王良听得全神贯注，所以单独提问了他几个修行上的问题，又为他解了惑。2个半时辰后，薛玉婉讲到结束，他还特意将青儿等人叫走了，所以王良只能独自回石屋修炼。也不知是不是悟到茶树叶的原因，此番修炼竟然感悟颇深，急需再巩固一下。只可惜这悟道茶树叶只用了1次，便化在了他的口中，消失了。临近傍晚，雷雪儿修炼结束，直接去找青儿、轩儿、雨儿3个小姐姐。青儿姐姐，你们今晚能不能不要去找我师尊修炼？天神殿内，雷雪儿请求3个小姐姐。为什么？闻言，3个小姐姐都面色疑惑，互相对视一眼。紧接着她们又意识到了什么，这丫头莫非今晚要动手？莫非你今晚要去找我哥哥？青儿开口问道。雷雪儿咬着小虎牙，用力点头。她等不了了，喜欢一个人就要干了他，她才不是那种磨磨唧唧的女孩子。听雷族之人说自己的姑姑也是主动现身，所以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北帝王良。她也决定效仿小姑姑。你跟玉丸长老借到春药了？雨儿迟疑了一下，随后问道。没有，玉丸长老怀疑我心怀不轨，不借给我。不过我打算把师尊给了。雷雪儿眸中金光一闪，很彪悍的说到这句话，让青儿他们都眸光一颤。这是多大胆的姑娘，不愧是雷族的姑娘，这跟萧婷姐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你想我们怎么帮你？青儿与轩儿、雨儿对视一眼，随后开口询问。不用帮，我自己就可以。姐姐们记得今晚不要去打扰我们。雷雪儿挥了挥小拳头给自己打气，随后扭身离开了。今晚成败在此一举。王良正在虚界空间中修炼，听到外面的敲门声，所以就出来了。雷雪儿一向大大咧咧，今夜却显得有些扭捏了起来。雪儿，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干什么？王良好奇地问道。师尊，今晚玉丸长老不在，你跟我去我的房间里，我有些修行上的问题需要你指点。雷雪儿看着王良石屋里的简陋环境，有点难以接受，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拉着王良前往天神殿，回到他的房间。师尊，师尊先喝茶。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雷雪儿暗暗皱眉，说的时候满怀信心，可真要做的时候却发现有点勇气不足，于是他只能借机给王良倒了一杯茶，拖延下时间，给自己鼓鼓勇气。茶？王良站在雷雪儿的房间里，顿时眼角一抽，这是正经茶吗？先前青儿可是告诉过他，雪儿这个逆徒打算给他灌春药呢，这里面该不会就是春药吧？那我到底喝不喝？一时间王良直接僵在原地，内心犹豫起来。师尊，雷雪儿低着脑袋，脸红得像是个熟透的苹果，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可当他鼓起勇气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王良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呆愣在了原地。师尊，你怎么了？雷雪儿黛眉一皱，有些疑惑。难道师尊今晚身体不舒服吗？随后他端起茶杯道：师尊，你坐下，先喝口热茶。没事没事。王良顿时回过神来，坐在椅子上，不知不觉接过了茶杯。
到底怎么办？王良有点犹豫，喝的话会中毒，不喝的话，逆徒肯定会想别的办法灌他喝，要不然假装喝了，看看这个逆徒到底会做什么。对，假装喝。王良想清楚了，暗自点头，趁雪儿不注意，将茶瞬间倒进了虚界空间里。好茶。倒完之后，王良装模作样的咂了咂嘴，微微点头，同时他心里也在思索，那接下来呢？要装作中了春毒发作吗？要是真的和雪儿发生了什么，萧庭夫人肯定不会饶了他的吧？雪儿，你一定能成功的，小姑姑能做到的，你一定也能做到。雷雪儿捏紧了粉嫩的小拳头，在心中为自己打气。随后她抬起头来，一脸坚定。呲啦一声，她扯开自己的襦裙领口，直接露出一件被撑得鼓鼓囊囊的藕荷色肚兜。雪儿，你要干什么？王良看到她那突如其来的举动，以及她那迫切炙热的眼神，一时间被吓得站起身，慌乱后退。干什么？师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都这样了，你说能干什么？雷雪儿嘴角上扬，一鼓作气，如同一只小母老虎一般，眸中闪烁着悠悠饥饿的眼神，逐渐朝着王良逼近。师尊，雪儿喜欢你，先前你杀三清圣地之人，救了雪儿一命，后来你又给雪儿吃九霄雷击木，赐给雪儿一桩逆天机缘，此恩此情，雪儿今生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雷雪儿一边说着，一边快步朝王良走来。雪儿，要报答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这样做不怕被你小姑姑知道吗？王良一脸惊慌，不知不觉已经退至床边，随后竟然不小心跌坐在了床沿边上。师尊，你就从了我吧，你也不想今晚发生的事情被我小姑姑知道吧？雷雪儿眸中金光闪闪，勾着嘴角威胁起来。随后他一把将王良推倒在床上，像只小老虎一般猛扑上去，将王良闷在自己怀里。王良被他捂得喘不上气，挣扎了2下，最终还是放弃了。雪儿喜欢他，他何尝又不喜欢雪儿呢？管他什么伦理纲常，徒有情，师有义，凭什么不能在一起？抛开师徒关系不谈，他们只是一对年龄相差不多的妙龄男女。而且雪儿是一个青春活泼、可爱机灵的女孩子，容貌极美，身材绝佳，王良又怎能不动心呢？咦，我要不要装作春毒发作了呢？王良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反正这丫头笨笨的，不如自己来借机教教她。就这样。雪儿宝宝，师尊，看来你也喜欢雪儿吗？雷雪儿心中暗笑。雪儿，夜里风影儿心思杂乱，不想修炼，可又睡不着，便想来找雷雪儿聊聊天。闻声，风影儿心头一跳，立即趴在门缝边上听了起来。可是里面的动静忽然间消失了，像是被人突然布下了。再这么打下去，雪儿会不会吃不消啊？师尊，别打了。想到这儿，风影儿急了，用力推门，发现竟然推不开。他拳中凝聚罡风，神力汹涌，如同一道风锥，想要破开王良布下的结界场势。野儿怎么来了？王良以神识之力感知到了屋外的情况，不禁美。师尊，风影儿还在。师尊过来，你抱着我。野儿走后，雷玄儿顿时如释重负，娇躯直接软倒在床上。玄儿，王良走过去，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师尊，你刚才喊我什么？雷玄儿蜷缩在王良的怀中，脸上忽然坏笑了起来。什么？闻言，王良面色一滞。师尊，你刚才喊我玄儿宝宝呢？快点儿，再喊一声。雷玄儿躺在王良怀里，眨了眨眼睛，坏笑着看他。王良面色有些尴尬。玄儿宝宝，这个称呼刚才可是浓情蜜意之时情不自禁地喊出来的，现在怎么好意思呢？你喊不喊？不喊的话，我下次见了小姑姑就说你把玄儿给了。哼，玄儿还这么小师尊你就把人家。雷玄儿眸光一转，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嗔怨地说道。还不是因为你给我灌药。王良心虚地反驳道。灌药？本来是想给你灌药的，可是玉丸长老不借给我。师尊呀，你该不会是不想负责任吧？雷玄儿黛眉一凝，笑盈盈地盯着王良。怎么会呢？我当然会负责。我喊还不行吗？玄儿宝宝。王良无奈，只能喊了一声。同时他在心中暗叹，玄儿这丫头戏可真多，跟萧庭夫人简直一模一样。看来以后这个家肯定不会消停。师尊这才乖嘛。嘻嘻。雷玄儿脸色转晴，满脸坏笑，一下子又将王良扑倒。王良，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啊？曾几何时，他也是这样欺负他的师尊宝宝的，可如今却反被自己的徒儿宝宝给欺负了。另一边，青儿、轩儿、雨儿在王良的食物外面蹲了一夜，
想看看雪儿那丫头究竟能不能得手。可是蹲了一夜都没看到雪儿出来，直到第二日清晨，看到王良从山顶下来，才知道作案现场压根儿不在这儿。接着几日，王良一直都在刻苦修行，白天听薛玉婉长老讲道，晚上指点3位妹妹或者雪儿修炼。有薛玉婉传道，王良指点，再加上灵犀互通法，这几个丫头的修为蹭蹭上涨。不过王良现在倒是觉得修炼太快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基础扎实才能在修行路上走得更远，这一点也是江兰月和薛玉婉都在强调的。所以王良在指点几个丫头修炼的时候，注重的是道则的领悟以及肉身的锻炼，不会急着让他们突破境界。天神学院1个月1次的擂台大比马上就要来了，以七儿他们的实力绝对能做到同境无敌，只需在这里慢慢修行，晋升至最后的100名即可。叶儿，你最近怎么闷闷不乐的？玉婉长老讲到结束后，雪儿拉着叶儿来到一片山坡上，坐下来想与他谈谈心。我没什么。风叶儿张了张嘴，却又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自从知道了师尊和雪儿的事情，心里一直很失落，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叶儿，你也喜欢师尊吧？雷雪儿忽然问道。他早就发觉这丫头近日不正常，自从那天从他的房间里走出去后，这丫头就一直闷闷不乐。啊！听到雪儿的话，风叶儿瞳孔一颤，仿佛像是被雷劈了一般。他一抬头，正迎向雪儿那只勾勾的眼神，不惊慌的眼神左右飘忽起来。你应该已经知道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确实和师尊在一起了，将来我们的关系会告诉所有人，我将会是他的夫人。雪儿美眸弯弯，迎向夕阳，笑着说道：恭喜你，雪儿。风叶儿露出一个微笑，不知为何突然间心里静了下来。雪儿修为强，资质高，长得漂亮，师尊当然会喜欢她。她能和师尊在一起，倒也算是郎才女貌，一对璧人。雪儿是他最好的朋友，师尊是他最爱的男人，他们2个人在一起，自己会祝福他们的。只是他真的有点羡慕，或者说是遗憾，和师尊在一起的那个人真的就不可以是他吗？叶儿，你想做师尊的夫人吗？雷雪儿忽然转身抓着风叶儿的娇柔的双肩，认真问道。啊，可是你们不是已经……风叶儿本来平静的内心忽然又泛起了滔天巨浪，眸中宛如地震一般剧烈震颤。师尊说了，感情是2个人的事，只要是真心的喜欢对方，那就一定要在一起，与旁人无关。既然你喜欢师尊，那就要争取和他在一起，想那么多做什么？你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曾经发誓要不离不弃，做一辈子的好朋友，难道我会嫌弃你吗？雷雪儿眸光灿灿，盯着风叶儿笑了起来。接着他又开口道，我有一个办法，让你也成为师尊的夫人。啊，什么办法？风叶儿突然心跳加速，仿佛只要雷雪儿再度开口，他的梦想只在刹那间便可实现。今晚我叫师尊来，然后你进我的房间，记得用师尊给的七彩玉戒隐匿气息，再将灯熄灭。师尊来了，你就装成是我，迎合他便是。雷雪儿附在风叶儿耳边小声说道。这真的可以吗？万一被师尊认出来，那岂不是会很尴尬吗？风叶儿只是听着便已经羞得面红耳赤，脸颊像是要滴出血来。可以的，你只要按我说的做，一定行。雷雪儿眸中金光闪闪，叶儿是他最好的朋友，自己怎么可能落下他不管呢？况且师尊号称北帝王良，既然被称作是帝，那多几个夫人又怎么了？怎么了？此刻在另一片山坡上，江兰月与王良并肩而立，她眉细如柳，青丝如瀑，每当微风袭过，薄如蝉翼的衣衫下，如玉般的仙躯若隐若现。可是王良却注意到，她眉宇间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仿佛是一泓秋水里的涟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兰月神色复杂，微微侧眸看了身边的王良一眼。是他主动来找王良的，可是约见之后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与王良分别短短数日，他脑海中闪过无数次这个挺拔少年的身影，一日不见到他，自己的内心便一日比一日空虚。此刻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这个少年身边，自己竟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怎么了？有心事？王良转头看向这个在世人眼中娴静端庄、高高在上的紫府圣地的太上长老，他不由得想到先前与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出手干预了自己与萧吉霸的争斗，并且还出于善心劝告自己。虽然后来为了防止他给紫府圣子提亲，自己逼迫他种下奴役，可是在后来的相处中，王良发觉她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身为草灵体，心思只放在花花草草上，钻研炼丹炼药，体悟自然大道。虽然修道多年，但心性却没有丝毫变质，反倒是愈发纯粹。于是
王良也不会再为难他，反倒是喜欢上了他。没有，只是我想你了。江兰月轻咬红唇，黛眉婉转，最终坦然说了出来。王良转过身，直视着他那双清波流盼、满含春水的眸子，接着拉起他轻纱下的皓腕，勾动着那5根削葱般白净的手指，最终握紧他水润柔嫩的玉手。想我，那你就来找我嘛。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害羞吗？你要是实在难为情，下次我们约好之后，晚上我去找你。王良微微一笑，轻轻扶起他额前一缕秀发。好。江兰月轻轻点头。自从被种下奴印，与王良发生了那种关系后，他这么多年凭借地位与修为积累起来的架子和傲气，就顷刻间轰然倒塌了。如果还没有破身，也许他道心无瑕，有信心度过第3道超脱大劫。但如今他满脑子都是王良，他觉得自己可能渡不过那第3道劫难了。他并不觉得是王良毁了他的道心，反而他终于知道自己修道一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他真正想要的只是眼前之人一个可靠的肩膀，一个温柔的怀抱罢了。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可惜我太迟遇到你。江兰月一双眸子轻颤，不由得悲叹一声。今日他的眼角突然有了一道无法抹平的皱纹，他知道自己的经纶开始衰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衰败的迹象会愈发明显，且无法恢复。他要开始老了。王良被称为少年北帝，将来定然不凡，能成大器。可惜他已经活了1200载的岁月，等不到他成道的那个时候了。就算能等到，自己也是一副耄耋老态，如何再能得到他的爱怜？现在他一点都不贪心，只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能与他多相处一段时间，享受一个做女人的幸福。说什么傻话，喝了他。王良无语地捏了捏他的水润光滑的脸蛋，接着又拿出一个玉碗来，里面装着的是一大碗不朽命泉。这是传说中的不朽命泉。你竟然有这种稀世神液，你要给我喝？江兰月掩着小嘴，看着那彩气迷蒙的一碗神液，满目震惊。虽然我给你中了奴印，但那也是迫不得已。如今你是我的女人，我怎么舍得让你老？喝了它吧。王良微微一笑，将玉碗递到他手里。不朽命泉，我曾与玉碗寻遍北原，也没有找到这种神液，想不到你竟然有。江兰月双手颤抖，端起来轻轻抿了一小口，随后便眸光闪烁了起来，激动道：真的是不朽命泉。紧接着他用一种极度惊喜而又彷徨的眼神看向王良，有些迟疑地问道：这都给我喝吗？喝吧，这东西我还有很多。王良笑着摸了摸他的脸颊，还有很多。闻言，江兰月终于放下心，将碗内的不朽命泉一饮而尽。这种东西乃是万种灵花灵草的露水所化，对他这个草灵体和薛玉婉那个花灵体来说，不仅能大幅提升寿元，洗涤肉身，而且还能完善他们的灵体道则。喝下一碗不朽命泉之后，江兰月便感受到了一股磅礴的生命精气在洗涤他的身体，同时眼角那道无法抹除的皱纹顷刻间便消失了。随着肉身气血变得年轻，他的心里也重回巅峰状态。然而对他来说，不朽命泉还有更多说不出来的好处，在悄悄改变着他，甚至在改变他的道则。江兰月自知王良送给了他一番逆天的机缘，所以心情无比激动，直接朝着王良狂热地拥吻了上去，两人直接滚在了草地里。我可以叫你夫君吗？唇分之后，江兰月含情凝碧，将王良拥入自己怀中，用自己饱满的温柔恨不得将王良捂到窒息。那当然，你早就是我的女人了。王良嗅着他身上的芬芳，笑着轻轻点头。夫君，你到底是从何处得来的这种东西？江兰月满目羞涩地轻喊了一声，随即按捺不住心中好奇，开口询问道：是我师尊的珍藏之物。王良如实回答，这种东西价值难以估量，对于一些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夫君，你千万不可在别人面前暴露此物，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江兰月开口提醒。我知道。王良也认真的点了点头。可是你给我喝，难道你就不怕我把你有不朽命泉的事情说出去吗？江兰月迟疑了一下，最终问道。不怕。王良摇头笑了笑。为什么？江兰月立即追问道。我可以把所有人都想成坏人，把自己的秘密都隐藏起来，所有的东西都不与别人分享，为了自己的安危去做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可是那样的话，我也会失去很多重要的东西。让你重返年轻与暴露不朽命泉，如果非要在这2个选项中让我选择一个的话，我会选择让你重返年轻。你是我的女人，所以我相信你。对我来说，你比不朽命泉更重要。
如果有天你真的背叛了我，那我只能怪自己眼光不好，看错了人，而不是后悔现在的这个决定。蓝月，我爱你。王良看向江蓝月，深情一笑。夫君，我发誓，此生绝不背叛你。江蓝月忽然哭了，趴在王良怀中，像个小女孩一样，玉容垂泪，泣不成声，梨花带雨，惹人心怜。何为情，懵懵懂懂，修道1000多年，他从未想过这个字眼。何为爱，他不知道。只是当有人说出我爱你这3个字的时候，他瞬间变得泪眼婆娑，心都要融化。好了好了，王良拍着他的香肩，将他搂入怀中安慰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江蓝月才平复情绪，相比先前黛眉婉转的模样来说，如今的面容与眸光都更加坚定了。夫君，我也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哪怕是付出我的性命。他在心里想着。王良没有选择和江蓝月滚草地，因为玄儿约了他今晚一起修炼，所以他要养精蓄锐，整装待发，好好教训一下那个逆徒。他只是拉着江蓝月的手，与他相拥在一起，静静感受彼此的心跳。之后两人约好7日之后再相见。他们并没有分别，而是一起前往另一片山岭，那里有一座入道境天骄们切磋的擂台。江蓝月知道薛玉婉在那里，于是想去找这个挚友谈谈心，而王良则闲着无事，想跟着一起去看看入道境天骄的斗法。二人在绵延不绝的山岭上空疾驰许久，终于在远处的一座山头上，他们看到了一位婀娜多姿的倩影。这正是百花谷谷主，也是被人誉为百花仙子的薛玉婉。王良三，你也来吧。江蓝月看向王良，柔婉一笑。他并没有喊夫君，是因为怕被薛玉婉听到。是，蓝月长老。王良微微点头，随着江蓝月朝着那道倩影走了过去。薛玉婉亭亭玉立，身姿婀娜，独立于山巅之上，犹如画中仙女，风华绝代。一双桃眸水光盈盈，望着前方一座巨大的擂台。江蓝月来到此地后，与他并排而立，一个仿佛画中仙子，一个好似天女下凡，顿时给这片天地增添了许多光彩。王良看他们没有说话，于是他也静静不说话，随着他们的目光朝前望去。前方有一座宽阔宏大的擂台，占地足有方圆10里。据说这擂台四周以及地面皆是用奇石打造，不仅能扛得住入道境修士的全力一击，而且还铭刻着强大阵法，能阻拦狂暴的神力波动。擂台上有2位入道境天骄正在切磋斗法，那是2个女子，一个容颜秀美，神色清冷，浑身剑芒席卷，神力汹涌如潮；另一位是瑶池圣地的一位女弟子，戴着一袭面纱，气质飘渺绝尘，同样手持一柄长剑，浑身笼罩曦光。2人实力相当，斗得难解难分，一招一式满含道韵，剑光布满苍穹。狂暴的剑气搅碎风云，虽然被擂台中的大阵阻挡了下来，但依然有一种令人心悸的锋锐气息弥漫了出来。一剑之势如开天，天光云影共徘徊。那位弟子不错，根基稳固，道法超然，竟然能压制得了瑶池弟子，也不知是来自何门何派。薛玉婉微笑着赞誉道。他虽然不给入道境弟子传道，可却早就注意到这个女弟子已经不止一次前来观看他与人切磋，只因眼前之人长得像他一位故人。确实不错，剑术飘渺，奇招不定，如光如影，无踪无形。铜镜之中若不遇神体，恐怕难逢敌手。江蓝月点头，同样赞誉道。离心师姐。此刻王良眸光一凝，那擂台中与瑶池仙子切磋之人，正是紫阳宗药王山6长老许长青的女儿许离心。这位师姐曾经给云溪师尊送过几次药，所以王良也曾见过几面。这一代天骄比1000年以前我们那批人确实要强上不少，尤其是你身边这位小弟子，年纪不大，名声倒是不小。在通玄境时，他一人独占几百名圣地天骄，光明正大的杀人夺宝。出入种道领域，他又勾动天雷之威，将3清圣地的关武长轰下天梯岭。蓝月，恭喜你又寻到一个宝贝徒儿。薛玉婉眸光一转，忽而扭过头来看了一眼王良，嘴角勾起一丝饶有兴趣的笑容。他不是我徒儿，不过他确实不凡。江蓝月勾起饱满的唇角，看了一眼王良，眸中的柔情一闪即逝。不过说到徒儿，他忽然像是又想起了什么，眉宇间透露出一股哀伤。哦，不是你的弟子，难道是小情人吗？怪不得你对他这么上心，走到哪都带着。薛玉婉神色一动，对江蓝月暗暗传音调笑起来。对啊，他就是我的小情人，你要不要也做他的小情人？咱们俩一起侍候他。江蓝月也像是开玩笑一样，对薛玉婉暗中传音道。可以啊，你现在如果敢亲他一下，那我就做他的小情人，绝不反悔。薛玉婉眸光含笑，挑衅般的看向江蓝月。
王良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擂台中的切磋，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江兰月那张柔软干香的丰唇堵住了嘴巴，肆意索取。王良一脸懵逼。兰月，什么情况？薛玉婉长老还在这里，他怎么敢这样？然而薛玉婉此刻比王良更懵逼，美眸瞪大，一副见了鬼的模样。这还是他认识的江兰月吗？难道是被人夺舍了？他为何会做出这般不顾身份、不顾一切、近乎发疯般的举动？过了许久，江兰月终于松开了王良，他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然后勾起一抹媚笑，看向薛玉婉，传音道：玉婉，记得你刚才说的话，可千万别食言哦。薛玉婉脑子都懵了。修道之人随着修为越来越高深，所说的话分量就会越来越重，不能随意食言，恐会沾染无端因果。原本他只是想与江兰月随意打趣几句，可谁能知道他竟然来真的。王良在一旁看着笑盈盈的江兰月以及一脸懵逼的薛玉婉，也不敢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此刻擂台上空，瑶池圣地的女弟子竟然自己认输了。在大阵结界消散后，许离心察觉到了此地有2位长老以及改变了容貌的王良，于是便朝着这里走来。见过2位长老。许离心拜礼，朝着薛玉婉与江兰月淡淡一笑，随后他眸光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王良，微微点头致意。薛玉婉还处于刚才的懵逼中，一时间脑海混乱，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随意地应了一声。咦，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我为何感觉你看起来好面熟？忽然江兰月紧紧蹙眉，离得近了才发现，眼前之人竟然与他曾经的一位弟子长得非常相似，而且他身上竟然有着一股熟悉的草木药香。兰月长老，先前弟子一直隐世修行，所以我们应该不曾见过。许离心微微一笑，随即摇头。你叫什么名字？江兰月急问道。弟子名为许离心。许离心并未隐瞒真实姓名，始终面带微笑看着江兰月与薛玉婉。许离心。闻言，薛玉婉与江兰月同时娇躯一颤。你爹娘是谁？他们还活着吗？江兰月眸光轻颤，竟然不自觉将手抚向许离心的脸庞，轻轻摸了摸，带着无尽的温柔。而许离心也没有躲开，就那么被他抚摸着，面带微笑，轻声开口道：回禀兰月长老，我父亲名为许长青，我母亲名为赵离心，他们都还活着，谢谢2位长老挂念。闻言，王良心头一跳，身为紫阳宗弟子，全都立下过毒誓，不能泄露宗门隐私，更不得暴露长老名讳。可离心师姐竟然说出来了，而且看她的神情，像是与2位长老已然相识了许多年的样子。许长青，赵离心。薛玉婉与江兰月一听，全都神色动容，拉着许离心的手，玉宇凝噎，眸中有泪光闪烁。800年多前，他2人当时刚刚踏入河道境，灵体出城，意气风发，决定踏遍北原，寻找不朽命泉，增强自己的灵体道泽。经历数年光景，不朽命泉没找到，在返回的途中，却在一个被毁掉的村子里找到2个苟延残喘的孩子。这2个孩子只有5、6岁，一男一女，男的叫许长青，女的叫赵离心。经过一番救治后，薛玉婉将赵离心带回了百花谷，而江兰月将许长青带回了紫府圣地。让江兰月惊喜的是，那个男孩和他一样，也是草灵体，不仅天赋异禀，而且精通药理，在炼丹炼药方面简直是个奇才，正好可以继承他的衣钵。在许长青12岁的时候，江兰月将其收为了亲传弟子，将自己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他。巧合的是，薛玉婉回到百花谷之后，发觉赵离心竟然是花灵体，这同样让他惊喜万分，也倾注大量心血，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培养。可惜好景不长，当年恰好有一尊吞天魔胎携带7眷一家3口从东荒逃至北原。4大圣地得知消息后，畏惧其吞天魔胎之凶名，于是派遣大量高手联合追杀他一家3口，但最终只杀了他的妻子，却没能留下他和他的儿子。后来北原接连失踪了10几个拥有神体之人，不仅许长青和赵离心一夜之间丢失，就连当年的9天圣子与瑶池圣女也都不见了踪影。所有人都认为是那尊吞天魔胎在报复4大圣地，同时他也需要吞噬神体成就其魔胎，所以才掳走了那么多人。可4大圣地也无可奈何，北原地域广袤，根本寻不到他。薛玉婉和江兰月一夜之间将自己培养了几十年的孩子给丢了，心痛欲裂，寻觅至今无果。他2人认为许长青与赵离心被那尊魔胎吞噬，或许早已死去，可万万没想到，他们2人当年亲手养大的孩子，现在竟然又生了一个孩子，而且还已经长这么大了。你爹娘现在在哪？薛玉婉急切地询问道。2位长老，恕我不能说出他们的下落。
我爹娘让我来这儿，其实是想让我给你们托句话。许离心微微一笑，什么话？江兰月和薛玉婉同时开口问道。两位师尊，恩情似海，时机一到，必来相报，请两位师尊切勿挂念。说完，许离心轻轻拜礼，随后转身离开。听完，薛玉婉与江兰月全部娇躯一颤，眸光中热泪流淌。为何不能相见？对于他们来说，那两个弟子完全就是他们的孩子啊！弟子倒退。看他二人的神情，王良知道他们肯定有话要说，于是便主动离开。江兰月和薛玉婉是六长老的师尊，一路上王良喃喃惊讶。回到自己的石屋后，短暂修炼了一下，天色已经黑了。于是王良动身前往天神殿玄儿的房间。怎么黑漆麻乌的，连烛火都不点？王良黑乎乎地走进去，顺手一弹便将房间内的烛火点亮。他眸光往床上一瞥，玄儿这岂不是？莫非这个逆徒是因为前几日的事情太害羞了，无颜面对他？不对啊，那丫头可是他这群夫人里面脸皮最厚的，比萧婷夫人也不遑多让。王良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然而这个丫头却没有丝毫反应。这丫头莫非是想让我？王良嘴角勾起一抹古怪的笑容，随即便俯身吻了上去。颖儿，别哭别哭，是师尊不好。看着床上的一抹嫣红，王良感觉一阵头大。这不是玄儿的房间吗？颖儿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他现在怀里抱着颖儿，慌乱地安慰着。随后这丫头便哭了起来，怎么哄都哄不好。颖儿，是师尊不好。王良还抱着她，一脸的无可奈何，只能柔声细语地哄她。颖儿也没有挣脱，委屈巴巴将头埋进他怀里，身体不停抽泣着。过了好一会儿，颖儿的心绪稍微平静了点。还疼吗？王良一脸心疼，轻声问道。不疼了。风颖儿将脸挪过来，偷偷看了王良一眼，随后又羞得赶紧钻到他怀里。颖儿，你怎么会在玄儿的房间里啊？王良郁闷地问道。颖儿不说话，是不是玄儿那丫头哄骗你来的？王良眉头一转，故意冷哼一声，装作生气的样子。哼，那丫头平日里欺负你就算了，也没个分寸，怎么能拿这种事情捉弄你？一听王良生气了，颖儿立即将小脸扭过来，赶紧解释道。师尊，你别怪玄儿，是颖要来的。啊，你要来？为什么？王良往怀里抱了抱他，看着师尊那健硕的男子胸膛，顿时让这丫头羞得面红耳赤。我，颖儿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说，羞得只能又扭过头去。王良此刻也大概明白了什么。颖儿，今日之事就当全怪师尊吧。你若是愿意，师尊会对你负责的，毕竟我也喜欢颖儿。若是不愿意的话，师尊只能……王良在他耳边轻叹一声。师尊，我愿意。风颖儿小声的喃道。哦，颖儿愿意。王良看着怀中依旧不敢看他的小丫头，不禁露出一个笑容。现在他确定了，这件事肯定是玄儿和颖儿一起策划好的。颖儿这丫头心思单纯怯懦，平日里喜欢他也不敢表露出来，肯定是玄儿出的主意。师尊，你真的喜欢颖儿吗？风颖儿小声问道。那当然，我的颖儿最乖最可爱了。颖儿宝宝。王良情不自禁朝着他亲吻了上去。师尊。风颖儿同样一脸迷离，用两只柔嫩的臂膀抱住王良。许久之后，两人唇分。颖儿，师尊叫你一步功法。来，起来。王良轻柔地将风颖儿从怀中抱起。这几日王良也算清闲，每天清晨起来，口含一枚悟道茶树叶，听玉丸长老讲道。下午有时会钻进虚界空间修炼，有时会静坐冥想。造化魔胎生来就是要融合他人之道，从而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王良马上突破道入道境，所以需要将自己所学的道法全部融会贯通。一晃眼来天神学院已经1个月，明日就是众道境弟子切磋淘汰的日子，1000人只留900。由于很多人之前就已经不在了，所以留下的人只会更少，竞争非常残酷。几乎所有的弟子都在闭关，为明日的切磋大比做准备，而王良却趁着夜色隐匿气息，朝着另一片山岭奔行而去。今夜正是他与江兰月约定的日子。夫君。江兰月一看到王良，立马变得柔情似水，从一个端庄优雅的高贵仙子变为一个堕入红尘的撩人美妇。多日不见，甚是思念。两人一见面立即相拥在一起。随着江兰月的一声轻吟，今晚的活动正式进入正题。上次你为什么当着薛玉婉长老的面吻我？王良一边亲吻着她玉颈间的淡淡幽香，一边有些疑惑地问道。上次我们在开玩笑，是他说只要我亲你一下，
他就也做你的小情人。江兰月紧紧抱着王良，面色早已泛红，一边解释一边情不自禁地吻他。啊，那之后呢？王良一瞬间想到薛玉婉那张完美无瑕的容颜，以及她那娇艳如花的气质，不禁也有点心动。之后他问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说我要老了，想找个年轻修士，体验一下当女人的乐趣。然后我问他要不要一起。江兰月忽然黛眉婉转，轻咬红唇，她能感觉到王良在听到这些的时候很兴奋，他不会答应的。王良心里知道，于是微微摇头。薛玉婉珍藏了1200多年的清白，岂可随意赠与他人？他的处子之身不仅仅代表着他的清白，还代表着他那一颗坚定执着的修道之心。哪怕是食言招来无端因果，他也绝不会做王良的小情人。夫君，我会帮你的。江兰月嘴角上扬，附在王良耳边道。帮我？王良疑惑起来。让她也成为夫君的女人怎么样？夫君你先别激动，慢点听我说，这样的话对我们几个人都有好处。江兰月嘴角上扬，接着道。对玉婉来说，若成为夫君的女人，就能得到夫君的不朽命权，延缓衰老，增加寿元，完善花灵体道则，增加对百花大道的修道感悟。与夫君交融后，不仅道心不会受损，反而心境还会更上一层。我如今才明白，修道一生，所谓的无求无欲，根本就是个笑话。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心里总归是有些好奇。七情六欲是人之本性，唯独体验过了，心境才会完美。只有遵从己心，才能真正做到道心无瑕。江兰月认真地解释起来。可是对你有什么好处？王良神色一动，开口询问道。她是我相识了1000多年的姐妹，我当然希望她也可以像我一样，放下心头的千斤重担，能自在洒脱一些，好好享受一下做女人的乐趣。其次，夫君有不朽命权，可以为她提升寿元。我害怕孤独，昔日故友还在人世的已经没有几个，我不想让他老去，徒留我一人。江兰月微微摇头一叹，他已经活了1200多年，昔日故友如风中落叶，这几百年来相继凋零，能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少之又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挚友也苍然老去。那对我有什么好处？王良轻轻在他唇上印了一下，随即笑着问道。夫君能够得到一位大美人，难道不叫好处吗？再说了，玉婉可是百花谷谷主，将来能帮你不少呢。江兰月风情万种地白了王良一眼。正在这时，一个娇艳妇人推门而入。兰月，我真的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堕落。来人正是薛玉婉，他看到王良与江兰月赤诚相见，脸色冰寒到了极点。他怎么来了？王良感受到了一股浓郁冰冷的杀意，想要抽身起来，却被江兰月紧紧抱着，不让他起身。夫君别怕，今晚我不仅约了你，还约了他。江兰月微微一笑，怀中抱着王良，眸光一挑，看向薛玉婉。他早就察觉到自己这个妹妹在门外已经听了多时了。兰月，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忘了当初我们所立下的誓言了吗？薛玉婉满脸不敢置信，她看着江兰月那一脸自甘堕落却又沉醉其中的表情，有些痛心疾首地闭上了眼睛。我当然没忘，我们自幼相识，一心求道，曾发誓要共同傲立于北元之巅。可当初的雄心万丈，不过是因为我们年轻气盛在背后作为支撑罢了。玉婉，你要认清现实，如今我们老了，皱纹1年会比1年多，经纶1年会比1年弱。就算我们度过第3道超脱大劫，寿元得以提升，但是这些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也无法抹除了。江兰月摇了摇头，眸光一如既往的坚定。我们身为花草灵体，希望借不朽命权成道，可找了一辈子却也没有找到，但偏偏他有。我成为他的女人后，他毫不吝啬的给我喝了几大碗。他还说不朽命权对他而言远远没有我珍贵。玉婉，我觉得这应该是上天的安排，我们要寻找的根本不是什么不朽命权，其实是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男人。江兰月神情动容，看向怀中的王良，一脸温柔，像是要将他融化。他真的有不朽命权？薛玉婉神色复杂，盯着王良，始终不敢置信。随着修为越来越高，对天地道则有着深厚的理解。他也明白，有时候很多东西都存在着某种因果。他们曾将寻找不朽命权视为自己修道之路的一件大事，在他们眼里，这件事丝毫不亚于凡人一生中的娶妻生子。可他们寻觅1000年都没有寻到，注定道心要有缺憾。凭什么这个小子身上有那种神业呢？难道要弥补遗憾，注定要与他牵扯上一丝因果吗？兰月，我们因为性格相近，所以才能成为好友，这么多年做出的所有选择几乎都是一模一样。不过这次我可能要与你背道而驰了。薛玉婉神色复杂的微微摇了摇头，转身便要走。啊！忽然
薛玉婉双腿一软，扶着墙柜坐了下来，紧接着她双颊绯红，娇躯发热，瞬间意识到了什么，颤声道：“蓝月，你什么时候对我下了媚啊？你竟然要害我！玉婉，你都说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做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我若是你，当然也不会同意。可我其实也是被这个小家伙逼迫认主之后，才想明白了这一切。”江兰月勾着嘴角笑了笑，接着拍了拍王良，道：“夫君，去吧，你当初怎么对我，现在就怎么对他。别忘了要种下奴印，不然他要杀你的话，我可拦不住啊。”兰月，你认真的？王良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一切，江兰月竟然给薛玉婉下媚药，让他去给他种下奴印，这种荒诞的事，难道不是在做梦吗？当然是认真的。事已至此，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你今天若不对他种下奴印，明天他一定会不顾一切的杀了你。去吧，我的小夫君。江兰月勾着嘴角笑了笑，轻吐一口兰香之气扑到王良的脸上。王良在闻到那股兰香之时，瞬间打了个颤，看向薛玉婉，眸光一下子变得炙热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叮咚，虚界空间开启第4层花域空间。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王良立即闪身后退。奴印虽然已经种下，但他与薛玉婉无冤无仇，且先前他还对自己有着受到之恩，所以王良不想催动奴印折磨他。由于怕他对自己出手，所以王良赶紧离他远点，躲在江兰月身后。在王良离开后，薛玉婉忽然感觉无比的空虚，甚至还无意识地伸出一只玉手，想要拉住王良。薛玉婉内心轻叹，从空虚的感觉中回过神来，咬着红唇，开始默默地穿起了衣服。玉婉，你原谅我好吗？眼看一切都尘埃落定，江兰月对着一脸冰冷的薛玉婉认真道歉：“我不怪你，只不过你想让我认他做夫君，绝不可能。”薛玉婉冷冷地摇了摇头，随即便想离开。他想好了，哪怕是被王良种下了奴印，他也誓死不从。玉婉长老，认我做夫君，以后我给你喝不朽命泉。王良这时也没有再躲着，而是出现在门口拦住了他，同时手中出现了一碗彩雾蒸腾的神液。不朽命泉，这就是不朽命泉。一瞬间，薛玉婉眸光闪过一抹惊喜，不过紧接着便被他压制了下来。一碗不朽命泉，就想买我珍藏了1200多年的清白之身？哼，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薛玉婉冷笑一声，看着王良，眸中有些怒色。那6碗。王良直视着他的美眸，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察觉薛玉婉并无先前那般冷冽的杀意，现在有的仅仅只是一些怒气而已。10碗。薛玉婉冷声说道。不行。王良摇头，一边说着，一边将手里的那碗不朽命泉直接递给了薛玉婉。交易还未达成，你就先给我1碗。薛玉婉眸中闪过一缕金光，同时他心中暗笑，到底是个毛头小子，除了那一股子冲劲儿值得夸赞以外，这心思还是太嫩了。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能用区几碗不朽命泉来做交易呢？我说6碗，是因为你喝6碗就会喝饱的。你若想喝，以后我天天都给你喝6碗，直到你把我的不朽命泉全部喝完为止。王良一脸认真地说道。我。薛玉婉张了张嫣红的小嘴，一时间娇艳的面庞仿佛凝滞住了。不知道怎么了，她手中的那碗不朽命泉忽然感觉不香了。玉婉，我有件事忘了告诉你，其实他就是那个名震北原的少年北帝王良。江兰月说道。什么？他就是北帝王良？闻言，薛玉婉娇躯猛地一颤。咱们做了1000多年的姐妹，我怎么会害你呢？他继人身后，气运逆天，区不朽命泉又算得了什么呢？能做他的女人，对我们来说其实才是最大的机缘。江兰月在旁边微笑着劝道。玉婉夫人，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王良趁热打铁，上前一把拥抱住了浑身颤抖的薛玉婉，同时在他耳边轻呼一口热气。你松开我。薛玉婉发出一道低不可闻的声音，同时象征性的挣扎几下，最后他又佯装无可奈何的放弃抵抗。按理来说，以他高深的修为，要想挣脱这种束缚简直易如反掌，可是被王良抱着，他竟然潜意识的不想挣开。此时此刻，他那水润娇嫩的脸颊呈现出一种极为醉人的模样，一张嫣红粉润的小嘴如同樱桃般诱人。玉婉夫人。王良忍不住了，面对神情如此撩人的百花仙子，他毫不犹豫立即吻了上去。在王良吻来的一刹那，薛玉婉2只玉手瞬间捏紧了自己的裙摆。也许这2只手原本应该推开他，可他却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顺从了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原本带着怒意抗拒的美眸，此刻竟渐渐地泛起了丝丝秋波，随后缓缓闭了起来，任由他贪婪地索取。隔了许久，闻声
王良不好意思的干笑2声，松开了薛玉婉。然而薛玉婉还沉浸在那种美妙的感觉中，没有王良扶着，顿时噔噔后退2步，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过王良眼疾手快，又将她抱在了怀里，这下再也不敢松开了。哼！薛玉婉撅着小嘴，有些嗔怪地瞪了一眼江兰月。很明显，对于江兰月打断他们，她非常不满。哼！薛玉婉轻哼一声，不想与江兰月斗嘴，她只想装作一副乖巧的样子，让王良温柔地多抱一会儿。第2日一大早，王良急忙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里，回到自己的食屋中。虽然他很想和江兰月和薛玉婉多待一会，不过虚界空间发生了一些变动，他需要赶紧去看一看。食屋中，王良心念一动，瞬间来到虚界空间第4层花域空间。顿时一股浓郁的花香充斥着鼻腔，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映入眼帘。山崖之上烟云漠漠，云雾之下碧峰如黛，林间莺啼鸟啭，周啾不断，换来彩云游天，一条奔腾激荡的瀑布直泻千里，击于石上，怦然如雷。王良内心震撼，行走在一片碧绿色的平原上，入眼间奇花争艳，草木葳蕤，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锦绣山河，宛如一个巨大的后花园。这里相比于冰域空间的寒冷，炎域空间灼热，以及星域空间的苍凉来说，花域空间明显更适合正常人的修炼和居住。而系统提示虚界空间的异动，则来自于星空古树，一株无比高大的神树，苍劲古老，蕴含着奇异的纹路，无数条枝干都喷薄着迷迷蒙蒙的混沌气息，内部隐藏着点点星光。原本这棵星空古树扎根在冰域空间，可现在它竟然自己来到了花域空间，而且还将先前王良剩下的那几株大药也一并带来了。咦，那个小魅魔呢？王良忽然想到他放在星空古树不远处的一块神经，瞬间他立即又来到了冰域空间，站在一座宏伟的冰山上，静静望着下方。有一个12、13岁的魅魔族少女，赤身裸体行走在一望无尽的冰川上，她偶尔也会扇动一下背后2只可爱的黑色小翅膀，将积雪抖落，顺便腾空而起一段距离，观望远处。没有修为，在这冰域空间中竟然不怕冷。王良没有急着下去，只是站在冰山上，开启5道天眼，静静观望。毕竟这是传说中的太古一族，王良对他一点了解都没有，不得不先观察一下。他年龄虽小，可却眉眼撩人，长着一张精致小巧的鹅蛋脸，粉唇微勾，仿佛樱桃出绽。头顶有2根黑色的小尖角，屁股上有根黑黑细细的小尾巴，尾巴尖端还有一个黑色毛团。黑色锦缎般光滑的长发披落于背后，凝脂般的冰肌雪肤透着一种薄薄的粉红胭脂色。唰，一个闪身，王良出现在他面前，静静凝视着他。咦，大哥哥，你是谁？那小魅魔看见王良，竟然丝毫不惧，一双媚长的眼睫弯成了小弦月，眸中笑意盈盈，仿佛明月生晕，有种说不出的动人。我叫王良。王良报以微笑，轻轻点头。他眼睁睁看见那小魅魔在看见他的一瞬间，瞳孔惊得一缩，紧接着又迅速绽放出甜美的笑容。很明显，他在装。不过，王良其实也能理解，这只小魅魔处于这片陌生的冰雪世界，又突然遇到一名人族强者，肯定无比惧怕，只能装傻充愣，不敢露出丝毫敌意。王良哥哥，你能告诉我这是哪里吗？你能带我回家吗？小魅魔眉梢跳跃，眉目上勾，眸中泛着涟漪，楚楚可怜地凝视着他。她年纪虽小，不过身材却不输于15、16岁的人族女子，该有的都有，饱满挺翘，晶莹的肌肤被冰雪晕染得玲珑剔透，似乎喝一口气就会被融化掉。稚嫩与妖娆，这2个完全不相干的词，竟然完美地匹配在了他的身上。你叫什么名字？王良直接拿出了一件自己的衣服披在他的身上。他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我没有名字。小魅魔回答：那我就叫你妹儿吧。王良微微点头，下一刻带他前往了花域空间。这里气候宜人，鸟语花香，比较适宜他居住。不管他到底有没有名字，小脑袋瓜里到底有什么记忆，那都不重要。反正进了虚界空间，王良是绝不可能再放他出去的，除非认主。这小魅魔看着花域空间的一切，内心直接震惊到了极点。从冰域空间到花域空间，2个不同世界的瞬间转变，让他心中有种不真实的感觉。难道这是在做梦吗？他一脸惊恐，而后又一脸茫然。眼下唯一比较真实的就是他身边的王良。虽然他内心震惊，不过还是勉强装作镇定，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娇柔娇媚地望了过去，问道：大哥哥，这是呢？不知你可听过鸿蒙古气？王良面态庄严，淡淡开口问道：反正虚界空间来历不明，不如就唬骗一下这只小魅魔。鸿蒙古气。小魅魔眼睛一闪，
瞬间面露惊骇之色。他曾经听他娘说过，人族的鸿蒙骨器为人族至强者耗费无数时间以及心血打造的至强道器，自无尽岁月以来就出了3件，其中2件出自强者如林的东荒，分别为天穹玉道塔与7界琉璃环，还有1件就是由南岭历代大帝祭炼，直至到南岭天帝手里才被祭炼成功的星空古树。这3件至宝不仅引入了鸿蒙道则，而且还蕴含着天地智理，能够逆变古今未来，承载万千岁月。知道，我娘跟我说过。小魅魔此刻脸上满是惊恐，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起来。她心里胡乱猜测，眼前这人莫非是人族大帝吗？你现在便是处于一件鸿蒙骨器所演化的世界中，先前因你被人在山里挖了出来，所以我将你藏在了这里。王良微微点头道。鸿蒙骨器演化的世界，小魅魔早已被惊得目瞪口呆，扭头观望远处。啊，那是什么？他突然眸子瞪大，竟然看到有一棵直插云霄的星空古树矗立在天际。那是星空古树。小魅魔惊得合不拢嘴，小尾巴发直，瞬间翘了起来。他先前被封在神经内部，偷食了不少星空古树溢出的生命精气，当然明白那是什么东西。别看他长得稚嫩，看起来像个12岁的孩子，其实他已经活了100多年，而且在那块内蕴彩气的神经里，他更是不知被封印了多少个年头。阿英！忽然小魅魔双腿一软，媚叫一声，竟然直接跪倒在地，浑身发抖。王良手里抓着他尾巴尖端上的毛团，一脸惊奇。果然，古人诚不欺我。他先前在一本古籍上见过记载，魅魔族的弱点便是他们的尾巴，只要捏着他们的尾巴尖端，便能指使其做任何事情。只不过令王良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毛团不全是毛，而像是一个长毛的肉球，捏起来很软很弹，手感非常不错。你，大哥哥，你松开我！小魅魔柔声央求道，同时他心中也在惊骇，眼前这人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他为何会有鸿蒙骨器？为何会有星空古树？小魅魔根本不敢想，越想越觉得恐怖，恐沾染上大因果。毕竟当年南岭天地手托一棵星空古树，横扫太古7族，将其全部封印了起来，难道他刚出世就要被镇压吗？要知道他的身份可不简单。哦，王良一脸古怪，又轻轻捏了一下，随后才松开。不愧为魅魔族，随意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一声轻吟，都极为魅惑人心。他还是披着王良的一件衣衫，略显宽大，却紧紧包裹住了他那饱满诱人的曲线以及雪润嫩滑的肌肤。那玉足轻点，玉腿轻抬，便是勾魂；那柳眉轻挑，眼波流转，便是夺魄。若非王良见多识广，恐怕早已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如今魅魔族还未出世，可你却提前苏醒了过来。你身为魅魔族，想必知道一旦出去将会面临着什么吧？这里有着30倍于外界的时间，我准许你在此修炼，将来待时机成熟，我会放你出去与族人团聚。王良抓紧时间，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并且还丢下了1000斤神经。待会他还要去看青儿等人在擂台上切磋大比，没时间再闲扯了。太好了，谢谢大哥哥。媚儿黛眉舒展，紧接着便感激起来。他也知道人族对他们魅魔族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如今这世上族人都没出世，只有他一个魅魔族，在这片只有人族的地域上，他简直像是羊入狼群，若是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眼前这人拥有鸿蒙骨气，高深莫测，他对自己丝毫没有居高临下，而是礼貌相待。虽然刚才他出于好奇捏了自己的尾巴，不过这里有着30倍的时间，灵气充裕，他若能在这里修炼，只需很短的时间，他必然能变强。将来与族人团聚，他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犹豫，直接答应下来。媚儿，你好好修炼吧，下次我给你带点衣服进来，我先走了。王良点头，一眨眼直接消失不见。娘以前说人族修士贪婪自私，色欲迷心，喜欢蹂躏虐待我们，可是他却好像不一样，感觉是个很好的人呢。不过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拥有2件鸿蒙骨器的人，在整个天玄大陆的古史中应该都从未出现过吧。看着地上王良留下的1000斤神经，小魅魔蹙眉喃喃道。王良从虚界空间出来后，眼看天已经大亮，于是赶紧前往众道境弟子切磋的擂台。一片山岭上有着4个巨大的擂台，所有种道境弟子都必须2两对战。所有弟子并非要以输赢论证谁会留下来，而是由一群长老通过战斗表现以及这段时间的修炼状况来做综合决定。王良不用参加切磋，玉婉夫人知道了他的身份，所以就不让他参与了，直接晋级。一方面他参加这种比试毫无意义，另一方面
担心被什么人给认出他的身份，王良四处找了找，终于看到了青儿、薛儿、远儿3个宝贝妹妹，以及颖儿和璇儿2个宝贝徒。他们几个人都被薛玉婉安排在了1号擂台上，而且青儿马上就要出场了。裁判长老是薛玉婉，另外江兰月也在这里。他要挑出几个潜力巨大的弟子，列出名册报给圣地，以便于子府圣地挖人和招揽。当然，被招揽弟子的宗门也会获得巨大的好处，否则就没人愿意把弟子送到天神学院了。